下界3000道界，天元界魔域最深处，阴阳圣宗的巍峨黑殿已被9大仙宗的浩然弟子围得水泄不通。金光闪耀的斩魔飞剑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剑芒密不透风。灭魔道法如雷霆轰鸣，撕裂虚空。血红魔气与圣洁白芒交织，犹如灭世前的最终狂舞。在他身下，无数魔宗弟子的残肢断臂，尸横遍野，犹如人间炼狱。就连最爱他的小师妹和师尊都已然香消玉殒。凌云站在宗门最高塔尖，魔气滔天，黑金长袍猎猎作响，乌黑的长发狂乱飞舞。他邪气凛然的脸庞上挂着一抹冷笑，深邃如渊的眼眸中燃烧着不甘的烈焰，魔气逼人如墨染苍穹。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知道自己输了，输得彻彻底底。但是他岂能就此罢休？仙道狗贼，敢灭我魔宗，今日老子就拉你们陪葬！他狂笑一声，魔气如潮汐爆发，周身黑焰升腾，宛如魔神降世。9大仙宗的强者齐齐色变，大家快小心，这林老魔要拼命了。却见一名白衣仙宗长老冷哼：林老魔，你还敢猖狂？不过是苟活的小杂种，本座紫霄圣君今日必将你挫骨扬灰。另一名紫袍道士高声嘲笑：哈哈，魔道至尊，不过是癞蛤蟆跳脚，丑态百出，你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及。一名秃头老和尚也双手合十：林施主苦海无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着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凌云怒火中烧，嘴角却咧开更邪的笑意。一群鸡鸣狗盗之辈，单打独斗，老子单手捏死你们！老子纵横3000道界，才你们正道天骄无数，今日便是粉身碎骨，也要拖你们下地狱。自己的宗门没了，师尊师姐他们和小师妹也死了，凌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本就是穿越而来，潇洒风流这么多年，老子活够了。说罢，他猛地自爆，轰的一声，血肉与魔气炸裂，数千名仙宗弟子当场就化作飞灰。只见血雨洒满黑殿，魔气冲天如黑龙咆哮，天地为之战栗。血腥绝望的场面如末世降临。林老魔的霸道魔威震撼9天，邪气凛然，带着一丝不羁的疯狂。这也是他最后的绝响。随着神魂燃尽，林老魔的最后一丝念头也在消散。可这一切戛然而止。他睁眼时，发现自己回到了宗门被围攻剿灭的前3天，魔宗即将被围剿的前夕。他还活着，魔气未散，记忆如潮水一般涌来。凌云有些没有回过神来，耳边却响起一个破锣般的声音：叮！宿主凌云，系统觉醒失败，延迟8000年，现补偿1000倍天赋加成，并赠送神级双修体验卡，可夺取对象一半修为。本系统很忙，再见。本系统要去拯救其他穿越者。8000年，凌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盯着虚空大骂：老子辛辛苦苦苟到魔道至尊，你系统才姗姗来迟，还给我这破玩意儿体验卡！你怎么不给老子一张劳斯莱斯5元代金券呢？操！骂了好一会，一直没有回应。他低头一看，系统界面空空荡荡，系统已消失，只留下一张闪着金光的卡片。凌云哭笑不得，却回想起现在是九死无生的绝境，虎躯猛地一凛。9大仙宗的围攻即将来临，纵有1000倍天赋，若不改变命运，最后的结局他依然难逃一死。怒火与无奈在他胸中交织，情绪如火山般翻滚。怎么办？如何破局？凌云目光扫过殿内，忽然凌云的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像，万年前飞升的祖师女帝。只见画中人美若天仙，气势更是凌厉如刀，隐约透画而出。他心念一动，邪魅一笑，心中已经有了计较。这位可是传说中的魔帝祖师啊，早已飞升万年，但是如今宗门危在旦夕。他也想起来了，在掌教传承之中有记载，若是宗门大劫之时，魔宗掌教至尊可以燃香上禀女帝祖师，或许会有回应。凌云感觉自己有救了，但是要如何诱骗女帝祖师下界呢？又要如何让她同意和自己欢好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至于让他直接出手解决仙道那群伪君子，凌云感觉可能性很小，对方肯定会自封修为，以求躲避天道的监视和天劫神法。但是即使是下界一位修为不如自己的半成品，也足够解决自己目前的危机了。我凌云愿以身侍奉，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必要时刻可以对祖师下黑手，务必要让女帝祖师和我修炼3天3夜，只要吞了她的半数修为，我就可以跨入飞升境界，天下无敌又有何难？本书前7境界：淬体境、聚气境、凝丹境、灵台境、神通境、天象境、渡劫境、破虚境、飞升境，应该很好理解，基本上就是老一套，读者义父们都不需要记。其实基本上也涉及不到前期这些境界，后边仙界偏难主会被女帝祖师追杀。
凌云站在宗门大殿中央，浑身魔气还未完全散去，乌黑长发随意披散，心中有了计划后，林老魔也就没有那么急迫了。俊朗的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这种压力真是让人兴奋啊！还有那个破系统，最好别让他抓住了，居然延迟了整整8000年啊！你知道我这8000年是怎么过的吗？谨小慎微的从一介凡人开始求仙问道，没有门路和介绍令牌，仙门根本不收他这种穷小子，最终还是加入了魔道圣宗。凭借着超强的修炼天赋，心狠手辣的凌云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成为了魔宗圣子，杀死了所有竞争对手后，凌云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掌教至尊，然后挑战了所有魔门巨擘，威望无与伦比，让阴阳圣宗成为了魔道魁首，魔威盖世，威压3000下界，让无数正道仙门都抬不起头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9大仙宗联手起来对付他，如今重生回来，宗门被围剿的危机如同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刃，只剩3天时间，但他现在必须稳住局面。随着脚步声响起，凌云收起思绪，看向殿门外，赶这个时候来找他的估计就是他们了。师兄，你没事吧？刚才那魔气师又有人惹你生气了吗？好可怕，但是师兄你好厉害啊！小师妹刘雪琪娇俏地扑了过来，粉红纱裙轻轻摇曳，眉目如画，眸光流转间带着几分天真与迷离。她阴唇微张，近距离的香气扑鼻而来，声线清脆中带着一丝颤音，隐约透着崇拜和依赖。凌云嘴角一勾，果然是小师妹，她笑容更深。重新见到小师妹，凌云心情不错。要知道，在面对仙宗围剿之时，他可是犹如飞蛾扑火一般挡在自己身前，面对飞剑洪流。凌云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香肩，小雪琪，别怕，师兄有分寸，那些正道狗贼赶来，老子一个指头都能捏死他们。话虽如此，但他的手却不老实的在他肩上轻轻滑动，意味深长的停留片刻，惹得刘雪琪俏脸微红，眼神更加迷离了。师兄，人家听你的话，已经学会了阴阳圣功，我们什么时候一起修炼啊？凌云现在重生回来，心态已经不一样了，对于小师妹也不再逃避。嗨嗨，小妮子，别急，师兄现在有事情呢，回头再陪你好好修炼。凌云压低声音，语气暧昧，眼中闪过一丝戏谑。刘雪琪咬着下唇，娇嗔道：师兄坏死了，但眼中却满是期待，扭着小腰退了下去，留下阵阵香风。现在9大仙宗的踪迹几乎都没有隐藏，整个魔门都是人心惶惶，但是最亲近他的几人依然陪伴他到了最后。这时美艳师尊云雪姬也匆匆赶来，紫衣飘飘，容颜如花，傲人的曲线若隐若现，令人浮想联翩。他皱眉看着凌云，语气关切：云儿，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事？要不你就别留下来了。凌云微微一笑，缓步上前，近距离凝视他的容颜，声音低沉而磁性：师尊放心，弟子已有妙计，这场劫难我定要化险为夷。说着，他的手不经意地触碰到他纤细的手腕，轻轻一握，旖旎的气息弥漫开来。云雪姬微愣，俏脸泛起红晕，嗔怪道：你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但眼中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似是责备，又似是期待。本就是魔宗，自然没有那些世俗教条，何况两人也相处几千年了。云雪姬离开后，冷艳师姐林霜雪紧随其后走了进来，她银发如雪，眼神冰冷如刀，剑眉微蹙。看见凌云嬉皮笑脸地望着自己，她没好气地冷哼道：掌教师弟莫要自大，9大仙宗的实力非同小可，你有何计策？语气虽冷，但他靠近时，冰冷的香气与他的身姿却让凌云心头一荡。师姐总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最心疼他了。他邪笑着上前，搂住他柔软的腰肢，嘴唇靠近他的耳边，低声道：霜雪师姐，放心吧，师兄我有的是手段，连你这冰山都能融化。林霜雪娇躯一颤，银牙轻咬，眼中闪过羞恼，却没有退后。到了现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不想掩饰内心了。10几分钟后，林霜雪俏脸红的如要滴血一般走出了大殿，把现如今最重要的3人都哄好了之后，凌云也准备干正事了。毕竟时间不多了，刚刚也只是过了个嘴瘾，上下其手罢了。不然一旦天雷勾的火，没有1天1夜哪里消停得了。在密室深处，昏暗的烛光摇曳，凌云盘坐在蒲团上，魔气如墨般弥漫。他祭出祖师传承中的秘法，点燃一柱特制的幽香，只见香烟袅袅升起，直冲云霄，带着他的意念传向仙界。女帝祖师姬夕瑶在上，阴阳圣宗弟子当代掌教凌云有礼了。凌云的声音低沉而严肃：宗门如今面临9大仙宗围剿，危在旦夕，恳请女帝下界相救。弟子已经有了雷霆手段，只要祖师下界，无需出手，定可度过此次危机。香烟升空，跨越界限，
直达仙界。仙界九重天宫的寝宫中，姬夕瑶盘坐在宝座之上，周围氤氲仙气流动。她身着一袭琉璃般的白裙，勾勒出绝美的曲线，腰肢纤细如柳，胸前曲线傲立起伏，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她的容颜如冰雪雕琢，眉如远山，眼若星辰，红唇轻抿，透着清冷与高贵。乌黑长发如瀑布倾泻，散落在肩头，隐约可见雪白的肌肤和锁骨，性感中带着一丝禁欲的美感，让任何男人见了都会心动口瓣。她闭目养神，仙王的气势隐隐散发，周围的仙气如潮汐般起伏。然而密室的幽香突然侵入她的神识，她猛地睁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下界蝼蚁，竟敢扰我清修！姬夕瑶冷哼，声音如冰霜敲击玉石，清冷而动听。但她神识探查后，眉头微皱，那是阴阳圣宗的求救信号。宗门是他父亲曾经的心血和遗愿，虽然他已飞升上万年，但那毕竟是他的根。九大仙宗围剿，哼，一群正道伪君子。他心中冷笑，但下界的风险让他纠结。天道规则严苛，他若下界必受境界压制，甚至面临天劫神罚。但宗门若是覆灭，他父亲的遗志也将灰飞烟灭，而自己今后恐怕有心魔业障缠身。他低头看向掌心，一块闪烁着幽光的破界石镜镜躺在那里。这是仙盟曾经赐予的奖赏，可降低下界风险，但他也必须自封修为智破虚境，以免引来天道惩戒。罢了，为了宗门，我只能冒险一试。姬夕瑶咬牙，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反正若是事不可为，他就直接返回仙界即可。他起身，仙气涌动，顿循着空间坐标，破界时的光芒将他笼罩，带着他的身影穿越世界屏障，就此降临下界。魔域密室，凌云正焦急地等待着，万一他不理会怎么办？忽然密室内的空间开始扭曲，凌云心中一喜，果然有用。只见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现，姬夕瑶的身影缓缓凝聚，她如仙子降临，绝美的容颜让凌云一愣，喉咙一紧，口干舌燥，心跳开始加速。自己就是要和她修炼吗？求之不得啊！这女人实在是太美了。定睛一看，居然还是天赋异禀之女。她的身姿如梦似幻，性感中透着清冷，简直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尤物。凌云迅速收敛心神，眼中闪过金芒。这可是关键时刻，生死攸关，绝不能心软。他若是答应就算了，不答应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他已经准备好了弑神匕首，这乃是阴毒宝物，是一次性消耗品，可以在他不被时下黑手，彻底封印他的修为，逼他与自己修炼。姬夕瑶，女帝之尊。她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凤眸微微眯起，透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冷意。她身着一袭华丽的宫装，裙摆如云雾般铺开，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压。然而当她的目光落在凌云身上时，那种傲慢与轻蔑几乎要从骨子里溢出。她上下打量着凌云这位阴阳圣宗如今的宗教至尊，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屑。虽然这是自己曾经的宗门，也是父亲的心血，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已经太遥远了。如今下界也不过是为了完成一桩因果罢了，成与不成都和他无关。下界凡人打扰本座清修，是有何事？他的声音清冷如冰，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高空坠落的冰雹，砸得凌云心头一震。看来有些不好相处啊。果然仙凡有别，凌云强压住心中的不快，拱手道：女帝在上，晚辈冒昧前来，实乃宗门危急，迫不得已。阴阳圣宗如今被正道仙宗围攻，他们不讲武德，联合数十个宗门，蓄谋已久，欲将我宗父灭于一旦。若女帝袖手旁观，我宗必将灰飞烟灭，还望女帝祖师出手相助。姬夕瑶闻言微微皱眉，凤眸中闪过一丝不耐。她轻哼一声，声音依旧冷漠：正道仙宗围攻，你区区一个下界宗门，怎值得我插手？况且本座如今封印了自身修为，实力或许还不如你。你找我来无非是痴心妄想罢了。我来问你，你可有妙计？如若不然，本尊可没时间陪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凌云闻言，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姬夕瑶那绝美的容颜上。她肌肤如雪，曲线曼妙，气质高贵而冷艳，即便只是静静坐着，也仿佛天上的谪仙，让人不敢直视。她咽了咽口水，强装镇定，对方果然傲慢，看来得先下手为强了。凌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妙计有，我们成婚，你做我道侣即可，我们洞房双宿，到时候我可无敌于天下，定能化解宗门危机。姬夕瑶闻言，一张绝美的脸瞬间僵住，凤眸瞪圆，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凌云。她缓缓起身，气势如暴风雨般压来，声音冰冷的像是能冻结空气。你说什么？区区下界凡人竟敢对本帝说出如此无礼之言，你找死！
他纤细的手掌微微抬起，掌心凝聚出一道恐怖的灵力波动，显然是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凌云。然而凌云对此早有预料，他眼中寒光一闪，早已暗中握紧手中的弑神匕首。这把偶然所得的咒印匕首，专为封印高阶修士的修为而炼制，最为歹毒。他猛地扑上前，身影极快，匕首化作一道黑芒，精准无比地刺入姬西瑶的小腹，旋即化为虚幻，没入他体内。只见灵光符咒闪烁，竟然瞬间封印了他破虚巅峰境界的修为。姬西瑶的灵力骤然一滞，脸色苍白的后退一步，眼中满是震惊与愤怒，还有一丝丝恐惧。你敢！姬西瑶咬牙切齿，声音颤抖，带着无尽的屈辱与怒火。他本身的修为已经被自身封印，现在即使是想解开封印，拼命也来不及了。姬西瑶从未想过，自己堂堂女帝竟会被一个下界凡人如此羞辱算计。他试图调动灵力反击，却发现体内灵力被完全封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凌云逼近。凌云冷笑一声，目光中带着一丝贪婪与得意。女帝祖师，事已至此，你我合体才是上策，到时候我得你修为，你也能恢复自由，你父亲留下的宗门也能保全，随后你再飞升，你我再无瓜葛，岂不美哉？姬西瑶脸色铁青，凤眸中泪光闪烁，却倔强地瞪着凌云。你这卑鄙小人，本帝宁死不从，若有朝一日我恢复修为，定将你碎尸万段。凌云不为所动，眼中闪过一丝冷酷。那就别怪我无情了，生死攸关，他现在可不会心软，至于以后，那就以后再说。他挥手间布置下密室的禁制，将这处空间彻底隔绝。随后他从怀中掏出那张金光闪闪的神级双修卡，法力灌入，这张卡片化作一道金光，笼罩在两人之间。旋即空气中弥漫起一股奇异而旖旎的气息。密室内银光摇曳，映照着姬西瑶那绝美的身姿。她身形修长，曲线曼妙，肤如凝脂，腰肢柔软如柳，胸前曲线起伏，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即便是满心怒火，她的美也如月光般皎洁，令人心醉。凌云呼吸急促，目光贪婪地扫过她的每一寸肌肤。他喉咙滚动，内心被欲望与破镜的冲动彻底点燃。姬西瑶咬紧牙关，试图挣扎，但那奇怪的匕首的威力将他的反抗压制得无影无踪，修为提不起不说，而且那卡片似乎还有合欢剧毒。他感觉自己的意志在被某种力量消磨，浑身有些燥热，这让他羞愤交加，眼中泪水滑落，声音低沉而颤抖。你会后悔的，我姬西瑶发誓，若有朝一日我恢复修为，定要让你生不如死，除非你这辈子不飞升上界了。然而凌云对他的威胁置若罔闻，他缓缓靠近，双手触碰到他冰冷而柔软的肌肤。姬西瑶全身一颤，羞辱与愤怒几乎将他淹没。密室内空气变得灼热而旖旎，他的低音声时而愤怒，时而无奈，最终被灵力的冲刷压得微不可闻。而凌云的低笑中带着得意与满足，无尽的灵力在他体内暴涨，修为节节攀升。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几个时辰。结束后，姬西瑶瘫软在地，衣衫凌乱遮盖在玉体上，他凤眸中的泪光还未干涸。姬西瑶咬紧下唇，目光如刀般刺向凌云，声音低沉而充满恨意。凌云，你这卑鄙无耻之徒，我姬西瑶与你不共戴天，今日之辱，我必百倍奉还。凌云整理衣冠，嘴角挂着得意的笑意，却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女帝，事已至此，你我已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待我无敌于天下，带领宗门一统下界，你父亲泉下有知也会欣慰。但是说完之后，凌云就陷入了沉思，怎么这个双修卡好像效果没有那么牛逼，不是说一半修为吗？自己怎么还没突破的感觉呢？凌云下意识地看向空荡荡的系统面板，旋即瞪大了眼睛，只见上面居然出现了一个进度条，神级双修卡使用中，目前进度 10%。 凌云深吸口气，我就知道这系统是坑爹的，也就是说自己起码还要来10次。凌云的目光赤红地看向姬西瑶，让被就悲愤欲绝的女帝打了个冷战。你这畜生还想做什么？凌云的目光赤红地看向姬西瑶，让本就悲愤欲绝的女帝祖师打了个冷战。你这畜生还想做什么？你别过来，求你了。姬西瑶快崩溃了，她本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当年在下界之时，她就是骄傲的天骄魔女，对于正魔两道的年轻天才都是不屑一顾，自然是没有谈过道侣。到了仙界之后，也是天资卓越，成为了仙盟的圣女，更是自己又在仙界创办了仙宗，成为了开宗老祖。可以说她这数千年来都没有吃过这种苦头，更加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眼看这位阴险小人又要上来，
姬西瑶委屈的要哭了。可恨啊，他现在修为解不开，想要解开封印，必然也要有对应的法力来驱动。凌云深吸口气，没办法了，只能继续了。还好他身体好，还顶得住。密室内的空气仿佛被再次点燃，弥漫着一股热烈的气息。凌云再次看向姬西瑶那绝美的身影，他被静止锁住，动弹不得，凤眸中满是愤怒与羞辱，泪光在眼角闪烁，却无法掩盖他那惊艳的容颜。刚刚太激动了，没有仔细欣赏，现在看来，凌云一瞬间又燃起了激情。他的肌肤如白玉般剔透，散发着淡淡的光泽，曲线柔美而窈窕，长发散乱地披在肩头，增添了几分无意间的风情。然而他的眼中此刻燃烧着无尽的恨意，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压抑着滔天的怒火，恨不得将面前的凌云撕成碎片。回想起刚刚的美妙滋味，凌云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粗重。现在想想，这卡好像也不是那么坑了，这明明的福利卡啊，只是希望时间来得及，但是3天3夜应该够了吧？就怕自己嗨过头，忘了时间。他目光贪婪地扫过姬西瑶的身躯，喉结滚动。没办法，怪不得我，你要怪就怪那些正道伪君子吧，我也只是不想死而已。话虽如此，但他的眼中也闪过一丝隐秘的复杂，自己确实是有些过分。到时候若是自己落入他手里，要杀要剐，悉听遵便。但是现在他还是要赌一赌。姬西瑶闭着眼睛，罢了，就当一场梦。他声音里夹杂着不甘与愤怒，却又带着一丝无助的颤抖。那声音如羽毛般侵略过这不大的密室空间，勾起一种禁忌的悸动，同时也刺痛了凌云内心深处那一丝丝微弱的良知。但他很快将这份犹豫压下，眼中只剩贪婪欲望。姬西瑶咬紧银牙，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接受了，但是现在发现还是无法面对。他试图调动体内一丝灵力反抗，却发现一切努力都如石沉大海。他眼中的泪水终于还是滑落，声音低沉而颤抖：你这卑鄙小人，我宁愿魂飞魄散，也不愿受你如此羞辱。等我恢复修为，定要让你血债血偿。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10000年。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取出来点天灯。他的咒骂如利刃般刺向凌云，他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恢复了冷笑。你如今在我手中，你若是再嘴硬，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而且我吸收的修为也只是你封印后的修为，又不是你的全部法力。凌云说的理直气壮，厚颜无耻，但是他也知道今日的所作所为已将自己推向了与这位女帝不死不休的深渊。若是自己哪天飞升仙界的话，怕是会被追杀10000年，前提是自己能活那么久。姬西瑶认命似的不再多言，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但是不多时，被凌云撬开牙关，他根本抵挡不住凌老魔。凌云的低笑中带着得意与满足，但他的心脏却在狂跳。女帝姬西瑶的美丽与愤怒交织在一起，让他既感到征服的快感，又隐隐一股感到不安。自己以后真的能逃过他的追杀吗？要不就一辈子躲在下界算了，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模样。凌云内心深处也是不由自主地涌起一丝愧疚。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自己的人了吧。但这愧疚很快被吞噬，他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为了力量。自己的小师妹和师姐他们还在等着自己呢。无数的魔门弟子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自己怎么可以因为良心这种东西就退缩呢？不知不觉，时间一点点流逝，姬西瑶都不知道自己昏迷过去了多少次。外界，太阳升起又落下，又再次升起，而进度也终于来到了90%。伴随着凌云的动作，姬西瑶又醒了过来，她的声音在密室中回荡，像是被压抑的琴弦在颤抖。你会后悔的，我姬西瑶的恨意将如影随形，永不消散。姬西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承受这种屈辱，她的指尖微微蜷曲，试图抓住什么，却只能在静止下无能为力，只有眼中燃烧着对凌云的深深恨意。但是凌云心中满是喜悦，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极限，只差最后一层窗户纸。但是姬西瑶恨死了他，他的眼中泪光始终未干，目光如刀般刺向凌云，声音低沉而充满恨意：凌云，你这卑鄙无耻之徒，我姬西瑶与你不共戴天，今日之辱，我必100倍奉还。这个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凌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灵力暴涨，修为直接突破到一个新的境界，整个密室内都激起了一场风暴。虽然目的达到了，但他眼中却闪过一丝复杂。姬西瑶的恨意如刀般刺入他的心底，让他感到一阵寒意。话说，有没有可能让他爱上自己？毕竟都爱了3天了，要不是自己天赋异禀，怕是就死在他身上了。其实还真是有些舍不得啊。不过弑神匕首的效果好像没有这么快解除，
等忙完了之后，也许还有机会。他整理衣冠，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意。我也是为了活命，而且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对你好的。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女人了。假如你有生死危机，我也会拼上我的性命。言罢，他转身离去，留下姬西瑶一人独自在密室中，眼中燃烧着无尽的仇恨与屈辱。我一定会杀了你的。密室之内，石壁之中，鹅蛋大的夜明珠映得四壁生辉，但是却掩不住那股浓重的气味与压抑的气息。女帝祖师姬西瑶半倚在白玉软床上，她身上满是凌乱的痕迹，只见她雪白的肌肤上红痕交错，汗渍未干，仿佛冒着香气，那是被凌云留下的杰作。由于次数太多，强度太高，此刻她呼吸未平，胸口微微起伏，白嫩的脸上写满了屈辱与愤怒，还有一丝绝美的潮红余韵。姬西瑶用纤细的手指颤抖着撑起身子，缓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坐直。散落一地的纱裙和金黄色的龙纹肚兜在夜明珠下泛着微光，她咬着牙，强忍着浑身的无力感，俯身捡起那件薄如蝉翼的衣裙，手指触碰到衣裙时明显一抖，眼底恨意一闪而过，肚兜被她攥得指节发白。随后她低头默默穿上，动作缓慢却透着一股倔强，随后把纱裙披上身，遮住了那曼妙的身段，依然魅力无双。可那股从骨子里透出的冷艳与杀意却是怎么也掩不住。而且他现在也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己被那个畜生这么多次，但是修为被完全封印了，就连储物空间都打不开。姬西瑶微微闭着眼睛，心中有些疑虑，她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要是万一，那就到时候把生命种子封印起来再考虑吧，自己是绝对不会生下那个畜生的孩子的。姬西瑶开始闭目调息起来，但是体内的情况让她绝望，根本调动不了丝毫法力。而另一边，凌云却是春风满面，这家伙站在密室外的石台上，闭目感受着体内那股翻江倒海的法力。飞升境界，天下之巅，那些圣地的老怪物或许也能摸到这门槛，但是那些不敢渡劫的老不死，哪里比得上英明神武的自己？他嘴角一咧，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明天9大仙宗的联军就要杀到阴阳圣宗门前，那些自诩正道的家伙一口一个魔宗，恨不得把他连根拔起。可惜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已今非昔比。凌云眯起眼，暗暗压下体内那股磅礴的气息，打算给那群仙宗崽子一个大惊喜，甚至到时候直接引下天劫，让他们全部灰飞烟灭。念头一转，他身形一闪，直奔宗门大殿。一路遇见的漂亮女仆和亲传弟子看见灵老魔都是战战兢兢的躬身行礼，见过掌教至尊，他们恨不得把头低到地面上去。凌云一路面无表情。世人皆知魔宗至尊灵老魔性格邪性乖张，好梦中杀人，有曹魏遗风。凌云现在要开始行动起来了，不然恐怕来不及。作为阴阳圣宗的掌教至尊，凌云大手一挥，密令发出，直接召集了最高层次的长老大会，12护法一个不落全部到场，包括云雪姬、林霜雪这2位护法长老，还有魔宗圣女小师妹刘雪琪，也都一起站在殿内出席本次紧急大会。在上一世，凌云也是召开了类似的会议，只是结果不尽人意，很多长老弟子都失去了斗志。但是这一次，谁敢唱反调，凌云就要他死。大殿里气氛沉得像灌了铅，仙道宗门组成联军围攻的消息早传遍了，魔宗上下人心惶惶，个个跟死了爹似的，低着头不敢吱声。殿外的风卷着枯叶吹进来，落在青石地面上，发出沙沙的轻响，更显得这地方死气沉沉。殿内烛火摇曳，映得众人脸色忽明忽暗，沉默得像一群待宰的牲口。凌云大马金刀的王主位上一坐，目光扫过底下这群长老护法，脸色阴得能低没这群废物还是如此不堪大用。他冷哼一声，声音不大，却像雷霆炸开。9大仙宗要灭我阴阳圣宗，你们就这副德行，一个个跟披麻戴孝似的，都怕了。你们的魔性呢？告诉我。凌云声音骤然加大，这话一出，殿内更静了，仿佛连呼吸声都轻了几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接茬。可就在这死寂中，左护法红烈站了出来。红烈一看就是个狠茬子，他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一身黑袍裹着精悍的肌肉，往那一站跟座铁塔似的。他在阴阳圣宗混了上千年，威名赫赫，是12护法里数一数二的狠角色，手底下不知道沾了多少血，论起资历比起凌云还老。连云雪姬和林霜雪见了他都得客气3分。他眯着眼，粗声粗气的开口，声音瓮声瓮气，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魔尊大人，不是咱们怕，是那9大仙宗联军实在太猛了。他们有天玄宗的道气镇山印，还有紫霄宗的9天雷阵，各种法宝更是不计其数。咱们这点家底，硬拼就是送死啊！我看
不如先避一避风头等。然而他话没说完，凌云眼底寒光一闪，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上一世就是这个废物扰乱军心，平日里站着资历阳奉阴违就算了，现在还敢搅风搅雨，战前扰乱军心，你找死！凌云一声大喝，他猛地起身，袍袖一挥，一股狂暴的法力直接爆开，化作一只无形魔云巨掌，啪的一声拍在红烈身上。只听一声脆响，像西瓜爆开，红烈那2米多高的壮汉身躯连哼都没哼出来，整个人瞬间炸成一团血雾，骨头渣子混着血肉哗啦啦洒了一地。他的灵胎神魂刚刚出现，正要遁走，也一并被早有准备的林老魔一直绞杀。只见猩红的血水顺着大殿的青石地面淌开，刺鼻的血腥味冲得人头皮发麻。那根粗壮的电柱上还嵌着一块碎肉，颤巍巍地挂在那儿，晃了2下才掉下来。大殿里一瞬间陷入了死寂，所有人都傻了眼。红烈那可是左护法，宗门里跺一脚地都要抖3抖的狠人，这可是渡劫境的老祖啊！就这么一巴掌没了，居然连神魂都直接被拍成了飞灰。云雪姬俏脸煞白，手指攥着袖子，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云儿她还是这么凶残，但是她有些兴奋。林霜雪瞳孔一缩，眼底闪过一丝惊惧，掌教师兄又变得更加强大了，这是好事。小师妹刘雪琪更是吓得啊一声低叫，身子往后一缩，差点没站稳。作为魔宗圣女，她其实是有些不合格的，但是谁让她有一个厉害的大师兄？底下的长老们个个目瞪口呆，像是见了鬼，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就是当代魔尊，魔道魁首，众多魔道宗门最强的至尊凌云缓缓收回手，他冷笑一声，声音低沉，却带着碾压一切的威压，甚至有些癫狂。怕？老子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怕！谁敢再说一句丧气话，这就是下场。他目光如刀扫过殿内众人，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体内那股飞升境的法力暗暗涌动，虽没完全释放，可那股压迫感已让殿内空气都凝重的要结冰。血腥味还在弥漫，红烈的血水还在地上淌，而众人的心跳都快蹦出嗓子眼了。明天9大仙宗赶来，我要他们有来无回。你们所有人都开始备战，拿出我们魔道的嚣张气焰来，死也要站着死，要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凌云一字一顿，声音不大，却像重锤砸在每个人心口上。都听清楚了吧？林老魔和训斥小学生一样呵斥着这一群魔修老怪，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他们反而都开始振奋了起来。终究是魔修，心底都是不怕死的神经病，只要有人敢带头冲锋，他们就悍不畏死。殿外风声渐紧，像是大战前的号角。而密室内的姬西瑶已穿好衣裙，坐在白玉床上。他试过了所有办法，但是静止稳如磐石，这让他凤眸中杀意如潮。姬西瑶低声呢喃：今日之辱我记下了，总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我饶命。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却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诅咒，在密室中久久回荡。但是他不知道，林老魔可没有这么容易放过他。弑神匕首的封禁还有效呢，不得再来100遍。殿内随着凌云的动员，气氛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压抑，但是仍然布满了阴云。所有人都知道，最迟明日正午，9大仙宗联军就要大军压境了。据密探内鬼传回来的最新消息，那9大正道仙宗似乎都是领袖亲自带队，可以说是精锐尽出。而魔道这边，他们阴阳圣宗就已经是最大的魔宗了，但是其他魔宗此次并没有前来支援，原因有些复杂。阴阳圣宗本就极为霸道，而且是大，掌教魔尊更是暴力。别说那群道貌岸然的仙宗了，就连魔道宗门都被打压得罪了不少。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更加复杂了。阴阳圣宗其实在久远之前并不算魔宗，开宗之祖乃是阴阳圣君，教化天下，广收门徒，有教无类，乃是仙道之中的扛把子之一。但是自从阴阳圣君寿元浩尽过世之后，他的女儿继承了宗门掌教大位，一切就开始改变了。那位女魔据说修炼天赋旷古绝今，才情惊世，而且容貌绝美，号称天下第一美人，但是无心管理宗门，而且为人冷漠，几乎没有七情六欲，导致宗门也是每况愈下，宗门内地风气也是越来越差，和各大宗门的大小摩擦接连发生，关系几度陷入冰点。一些逆徒甚至和各大魔门也来往密切了起来，导致正道仙宗暗地里都开始称呼阴阳圣宗为魔宗。但是那位女帝魔尊对这一切并不在乎，反而直接就以魔尊祖师自居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威震天下，镇压了一代人，他一生行事何须向外人解释？谁若是不服，那就直接上门镇压，不服就打到你服气为止。那一段岁月，
所有的最好的资源都是他们阴阳圣宗的。有了无数资源的堆砌，导致这位女帝的修为也是进阶神速，愈发的妖孽。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了女帝祖师飞升之后，还依然昌盛了上百年，然后矛盾就彻底爆发了。到了如今，其实很多事情其实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阴阳圣宗乃是魔宗的名头也是立了起来。总而言之，就是阴阳圣宗在仙魔两道都不受待见了，完全是靠着武力镇压着局面。尤其是凌云的加入，更是让这种局面再次达到了鼎盛时期，甚至比起曾经的那位女帝祖师还要过分。他起码还给人留口汤，林老魔是吃干抹净之后，还要把人家锅都给砸了，灵石矿脉之类的直接全部挖到绝户。各大仙宗的药田，只要是他看上的，直接就是掘地3尺，事后还会留下碎银几两，美其名曰给钱了，正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也是为什么他短短时间就达到了如此恐怖修为的直接原因之一，来自于杀人放火金腰带，加上他本就是天纵之资，天赋堪称妖孽。宗门的最高心法阴阳玄黄圣典更是修炼到了自古以来唯一的可以比肩女帝祖师的境界，当之无愧的镇压群魔，成为了掌教至尊。在如此情况下，如今的阴阳圣宗自然是孤立无援，即使是有那么几家想要支援，一看仙道这种倾巢而出的架势，也是哑火了，根本就是螳臂挡车，没意义。凌云心里对于这些情况自然都是门清的，所以当时才那么绝望的自爆。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已经成为了几乎天下无敌的存在。就正到那些伪君子，到时候自己只要露出修为，或者隐藏修为，先弄死1-2个，他们绝对会开始退缩。一起上，他自然是不是对手，但是上了可能要死一大半，那么谁去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局面已经被逆转了。凌云冷眼看着在场的这些元老和魔宗精锐，见他们虽然没有如同之前一样死了爹一样死气沉沉，但是还是有些没有斗志，他其实也有些无奈。但是没办法，他现在还不能暴露修为，不然现在在场这些人里100%有内鬼存在。本尊再次强调一遍，我有把握度过这次危机，不管你们有什么想法，服从命令就好。若是扰乱军心，或者出工不出力，投机取巧，我现在就送你去死，株连9族，全家老小一个不留。说到这里，林老魔威势更甚，仿佛成为了真正的魔王灵护法。本尊现在授予你执法监军权柄，但凡是发现有任何人胆敢阳奉淫违，我准许你先斩后奏。林霜雪心中一凛，连忙上前一步，谨遵掌教至尊旨意。她虽然是凌云的师姐，但是修为早就被超过了。凌云看她性子清冷而且高傲，整个人透着生人勿近的气息和冰冷的杀机，干脆让她当了执法长老，执掌宗门的刑法秩序，也算是人尽其用。这个位置其实很重要，交给师姐，她也很放心，毕竟两人有些不清不楚的。看见这一幕，在场众人都是心中大惊。如此一来的话，怕是真的有些难办了，由这位冰霜女剑圣来监管，而且还牵连家人。他们知道这位可真的干得出来这种事，但是魔尊大人说有把握度过这次大劫，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只能是拼命了，不然左右都是死。云长老打开宗门宝库，发放丹药武器等一切用度。凌云又看向曾经的师尊云雪姬大长老，谨遵掌教旨意。众人听见这个命令，总算是心中有些兴奋了起来，死也要做个饱死鬼。云雪姬其实算是大管家，主管着一切的吃喝用度、修炼配额等资源，这样重要的权柄，凌云当然不放心给别人来干，曾经的师尊来做最好不过。云雪姬看向凌云的目光宛如春水一般温柔，这是他这一生最得意最杰出的作品。对于这两人的关系，魔宗上下都是心知肚明，但是都绝口不敢多提。都混魔道了，还想那么多干嘛？人家爱怎么玩就怎么玩。随后凌云不断的发号施令，阴阳魔宗这个庞大的机器开始快速运转了起来。记住我的话，有本尊在，天还塌不下来。凌云说着，自身的飞升境界的气势再次显露出一丝丝。在场众人都是心中一凛，连忙俯首称臣，唯恐被魔尊大人盯上。魔尊大人好像修为又有突破，要知道刚刚被拍死的那位可是一人之下的大护法，却是干净利落的死在了一掌之下。那一掌神通他们也认识，正是阴阳式魂掌，可以直接泯灭灵魂，甚至吞噬对方的神魂力量，乃是阴阳圣宗的最高绝学之一。他们其中有些元老也会，但是威力嘛，和魔尊大人比起来自然是天差地别。凌云目光如电的看了一眼汗流浃背战战兢兢的众人，都滚吧，记住了，不想死的话都给老子动起来。待所有人都离开大殿之后，凌云仍然端坐在高高的王座之上。忽然旁边有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伴随着轻微的脚步声。你又来做什么？
凌云有些好笑的看着鬼鬼祟祟从后边钻出来的小师妹刘雪琪，她年纪小了很多，说是小师妹，其实是她自己当年在冰天雪地捡回来的小妹妹，一直让云雪姬带在身边。修仙无岁月，一转眼都几百年过去了，曾经的小师妹都已经长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当然了，修道之人的年纪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了。刘雪琪有些撒娇似的摇了摇掌教师兄的手臂，师兄说好的带我玩的呢，人家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你每次都说忙，人家害怕明天回不来了，我不想后悔，不想留下遗憾。凌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看着他娇俏的脸蛋，凌云目光有些宠溺。你真的修炼好了阴阳合欢圣功？那修炼好了。刘雪琪有些迫不及待，带着一阵香风直接扑入了师兄怀里，如同小猫咪一般亲密地蹭了蹭凌云的脸颊。凌云搂着他的腰肢，目光柔和地望着他。几天前重生之前，他也是这样黏着自己，但是那时候自己面临生死危机，确实是没心思搞这些事情，所以小师妹最终还是带着遗憾死在了他的怀里。那一刻，其实他的心在滴血。虽然他林老魔一生薄情寡义，但是生命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曾经照亮过他，只是现在局势已然逆转，还有必要吗？大殿里只有烛火摇曳的声音，凌云陷入了纠结，自己现在好像并不算很饥渴，这2天一直和女帝祖师没羞没臊。虽然他不是常人，几乎已经是仙人之下的第一人，虽然他身体吃得消，但是情绪上好像差了点什么。是小师妹不诱人吗？凌云低头看了看，她穿着一身黑红纱裙，勾勒出纤细腰肢，长发散在肩头，白嫩的脸颊微红，眼神有点羞涩中带着坚定。凌云挑了挑眉，声音带点调侃：小师妹，你真的准备好了吗？这种关键时刻，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凌云准备强行开机。刘雪琪咬了咬唇，身体软绵绵地靠在凌云身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满脑子都是师兄的身影。在他眼中，师兄就是天上地下最好的男人。虽然在别人看来，他的师兄只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大魔头，但是从师兄把他捡回来的那天起，他的命就是师兄的了，自己的一切都是师兄给的。刘雪琪知道，其实自己作为圣女是有些不够资格的。虽然她的修为勉勉强强还算过得去，她的天赋其实也算不错，在师兄的帮助下，最终也达到了神通境。但是距离天象境这个门槛，其实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师兄怕自己被欺负，怕自己受委屈，硬是让自己淘汰了那些修为高深的亲传弟子，成功上位。回想着这些年来师兄对自己的点滴照顾，刘雪琪心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反而满是期待。她的声音柔和，但是很认真。师兄，我真的已经练了阴阳合欢圣典，而还到第3层了。也许明天大战凶多吉少，我想跟你修炼，把修为提一提。说到后面，他脸红得像熟透的桃子，手指攥着裙角，眼底却透着点期待。小师妹虽然伏在大师兄怀里，此刻也是忍不住微微仰着头，露出雪白的脖颈，水汪汪的眼眸中满是期待。凌云愣了下，随即嘴角一勾，笑得有点坏。其实这一天早就应该要来了。他坐直身子，扶着小师妹的双肩，上下打量着她。纱裙下曲线若隐若现，确实挺勾人。当年跟在自己屁股后边要糖吃的小丫头已经长大了呀，这岂不是成为了童养媳了吗？想到这里，林老魔心里痒了痒，面上却装淡定。放心吧，宗门不会有事的，师兄也不会让你有事。不过你若是真的准备好了，那师兄就成全你。师兄最后问你一次，你怕不怕？刘雪琪脸更红了，微微低着头，柔声道：师兄，我不怕。其实我等这一天很久了，而且你是破虚境，我跟你成就好事的话，说不定能突破到天象境。他还不知道凌云已经突破了境界，如今宗门面临大劫，我也想做点什么为师兄分担压力。他鼓起勇气抬头，眼里水光闪闪，声音软得能化开人心：师兄，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吗？刘雪琪娇滴滴的模样很是诱人，似乎是找了这样一个理由后，就可以更加大义凛然了。两人都有些进入了状态，仿佛就像是在玩一场角色扮演。凌云眼底闪过一丝火热，喉结滚动，微微俯身凑近他，气息喷在他耳边。没想到还有这种剧情啊，小师妹也不孬吗？这样来说的话，自己似乎也是在为了宗门呢。凌云嘴角微微翘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呀。想啊，你都求我了，师兄还能不帮？他手一揽，把他再次拉近。刘雪琪呀一声轻呼，身子一软倒在他怀里，脸贴着他胸膛，心跳快得像小鹿乱撞一般，扑通扑通的。凌云有些贪婪的在他耳边嗅了嗅，这种味道熟悉而又陌生，但是一样诱人。这里是掌教殿，一般来说
平常是没有人敢闯进来的。凌云也不怕有不长眼的打扰他雅兴，空气仿佛炙热了起来。凌云手指挑起小师妹一缕头发，绕着指尖玩了玩，另一只手顺着她腰侧滑下，指尖传来的柔软触感让她眯起眼。刘雪琪身子一颤，闭着眼小声说：“师兄，我已经准备好了。”说着，她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刘雪琪咬着，低哼一声，眼见小师妹的纱裙开始慢慢滑落，已经露出了雪白的香肩锁骨，两人也是越发的放肆。不过，就在两人粘稠的化不开时，大门砰的一声被推开，林霜雪站在门口，手里握着佩剑。她脸色有些复杂，显然心里并不平静。看到这一幕，她眼底闪过一抹刺痛，眉头皱紧，声音却依然冰冷：“掌教至尊，刘雪琪，你们在干什么？”林霜雪本来是有急事想来请示，但是没想到会碰到这样一幕场景。虽然这其实不算什么，毕竟郎有情且有义的，但是其中的关系属实有些复杂。毕竟就在不久前，他还被掌教师弟好一阵轻薄。在现在宗门大劫的关键时刻，很多人心理压力都很大，机遇疯魔，平日里放不开的事情，现在似乎都变得平常了起来。刘雪琪被突如其来的呵斥吓得一抖，赶紧从凌云怀里弹起来，纱裙没整理好，露出半截香肩。她有些慌张地解释：“师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为了大战做准备。”刘雪琪对于这位冰霜大师姐还是有些畏惧的，而且心里也有些委屈，自己好不容易快得逞了多年心愿，你这时候出来做什么呀？就算你也喜欢掌教师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时间呀，反正我又不在意。像掌教师兄这样的男人，不可能是某个女人能束缚得住的，师尊也不可以。他们三家一起，也许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凌云却是慢悠悠坐直，还把手指放在鼻尖嗅了嗅，斜眼看着林霜雪，语气带点挑衅：“我的好师姐，又不敲门，打扰掌教至尊的好事，按照圣宗律法，该当何罪？”凌云显然是故意如此说的。其实他对林霜雪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曾经他羽翼未丰之时，也没有少被师姐教训。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心理阴影，但是总归是有些相敬如宾。当然了，某些时候这种感觉就只是一种情趣了。林霜雪没说话，目光在凌云和刘雪琪之间来回扫，手握剑柄微微发抖。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对这个掌教师弟算是看着长大，心里早就有了点说不清的东西，但是对方成长得太快了，快到让他来不及表明心意，最终事情也是越来越复杂了起来。所以之前被轻薄的时候，他才没有反抗。明天过后还能不能活着还不知道呢。他也想过，要不就这样算了，又偏偏每次见他那张脸，心跳还是会乱。他咬牙，声音低沉：“我有要事要禀报掌教至尊，小师妹，你先回避一下吧。”刘雪琪低着头，眼泪差点掉下来，小声说：“师姐，我是为了宗门。”凌云却不耐烦地打断，站起身，气势一放，压得烛火都暗了下去。“好了好了，你要怪就怪我吧，你要看不惯，要不也加入，咱仨一起修炼，明天肯定打得9大宗门满地找牙。”这话一出，林霜雪脸色刷白，眼底闪过一丝羞恼。他盯着凌云，眼里既有怒火，又有隐秘的酸涩。其实以他的个性，算是进错了宗门，他应该去正道仙宗当圣女才是。林霜雪很想骂他无耻，可喉咙却堵得慌。他恨他这副魂不吝的样子，可又舍不得真跟他翻脸。尤其是现在，也许明天大家就都是黄土一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乱七八糟，冷声道：“多谢掌教师弟好意，我没事了，你们继续吧。”说完，他转身就走，步伐有点乱。门关上时，砰一声，震得烛火晃了晃。刘雪琪缩在凌云身边，小声说：“师兄，师姐好像真生气了。”凌云却满不在乎，搂着他肩膀，低声说：“他呀，生气归生气，还不是舍不得我。哦，那我们还要继续吗？”小师妹有些期待。凌云耸了耸肩：“算了吧，你放心吧，明天不会有事的。刚刚好不容易来了兴趣，现在自然是没有那股劲了。”他心里也盘算着，迟早的彻底融化了那座冰山。看着小师妹有些失望的离开，凌云又转念一想，自己似乎忘记了密室内还有一位女地祖师呢。不知为何，凌云其实有些不想去那间密室，因为他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处理那位女地祖师，该怎么和她相处呢？林老魔有些头疼，但是他心里无比确定一点，那就是一旦是神匕首的封印解除，对方就会要杀死自己，说不定会拼着被天道降下雷劫，魂飞魄散，也要解开自己的修为封禁，然后彻底杀死自己。女人嘛，有时候是很容易丧失理智的。凌云对于这一点还是有很多心得体会的，但是自己也不是好惹的。
实在不行，那就只能玩点手段了。日久生情怎么样？凌云忽然想起了这个典故，但是之前都已经这么多次了，现在再去强迫人家的话，好像有些牲口了。那可是女帝祖师啊，现在不多输出几次，可就没机会了。凌云对是神匕首的能力还是很信任的，这是他当年在一座上古时期的洞府之中得到的机缘。根据预检，这玩意好像可以封印飞升境界修士1个月，而女帝祖师自我封印的修为只剩下了破虚，所以足足1个月的时间是很保险的。这么长的时间，自己都可以彻底解决了仙宗围剿的隐患了吧？到时候还能带他四处游历一番，路上还能继续没羞没臊，说不定就真的日久生情了呢。不管怎么说，自己本来就没有别的选择，希望他能理解自己吧。凌云走向密室，另一边，云雪姬拦住了脸色有些苍白的林霜雪。你怎么了？碰到什么难办的事情了吗？云雪姬有些好奇地问道。林霜雪可是他的大弟子，是他当年在世俗之中其中挑选的天才少女。这么多年来，两人的感情早就超越了某种界限，甚至可以说是情同母女。这也是为什么林霜雪和凌云的关系一直没有进展的原因之一。师尊成为了他心中的芥蒂，直到现在面临绝境，他才开始直视自己的内心。但是没想到小师妹比他更加大胆，这让他心中有些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是嫉妒还是遗憾，还是二者皆有，甚至对掌教师弟有些暗恨。看着云雪姬，林霜雪心情更加复杂了。对方的心意他又怎么不明白，只是他难以接受。我没事，我刚刚去见掌教师弟了。云雪姬察言观色何其厉害，一眼就看出来弟子心里有事情。他欺负你了？云雪姬皱了皱好看的黛眉。没有，他和小师妹在一起呢。林霜雪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直接说道。云雪姬脸色有些怪异，似乎是猜测出来了什么，脸色有些泛起红晕。哦，你看看你，还不如小师妹呢。不是为师说你都什么时候了，还藏着掖着？人这一辈子最终不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吗？而且你掌教师弟就算是成功度过这一劫，估计距离飞升也就不远了。云雪姬自然是知道林霜雪的一些心思和顾虑，但是她也没办法，有些事情是理智控制不了的。林霜雪微微低着头，耳根红的如要滴血。师尊你别说了。她有些娇羞的跺了跺脚，握着剑柄的手都骨节泛白。我们各论各的，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我的弟子，你已经被逐出师门了。云雪姬狠下心说道。她知道若是自己不这样逼一逼她的话，估计这个傻丫头这辈子都解不开这个心结。林霜雪怔了怔，似乎没想到师尊会做出这种选择。我不要。她眼中浮现一抹水雾，倔强地咬着嘴唇，微微渗出了血迹。那你说怎么办？云雪姬也拿她没办法了。就这样吧，以后我不会想那些了。林霜雪似乎终于想明白了什么。哦，你不在乎那些虚名了？云雪姬有些惊喜。什么宗门大劫，她并不在乎，她相信凌云，即使是真的渡不过去这一关，那死了也就死了，只是有些遗憾，没有完成心愿。林霜雪重重地点了点头，在这一刻做出了决定。好，希望我们可以渡过难关吧。到时候你师弟那边我去说，他肯定会要你的。云雪姬对这一点无比自信，自己带回来的什么德行他还是很清楚的，曾经小时候还偷看他沐浴呢，不止一次。林霜雪脸色绯红，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那我先去忙了。去吧，我也一大堆事情呢。云雪姬看着也就是20几岁的模样，正是如花似月的容颜，而且多了一股子成熟气质，身材更是丰盈。她扭着腰肢，脚步轻盈，显然心情很不错。只要弟子们幸福快乐就行了，她自己的话可以慢慢来。这一辈子她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有这么一位魔尊弟子。而另一边，凌云站在密室门前，好几次抬起手又默默放了下去。他此刻还不知道师姐已经是解开了心结，相当于洗白白了，就等着他去宠幸。只是这一切也要他能活到那时候才行。一旦是神匕首失效的那一天，也许就是他的死期到了。但是如今只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让女帝祖师网开一面，只要他对他产生一丝丝的感情，凌云就有机会。只要有那么一点信任，凌云就可以让他暂时放自己一条生路，起码可以等他飞升之后，然后去仙界主动献上人头。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想尽办法忽悠他相信呀，这样他也不用和自己同归于尽。而且在这之前，自己还能利用他做很多事情。反正先稳住他的情绪。想明白这些后，凌云深吸口气，嘴角带着邪气的笑容，然后打开了密室后中的石门。
这是他闭关的禁地，不可能有外人。姬夕瑶听见外边传来的声音，脸色刹那间就苍白了起来。那个畜生又回来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愤怒涌上心头，让他本来苍白的脸色又潮红了起来。凌云看着端坐在玉床之上的姬夕瑶，她的身姿还是如此的诱人且美丽，那生气的模样更是我见犹怜。姬夕瑶，林老魔轻声喊道，他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之前好像说过我姬夕瑶不会放过你之类的话，名字倒是很好听。你这个畜生，你到底想做什么？本尊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吗？我一定会杀了你的，你知道吗？不，我会把你碎尸万段，把你灵魂抽出来，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即使是你杀了我也没用的，不，卑微的凡人蝼蚁，你根本没办法杀死我。姬夕瑶有些讥讽地望着凌云，美目之中满是刻骨的仇恨。对方若是真是对他动手的话，那倒是好事情，那样他就可以下定决心直接自爆。若是不到万不得已，他的求生本能没办法让自己做出这种事情，何况还有禁制限制着他。看着对方的眼睛，凌云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毛病，女帝祖师对自己恨之入骨，怕是恨不得喝自己的血，吃自己的肉。不管你信不信，我也是逼不得已。若是真的有那一天，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多想想，为了我这一条贱命，搭上您这样尊贵的仙人可不是划算的买卖。凌云这一刻仿佛是转性了，让姬夕瑶也是顿了顿，旋即一脸嘲讽，你以为你认错就有用？凌云笑了笑，直接走到姬夕瑶身前，伸手掐住她白嫩的下巴。谁告诉你我要认错了？反正都是死，我为什么不多快活几次呢？看着对方脸上的傲慢，凌云心中仿佛有一股火直冲小腹。这样强大的女人征服起来才有意思啊！你又想干什么？你这个畜生！我不会。姬夕瑶还想说什么，但是哪里是林老魔的对手，转瞬间被压住。凌云刚刚被小师妹挑起来的火气，现在又浇上了热油，燃烧的啪啪作响。正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不知道过了多久，凌云慢条斯理地穿着衣服，偶尔瞥一眼蜷缩在一旁的绝美女帝，她仿佛已经认命了，又或者已经放弃了抵抗。一开始还有些抗拒，后面居然有些配合了起来，仿佛正应了那句话，既然抵抗不了，那就享受吧。不过也许他是发现了自己越是挣扎，这个魔鬼就越是兴奋。凌云从储物戒指之中取出毛毯，抬手一挥，白色的毛毯就轻飘飘地盖住了女帝那绝美的有着致命诱惑的娇躯。闭着眼睛的姬夕瑶长长的睫毛微微颤了颤，她的内心已经一片冰冷。既然怒和诅咒都没有任何作用，那么又为什么要浪费力气呢？她本就冰雪聪明，而且意志强大异于常人，不然也不可能修为到这样恐怖的境界。其实凌云刚刚在交欢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他体内被封印的能量一旦彻底释放出来的话，别说是100个自己了，怕是1000个都不够他杀的，这整个世界都要引来一场大灾难。幸好他自己封印了自己，导致现在陷入了某种悖论之中，没有恢复修为的话，他也没办法解除自己的封印。但是即使是恢复修为，那也只是神匕首封印之前的破虚境界，至于他是怎么来到下界，又要怎么飞升回去，那就不是凌云要考虑的问题了。也许他有自己的方法吧。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稳住他的情绪，只要不是立马杀了他就行。退1万步来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像女帝这样强大到让自己都要仰望的存在，求自己放过他，这样的体验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凌云感觉即使是死也值得了，当然了，能不死自然是最好的。可惜那个傻逼系统又不知道跑哪去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就给了自己一个1000倍天赋和神级双修卡。天赋这种东西他不缺，而且活着才有用，还需要大量的资源供应。至于卡已经用完了。凌云闭着眼睛微微仰着头，似乎是在回味着什么，又像是在思考什么。而姬夕瑶一直没有动静，仿佛死了一般，也许他的心已经死了。从凡人到仙人，甚至是伟大的仙王存在，他守身如玉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仙界天骄神子曾经百般讨好于他，甚至争风吃醋，不惜大打出手，但是他都是不屑一顾。没想到如今居然被一个凡人如此羞辱，而且还是后辈子弟，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难不成这就是自己的结束？据说从仙王到仙帝，其中的结束之艰难险阻难以想象，又分为天地人3劫，这就是自己的人劫或者情劫吗？不过自己距离仙帝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怎么会现在就开始了呢？但是这个下界宗门又是自己的家乡，也是自己父亲的心血，更是自己成仙的筑基之地，成道之所。他若是不知道也就罢了，
但是下界上秉于天，他已然知晓。若是不理会的话，他肯定会诞生心魔业障，从此道心不全。这对于野心勃勃的他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注定的。姬夕瑶默不作声，但是白皙绝美的脸庞上有2行清泪不知不觉流下。他恨死了凌云，但是又无可奈何。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害怕万一有了他的孩子怎么办？但是他又不可能提出让他帮自己清理。凌云双手抱胸，心里也在思考着接下来怎么办。夕瑶，我暂且如此称呼你可行？凌云蹲下身去，用手轻轻捏起他一缕头发在手上把玩。姬夕瑶对此毫无反应，仿佛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封印我也解不开，或许还要24天才能解除。凌云在这里又留了一个心眼，或者说挖了一个坑。本来30天，但是现在已经过了3天，所以还有27天。但是他故意说还有24天，若是到时候他心中依然恨不得立马杀死他，到了最后期限的时候，他肯定会有所不一样的表现，那自己就可以提前调整计划了。甚至最卑鄙的手段也可以使用，比如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让他怀上自己的孩子。没错，凌云本来就有这种想法，所以自然是不会在意安全措施那些。不过他也知道这种概率很小，因为2人的修为境界差距太大，生命层次都几乎不一样了，说不定都有生殖隔离了，很难自然受孕。姬夕瑶终于有反应了，他身体微微颤了颤，直接转过身来，目光冰冷地望着凌云，但是脸上的泪痕导致他此刻看起来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完全没有那种吓人的威势。凌云甚至下意识地伸出手为他把泪痕拭去，姬夕瑶甚至没有躲避，都已经那样子了，2-3天时间已经被羞辱了个遍，这种程度的接触算什么？但是他现在心里满是不甘，居然还有24天，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封印之力，如此阴毒，这么多天自己又应该怎么度过？他内心有些绝望了起来，心如死灰，甚至直接想马上自爆算了。凌云的灵觉敏锐地感觉到生命危险，他立马跳了起来。夕瑶，你想做什么？你别冲动啊，你可是仙人，怎么可以这样自暴自弃？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对你乱来了。凌云刚刚感觉这个女人体内似乎有一股恐怖的能量在蠢蠢欲动，吓得他要心惊胆战。虽然他没办法解除禁制和封印，但是若是直接自爆的话还是有机会的，那样的话怕是整个世界都会被炸得生灵涂炭。姬夕瑶嘴角浮现一抹讥诮，怎么你也怕死？你不就是赌我不敢吗？凌云讪讪笑了笑，你别这样，区区20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我保证不会再侵犯你，如何？凌云心里打的好算盘，反正现在先答应再说，至于自己的保证，那和屁话没区别。这样一个有着极品尊贵身份的大美人，自己怎么忍得住呢？尤其是已经10岁之位的情况下，那是万万不可能放过他的。所以可以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给他希望，这样就不至于绝望之下自毁了。其实凌云心里不愿意承认的是，他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姬夕瑶坐起来，用毛毯遮盖着自己胸前，一双威严清冷的凤目平静地望着凌云。你的话我还可以相信你吗？那当然，我好歹也是魔道之主，我也是要脸的，我可以对天发誓。凌云信誓旦旦地说道，要是违背誓言，我就天打雷劈。2人在密室内不知道，外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声炸响，平地起惊雷，众多弟子还以为这是仙道宗门提前打进来了呢。姬夕瑶看着凌云的脸，就是这个男人对自己展开了无尽的折磨和玩弄，自己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但是就如同他所说，没必要搭上自己的性命，他的生命何等的卑微，怎么可以和自己相提并论？那我暂且相信你，若是你再敢对本尊无礼，别怪我不客气。姬夕瑶又恢复了那高高在上的模样。凌云看着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还是这样子的他最诱人啊。姬夕瑶微微皱了皱眉，你的眼神让我感到恶心，卑微的凡人敢再这样看我，我就挖了你的眼睛。他美目之中满是嫌弃，似乎是忘记了不久前他还在这个凡人身下承欢。凌云耸了耸肩，不想再刺激他了，现在这样挺好，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调教相处，最好他能心甘情愿。但是凌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天自己比他强大。但是等下应该怎么带他出去呢？让他用什么身份？自己新抓回来的炉鼎。凌云看着依然美不胜收的姬夕瑶，心中琢磨着接下来应该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身份。随我出去走走，说起来你这也算是回家了，这里你应该还是有很多回忆才是。凌云情真意切地望着姬夕瑶，姬夕瑶绝美的脸上浮现一抹复杂之色，他对这里
当然无比熟悉。这里是他曾经长大的地方，也是供养他修炼飞升的地方。若不是有这一层因果，他又怎么会如此匆忙就下界，然后惨遭贼子黑手暗算，更是把最宝贵的万年纯阴之体都给丢了，而且还遭受了无止境的屈辱。姬西瑶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心中回想起了很多模糊的记忆。那就出去看看吧。凌云眼中露出喜色，愿意出去就行，只要愿意和他一起，那他就有机会慢慢融化他。即使是没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创造机会。走吧，我带你看看。其实你现在不去看看的话，说不定明天就看不见了。9大仙宗来犯，势必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古建筑怕是保留不住了。凌云一边走一边说道。两人挨得很近，淡淡的香味让凌云很是惬意。这可是仙人的体香。当然了，祖祠那边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阴阳圣者他老人家的牌位还在呢。你要去看看吗？凌云口中的这位正是姬西瑶的父亲，都化古不知道多少年了，但是祖师灵牌乃是神木，万年而不腐。凌云焚烧的那一炷香就是祖祠里找到的，而姬西瑶的画像在祖祠之中也有，但是女的祖师是飞升上界，自然就不会有灵牌这种晦气东西了，只是以画像代替。每一位加入的新弟子都是要在祖祠之中焚香祷告的，内门弟子还需要点燃魂灯命牌。这样的话，一旦在外遭遇不测，宗门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并且可以获取到某些有用的信息，用以复仇。越是核心弟子，命牌的功用就越是神奇。至于亲传弟子，可以直接把他们生命中最后的画面传送回来。这也是为什么世家大派的核心弟子在外都少有人敢招惹的缘故，那会招来无休止的报复和杀身大祸。姬西瑶没有说话，显得很是高冷。凌云也不介意，他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喜欢。不会真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吧？这可是难得的以凡人之躯亵渎仙人，也不能过于刺激他，不然到时候真的自爆了，可就麻烦了，说不定整个世界都得陪葬。说起来，那把是神匕首也是厉害，可惜只有一把。当然了，最关键还是因为姬西瑶自我封印了，不然怕是也无法奏效。其实凌云不知道的是，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看起来还算是干净，不是外边那些野狗一般的低等生命，不然姬西瑶哪怕是死都不会让自己被玷污。修炼到仙王何其不易，亿万生命在他眼中也不过是尘埃，又岂会轻易让自己生死道消？除非真的被逼急了。走出寝宫后，凌云想要去拉他柔弱无骨的玉手，姬西瑶娇躯一颤，立马停顿了下来，没有挣扎，因为他知道那没有意义。如今他又反抗不了，看着他清冷眼眸里边似乎没有丝毫人类的感情，凌云也是忍不住心里一颤。也许在他眼里，下界众生都是蝼蚁吧，也亏得自己胆大妄为。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自己也算是吃上天鹅肉了。不过自己乃是气运之子，系统宿主，又岂是凡夫俗子？总有一天自己会让他真心实意的服侍自己。你说的话是放屁吗？见凌云厚颜无耻的不为所动，姬西瑶忍不住讥讽道。凌云捏了捏手镯柔软的小手，软软的，白面馒头似的，但是更加丝滑，还有些冰冰凉的，很是惬意。这样的话，你以后行走在外才方便，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宗门核心府邸忽然多了一个陌生女人，而且你的长相也容易让人猜忌，所以你以我女人的身份出现就合理了。凌云满嘴的胡说八道，但是又有点道理。你配吗？姬西瑶嘴角浮现一抹冷笑。凌云心里也是忍不住有些生气了，怎么就这么看不起人呢？到时候在自己身下的时候，看你还嚣张，这不是权宜之计吗？就先牺牲一下。凌云好声好气地说道。他这么低声下气的，自然是有原因的，这是他的计谋，也是著名的破窗效应。今天可以拉手，明天是不是就可以亲嘴？后天就可以同床共枕，共赴巫山，饭要一口口吃，一点点击破女帝祖师的心理防线，到时候就可以在他心中留下自己的影子。他修为再强大，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的女人。对于这一点，林老魔很肯定。算我求你了，我这也是不想让你暴露身份，否则会很麻烦。凌云一脸的恳求，现在多卑微，到时候他都会在他身上报复回来的。即使是飞升仙界，也要想办法再续前缘。至于会不会被追杀致死，凌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自己乃是穿越的天选之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死？上一次死了，不是又重生了吗？而且女帝群下死，做鬼也风流。姬西瑶清冷的眸子微微荡漾，不准再乱动，否则我到时候把你的爪子剁下来喂狗。凌云大喜过望，连忙保证，我就握着，绝不乱动。
两人一路慢慢前行。姬西瑶偶尔会驻足停留，看着远处的殿宇群楼，怔怔出神。阴阳圣宗的规模可是很大的，杂役弟子和外门内门弟子全部加起来，足足有数百万弟子。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威压天下的原因。只是他们虽然顶着圣宗的名头，走的却是魔宗的路子，这么多年下来，也都习惯了内圣外魔这一套。这也暗合天数，正所谓人不为己，天地诛。修道之人自然是为了机缘不择手段，才能有资格去逆天改命。掌教至尊和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在散步的消息也开始在宗门内蔓延，很多人都是亲眼目睹，而且都感觉那位女子好像有些眼熟。女帝祖师的画像经历了万年，早就模糊了，但是依然还有一股神韵。你说什么？师弟他和一名女子在一起？林霜雪黛眉一竖，一股冰冷的寒气肆意而出，化作了蒙蒙白雾。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情风花雪月？小师妹刘雪琪吐了吐舌头，她最怕大师姐了，不然也不会之前被师姐撞破了好事之后一脸的惶恐。林霜雪心头气急的同时还有些幽怨，明天就要经历生死大劫了，你不好好陪伴我们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反而在外寻花问柳，又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女人。师姐，可能是因为那个女人好像和画像有点像。刘雪琪忍不住说道，外边的师兄弟们他们私底下都这么说的。什么画像？林霜雪有些疑惑的抬眼看向娇俏的小师妹，虽然刚刚她还在勾引掌教师弟，但是起码那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情。刘雪琪似乎有些尴尬，雪白的脸上浮现一抹红晕。他们说什么？见小师妹支支吾吾，林霜雪更加好奇了起来。说有点像早已飞升的女帝祖师。刘雪琪弱弱的说道。说完后看了一眼林霜雪师姐，果然师姐也是一脸的匪夷所思。虽然知道掌教师弟一直以来都是魔性深重，但是这也太大逆不道了吧。他们不知道的是，林老魔的魔心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女帝都不敢上，还谈什么求仙问道？不如回乡下种灵米吧。凌云陪伴着女帝祖师姬西瑶，两人一路就像是游山玩水一般。但是阴阳圣宗何其广阔，这边是新开辟的，那边那几十个山头都是亲传弟子的洞府。凌云还当起了导游，碰到某一些是在他的任期内建立起来的宫殿群，就会介绍一番。看着远处那一片仙山，姬西瑶抿着嘴唇，微微皱着眉，似乎在回忆着什么。我没记错的话，那边之前不是一个修仙家族吗？似乎是姓王，王家老祖还是宗门客卿。姬西瑶想起来了，因为当年他和王家的某位圣女的关系还不错。凌云摸了摸鼻子，他们家拆迁了。凌云讪讪笑道，自己家门口怎么可能有一个姓王的邻居？林老魔对这个很是忌讳，借着宗门地盘不够，日益鼎盛，人员都快住不下了这个理由，直接就强行让王家搬走了。一夜之间，王家祖地都被掀了，不搬都不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外界才知道这位林老魔是何等的霸道和不讲道理。要知道，王家在这里都安家几万年了，和你圣宗的老祖宗都是好兄弟，你现在直接给人家撵走了，这件事情当年可是闹了不小的风波，甚至可以说死了不少人，但是都被凌云给强势镇压了。加上那片山脉本来就是洞天福地，对宗门也有好处，所以宗门内的阻力其实不大。拆迁，姬西瑶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圣宗给了他们足够的补偿，然后让他们搬家了。凌云耐着性子解释道，可要妥善安置，王氏先祖和我父亲乃是故交，当年我和他们家的圣女也是好友。姬西瑶淡淡道，虽然声音还是那么冷漠，不过总算是多了一些人气了。凌云心里暗喜，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改变了。至于什么故交，去死吧，关我什么事？已经早就都安置好了，现在日子过得滋润着呢。凌云其实压根不知道王家搬去哪了，当年他也不过是一指令下。两人在此驻足，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现在可是特殊时期，各大亲传弟子全部都回山了，此刻都是摩拳擦掌，准备和仙道宗门大干一场。现在他们的偶像传奇魔尊掌教至尊来了，那肯定是看望他们，给他们加油打气的啊。只是旁边那位绝美的女仙又是谁？为什么如此眼熟，而且气质如此高贵，让人都生不起亵渎的心思？这是掌教夫人吗？之前怎么没收到风声啊？所有人心中都有着各种疑问浮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前来觐见掌教至尊。凌云在年轻一代里的声望可是无人能及的，据说即使是仙道宗门里都有很多他的铁杆粉丝。看着凌云游刃有余的和年轻一代打成一片，保持威严的同时又很有亲和力，姬西瑶也是眼神有些恍惚。
自己有多少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了呢？大家都别怕，明天尽量保全自己为主，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先保命要紧。当然了，也要打出我圣宗的威名和血性，不能丢脸，知道了吗？凌云现在倒是有些和颜悦色，和在掌教大殿内开会不同，这些年轻一代是宗门的希望，凌云在他们身上也能看见自己的影子，自然是不想让他们白白送死。圣宗虽然被誉为魔宗，但是除了有些不讲道理，帮亲不帮理，护犊子，喜欢抢劫，喜欢占好处，其实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阴阳圣宗是一个什么都讲灵实的地方。看着凌云回来，他们都很尊敬你。姬西瑶忍不住说道，当年他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父亲很希望他可以做到。当然，我可是做了不少的改革，甚至给很多贫苦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机会，就是利息有点高。凌云微微一笑，很有高人风范，只要姬西瑶愿意说话，他都可以知无不尽。利息？姬西瑶有些疑惑。宗门设立了梦想灵石计划，但凡是达到了要求，就可以像民间一样申请借贷，1年也就30个点的利息。凌云详细的介绍着自己这些年在宗门内实行的一些计划，包括各种经商运营之道，诉说着自己是如何把圣宗打造成今天这样的庞然大物的，也是为什么会成为各大仙宗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是意思是宗门现在还开商会了，而且还是大陆第一商会？姬西瑶其实现在心中都忽然浮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可恶的凡人似乎真的是一个人才，自己的地宫要是有他，怕是要不得多久就会把领地经营得有声有色。凌云有些傲然的点了点头，当然，我们的阴阳宝阁如今是天下第一，遍布了整个世界，甚至连妖域和北域西域都有我们的分布，每一日都有数不清的灵石进账。凌云颇为自得，这些可都是后世的经验，直接被他降维打击，用到了修仙世界。为了抢市场，林老魔连拼多多砍一刀都用了出来。姬西瑶听着凌云的各种手段，眼中也是有些异彩连连，但是转瞬间就被压下。这个男人终究已经是一个死人，自己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哪怕他的价值再大，自己都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凌云本来感觉姬西瑶有些软化，心里还有些欣喜，但是没想到转瞬间就又冒着冷意。果然，女人就是女人，翻脸和翻书一样。掌教师弟，他是谁？就在这时，一道冷冽的声音响起，林霜雪出现在一侧。她先是行了个礼，然后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姬西瑶。这个女人是如此的美丽，是他这么多年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怪不得师弟会动心。只是他似乎对师弟并没有什么好感，这是被强迫带回来的吗？林霜雪心中有些猜测，毕竟师弟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曾经的某位女皇陛下就被他掠过来关了整整3个月，对方的太上皇老皇主出动，付出巨大代价才换回人质。至于其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惨无人道的事情，那就没有人知道了。他们只是知道那一天那位女皇似乎是满眼恨意的，而且堂堂神皇谷皇朝的女皇还哭得梨花带雨，似乎受了无尽的委屈。这一次前来围攻的有一方就是神皇皇朝。你是谁？见凌云没说话，林霜雪直接看向姬西瑶。她奇怪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的气息很奇怪，似乎没有修为，但是又似乎是隐藏得很深。姬西瑶看了一眼林霜雪，直接理也不理。凌云讪讪笑了笑，这是我的道侣，以后你们会熟悉的。在这位师姐面前，凌云有时候还是有些心虚的。林霜雪一脸的寒霜，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吧？你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心思，还不如四处多走走，多动员一下宗门弟子。凌云耸了耸肩，我刚刚就是在做这种事情呀。好了好了，你就别闹了。看姬西瑶已经快走远，凌云走上前，一把握住林霜雪的玉手捏了捏。放心吧，明天不会有事的。见他还要说什么，凌云板着脸，怎么，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他微微低头凑近了过去，呼吸打到林霜雪精致的俏脸上，让她白皙的脸庞浮现一抹红晕。说着，凌云直接在她额头轻轻一吻。林霜雪身上的气息有些冰冷，但是让人很凉爽，她的香味就像是茉莉花一般清澈淡雅。林霜雪本来气势汹汹的来兴师问罪，现在却是自己都芳心乱颤。明天真的不会有事吗？林霜雪声音不由自主小了起来。偷偷告诉你，我突破了。凌云在她娇嫩的耳畔轻声说道，左手搂着她柔软的腰肢。这一招她屡试不爽。炙热的呼吸打在耳畔，林霜雪娇躯一颤，一下子就酥软了下去。但是听清凌云的话后，她蓦地抬头看向掌教师弟，清丽的脸上满是震惊和不可置信。
你说的是真的吗？林霜雪都顾不上羞涩，蓦地抬头看向掌教师弟。若是突破了，达到了飞升境界，那几乎就是下界无敌的存在。尤其是师兄现在正值巅峰，肉身气血和神魂都是鼎盛时期，即使是传说中的那些没有胆子飞升的老怪物还活着，也绝对不会是对手。也就是说，掌教师弟现在已经无敌了。天下之大，哪怕是3000下界，境阶可以纵横无敌，这让林霜雪如何不惊喜，如何不震惊？明天9大仙宗就要杀到，那可是100万精锐大军，修为最低都是宁丹境界的内门核心弟子，神通境界的亲传弟子更是数不胜数。天象和渡劫境界的圣子神女和长老之流也是倾巢而出，破虚境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巅峰存在，飞升之下的极致战力。据传也是来了好几尊这样的老祖，到时候以师兄一人之力也是没有办法抵挡这样的洪流大军，无数的飞剑都可以淹没一切。如果说普通弟子还可能有一线生机，那他们这些宗门高层那是绝对不会被放过的，被抓的话甚至可能比死还要痛苦。林霜雪本来已经绝望了，他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要死在掌教师弟前面。师尊他也做出了一样的决定，以他们的身份是绝对不可以苟活的，否则会被折磨得惨绝人寰。就连小师妹也同样是如此想法，所以他们这几日才会如此反常，不再压抑自己的情感。但是现在情况似乎峰回路转了，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时，掌教师弟居然再次突破了修为境界，宗门有救了，他们也不用死了。凌云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手上加大了力度。师姐的腰肢很是柔软，而且富有弹性，这么多年来师姐都是孤身一人，尽心尽力地辅佐于他，其中的心意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没错，所以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我又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出事呢？凌云说到这里，心中也是有些唏嘘，上一世的时候他可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宗门覆灭，至亲之人全部生死道消，就在顷刻之间，就连他自己也是被逼自爆当场。林霜雪很快就回过神来，感受着温热的大手，他脸上一红，但是又忍不住有些责怪地说道：你不应该告诉我的，这应该作为最后的杀手锏，给那9大仙宗一个出其不意，到时候只要一举击杀其中1、2位破虚大能，就可以解除危机。林霜雪怕自己保守不住秘密，而且这么大的事情他也怕自己会露出破绽，这种事情并不算他多想，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阴沟里翻船的。越是到最后的关键时刻，越是不能大意。凌云见女帝祖师已经要走远，也不想再磨叽了。放心吧，要是连你都不能相信，我还能相信谁呢？不过你也先别告诉别人，师尊师妹他们都别说，宗门布置还是如常，我自然有办法解除危机，相信我。说着，凌云放开了师姐，你先去忙吧，至于他其实也是计划的一个环节，之后你会明白的，你相信我吗？凌云又问道。林霜雪脸色一红，我自然是相信你的。那就好。凌云轻轻拍了拍林霜雪的肩膀，这才转身离开，要去追上姬西瑶。他可不能离开他的视线，万一失控了，那他就满盘皆输了。林霜雪看着掌教师弟离开的背影，满眼的复杂。掌教师弟什么都好，天赋更是妖孽，性情也是杀伐果断，而且富有谋略，但是偏偏在女色上似乎没什么自制力，时不时就会传出什么桃色绯闻。这次来围攻的就有这方面的因素，神皇皇招来的正是皇女皇希儿，要为其母皇连月讨回公道。其实众人并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对方被抓回圣宗也是确有其事。这孤男寡女，传闻中那神皇皇朝的女皇又是国色天香人间绝色，而林老魔本就是臭名昭著，胆大包天，自然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很多谣言自然是越传越离谱，让神皇皇朝蒙羞不说，女皇陛下也是从此就不理朝政了。林霜雪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也不想去过问，这是私事。但是掌教师弟说过，他和那位女皇其实有夙愿。微微摇了摇头，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不也陷进去了吗？旋即转身离开。宗门护宗大阵现在随时处于激发的状态，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海量的灵石，而他也要巡视每一处重要的节点。师尊那边就更加忙，要调动整个宗门的资源化为实力，就连小师妹都不知道在鼓捣着一些什么。另一边，凌云追上姬西瑶后，自然的又去拉他的玉手。姬西瑶这一次只是身子微微颤了一下，就没有抗拒了。凌云心中大喜，这是好兆头，要让他慢慢熟悉和接纳自己的亲密行为，在他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不然自己真的有可能以后一个照面
就被他给打得形神俱灭。哪怕让他继续恨自己，到时候先折磨自己也好，只要不是直接被弄死，就有机会逃出升天。凌云就从来没想过，到时候在仙界可以不被发现，躲得了一时，他躲得了一世吗？毕竟女帝祖师本就是妖孽，想来即使是在仙界，也是大人物。重新被他握住，姬西瑶的心里很是复杂，但是转瞬间就又被恼怒淹没。他对我有敌意，哼，真是可笑，你也配？他真是瞎了眼了，我会看上你这卑微的蝼蚁吗？其实姬西瑶的性格，凌云在祖祠的记载里也看过，曾经在下界的时候，他就以冷漠和尖酸刻薄，但是又风华绝代而闻名。现在一看，倒是记载的没什么毛病。凌云仿佛没听见一般，毫不介意。不管你现在怎么骂，都改变不了被老子轻薄的结果，不是吗？你说的不错，我刚刚已经教育他了。凌云陪着笑。姬西瑶有些鄙夷的看了一眼凌云，她是你的女人吗？你居然不护着她，果然是没用的凡人。凌云心里也是有些无奈，这女人怎么说一出是一出，刚刚不是你要骂人家的吗？还不是呢，是我师姐。凌云如实说道。这下姬西瑶就更加瞧不起凌云了，果然是卑微的蝼蚁，师姐也不放过，怪不得欺师灭祖。凌云深吸口气，他现在就想继续把她压在身下，好好教训一下了。走吧，我们回去吧。凌云拉着姬西瑶就要返回。去哪？姬西瑶有些警惕地望着凌云。回寝宫啊，还能去啊？你现在这种状态，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我当然要保护好你，你可是我的女人。凌云一本正经地说道。姬西瑶一听，这该死的贼子居然说自己是他的女人，顿时黛眉竖立，一脸的寒冰。闭嘴！你再敢说这种话，我会拔出你的舌头。凌云讪讪笑了笑。不说就不说，那我们先回去吧。林老魔心中也是压着一股火，这开口闭口就训斥自己，等下就让你求饶都叫不出来。大战在即，还是得好好放松放松。旋即姬西瑶又被带到了寝宫内的密室之中，凌云直接关上了厚重的石门。姬西瑶这才发觉不对劲，你想做什么？他皱着眉头，微微后退了几步，但是又感觉有损威严，这不是证明自己怕了这个该死的凡人吗？看着他一脸圣洁的模样，那精致绝美的俏脸，凌云眼神炙热。没什么，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刚刚你不是骂我骂得很爽吗？你站住，你别过来。姬西瑶脸色一变，耳根莫名有些发烫。你答应过我的，你就不怕我和你同归于尽吗？凌云一步步逼近，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而且他有把握。旋即姬西瑶有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吹弹可破的脸蛋上两行清泪流下，但是他仍然倔强地不发出一丝声音。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几个时辰之后，静室里空气还残留着亲热的余温，产自药王谷的灵烛火苗跳动着，映得墙壁忽明忽暗。凌云斜靠在乱七八糟的软榻上，微微喘着粗气，目光落在身旁的女帝祖师姬西瑶的身上。她半倚着床头，纱裙凌乱地盖着小腹，香汗淋漓地贴在白皙的肌肤上，长长的发丝粘在额头，胸口微微起伏。显然刚刚又经历了对她来说相当于噩梦的事情，一次又一次，自己还能再相信她吗？姬西瑶整个人像是被揉碎了一般，美艳的让人挪不开眼睛。凌云盯着她，眼底闪过一丝愧疚，毕竟这总是么折腾人家，多少有点不地道。而且信任度这种东西可不好培养，不过有时候也怪不得自己。林老魔承认自己是禽兽，所以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心底那股炙热压了下去。他舔了舔嘴唇，似乎又起了心思，但是现在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姬西瑶喘息稍定，似乎是察觉到了凌云那不老实的眼神，他猛地转头瞪过来，眼里冰冷的像是淬了毒，赤裸裸的杀意浓得能滴水。姬西瑶咬牙切齿，声音低得像从喉咙里挤出来：你这该死的蝼蚁，你言而无信，你还是不是男人？我圣宗怎么会出你这样的无耻之徒？他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恨不得扑上去撕了他。凌云，我要将你千刀万剐，让你魂飞魄散，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无尽的怨毒。凤眸里泪光一闪，却被他硬生生憋回去，绝不让这畜生看到他半点软弱。凌云却跟没听见似的，厚着脸皮凑过去，让他发泄骂一顿得了，自己又不会少块肉。林老魔笑得一脸欠揍：西瑶，别生气嘛，谁让你太美了，怨不得我。哎，其实我也很累啊，你看我气息都不稳了。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想去摸她的脸，语气里带着点哄骗的味道。你这模样，天上的仙女都比不上，你说我一个凡人，哪忍得住啊？他这话说的油腻又无赖，偏偏还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也就欺负人家真的是仙女之中的绝美女帝，没有经历过这些市井无赖的套路。姬夕瑶冷哼一声，狠狠拍开他的手，怒道：少来这套甜言蜜语，恶心我！你这无耻之徒，我迟早让你后悔出生。你最好这辈子都待在下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不，就算你这辈子都不飞升，我也会再次下来找你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把你剥皮抽筋。他声音虽狠，可身子却软绵绵的，而且神色更是娇艳，脸蛋上有着潮红。姬夕瑶之前被弑神匕首封了修为，身子本就脆弱，又被凌云陆续折腾好几天，早就没什么力气了，又哪里挡得住如狼似虎的凌云？偏偏这家伙一副油盐不进、任打人骂的模样。姬夕瑶也是心中无奈至极，甚至有些委屈了起来。自己这是造什么孽啊？就算是大劫，对自己也太残忍了吧！要是逼急了，他真的宁愿不要这一身修为了，这被玩坏的肉身都想要舍弃了。但是这个决定又实在是太难让人抉择。看着香汗淋漓的姬夕瑶，他此刻有些衣衫褴褛，该怎么才能让他再次安静下来呢？明天先到来饭，可不能让他坏了自己的大事情。凌云眼珠一转，起了个主意。他忽然站起身，顺手就一把抱起姬夕瑶，动作干脆的没给他反应的时间。姬夕瑶吓了一跳，挣扎着拍他肩膀：你要带我去啊？放我下来！他声音里透着点慌，可手脚软得跟面条似的，根本使不上劲。畜生，我和你拼了！说着，姬夕瑶体内似乎有一股恐怖的气息在复苏。凌云心神一震，连忙抱着他往外走，并且低头在他耳边轻声说：你这么多天没沐浴，你就不想洗洗吗？像你这样的仙子，不应该无垢无尘才是，而且有些痕迹，你就不想洗去吗？说着，他故意深深嗅了嗅，一脸迷醉的嘀咕：真香。虽然女帝香汗淋漓，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姬夕瑶身上那股淡淡的幽香反倒更勾人。听他这话一出，姬夕瑶心里还真有点动摇了。被这蝼蚁，她早就觉得脏得不行，自己娇嫩的肌肤上像是有些黏糊糊的，心里更是一团乱。就算是死，自己也要清清白白的走。他咬着唇，没吭声，只是那股狂暴的气息悄然隐没了。看着他眼底藏不住的挣扎，凌云嘴角微微翘起。本尊作为情圣，还拿捏不了你了。只要略施手段，还不是和白面馒头一样，乖乖的任由自己揉圆搓扁。心中有些得意，凌云把危机都暂时抛在脑后，抱着姬夕瑶穿过长廊，通过密道进了寝宫内，来到宗主专用的浴室。这地方宽敞得很，来几十个舞女都装得下。只见在中央是个白玉砌成的浴池，水汽袅袅，池边摆着几盆姹紫嫣红的灵植，墙上挂着红色的纱帘，透着一股清幽。有些乳白色的水面上飘着几片嫣红的花瓣，热气扑面而来，带着幽香，暖得人骨头都酥了。掌教大人，见凌云出现，而且还抱着一名衣不遮体的女子，几位穿着轻纱的少女赤着脚出现，微微躬身。平日里她们都是伺候凌云沐浴更衣的侍女，都是人间绝色，通过层层选拔才被送到了凌云寝宫内，可谓是凌云最喜爱的几位丫鬟。但是现在他可没有这种心思。你们退下吧，不要放任何人进来，那丫头也不行。凌云口中的丫头自然是小师妹刘雪琪。遵命，掌教大人。几位侍女倒退着退下，悄无声息，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姬夕瑶微微闭着眼睛，对着一切都漠不关心。她现在只想洗去污渍。来到浴池内，凌云一步步走入温热的水池内，直到水面没过她的腰腹，这才小心翼翼地把姬夕瑶轻轻放下来。姬夕瑶体力不支，有些站不稳，扶着池边才没摔倒。凌云看着这一幕，心中也是有些骄傲，自己床上床下都还是无敌啊。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吧？是不是很舒坦？可要我为你更衣搓背？凌云嘴角带着揶揄的笑意，姬夕瑶瞪着他，对于他的厚颜无耻早已经领教，所以知道这时候不理他才是最好的选择，否则自己肯定又会吃亏。犹豫了半晌，姬夕瑶终于冷哼一声，转过身背对他，然后慢吞吞解开纱裙，裙子滑落，露出白皙的背和纤细的腰肢，水光映得她皮肤泛着微光，像块上好的羊脂玉，一尘不染。她咬着嘴唇，又往前走了几步，直到水没过肩膀，只露出一张冷艳的俏脸。姬夕瑶双手抱胸，微微仰着头，乌黑的发丝飘荡，如同荷花一般盛开，被这饱含着温和凌厉的热水泡着，确实有些舒服，让她皱着的眉头也是微微松了点。可一想到旁边还有个凌云，姬夕瑶心里的火又蹭蹭往上冒。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给本地滚出去！她冷着脸冲着凌云呵斥道。凌云靠在池边，手撑着下巴，眼睛直勾勾盯着他，嘴角挂着笑。夕瑶，你这身段真是……只是他话没说完，姬夕瑶猛地一甩手，水哗哗地泼了他一脸。
他冷声道：“看够了就滚出去，我洗完自己会走。”凌云抹了把脸，也不生气，反而笑得更贱。行，我不看，我帮你搓背怎么样？他做事要走过去，姬夕瑶气地抓起池边的花瓣就砸过去。现在就滚！我不想看见你。花瓣散开，铺满了水面。凌云哈哈一笑，也知道不能逼得太急了，旋即退到浴室门口，当只是靠着门框没走，眼底却闪过一丝忧虑。他现在的压力也很大，可谓是内忧外患。姬夕瑶泡在水里，闭上眼，长发飘在水面上，像一团墨。他心里暗暗发誓，等他恢复修为，第一件事就是弄死这混蛋。可现在他只能咬牙忍着，热水冲刷着身子，舒服是舒服，可那股屈辱却怎么也冲洗不掉了。凌云默不作声，只是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刻的女帝祖师，不知不觉就着了迷。她确实是自己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而且身份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让自己更是几乎为之着魔，以至于两人之间的裂痕宛如天渊，几乎是不可能愈合。即使是自己明天度过了宗门被血洗的打劫，自己未来的路途依然的一片黑暗，而且是让人绝望的地步。不过若是自己不利用坑爹系统给的神级双修卡的话，自己绝对是活不过明天的。所以自己无论如何都只能选择先度过眼前难关，才能有以后。他现在心中也有另一个希望，那就是那坑爹系统再回来一次，给自己一条活路。光是一个千倍天赋有屁用啊！资源啊，功法啊，宝物神兵啊，这些东西缺一不可啊。凌云有一种直觉，自己的那个天赋奖励应该只是第一步，可能会转化为某种体质，那才是最终形态，不然自己以后在仙界真的没办法混。虽然圣宗的功法其实很强，阴阳玄黄圣典在区区凡人境就敢冠以阴阳二字，自然是有些来头的，甚至可以直接修炼到仙人境界，而且还能打下无比强大的道基。阴阳大道可是最强大道之一，看女帝祖师姬夕瑶现在的境界就足以管中窥豹。自己以后在仙界若是没有被他给弄死的话，未来前路也是一片光明才是。大劫将近，凌云心中难免也是各种念头冒了出来。不过他坚信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路也要闯一条出来，实在不行就只能用些下流手段了。凌云再次凝神看向姬夕瑶，这位他命中的贵人。此刻浴室里水汽已经渐渐散去，白浴池的水面也逐渐平静下来，只剩几片鲜红的花瓣飘在上面。姬夕瑶裹着一件干净的纱裙坐在池边，这些衣裙是侍女们之前悄无声息早就准备好的。她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背上，水珠顺着脖梗滑下来，滴在白玉地面上。姬夕瑶低头擦着头发，虽然沐浴之后整个人都舒爽了很多，但是她脸色还是冷得能结冰，眼底的恨意一点没少。凌云站在门口，他此刻也已经调整好的心态，手中拿着一块干净的浴巾，直接轻飘飘地丢了过去，语气有些懒散：“擦擦吧，你现在的体质可不比以前，别感冒了。”姬夕瑶接住毛巾，没吭声，只默默擦着头发。事后见他已经重新穿上了衣裙，凌云这才重新走了进来：“我们回宫吧，你别挣扎，不然我可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凌云声音平静，但是有些颤音，他试探着伸手，直接把姬夕瑶拦腰抱起。沐浴过后的他身子有些幽香，姬夕瑶冷着脸，刚刚洗完澡，他可不想再经历什么，也就由得他去了，只是有些讥讽地说道：“你脏死了。”凌云脸上一僵：“我要共浴，你又不肯，现在嫌弃我脏了也晚了。”姬夕瑶顿时不说话了，他又哪里是死不要脸的凌云的对手，只能是任由他抱着。他本以为凌云会带他重新返回那间闭关的密室，可凌云却抱着他往宗主寝宫走去。寝宫不大，摆设也很简单，一张宽大的红木床，古朴的书桌和2把椅子，墙角还有个青铜香炉在冒着淡淡青烟。姬夕瑶一看这地方，皱眉嫌弃：“这什么破地方，你就让我住这？这和他在仙界的寝宫比起来，就像乞丐的狗窝。”凌云把他放下来，倒是有些舍不得，笑得有点痞：“下界条件就这样，别挑了。而且这地方离我近，能保证你安全。你放心，我说话算话，不会再强迫你了。”他顿了顿，语气正经了点：“再说，明天9大仙宗就打上门来了，我哪有心思干别的？你就安心好好度过这段日子，到时候你飞升你的上界，我继续当我的山大王。”说完，为表达诚意，他转身走到偏殿的蒲团上坐下。姬夕瑶只能透过轻纱看见一个人影。凌云闭目盘腿，运转阴阳玄黄诀，黑白二气在他身旁缓缓流转，都还没来得及体悟新境界，现在也算是临阵磨枪了。姬夕瑶盯着他背影，冷哼一声，没再说话。被子似乎是崭新的，还有着淡淡阳光的气息。姬夕瑶靠着床沿坐下，
手指攥紧纱裙，眼里恨意翻涌。他不信凌云这混蛋真会放过他，可眼下没修为，他只能忍着，暗暗盘算着怎么翻盘。夜色逐渐深沉，寝宫内寂静无声，姬夕瑶似乎睡着了，呼吸平稳。而外界，阴阳圣宗所在的黑魔峰却灯火通明，杀气冲天。对所有的魔宗弟子来说，今晚都是不眠之夜，也就掌教寝宫这边没有人敢来打扰。外边其实热闹非凡，很多人都把今晚当成了最后的狂欢。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一整片强大的气息忽然出现，犹如劫云压顶，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所有人都知道仙道联军杀到了，魔宗弟子们都默默握着拳头，双眼通红，也有人轻轻擦拭着手中的长剑，犹如和心爱的女子告别。更是有很多成双成对的男女紧紧地握着彼此的双手，不再掩饰心中的爱意。只见视线的尽头，9大仙宗的联军犹如潮水般快速涌来，他们各自门派泾渭分明，铺天盖地，黑压压一片，粗略估计足有数百万修士。似乎这一刻，整个世界的修士都来到了阴阳圣宗的山门前。战鼓擂得震天响，喊杀声直冲云霄。天玄宗的镇宗至宝天玄印悬在半空，散发出土黄色光芒，像座巨山一样压下来。紫霄宗的弟子结成了9天紫霄神雷阵，轰鸣作响，雷光炸裂，把山门外成片的古树劈成焦土。太清剑门的弟子们剑气如虹，御剑而来，漫天剑影呼啸着划破空气。万剑归宗，无数飞剑直指阴阳圣宗的山门。而在更远的天边四周，羽化门的弟子踏云而来，剑舞轻灵，犹如谪仙下凡。凌霄宗的阵法修士部下层层光幕，护佑在侧。和凌云有些羁绊因果的第一股皇朝，神皇皇朝的血皇铁骑已然列阵，准备冲锋。神皇战旗猎猎，展翅高飞，手中的长矛如要刺破苍穹。浩然书院的儒生手持书卷，浩然正气化作金光冲天而起。降妖伏魔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虽然他们也只是在后方打打嘴炮。长生道观和大明古刹的修士则在后方压阵，灵光闪烁，气势逼人。而9大宗门的领袖们此刻都是站在最前，个个目光如炬，杀意沸腾。这阴阳圣魔宗毒害众生已久，他们今日就要除魔未到。寝宫内，凌云和姬夕瑶说了几句感人肺腑之言，但是女帝祖师只是冷眼讥讽，让他赶紧滚，不要碍眼，最好是死于围攻。此刻他站在山门大殿前的最高石台上，凌云俯瞰着山下，黑袍被狂风吹得猎猎作响，他身旁是宗门护山大阵的光幕，泛着黝黑光芒，厚实的像一堵墙。上一世这大阵硬扛了9大仙宗1天1夜才被击破，可这一世他已突破飞升境，哪会甘心被动挨打？林老魔舔了舔嘴角，眼底火热，打算创造机会，逐个击破，杀1-2个领头的立威，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人人都怕死，3颗子弹一样可以镇压100人，一样的道理。人群中，神皇皇朝的圣女皇希儿一身红金战甲，手持凤羽长枪，俏脸冷得像化不开的寒冰。他们神皇皇朝这一次精锐倾巢而出，自然是有渊源的。他盯着凌云，高声道：“林老魔，你这魔头，当年辱我母后，今日我必将为他雪耻，定要取你狗命。”黄希儿声音清脆，却透着滔天怒火，枪尖一抖，有火光冲天。凌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笑声在山间回荡，带着鼓欠奏的嚣张。这神皇皇朝还真是他的故旧。小侄女，你怕是不知道吧？当年我和你母后那可是郎情妾意，情投意合，你该叫我一声爹才是。他这话一出，黄希儿气得脸都白了，凤羽枪猛地一挥，一道火黄虚影直扑凌云，烧得空气嗤嗤作响。当年的那件事情本就已经是成为了禁忌。神皇皇朝的那位女皇可是号称天下第一大美人，当年还是公主之时，甚至被还是圣子的凌云哄骗过。但是最终凌云身份暴露，两人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几十年前，他不知道怎么地又被林老魔骗了出来，还被掳走了一段时间。最终老皇主出关，才逼得凌云交人，但是也埋下了祸根。这件事在整个修仙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现在就是重提，在场的几大仙宗的领袖都是满腔怒火，那可是他们曾经的白月光，就这样被污蔑了清白，而且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凌云的话像是捅了马蜂窝，那位女皇可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虽然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但是神皇皇朝的培养体系比较特殊，作为皇女其实是终生不嫁的。而现任皇女公主是怎么孕育出来的，那就涉及到神皇皇朝的根基隐秘了，外人自然无从知晓，只是据传和凤凰有关。凌云看着黄仙儿，也是目光闪动，此女倒是生的一副好样貌，
不给自己做炉鼎可惜了，而且可以利用一下，到时候直接要挟女皇。对于黄连月的滋味，凌云可很是怀念，而且当年他也是真的喜欢她，甚至想过加入神皇皇朝改头换面算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对魔宗的成见这么深。再说了，我阴阳圣宗在久远的曾经也是仙道宗门啊。凌云身份曝光的时候，黄连月竟然直接出卖了他的消息，导致他被一群仙道天骄围杀，然后也一战成名。当然凌云和他之间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而且还诞生了仇怨。直到他成为了掌教至尊，魔道巨擘两人也是老死不相往来。直到凌云某次突发奇想，把已经是女皇的对方哄了出来，说什么见最后一面，往事如烟，就都过去了，然后直接下药把对方绑回了宗门。这么大的事情自然是瞒不住的，神皇皇朝凭借某种秘法还是发现了女皇的踪迹。这段隐秘在当年可是最炸裂的传闻，直接把仙魔对立推向了高潮，所以仙道那边对此都是引以为耻。神皇皇朝作为唯一的修行皇朝，地位其实也很是特殊，和各大宗门之间的关系都盘根错节，利益相通，毕竟他们仙宗也是要下山收弟子的，而神皇皇朝就是人口数百亿的最大生源地，而且因为皇朝气运的缘故，资质都是上上之选，经常出现妖孽。天玄宗的玄天罡第一个忍不住了，当年他可是皇女的舔狗，只是长相嘛有些粗犷。玄天罡怒吼：无耻魔头，嘴贱至此，拿命来吧！他都懒得多费口舌了。众所周知，林老魔巧舌如簧，到时候吵起来肯定占不到便宜。玄天罡一拍天玄印，巨印轰然砸下。紫霄宗的雷震霄满脸胡茬抖了抖，他本就脾气火爆，此刻一脸冷笑：老子劈死你这不要脸的邪魔歪道！紫霄宗的弟子一起发力，组成的雷阵轰鸣，雷光如龙，直接化作了几条巨大的雷龙冲了下来。太清剑门的掌教剑无极一言不发，直接出手，剑光如银河倒挂，一剑刺出，宛如天空出现了一轮弯月。身后的无数剑修也是蓄势待发，他们才是此次诛魔的主力大军。其余领袖也纷纷出手，灵力洪流汇聚成一片，山摇地动，宛如天清末世，气势骇人。凌云却站着不动，这才哪到哪，他嘴角一勾，右手一挥，无数的灵石不要钱一样燃烧了起来。护山大阵光芒大盛，黑光冲天，把所有攻击挡在外面。巨大的气浪震得方圆百里山石滚落，尘土飞扬。凌云当然知道这不是办法，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他冷眼扫过这几位领袖，心里盘算着先干掉谁。黄仙儿那丫头倒是个好目标，但是只能活捉她，还能恶心神皇皇朝一把。然后就是玄天罡这家伙，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但是他实力有些强大，不太好弄。心中琢磨着，凌云低笑一声，传音给严阵以待一脸肃穆的殿内的12护法长老：准备好，等我信号，杀出去。然后又传音给师姐：师姐，等下帮我活捉皇女。凌霜雪愣了一下，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既然掌教师弟想要，他即使是不喜也会配合。山下9大仙宗攻势如狂潮，雷光、剑气、巨印轰的大阵嗡嗡作响，无数的飞剑化作了洪流，犹如雨滴一样落在护宗大阵之上。灵石也是急剧的燃烧着，护法光幕隐隐颤动，似乎随时会破裂。但是凌云知道最少还能坚持1天，所以丝毫不慌。黄希儿咬牙冲在最前，枪尖火光刺眼，化作火凤，嘴里还骂道：林老魔，你这畜生有种出来单挑，躲在里边装什么乌龟啊！凌云站在石台上，眯着眼看他，笑得更灿烂了。小侄女，急什么？待会儿让你见识见识你爹的厉害。此刻大战一触即发，阴阳圣宗的弟子紧守阵内，个个握紧武器，面对这100万诛魔大军，不由得汗流浃背。灵石燃烧殆尽后，就要消耗他们的法力了，最终就是血肉之躯化作长城。虽然必死无疑，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凌云深吸一口气，虽然胜券在握，但是依然有些紧张。他体内阴阳玄黄诀运转，黑白2气在他掌心凝聚如雷。他要等大阵扛不住的那一刻杀出去，血染黑魔峰，或者主动出击，创造机会击毙对方首领。现在只能见机行事了。黑魔峰前战鼓类的山摇地动，9大仙宗的攻势砸在护山大阵上，黑光幕裂纹密布，摇摇欲坠。在极远的远方，似乎还有众多看热闹的仙魔两道的修士，或许是想捡便宜，也或许是想看看鹿死谁手。这一场万年来最大的战争，此刻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目光，甚至隐约有某种古老的存在也投过来了关注。凌云站在石台上，面色冷漠，黑袍被狂风吹得猎猎作响。他俯瞰着山下数百万修士，眼底寒光闪烁。忽然计上心来，
你们名门正道不是最好面子吗？他忽然仰头大笑，声音刺破喊杀声，直冲9大领袖耳膜。一群正道魁首，就这点本事，不如我凌云以一己之力出来单挑你们一群，敢不敢接？我看你们短时间内也是打不破我阴阳流转护宗大阵的，何必浪费法力资源？若是我死了，圣宗剩下的宝物还不都是你们的？凌云这话像点着了火药桶，山下炸开了，而且似乎也貌似有几分道理。见久攻不下，他们也是有些心急了。他们可不知道大阵迟早有破开的时候。天玄宗的玄天罡脸红得像猪肝，怒吼：狂妄小儿，你要找死，老夫活撕了你！在场他的资历是最高的。紫霄宗的雷震霄额头青筋暴露，他们雷道法术消耗本就是最大的，现在有机会倒是想试试擒贼先擒王。于是他咬牙骂道：这魔头要是敢出来找死，看本尊劈了他！太清剑门的剑无极眼神一冷，剑气嗡鸣。神皇皇朝的黄希儿气得俏脸发白，更是想要手刃仇敌。他风雨枪一抖：林老魔，你这畜生，少耍嘴皮子，有种你出来！9大领袖个个气得七窍生烟，这魔头竟敢挑衅他们一群，简直是活腻了。而他们现在看似气头上，其实心中也有算计，若是对方敢出来，他们就敢群起而攻之。凌云笑得更狂，手一挥，护山大阵轰然撤开，露出黑魔风嶙峋的山体，然后阵法再次合上，似乎要不留退路。他一步踏出，孤身站在山巅，气势决绝，高声道：诸位正道魁首，我凌云今日愿以身殉斗，用我一命换阴阳圣宗的未来。来吧，杀了我！你们可以扬名立万，威震天下，而我阴阳圣宗也任你们处置。他这话慷慨激昂，像是真要送死。9大领袖愣了下，随即冷笑连连，觉得这魔头脑子坏了，竟敢一个人出来。就连躲在殿内看着这一幕的姬西瑶也是不由得心中有些疑惑，这个畜生真的会这么好心？而且他不是突破了吗？现在怕是又在耍什么诡计呢？姬西瑶的心情现在很复杂，又想要对方直接被仙道大军撕碎，又想要凌云能赢下来，也好保全宗门，而且自己也能亲手把他碎尸万段，抽出神魂夜夜折磨。就这样死了，也太便宜他了。凌云的一番话可谓是慷慨激昂，让仙道那边众多弟子都对这位魔道至尊有些刮目相看了起来。没想到这老魔居然也如此大义。是啊，居然甘愿舍生取义，只是还是有些天真了。即使是他慷慨赴死，我们又岂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有阴阳魔宗的弟子都必须要死。对，兄台此言正合我意。这林老魔纵横天下数千年，在我还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是魔道巨擘，没想到他林老魔今日也要落个如此下场，真是让老夫畅快啊！他绝对不会是几位掌门领袖的对手，看吧，一定死得很惨。仙道联军之内，众多仙宗弟子也是窃窃私语，有对凌云惋惜敬佩的，也有讥讽和恨不得把凌云挫骨扬灰的。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这一次围剿魔宗的行动已经大局已定了。毕竟他们9大仙宗倾巢而出，怎么可能会失败？除了宗门内的最强阵宗底蕴，他们9大仙宗几乎都没有丝毫保留。压箱底的本事和宝物都带来了，而且都是掌教至尊或者太上长老亲自带队。神皇皇朝比较特殊，但是那位皇女身份非凡，一样可以代表皇室意志。毕竟黄希儿未来板上钉钉是下一位女皇，此次也相当于是御驾亲征了。而在圣宗的护宗大阵内，阴阳圣宗弟子挤在山门前，他们个个眼眶发红。掌教至尊称霸天下数千年，现在居然如此悲壮，愿意以神为饵，慷慨赴义，他们又有何理由退缩？这一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身为外界口诛笔伐的魔宗弟子，他们一向认为自己是圣宗，乃是真正的修仙宗门。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论仙道魔道，这本就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而他们圣宗不过是仙道里比较激进的仙宗罢了。但是比起真正的邪魔歪道，他们圣宗其实又心怀天下。这么多年来，他们兢兢业业的求仙问道，甚至偶尔还会救死扶伤，治下的凡人国度也是安居乐业，幼有所育，老有所依。在掌教至尊的教化下，甚至是最文明的皇朝，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人人有饭吃。虽然偶尔可能需要在寿元将近的时候献上灵魂，但是那也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毕竟可以无病无痛的无疾而终，对凡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福泽了。所以仙宗弟子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更加势利一些的修士罢了。此刻被仙道伪君子群起而攻之，他们也是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远处，小师妹刘雪琪攥着裙角，眼泪止不住的哗哗往下掉。
哽咽道：“师兄他疯了吗？他一个人怎么打得过啊？我不想看着师兄出事。”刘雪琪这一场本来就没打算苟活，但是没想到现在居然要先看着掌教师兄先他而去，已经是悲伤的情难自禁。作为执法大长老和督战的林霜雪站在他身旁，面无表情，手却攥着剑柄，指节发白。不过他早知道林云飞生境的事，也大概知道掌教师弟这是有意为之，可这会儿他还是只能假装不知，而且他心乱如麻。他不知道掌教师弟到底有何打算，又会不会以身试险。他现在可是宗门所有人的希望。在一处殿顶上，师尊云雪姬白衣飘飘，整个人如同仙女下凡一般。在他身侧还有着众多的宗门天骄和暗卫部众。他见凌云居然如此贸然，也是有心想要阻止。不过云儿现在已经长大了，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自己不应该影响他的决策和威望。也罢，若是最终不敌，自己也不会独活就是了。下方众多的普通宗门弟子，有的感动的咬牙涕泪，有的绝望的瘫软在地上，喊宗主不可的声音此起彼伏。凌云心中却是鼓波无凭，越是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越是冷静。一群妄言替天行道的伪君子，本尊现在就在这里，你们若是够胆子，就来取我项上首级。凌云声音冷厉，透着一股看淡生死的决绝，而他这样的行为却是也符合他魔道枭雄的性格，霸道不讲道理，而且无惧生死，一人足以抵挡千军万马。别说魔宗这边，就连仙道那边的众多女修此刻望着凌云，也是眼中异彩连连。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若和他成为道侣的话，哪怕是死也无憾了吧。但是奈何现在所处立场不同，他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仙道天骄圣女在当年会被这位魔门至尊迷的神魂颠倒了。这样霸道又有实力的男人，谁抵挡得住呀？哼，休要逞口舌之力，老夫这就老取你性命。林老魔，你的好日子到头了，魔道贼子，给贫道死来！阿弥陀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朽请魔尊今日赴死。仙宗此次前来的9大领袖互相对视一眼，都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为了万无一失，他们直接抢先动手，而且还是群殴，真的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就连仙道那边都是响起一片嘘声，护宗大阵内的圣宗弟子更是气得双目如要喷火。只见天玄宗的至宝天玄印轰然砸下，压得空气嗡嗡作响，直接炸开。紫霄宗的雷光长鞭如恶龙咆哮，炸得山石崩飞。太清剑门的剑气铺天盖地，万剑归一，撕裂虚空，直接刺来。黄仙儿的火凤凰虚影扑来，烧得天空一片赤红。几大破虚境界强者联手，凌厉洪流撞在一起，天色暗得像要塌下来。凌云却不闪不躲，魔气滔天，黑白混沌的气体在他身旁流转，硬扛第一波攻势，身影不动如山。明明被几大巅峰强者围殴，即将陷入生死危机，但是凌云嘴角却还挂着笑，像是已经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见他居然真的接招，没有逃跑，几位领袖也是心中大喜，果断地结束了试探，攻击和手段愈发的凌厉了起来，可谓招招致命。凌云也是被压得险象环生，下方的小师妹都哭得眼睛都红肿了。她把双手放在胸前，默默祈祷着，嘴唇都咬出了鲜血而不自知。她现在是多么的想可以和师兄并肩作战，但是她太弱了。刘雪琪现在无比的恨自己，平日里为什么那么贪玩，为什么没有好好修炼？每一次看着师兄被击退，她的心都像是被插了一刀。云雪姬看着自己这辈子最在乎的弟子此刻险象环生，狼狈不堪的模样，心中也是痛得难以呼吸。这么多年来，云儿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只有林霜雪紧紧地握着拳，指甲都快陷入肉里了。你还在等什么呀？快反击啊！你不是已经突破了吗？难不成你是骗师姐的吗？在这一刻，看着一直被9大巅峰强者围攻的凌云几乎是节节败退，本来信心满满的林霜雪有些动摇了。他不排除掌教师弟是骗他的，毕竟这种事情他也不是第一次做了。所有人准备出击。林霜雪深吸口气，准备一旦掌教师弟陷入陷阱，他就要不顾一切的主动出击。是。众多的圣宗弟子也是战意冲天，看着掌教至尊浴血奋战，他们早就已经双眼通红，恨不得马上杀出来，把眼前的一切生命都毁灭，即使是代价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圣宗威严，掌教威严，不容轻负。在数百万上千万修士的注视下，凌云一人独占群雄，好几次险象环生，血染长空。尤其是那几位正道魁首出手刁钻无比，每一次都是几乎以偷袭的方式，对凌云也是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哈哈哈哈！
你们这一群废物，还以为你们多厉害呢？要是单打独斗，老子一只手就捏死你们！凌云还在嚣张地叫嚣着，仿佛身上的血迹都不是他的一般，用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凌云心中却是在暗中计算着，时机差不多快到了。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自己要是不受伤，不表现得真实一点，他们怕是都不会大意，随时都会留有余力作为逃遁的后路。对于这群正道伪君子，凌云可太了解了，即使是现在，他们也还在互相提防着呢，根本就没有全力出手，不然自己只是展露现在这种层次的修为，根本就招架不住。在凌云的讥讽嘲笑下，一群仙宗领袖也是感觉面上无光，毕竟围攻人家一个都打到现在这种焦灼的地步，确实是显得有些无能了，所以攻势也是愈发冷厉，慢慢开始不再留手。凌云也是愈发的险象环生，好几次被神通正面击中。就在9大领袖以为胜券在握，攻势压得更猛时，凌云眼底寒光一闪，时机到了。对面那几人已经开始有人按捺不住，开始全力出手了。这时候也是最不设防的时候，正所谓旧力已去，但是新力未生的尴尬时期，根本来不及反应。凌云的气息猛地爆开，飞升境的修为毫无保留，气势冲天而起，仿佛化作了滔天巨浪，震得百里外的山峰都在晃，千里的白云直接全部被揉碎。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这种修为，这种气息，仙魔2道所有修士在这一刻心里都浮现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林老魔突破了，他达到了飞升境界，又叫陆地神仙，这是3000道界的最高境界，已经达到了下界所能容纳的极限，甚至都不能全力出手，不然来自上界的飞升牵引力和天道大劫可能就会盯上你，要是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直接就被劈死了，生死道消。这一瞬间所有人都心念急转，但是来不及反应，脑子里只是刚刚浮现这个念头，但是根本没办法调动法力去应对。时间紧迫，凌云都来不及骂这些蠢货，他的身影如鬼魅冲出，脚尖一点，虚空直接发出音爆，空间都被撕裂了，露出了裂痕，里边的混乱空间风暴让所有人心惊胆战。凌云直扑凌霄宗的凌傲天，凌傲天反应算是快，手一挥就要布下防护大阵，身上的法衣也是散发出刺目的光辉。可凌云更快，圣宗的无敌大神通阴阳式魂掌拍出，黑白2气流转之间不断发生碰撞，然后威力也是越来越猛烈，巨掌直接撕裂空气，掌风带起刺耳尖啸音爆，这神通甚至还包含着神魂攻击，乃是林老魔纵横天下标志性的杀生大术。林傲天护体灵光刚亮起就被碾碎，法衣也直接破碎，巨掌拍在他胸口，砰一声，他整个人炸成血雾，骨头渣子混着血洒了一地，腥味冲天。几大领袖还没反应过来，凌云已经转身，只是杀一人可不够，所以他还留着威力更加强大的杀手锏。阴阳灭世斩，这乃是单一的杀伐神通，主打一个无坚不摧、无物不破，凝聚全身法力化作一斩，黑白2气交错，撕天裂地，肉身触之即溃。只见一轮弯月一般的利刃横扫而出，黑白之气如长龙咆哮，立芒划破天际，与画门的羽长风和浩然书院的如青松躲闪不及，被神通化作的利刃直接从他们胸口穿过，仿佛没有遇到丝毫阻碍，他们肉身直接分成了2段，血流了一地，洒下一大片血肉。以他们强大的修为，看似还能活，但是阴阳圣宗的掌教至尊的攻击又岂会这么简单？他们的识海灵台也直接被斩碎了，神魂俱灭。2人瞪着眼，不甘地消散了气息生机，4片尸体砸在地上，直接碎裂一地，震起一片尘土。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3位领袖居然就这样生死道消了，场面一瞬间就乱了。正道联军的喊声一致，他们都瞪大了眼睛，根本不敢相信这发生的一切。但是凌云还来不及庆祝，他还有另一件事要干。活下来的几位正道领袖，天玄宗和紫霄宗、长生道观、大明古刹、浩然书院的几人都是直接吓破了胆，直接四散而逃。凌云现在的威势实在是太可怕了，居然直接转瞬间在千钧一发之际就杀死了3位破虚境界的掌教，这可都是称尊做祖的无上至尊啊！现在竟然连魂魄都来不及逃出，轮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了。明明是大好的局面，奈何这林老魔实在的狡诈且凶残，竟然隐瞒了修为。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呢？突破飞升境界何其艰难啊！短短时间，对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进步？这是吃了什么9转造化金丹吗？他们不知道，凌云确实是吃了大补之物。黄希儿此刻也是一脸的惊慌，他直觉自己危险了。自己本来就是9大领袖里修为最弱的，其实本来他都不需要上场，但是他要为母后出一口气，
这才亲自出手。果然，他的眼角余光看见那位大魔头径直冲向了自己。凌云的目标很清晰，其他人现在又自顾不暇。黄仙儿知道没有人能帮自己了，他咬牙刺出凤羽神枪，火光刺眼，化作火凤飞舞9天。可凌云冷笑，使出了最鬼神莫测的大神通——阴阳吞神影。这乃是专门为了控制束缚和抓取强敌而诞生的大神通，只有达到阴阳化极这个境界的大长老才能掌握，更是具有吞噬效果，歹毒无比。在黄仙儿惊恐的目光下，黑白色的细线犹如灵蛇一般缠上了他手臂。他灵力一滞，握枪的手一抖，枪尖颤了颤，灵蛇犹如巨网缠绕他全身，然后直接隐没在他体内，一瞬间就封印了他的经脉和修为。凌云哈哈大笑，飞身上前，一把抓住他手腕，硬把这位小侄女拽到身前。黄仙儿挣扎着骂：“林老魔，该死的，你放开我！你若是敢动我一个手指头，我们神皇皇朝的老祖不会放过你的。”黄仙儿在这一刻有些惊恐和后悔，他挣扎了起来，可凌云的手劲大得像铁钳，他又没有修为法力，又哪里动得了丝毫。凌云把他拽到怀中，低头在他耳边低笑：“嘿，小侄女，乖乖跟我走吧。你真香呀，和连月也有些像呢。”凌云故意在黄仙儿耳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一脸迷醉地说道，吓得黄仙儿俏脸上没有丝毫血色。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他此时已经芳心大乱。凌云嘿嘿一笑，脸上还有着丝丝血迹，此刻的他犹如恶魔。若是你不想在众人面前出糗，我劝你不要挣扎，看在我和你母后有救的份上，我不会杀你。说完，凌云也不再理会黄仙儿，他环视一圈，目光之中满是得意和猖狂，身上的气息此刻也是肆无忌惮地显露了出来。看着凌云抱着皇女退回大阵，所有人都惊呆了，数百万人竟然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师兄，你真是太厉害了！小师妹刘雪琪第一个反应过来，直接一路小跑着扑了过来。刘雪琪捂着嘴，眼泪没停，颤声道：“师兄，你太强了！”凌云看着眼眶红红的小师妹，心中也是有些感慨，自己这一次终于保护住了小师妹他们，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眼前香消玉殒。但是事情可还远远没有结束，必须要以杀止杀。若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然岂不是谁都以为自己来自己头上拉屎了？凌云直接把怀里的黄仙儿往旁边一丢，不理会他那如要杀人的眼神，接住了扑过来的小师妹。哎，这不没事了吗？你看看你这副模样，成何体统？哪里还有圣女的样子？凌云故作严肃地说道，一手搂着小师妹的腰肢，一手轻轻擦拭她的泪痕。人家害怕吗？刘雪琪有些娇羞地扭了扭身子，在这么多人面前，她还是有些放不开。你先去一边，师兄还有事情呢。对了，把她带走。凌云放开小师妹，让她把黄仙儿带走。作为自己的猎物，可不能让别的男人碰了。那师兄你小心点，等下我也要出去杀敌，他们都该死。刘雪琪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杀气，她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就在掌教师兄面前和乖乖女一样。让你师姐把她看好了。凌云又对围上来的林霜雪和云雪姬点了点头，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所以只是对视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林霜雪脸色还有些兴奋的潮红，虽然她早就知道掌教师弟已经飞升境，可亲眼见他一人独占群雄，他还是心跳的厉害。掌教师弟真是疯魔的让人害怕，只有这样强大的男人才值得他心动。姬夕瑶站在一座凉亭内，眯着凤眼看着凌云，眼底寒光一闪，低声道：“好个以身殉道，倒是慧眼，果然是诡计多端的蝼蚁。”所有圣宗弟子都是满眼崇拜的望着自己的掌教至尊，更有甚者喜极而泣。魔尊大人还是他们心目中天下无敌的魔尊，从来不会让跟随他的人失望。林霜雪从小师妹手里把黄仙儿接过来，这可是很重要的人质，虽然他不是很喜欢对方，也不知道掌教师弟是不是又动了什么歪心思，但是他不容有失，又是几层封印禁制打进了黄仙儿体内，然后换来了几位女弟子把他牢牢地禁锢住。凌云此刻已经又是恢复了舍我其谁的无敌气势，飞升境界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好在他现在也只是初期，所以不至于直接被接引之力强行飞升了。但是像他这样年轻的飞升境界的大修士，本就是无敌的代名词，可以随便出手，而且寿元悠久，年富力强。凌云看向对面密密麻麻的100万仙道联军，把护宗大阵撤了，我倒是要看看谁敢上前一步。凌云挥了挥手，霸气地说道：“是，谨遵掌教圣谕。”长老们纷纷行动起来。
几个呼吸间，厚重的防护大阵就消失了。众多圣宗弟子也是第一次直面对面的数百万仙道大军，双方阵营的气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无数股强大的狼烟和血气，即使是万里之外也清晰可见。但是诡异的一片静寂，双方人马一时间都没有说话，仿佛都还没有回过神来。战斗不过几息，9大领袖死了3个，还有1个被捉，血腥味还在弥漫，天空乌云压顶，雷声隐隐作响，有血红的雨点在落下。3位破虚境大修的死亡直接引发了天哭异响。此刻仙道联军阵营之内，剩下的6个领袖全懵了。刚刚转瞬之间发生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为了自保，直接就被凌云抓住了破绽，一下子就失去了3位道友。他们现在已经是溃不成军了，眼看所有人都失去了士气和信心。雷震霄脸绿得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他怒吼：飞升境！这魔头怎么可能是飞升境？玄天罡手抖得都快拿不稳天玄印，喃喃道：不可能，这不可能。剑无极身边环绕的飞剑忽明忽暗，眼底闪过惊惧，刚刚要不是他走得快，死的说不定就是他了。长生道观的无尘老道也是脸色铁青的一言不发，早已不负仙风道骨，本以为是来捡便宜的，没想到居然是来送人头。大明古刹的老僧更是满眼惊惧，他们本就不擅长这种正面作战，此次也是想来分食魔宗宝库的，根本没想过一个照面就陷入了绝境。黄希儿被捉后，正道联军士气更是崩得一塌糊涂，神皇皇朝的大军都快急死了。之前女皇大人被掠走就已经是奇耻大辱了，现在下一任女皇，如今的皇女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活走了，这让他们这些将领怎么和女皇交代，怎么和老皇主交代？但是现在可是100万大军对垒，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凌云往前踏出几步，然后飞升来到一座高塔之上，漆黑的长袍被强大的气压吹得猎猎作响，长发在身后潇洒飘荡着，背着手，凌云目光之中满是冷冽，但凡是被他的目光看过去，那一片仙道修士就鸦雀无声，不敢与他对视，哪怕片刻。凌云嘴角微微翘起，浮现一抹畅快的笑意，然后化作了狂笑：哈哈哈！你们这群废物，仙道如何，魔道又如何？还不是手底下见真章？如今在本尊眼里，你们这群土鸡瓦狗才是不堪一击的邪门歪道，哪个不服的站出来，让本尊掂量掂量。凌云此刻可谓是意气风发，也存心想在女帝祖师面前表现一番，当然不只是为了装逼，也是想隐藏自己的精明算计，展露出霸气领袖的风范，免得女帝祖师对自己抱有警惕之心。不过他也知道，刚刚自己的作为估计已经在女帝祖师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但是那也是为了大局。看着这位魔道祖师猖狂不可一世的模样，仙道联军此刻都是敢怒不敢言，众多仙道弟子都有些期待地看向自己家的掌教，希望他们可以站出来。而已经死了掌教的3宗弟子已经是如丧考妣，面无血色。浩然书院那群书生现在一个个都和霜打的茄子一般，神皇皇朝现在的军心也已经乱了。玄天宗的玄天罡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现在想要继续围剿魔宗是不可能的，就看能不能突围出去了。这些人若是都怕死，自己几人还怎么撤退？而且也不能就这样丢下门人弟子不管。和紫霄宗的雷震霄对视一眼，又看了一眼另外3位已经有了退役的道友，他们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哼，林老魔休要猖狂得意，你如今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跳不了多久了。我们如今还有100万仙道联军，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们。玄天罡冲天而起，雷震霄几人也连忙跟上。对，大家千万别怕，我们还可以拖住林老魔。所有人结阵，随我杀啊！魔宗孽徒，人人得而诛之。除魔卫道，眼见几位领袖还有战意，众多的仙道弟子也是眼中重新燃烧起了希望。他们仙道的宗旨就是除魔卫道，即使是我以我血染青天，也就在今日。凌云看着这一群悍不畏死的仙道弟子，微微摇了摇头，都被洗脑傻了吧？一群傻了吧唧的年轻人。圣宗弟子，听我号令，随我冲杀，追杀仙道贼子10万里不回头。凌云一声冷喝，一马当先的冲了出去。魔峰下，血染山石，喊杀声震的天塌地陷。凌云一招逆转局势，杀了3名领袖，活捉黄希儿。9大仙宗的联军士气瞬间崩了。但是这还没完，剩下的几名领袖眼见势不可为，但是也知道林老魔绝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所以只能是掀起最终的决战，然后且战且退。凌云也看穿了他们的目的，又怎么会如他们的愿？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警惕了起来，即使是自己高出一个大境界，
也很难说再次有什么实质性斩获了。一个一心想要逃命的破虚境大能，即使是他这样的飞升境大佬，也轻易留不下来。但是这一群仙道弟子，既然除魔卫道来了，自然是要留下一些东西的。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凌云站在高塔之上，大手一挥，阴阳圣宗的护法和弟子们如潮水般冲出，他们嗷嗷叫着，双眼赤红，早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饮血了。被光明正大的打上门围剿，这些天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要不是凌云的威势太强，说不定圣宗早就内乱了。但是此刻他们无需压抑自己，只要掌教魔尊还在，他们就立于不败之地。只见魔道战旗迎风招展，无数阴阳圣宗的黑袍弟子犹如潮水不断涌出，和对面的仙道联军直接碰撞到了一起，全面的混战拉开帷幕。仙道那边剑修们都开始拼命了，无数的飞剑犹如雨点一般落下，但是圣宗弟子悍不畏死，踏着师兄的血肉之躯往前不断推进，各种阵法和合击之术更是散发着刺目的光芒。浩然书院的儒生的文道之气冲天而起，无数丹书铁券镇压的圣宗弟子的气势都弱了几分。但是他们此刻群龙无首，领袖如青松已死，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大明古沙的合击之术更是化作了无尽金色符文，迷惑人的心智。这样的数百万修士大军的混战，是数万年来的第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或许是后无来者的仙魔大战。仙魔两道的大军刚刚一接触，就直接打得天崩地裂，大地直接裂开，岩浆喷涌而出。天空之中，紫霄宗的雷法更是所向披靡，化作了雷龙，每一次出击都横扫一片。但是他们这些底层修士无论如何拼命，都改变不了最终的战局。上一世凌云修为不够，自己都险象环生，又哪里顾得上宗门？所以转瞬间就是兵败如山倒。但是如今到了他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曾经的压抑的怒火，凌云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我管你们是不是被忽悠欺骗过来围剿魔宗的，既然来了，那就要做好回不去的准备，都给我死吧！凌云站在山巅，无尽法力化作了劫云一般的黑白魔气，飞升境的气势压得空气都沉了几分。眼见哪里仙道弟子最多，凌云就直接出手，直接使出魔道大手印，一巴掌下去就拍死一大片。自从被誉为魔宗之后，凌云自然不会白白背负这个骂名，也是收集和创造了不少魔道功法神通，但是这只是他的随手而为，他的主要目标还是那几位掌教联军的领袖。凌云冷眼扫过剩下的6大领袖，天玄宗的玄天罡，紫霄宗的雷震霄，太清剑门的剑无极，长生道观的道无尘，大明古沙的元觉大师。这群破虚境的魁首个个脸色铁青，眼底闪着惊惧，可谁也没敢再上前硬拼。虽然刚刚口号喊得震天响，直接掀起了大战，但是他们此刻却是扎堆在一起，互为依靠，根本不给凌云逐个击破的机会。跑啊！你们不是要灭我魔宗吗？刚刚打我打得很爽吧？现在轮到我了。凌云冷笑一声，身影一闪，直扑玄天罡，直接一掌拍出，飞升境的法力凝聚，这一击是大力沉，空间直接发出了爆破之音。玄天罡慌忙祭出天玄印化作光，硬挡在身前，可那巨印刚亮起光芒，就被掌风碾碎，砰一声炸成齑粉。剩下的天玄印本体直接往后飞射，重重的犹如陨石一般砸在他胸口。玄天罡胸口直接肉眼可见的凹陷下去一大口，他喷出一大口带着内脏碎片的鲜血，踉跄后退，吼道：撤！快撤！他哪还敢恋战，转身就跑。本以为还能和之前一样过几招，没想到飞升境界的林老魔如此恐怖，他现在一招都接不住。雷震霄见势不妙，咬牙祭出一道阵盘，放出9天神雷阵，紫色的雷光如龙咆哮，朝着凌云冲了过来，企图拖延时间。可凌云阴阳灭世斩一挥，黑白剑气横扫，雷光被劈得四散，剑芒余威直取雷震霄胸口。到了他如今的境界，各种神通法术都是如臂指使。雷震霄躲得慢了点，左臂直接被削掉半截，血流如注，疼得他脸都扭曲了，骂道：这魔头疯了，不可力敌，快退！飞升境界恐怖如斯，他直接化作雷光，转瞬间就跑出了上千里。紫霄宗的弟子一看，也是心中一突，尼玛的掌教至尊，你怎么自己先跑了吗？我们还没上车呢。他们结起大阵，也是化作雷光，跑起来一个比一个快。剑无极和道无尘对视一眼，两人也不吭声，带着弟子边打边撤。元觉大师双手合十，金刚伏魔功撑起金光化，做不坏圣钟。可凌云一掌拍来，在魔掌之下，金光碎得像纸糊的。他闷哼一声，嘴角淌血。乍眼一看，几位道友居然都跑得没影了，心中顿时暗骂一声：都是畜生，也不等等老衲。
顿时也招呼着自家弟子开始撤退。但是凌云又岂会这么容易让他们全身而退，直接身先士卒的一路追杀。在他身下，仙道联军和魔宗弟子也都是杀红了眼。天玄宗的修士被圣宗刀客砍得血肉横飞，紫霄宗的雷法弟子放出一道雷光，刚炸死几个魔修，自己就被暗箭射穿胸口。羽化门的修士轻灵飘逸四处杀人，可魔宗血阵一开，他们的身影被吞噬尸体，转眼间就和下雨一样落下堆积如山。太清剑门的剑修杀伤力惊人，尤其是结成剑阵后。但是护法长老和众多亲传弟子也不是吃素的，直接顶着剑光冲了上来，无数的法剑发出了哀鸣，断裂后掉的满地都是。什么万剑归宗都来不及了，现在开这种大招，那更加是找死，直接把师兄弟的剑都吸了过来，大家赤手空拳还怎么打？长生道观的丹修想救人，可魔宗毒雾弥漫，就一个死俩根本来不及。其他各宗修士更是死伤殆尽，喊杀声、惨叫声混在一起，血流成河，山脚的溪水都被染红，空气里全是腥味。凌云一人冲杀在前，追着几位破虚劲打，黑白二气翻滚。掌风攻势所到之处，正道修士像割麦子一样倒下。道无尘可能年纪大了，跑得慢了点，又挨了一掌，胸口他下去一块，摔在地上爬不起来，眼看就要被凌云补刀。道友救命啊！他绝望地大叫道。前面遇见的剑无极硬着头皮回身一剑救他。凌云冷笑，百丈剑气被他徒手捏碎，反手一掌把剑无极拍飞，撞断一座大山才停下，吐血不止。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魔宗这边也损失惨重。12大护法冲在最前，云雪姬被天玄印本体砸中，半个身子血肉模糊，好在没有生命危险。林霜雪一剑刺死2个羽化门亲传弟子，自己也躲闪不及，被紫霞宗的雷光大阵劈中，踉跄跪地，一头秀发都炸开了，看着有些滑稽。这让爱美的她更是怒气冲冲。刘雪琪也是大开杀戒，身为圣女，她可不是真的吉祥物。但是下一刻，她就被神皇皇朝的火凤凰虚影烧得满身焦痕，倒在地上生死不知。宗门弟子死了一茬又一茬，血染魔域，各种法宝飞剑残片散落满地，像在无声的哭嚎。这场混战打到黄昏，天空乌云压顶，血色夕阳洒在万里战场上，血腥之气令人作呕，惨烈的让人喘不过气。剩下的几位领袖带着上百万残兵败将逃了上万里，沿途丢下无数尸首，个个灰头土脸，回头看凌云站在峰顶，黑袍染血，他们心底发寒，这魔头飞升境的实力压得他们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边战边退，保命要紧啊！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这一天，9大仙宗和魔宗血战的消息传遍下界，仙道联军死伤数十万，9大宗门折了大半精锐，阴阳圣宗也是损失惨重，弟子死的只剩60%。但是掌教魔宗凌云一人独占仙宗9大领袖，杀3人，捉1人，逼得5位正道魁首狼狈逃窜，追杀了9大仙宗10万里，一路染血，一路尸横遍野。这战绩像炸雷一样，震得整个天元修仙界鸦雀无声。正道修士咬牙切齿骂他大魔头，魔道散修却把他传得神乎其神，阴阳圣宗的名号一夜间响彻天下。天下所有修仙世家宗门无不震动，9大仙宗联手围剿阴阳圣宗，竟折了3位掌教至尊。凌霄宗的凌傲天，羽化门的羽长风，浩然书院的如青松，血染黑魔峰，尸骨无存，神魂都没有逃出来，直接魂飞魄散。修炼万载，一朝生死道消。本来整个修仙界都不看好阴阳圣宗这个魔宗，认为9大仙宗出击围剿已经是胜券在握，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不知道多少天骄子弟就此埋骨他乡，损失惨重的让人难以置信。9大仙宗怕是1000年都难以恢复元气。而更让人瞠目的是，神皇皇朝的皇女黄希儿竟然又被凌云活捉了。这消息像惊雷炸开，修仙界一片哗然。为什么说又呢？自然是有典故的。人们不由得想起多年前黄希儿的母后当今女帝黄连月，也曾被凌云掳走了一段时间，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位娇滴滴的仙道女皇落入那位大魔王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无数人想入非非。最终飞升境界的老皇主出关，亲自来到魔宗去要人，这才逼迫的那灵老魔教出人。而如今2位皇女先后栽在这魔头手里，正道的脸面被踩得稀烂。虽然神皇皇朝的传承特殊，当代皇女不是女皇真正的血脉后裔，但是2位皇女沦落，还是让众多仙道修士都羡慕嫉妒恨。那可都是罕见的神皇体啊！而且国色天香，风华绝代，无不是艳压群芳。那灵老魔当真是好运气，也是好大的威风。众人除了羡慕，却是已经说不出讨伐魔宗的话了。
而仙道宗门这一次元气大伤，数十万修士丧命，年轻一代的天才死得七零八落，在他们身后是无数的修仙家族，甚至各大古皇朝的贵族，造成的影响自然远不止如此，估计数十年上百年都没办法消化。随着消息传得飞快，就连凡俗世界也起了波澜。酒肆里的白须老汉放下酒碗，醉醺醺的低声嘀咕：那魔宗领老魔一人打翻9大仙宗，飞升境啊！破虚境界的老祖至尊就和西瓜一样，直接被打爆，真是恐怖啊！茶楼里的书生忘了翻书，他们入门的天塌了。浩然书院的院长如轻松归天了，无数文人书生在啼哭悼念，就连街头小孩都在跑着喊：魔头无敌了，魔头抢了公主回家当老婆了。凡俗王朝的帝皇也是都急得召见谋士和联系背后的仙宗，生怕这杀神哪天杀到宫门口不说，也要评估此战带来的后续局势的影响力。而且他们有些皇朝背后的宗门正是9大仙宗，自然是吓破了胆，怕被魔宗清算，修仙界更是一片死寂，无数宗门世家噤若寒蝉。天玄宗在玄天罡回来之后直接闭山，紫霄宗山门前激荡万年的紫霄神雷直接吸雷，低调的夹着尾巴做人。太清剑门所见，长生道观庭炉。浩然书院和凌霄宗、羽化门死了领袖，都是紧急收缩势力，召回在外的弟子，然后火急火燎的燃香请示闭关上千年不知死活的老祖。各大大圣地、隐士家族全被镇住了。一位血气旺盛、寿元悠久的新晋飞升境大能横空出世，这天下要乱了。仙道历史上，每当出现这种现象，要么就是黄金大事，妖孽辈出，要么就是直接镇压一个时代。有人低语：那些老怪物还不出山？这魔头再横，能挡得住圣地底蕴吗？整个世界都人心惶惶，也有人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可这会儿，凌云却没心思管外面的风波，和他预想的差不多，追杀了10万里。虽然杀敌无数，但是那几位铁了心当缩头乌龟，他也没办法。不过这一战，他终究还是赢了。此刻，他坐在阴阳圣宗的某座大殿内，破损的殿墙透着冷风，碎石堆在角落，空气里还残留着血腥味。现在都还来不及修缮，所有人都累了。在他对面坐着女帝祖师姬西瑶，她一身纱裙，脸色冷如寒冰，凤眸盯着凌云，眼底满是浓郁的怒火，硬生生忍着没扑上去撕了他，只因为凌云刚刚所说的话。西瑶，这次多亏了你，我才能突破飞升境，一举击溃敌军，这恩我记在心里。你不愧是我圣宗的最强祖师。姬西瑶闻言胸口一滞，随即冷笑。本来见他大发神威应战群敌，还对他稍微有些路人缘的。姬西瑶的声音低得如从九幽传出：你毁我清白，夺我修为，还敢说记我的恩？他眼角微微发红，像是强压着泪水，可那股屈辱和愤怒却藏不住。你这无耻之徒，我若在仙界抓住你，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你，让你魂飞魄散，连轮回都进不去。你记住我的话，我永远不会改变对你的杀意。他每说一句，心里的恨就多一分，想起这些天被他折腾的屈辱，喉咙里像是堵了块石头，喘不过气。虽然他成功的保住了父亲的基业，但是对他的侮辱可是实打实的仇恨，这是化不开的血海深仇。姬西瑶可没有这么容易就放过这个孽畜。凌云看着他，眼底闪过一丝复杂，有点愧疚，又有点不舍，可很快就被他压下去。这位女帝祖师现在成为了他最大的麻烦，不过好在还有余地，而且之后说不定还能再多来几次。女人嘛，说不定就日久生情了。他低头揉了揉眉心，没接话，只是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转身走了。这女人恨他入骨，可他也知道他眼下没修为，只能嘴上逞强。还有20几天呢，足够自己慢慢想办法，而且自己接下来也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总得报复回去吧。一些曾经的遗憾和仇怨也要开始着手解决了，不然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女帝祖师在仙界用什么神秘手段诅咒弄死了。而且自己也要开始准备飞升了殿门关上的那一刻。姬西瑶低头攥紧纱裙，指尖微微发抖，是被这无耻之徒气的。一想自己还要过23天这样的日子，姬西瑶就有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没有法力，他什么也做不到。而凌云这回却是径直去了宗门深处的某间独属于他的密室。伴随着禁制阵法运转，厚重的石门被缓缓推开，只见黄仙儿被扔在角落，绳子似乎是刚被解开，红金战甲破了几处，露出白皙的胳膊和肩膀。黄仙儿长发散乱，俏脸苍白，却美得惊心动魄。他一见凌云进来，立马抬起头，眼里怒火熊熊。林老魔，你放了我，否则我母后不会饶你。黄仙儿声音有些沙哑，透着不甘和倔强，可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恐惧。他其实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不敢想。见石门关上，黄希儿心里一颤。凌云慢悠悠走过去，蹲在他身前，眼神炙热地打量他。带着人来杀我，很好玩吧？其实你之前成功了。凌云说着让黄希儿莫名其妙的话。他那张脸跟黄连月年轻时有几分像，尤其是眉眼间的倔强更勾得他心痒。他低笑一声，手指挑起他一缕头发，嗓音低沉带点戏谑：小侄女，别急着骂，咱俩这缘分天注定的。他手顺势滑到他下巴，轻轻捏了捏，触感柔软的让他喉结滚动。黄希儿猛地一甩头，咬牙骂：无耻！你敢动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他声音颤抖，眼里泪光一闪，可硬是没掉下来。凌云眼神更热了，站起身解开他身上残余的绳子，可下一刻却直接把他压在墙边。密室里安静的只剩两人粗重的呼吸。黄希儿挣扎了几下，拳头砸在他胸口，可他本就被封印，哪里敌得过飞升境的力气。旋即声音渐渐弱下去，黄希儿蜷缩在角落，他低着头，长发挡住脸，肩膀微微发抖，像是在压着哭声。可那股屈辱和愤怒却从他紧攥的拳头里透出来，指甲掐进掌心，渗出血丝。他胸口起伏，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却被他狠狠擦掉。黄希儿低声呢喃：林老魔，我要你死。那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却带着滔天的恨意。凌云靠着墙喘着气整理衣袍，脸上还挂着点艳足的笑，可眼底却闪过一丝复杂。欺负这位小皇女自然是有原因的，除了报复还有刺激。他瞥了黄希儿一眼，见他那副模样，心头有些快意。他们皇朝对自己做的事情可一点也算不上和善。凌云揉了揉腰身，刚刚太激动了，低声道：恨我吗？这就对了，我和你们神皇皇朝的事情可还没结束呢。他这话说得轻飘飘，让黄希儿更是心中恨极。说完，他推门出去，背影顿了顿，这才彻底消失在门外。他还得去安慰小师妹和师姐师尊他们呢，也要看看宗门战损如何。密室里，黄希儿咬着唇，泪水模糊了视线。他攥着黑袍的手抖得厉害。他想起母后的教诲，想起神皇皇朝的荣耀，可现在全被这魔头踩在脚下。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只是开始。凌云心里可已经在琢磨着怎么去找黄连月找回场子。对于背叛了他的女人，他可不会心软。一场旷世大战，阴阳圣宗受到的损失主要还是众多弟子死伤，加上法宝资源的消耗。虽然赢了，但是主要也是因为凌云力压群雄，一人以一己之力把高端战力全部镇压了，这才导致了一面倒的屠杀。但是战斗总是要死人的，尤其是他们人数还不到9大仙宗的一半。但是好在大战的范围基本都发生在山门之外，除了外围的一圈宫殿，内部的核心建筑都保存完好，不然修缮起来也是一件麻烦事情。在宗门掌教大殿的最高处，凌云站在一座高塔之上，整个宗门的情景都映入眼帘。天空之上是无数的人影在飞来飞去，各种遁光、仙兽，所有人在火急火燎的来回飞遁。现在整个圣宗虽然说不上是百废待兴，但是也得乱上好几天。首先是清点战死的师兄弟的尸身和遗物，然后盘点损失，加上重建宗门秩序，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凌云身为掌教至尊，倒是有自知之明，没有去添乱。他有他的事情，出现在人前反而会影响效率。身为领袖，他最大的作用是精神支柱和统揽全局，具体的事情自然有具体的人去做。但是他的出现依然是让看见他的众弟子都是精神一振，但是没有人前来打扰，所有人都在井井有条地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凌云盘腿坐下，体内有着一股火热的法力在蠢蠢欲动。神皇皇朝的来历很古老，传闻中乃是先皇的血脉遗孤所建立，每一代都会有一位神女或者神子，但是最近2代都是皇女。上一代黄连月风华绝代，绝色尤物，也是如今的女皇黄希儿，如今的神女、长公主、皇女，下一任女皇，众多尊贵身份于一身，他们的体内有着先皇之力，至刚至阳，对于凌云来说自然是有些用处的。凌云感受着体内磅礴的先皇之力，他宛如一团天火一般，足以焚烧万物，但是在自己庞大的法力压制下，也只能乖乖被炼化。本来刚刚突破飞升境，还有些虚浮的根基也是愈发稳固了起来。不过让凌云有些疑惑的是，在他的设想之中，自己应该得花最少3天3夜的时间才能彻底炼化这团神力，此刻居然短短1炷香的时间就顷刻炼化了。直到这时候，凌云才想起来，系统之前赐予自己的1000倍修炼天赋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自己如今是这个世界上天赋最妖孽的人了，是吗？什么都一学就会，一会就精。
如今自己已经安然度过了生死大劫，倒是确实是要考虑一下今后的发展了，以后也能学一学什么阵法丹道之类的，毕竟可能要去荒野求生了。凌云一手撑着下巴，看着远方密密麻麻的宗门弟子和勤劳的小蜜蜂一般来来回回，等把恩怨全部清算了，和黄连月的事情也了结了，自己应该就可以去其他3000下界游历了。在本世界飞升虽然最为方便，但是万万不可了，到时候直接就会被女帝祖师逮住。传说仙界有众多的飞升台，不同的世界可能会被不同的飞升台所接引。女帝祖师作为从此界飞升的，自然是对此界的飞升台方位无比熟悉，所以这是一条死路。凌云现在的策略就是能躲一时是一时，也许自己运气好能一直躲着呢，或许有大机缘能寻求到无敌仙宗老祖的庇护，女帝祖师也就不会肆无忌惮地对付自己。总而言之，只能苟着，一旦照面，自己就死定了。凌云对此心知肚明，即使是可以拖延1-2，也只能沦为阶下囚。虽然他还有众多的计谋，但是始终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一直没有阴沟里翻船的原因。小心谨慎总归不是坏事。在视线的远方，依然是血气冲天，无尽的怨气和煞气在交织着，某种魔物在酝酿着。大地崩裂，山河破碎，想要恢复起来可是不小的工程。凌云看着天边，神皇皇朝这一会估计也已经在计划反击了吧，不知道黄连月这一次又该怎么反击。上一次自己好不容易千方百计地把他骗出来，但是不等自己对他下手施暴，他就直接以自爆体内的先皇神力作为威胁，所以两人才僵持了那么长时间。很无奈，林老魔那一次并没有如外界传闻一般得手，得到这位女皇的红丸。虽然也是上下其手占尽了便宜，但是这些小动作两人曾经还是情侣关系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所以自然不算是什么突破。而那次事件其实也算是9大仙宗这次围剿的导火索了。神皇皇朝的那位曾经天下无敌的老皇主亲自上门把女皇要了回去，当然了，过程也不是那么美好。凌云虽然没有被直接教训，但是也受到了不小的羞辱，被当众呵斥，颜面无光。要不是对方不敢过分动用法力，怕天劫降临，估计自己那一次就完蛋了。那位老皇主据传已经达到了飞升境界的巅峰，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大道不全，加上无尽业障缠身，根本不敢渡飞升大劫，直接会被劈死。不过凌云倒是知道其中的隐秘，其实是那个老不死的先皇体质问题，体内的先皇之力不够纯粹，当年他杀死了皇女，吸收了对方身上的全部血脉之力，这才成为了皇主。而之所以如此关心黄连月，其实也是想把对方当作炉鼎，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达成心愿，估计也是面临和自己类似的问题，而凌云如此果断的就把黄仙儿给要了，这也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损人利己的事情为什么不做？曾经他是自己为晚辈蝼蚁，现在自己坏了他的飞升大计，想必他根本也没想过这一次对魔宗的围剿会失败，所以才放心的让黄仙儿出来经历一场磨练，这样他修炼越快，他等待收获的时间就越短。按照之前的轨迹，确实是万无一失，只是凌云是重生归来，而且厚颜无耻的强迫女帝祖师双修，夺取了他一半下界后的修为，这才一举突破，完成了逆天改命。但是自己现在究竟有几分胜算，凌云也是心中有些没底。不过那老东西血气干枯，而且畏首畏尾，自己应该是立于不败之地，实在不行他还有杀手锏。他的突破飞升竟是相当于偷渡，现在还没渡劫呢，到时候直接引动大劫，把那老不死的笼罩进去，天道一定会盯上那个老不死。虽然到时候自己的天劫也会被影响，强度会提升不少，但是这是压箱底的底牌。而此刻在遥远的神皇皇朝之内，黄连月，神皇皇朝的当代女皇，她正站在皇城最高的凤鸣台上，俯瞰着万里江山。她一身赤金凤袍，袍角绣着展翅欲飞的火凤凰，衬得她身姿挺拔而威严，长发乌黑如墨，随风轻扬，发间插着一只凤凰金簪，簪尾缀着细细的流苏，轻轻晃动间映出点点金光。她的脸美得让人窒息，眉如远山，眼眸如星辰，微微抿着嘴唇，带着一丝冷意，肤色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白玉，透着股不染尘埃的高贵。这就是曾经的修仙界第一美人，林老魔的初恋情人，背刺他的女人黄连月。她站在那儿，风吹过，凤袍贴着她纤细的腰肢和修长的腿，长长的裙摆微微荡漾，勾勒出曼妙曲线，雪白的玉腿修长而完美，美得有些刺眼。可她的美不是柔弱的那种，而是带着股凌驾万物的威严，眼神一扫，像是能把人灵魂冻住。她抬手轻抚发簪，指尖细腻修长，指甲涂着淡淡的丹红，
举手投足间透着皇者的霸气和娇媚的风情。云，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没想到你竟然破镜了，不愧是我们当年那一辈最妖孽之人。我没有看走眼，只是希望接下来你能顶得住他的怒火，若是不能，死了也就死了。希儿，别怪我，我也不想永远是傀儡。黄连月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抹愧疚，随后被坚定取代。凌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切其实都是黄连月那女人的算计。她渴望摆脱老祖的控制，不想成为傀儡，更加不想成为那个老怪物的儒鼎。这些年她一直很辛苦，心里也早就扭曲了，甚至就连一直把她视为母后的黄希月也被她当成了工具和诱饵，只因为老皇主太强大了。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被他吃干抹净，他恐怕等不及希儿成长起来，就会对自己动手。而他在这方世界又几乎没有对手，即使是那些老怪物，也不会毫无缘由的自相残杀。这些老不死都惜命得很，所以他想了想去，还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反贼灵老魔比较好利用。加上他曾经对自己出手过，而且得罪了整个仙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自身的实力也非常强大。万一他成功了呢？黄连月想赌一赌，而赌注是凌云的性命、阴阳圣宗和无数仙道弟子的性命，所有人都成为了他的棋子。要是成功了，也只不过是牺牲了黄希儿的清白。他敢对天发誓，只要凌云度过这一劫，肯定会活捉黄希儿，然后夺走对黄希儿和凌天老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这一切当然是因为他曾经无意中泄露了老皇主黄凌天的秘密。以他对自己曾经的小情郎的了解，对方杀伐果断且心狠手辣，肯定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直接断了黄凌天的后路。或许在他看来，这也是对自己的报复吧。黄连月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他想要的很简单，只是想修炼成仙而已。曾经的阴阳圣宗的那位女帝祖师，就是他的偶像，他也要成为如那位女帝祖师一般的人物。下界权势滔天又有何用？然而黄连月不知道，他心中最为崇拜的女帝祖师姬西瑶，也成为了凌云的俘虏，现在都不能自由行走离开，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着。此刻女帝祖师正百无聊赖的在后花园当冷宫娘娘呢。凌云又调戏了一会，补充了一些消耗，这才起身准备去看望一下小师妹他们。这一战他们好像都受伤了，先去看看小师妹吧。她修为最低，其实也没吃过什么苦，这一会说不定再哭哭啼啼了。想到这里，凌云嘴角浮现一抹笑意。小师妹其实是他在外游历的时候捡回来的，但当时都差点就要冻死了。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女婴在这个世界是很被歧视的，不能干活就没有生产力，也就没有价值，家里还多一张吃饭的嘴，所以会有很多弃婴。但是既然凌云遇上了，那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所以他捡了回去。因为是在柳树下捡到的，所以直接姓柳，又是下雪天，所以叫雪琪。让人意外的是，这女婴居然有灵根，有修炼天赋。然后凌云直接让师尊云雪姬收她为弟子。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差点冻死在路边的小女婴也长大了，在无数资源的堆砌下，在师兄的关心疼爱下，也成为了万众瞩目的魔宗圣女。虽然修为仅仅是神通境界，不过也算是凡俗眼中的无上仙人了，活个几千上万年不是问题。就是有些依恋他这位师兄，平日里也有些粘人。凌云对此自然不会排斥，小师妹本就和他的童养媳一般，要让她嫁人那是万万不可以的。谁要是有这个想法，早就已经投胎转世去了。曾经有一位圣子，乃是护法大长老的孙子，就对圣女刘雪琪有想法，胆敢追求。然后在某一天，他悄无声息的就消失了，命牌直接碎裂了。但是诡异的是，这件事情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整个长老院都没有丝毫动静。这诡异的气氛也让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那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可是掌教至尊的逆鳞小师妹啊！谁敢打主意，谁就要死。凌云来到小师妹所在的雪女峰，这一座仙山洞府乃是他的专属领地，正好处于一条仙脉的主要节点，灵气浓郁无比，在这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掌教至尊，众多弟子侍从看见凌云都是立马低头跪伏在地。凌云没有理会那些仆从弟子，径直来到小师妹的寝宫，屋里一股淡淡的药香扑鼻而来。小师妹刘雪琪半靠在软榻上，一身薄薄的白纱裙，裙摆散开，露出2条白生生的纤细小腿。她在大战中被神皇皇朝的火凤神通击中，娇躯被烫伤，此刻虽已恢复大半，可皮肤还是泛着粉红，就像熟透的水蜜桃一般，看起来倒是透着点诱人。她皱着眉，有些苦恼，精致的小脸有点苍白，眼神却软得像水，
尤其是看到凌云进来，立马亮了起来。掌教师兄，你终于来了。刘雪琪声音细细软软的，带着点委屈，像只受伤的小猫。她挪了挪身子，想坐起来，可一用力就疼得嘶了一声，眉头皱得更紧了。凌云走过去，蹲在她身旁，眼神在她身上扫了一圈。那粉红的新生皮肤上还有些细小的烫痕，薄纱下若隐若现的曲线让她喉结忍不住滚了滚。她低声说：“别乱动，让师兄看看。”他伸手握住她胳膊，手指轻轻一碰，她就抖了下。刘雪琪小声嘀咕：“疼。”那声音软软的能化开人心。凌云低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瓶碧绿的药膏，打开盖子，药香更浓了。这可是珍贵的白玉断续膏，9品级别的，在网上就是仙丹妙药了，下界一般见不到。凌云挖了一点，抹在他胳膊和肩膀、锁骨、胸口上，指尖凉凉的，带着点力道，在他烫伤的地方打圈揉开。刘雪琪咬着唇，起初疼得缩了缩，可药膏渗进去后，烫伤的刺痛渐渐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股清凉。她舒服的眯起眼，忍不住低哼了一声：“师兄手法真好。”凌云嘴角微微翘起，看着小师妹若隐若现的娇躯，心中也是有些波澜。不过好在来之前已经在黄希儿身上发泄完了，所以倒不至于兽性大发。虽然小师妹一直渴望和他修炼。师兄可是丹修药技师呢。凌云开了个玩笑，他手没停，顺着胳膊往上滑到他肩膀，又抹了点药膏在他锁骨附近。那片粉红的皮肤被他手指一按，软得像棉花一样。凌云眼神热了点，动作慢下来，像是故意多留了一会儿。刘雪琪脸红得更厉害，纱裙下的胸口微微起伏，呼吸有点乱。他偷瞄掌教师兄某处一眼，心中一动。上一次本来差点就成了好事，但是让师姐打扰了，现在似乎也是机会呢。刘雪琪小声说：“掌教师兄，你别光顾着疗伤，帮我护护肤吧，疼得我都没睡好，皮肤都糙了呢。你摸摸看，是不是呀？”小师妹一脸娇羞地抓着凌云的手掌按在胸口。凌云挑眉，嘴角一勾，从他桌子旁边拿了瓶秘制的玉露膏。谁让你这么拼命的？都说了，在后方看着就行了。说着，凌云挤了点玉露在掌心，凑近他，低声道：“别乱动哦，师兄疼你。”他双手附上他肩膀，然后往下轻轻揉开，膏液在他粉红的皮肤上化开，滑腻腻的触感让他指尖一颤。刘雪琪闭着眼，舒服的像只小猫，眼如秋水，俏脸一片桃红，哼哼唧唧的嘀咕：“师兄，你手真暖，再往下面点。”他手往下移，擦过他后背，薄纱被蹭得皱起来，露出腰侧一小块白皙的皮肤，纤细的腰肢一手可握一般。屋里安静的只剩两人的呼吸。凌云低头在他耳边吹了口气，笑得有点坏：“小师妹，你这又是在勾师兄呢？”刘雪琪脸刷得红透，睁开眼瞪他，可眼里水汪汪的，没半点威慑力。他嘟着嘴撒娇道：“师兄，我疼好久了，你都不来看我，现在还不许我撒娇呀？你就抱抱我吗？”凌云愣了下，随即哈哈一笑，干脆坐到软榻上，一把把他搂进怀里。他娇小的身子软软的贴上来，头埋在他胸口，纱裙滑下去点，露出粉红的肩膀，烫伤的地方在药膏滋润下泛着光。他低头在他发顶蹭了蹭，香香的，让他深深的吸了几口气，手顺着他后背拍了拍，低声说：“好了，师兄抱你，疼不疼了？”刘雪琪在他怀里扭了扭，小声哼唧：“不疼了，就是想师兄多抱一会儿。”屋里安静了下来，药香混着他身上的淡淡体香，让人心跳加速。凌云搂着他，眼底闪过一丝温柔，可嘴角还是挂着那抹坏笑，大手在他腰上捏了捏，惹得他嘤咛一声轻呼，抬头瞪他，模样更勾人了。凌云哈哈大笑，不再犹豫，低头。房间里只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偶尔有低声呜咽，似乎喘不过气一般。不知道过了多久，凌云抬起头，看着怀中无限柔美娇羞的小师妹：“师兄，我还要吗？”刘雪琪不依不饶的又在他胸口蹭了蹭小脑袋：“我们来修炼好不好吗？”他的眼睛水汪汪的，一片迷离，肌肤呈现诱人的粉红色。凌云舔了舔嘴角，轻轻揉了揉小雪琪的小脑袋：“乖，听话，等你伤势彻底恢复再说。她本就是自己预定的女人，什么时候不是收？”凌云并不着急，反而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才一直拖了这么久，没有成就好事。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有些顾虑，因为师姐和师尊那边，所以凌云一直都没有打破这个微弱的平衡。但是这一次经历大劫，很多事情他也算是看开了。我辈修士和天斗地斗人斗，本就随时有可能生死道消，既然如此，何不直面本心呢？什么繁文缛节都见鬼去吧。再说了，又不是什么逆天有为人伦。刘雪琪虽然有些依依不舍，
但是也知道师兄做好的决定不会轻易改变，只是忍不住又蹭了蹭，这才放开手。凌云也是松了口气，我去看看你师姐和师尊他们，你自己这段时间乖乖的，别乱走动，说不定风波还会再起。凌云叮嘱道，九大仙宗也许不会就这样算了，说不定会有趁火打劫的，而且黄灵天那个老不死可能随时会出现，到时候要是抓人质的话，小师妹他们自然是第一选择。那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可能真的做得出来这种事情，但是他估计也不会想到，自己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他的猎物给吃干抹净了，到时候可能会发狂，免不了一场大战。从衣裙之中抽出手后，凌云没有留恋地离开圣女寝宫，在仙峰之顶，凌云的身影缓缓消失，转瞬间就挪移到了另一座山峰——冰魄峰。这里是宗门执法大长老凌霜雪师姐的封地，比起圣女的仙山更加雄伟壮丽。这一会他估计很忙，所以凌云没有去寻找，而是直接来到了内殿。掌教至尊的到来很快就被弟子禀报到了凌霜雪耳边。内殿的花园灵植之中，凌云悠闲地坐在一座凉亭内，凌霜雪依然是一袭白裙，有些冷艳，但是美若天仙。不出所料，她的气息有些虚弱，显然也是受伤不轻，但是她还是那么骄傲，宛如寒梅一般。虽然心里对凌云宠爱的不行。你来我这里做什么？现在宗门内一大摊子事情，我正忙着呢。师尊那边他伤势有些重，你应该先去看望他才是。凌霜雪有些没好气地说道，声音倒是没有那么冷了。凌云挑了挑眉，倒是没有什么不快，他就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喜欢瞎操心，什么都想管，有时候甚至会把他这位掌教至尊也当小孩子一样。不过凌云对此不但没什么反感，反而有些乐在其中，毕竟还能一如初心对待他的人不多了。把手给我。凌云没有回应世界的质询，反而有些霸道地说道，不容拒绝，直接抓住了凌霜雪的玉手，旋即丝丝法力注入了进去，开始探测他体内的伤势。凌霜雪猝不及防之下，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掌教师弟温热的大手握住了。他耳根一红，但是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只是明亮的美目怔怔地望着掌教师弟。凌云微微皱了皱眉，师姐倒是没有太严重的伤势，只是消耗了本源，所以现在有些虚弱，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还不太好补回来，需要花费时间，但是有他在自然不一样，以他飞升境界的浑厚修为，直接就可以给他灌满。过来一些，我助你疗伤，别的事情等下再说。凌云手臂用了用力，往前一带，凌霜雪就被他拉入了怀里。你别这样，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呢。凌霜雪有些紧张局促，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每一次有这种亲密接触的时候，他总是和第一次一样紧张，这也让凌云感觉很有意思，有些莫名的刺激。那些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做不就行了，你先好好疗伤，起码先恢复了法力，不然后面万一有突发情况怎么应对？凌云知道，只有说这种利害关系的事情，师姐可能才会乖乖听话。果然，凌霜雪一下子就抬头看向掌教师弟，怎么还有敌人来犯呢？他们怎么敢的？真当我们圣宗是软柿子吗？他的声音之中满是寒气，四周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一些。凌云搂着师姐的腰肢，微微用了用力，一样还是那么柔软。暂时没有，之后就说不定了。而且神皇皇朝那个老家伙可能会来要人。凌云低头在师姐耳边嗅了嗅，柔声说道。温热的气息打在耳畔，凌霜雪忍不住俏脸浮现一抹红晕。师姐你真好看。看着凌霜雪的俏脸，凌云忍不住说道。师姐的美很独特，就像是冰雪女神一般清澈纯净，气息干净的如同初雪，带着淡淡的冷意，让人忍不住想要征服。谁让你抓了人家的皇女公主？凌霜雪的声音不知不觉也温柔了下来。我那么做自然是有道理的，他对那个老怪物有很大的作用，如今已经被我破坏了。凌云没有直接说自己直接糟蹋了那位皇女。哦，原来如此，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凌霜雪仰着头，眼神之中满是坚定。凌云微微低头，两人额头抵在一起，互相交织。我当然相信你们，你们是我最重要的人，所以要好好照顾自己，下次别那么冲动了。凌云手掌微微滑动，师姐的腰肢很是温润。你也是。凌霜雪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我帮你恢复体内的元气。凌云喘着粗气说道。凌霜雪微微点了点头，旋即仰着雪白的天鹅颈，面上满是娇羞。凌云低头，渡气的方式有很多种，唇齿之间自然也算是一种，而且很是高效。这一吻，昏天暗地。凌霜雪的面色也是愈发的红润，气息开始缓缓恢复，
两人的功法本就同源，只是师姐偏向极寒之气，而凌云是阴阳之气加魔之极道修炼出来的毁灭之力。许久，两人才分开。凌云嘴角带着笑意：“师姐，怎么样？这个办法是不是很好？”林霜雪咬着嘴唇，把头扭向一边，显然是有些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凌云就喜欢看他这一副不胜娇羞的模样，忍不住伸手捏着他的下巴，把他的头扭过来。还想再来一次？林霜雪咬着嘴唇：“掌教大人，你还是去看看雪姬长老吧，我已经好了。”凌云眼神炙热，不为所动。那又不着急，再说了，我感觉你还能再提高一下技巧，师弟教你。不要这样。林霜雪的挣扎有些无力。与此同时，和凌云预料之中一样，在遥远的神皇皇朝地宫之内，无数华丽的宫殿群密密麻麻地遍布了视线之中每一个角落，他们是如此的金碧辉煌，以至于有些刺眼。神皇皇朝乃是天元大陆最大的古皇朝，而且也是实力最强的，人口何止100亿，传说中还受远古先皇庇佑。皇朝人道气运从数万年前就鼎盛至今，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仙宗来此寻找合适的仙道苗子，也和神皇皇城的皇室结下了因果羁绊，故而黄连月才有这种能耐纠集起9大仙宗，打着除魔卫道的名义，率领100万仙道大军一起去围剿阴阳圣宗。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其实还是得到了老皇主黄凌天的默许甚至支持，不然仅仅是女皇的圣旨可还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皇朝还答应了魔宗内的所有宝库，皇朝分文不取，加上凌云本就和各大仙宗都有恩怨，几大掌教领袖这才达成一致，然后浩浩荡荡的出兵，剑锋直指阴阳圣宗林老魔。只是没想到那林老魔居然如此凶残，而且卑鄙无耻，竟然偷偷摸摸突破到了飞升境界，这简直是挖了一个天大的坑给他们跳。这一日，皇宫议事大殿之内，仙道联军的几大领袖偷偷摸摸又来到了这里，只是这一次少了3位。凌霄宗掌教凌傲天已经身死道消，羽化门的掌教羽长风和浩然书院的院长如青松都永远长眠在了那片土地。神皇皇朝的女皇黄连月亲自接待的几人，大好的局面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我家皇女还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被那魔头掳走了，你们还有脸来我这讨要说法？黄连月一脸的冷漠，精致威严的俏脸上阴沉的如要结霜。她穿着一袭华丽的帝王长袍，其上刺绣着精致绝美栩栩如生的仙皇火凤，展翅高飞，活灵活现。仅仅是她一人的气势，就压得对面的5大掌教至尊都有些相形见绌。皇施主，此言差也，当时可是你找到了我们，并且把我们联络在一起，你当初可是信誓旦旦地说万无一失的。如今这场恶果，主要原因还是你神皇皇朝的消息有误，大明古沙的元觉大师针锋相对。他们虽然在数量上这一次损失不算太大，但是他们带过去的可都是精锐之中的精锐，修为最差都是灵台境界，损失1位都心在滴血。这次居然直接死了一大半，万年基业都已经摇摇欲坠了。大明皇朝内的皇室宗亲和仙宗世家现在都是对古刹虎视眈眈。大师所言极是，我天玄宗这一次死伤弟子足有30万，可不能就这样算了。玄天罡一脸的阴沉，他现在这掌教的位置都已经不稳了。紫霄宗的雷震霄就更加直接了，我紫霄宗这一次精锐弟子死伤10万有余，宗门紫霄神雷之灵更是消耗无数，这些损失你们必须要赔偿。太清剑门的剑无极没有说话，但是眼神如剑一般锋锐，直勾勾地盯着女皇。诸位稍安勿躁，依我看，赔偿是肯定要赔偿的，但是具体还是要商量出来个章程。长生道观的无尘道长更加厚颜无耻，看着这几位虚伪的仙道领袖，黄连月直接笑了出来，清脆的笑声在这个场合下有些刺耳。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你们还是如此不要脸。雷震霄，当时可是你求着要加入的，没错吧？玄天罡，我可也没有强迫你吧？你们起码现在还活着，还有资格站在我面前。另外3宗可没有这么幸运，怎么得了好处就是你们的，损失就要我神皇皇朝一力承当？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黄连月自然不可能答应这种事情，否则即使是以皇朝的底蕴，怕是也会直接被掏空。8大仙宗直接死亡的弟子就有数十万，亲传弟子内门弟子死伤无数，这笔账怎么算得清？怕是把皇朝数万年积累的宝库全部清空，也赔偿不清楚。而且凭什么要他们皇朝承担责任？黄连月早就知道这群人是什么尿性，所以早有准备。何况这一切本就在他计划之中，他最终的目标
针对的还是自家老祖。要怪就怪这些自誉为正道仙宗的家伙太贪婪了。姑姑说的对，你们这些人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我神皇皇朝不在，欢迎你们。另外，老皇主即将出关，要前往魔域带回我朝皇女，你们若是有兴趣，可以一同前往。一名穿着锦衣的白面青年从偏殿走出，他身上的贵气和浓烈的皇朝气韵，在修士眼中就是赤裸裸的免死金牌。这是皇灵天的八世孙，如今神皇皇朝内最有天资的皇太子，但是血脉还是差了黄仙儿一筹。不过他的身份一样贵不可言，是如今皇朝内唯一可以直接面见皇灵天老祖宗的人。吴道，你来的正好，替我送客吧，我有些倦了。黄无道看着风华绝代的女皇姑姑，眼中闪过一丝隐藏的极好的贪婪和忌惮。姑姑你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就好。说着，他一人看向几位身份修为都要高出他的掌教至尊，丝毫不怯场。这自然是他老祖宗皇灵天给他的底气，何况这里是他们神皇皇朝的地盘，谁敢拿他怎么样？转过身的时候，黄连月凤目之中闪过一丝嫌恶。黄灵天和黄无道都是爬在他们皇朝身上吸血的恶魔，他们的那点龌龊心思他早就了然于胸。尤其是这该死的黄无道，居然对自己也有那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他平日里打黄仙儿的主意就罢了，居然连自己也敢妄想，他就不怕被自家老祖宗一巴掌拍死吗？不过也是那老不死的养的一条狗罢了。黄连月很清楚，这胆大包天的侄儿不会有好下场，到时候第一个死的就是他。只是他目前对那老怪物还有一些利用价值罢了。他胆敢对自己和皇女有龌龊想法，已经是取死之道，自己都看得出来，老不死的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黄连月径直离开，不想再掺和。接下来老怪物应该就会出关了，他现在估计有些忌惮，但是他没办法，自己和黄希儿都是他培养多年的补药，是他飞升仙界的唯一希望，所以他肯定会去魔域试探一二，到时候希望他们两败俱伤，那就是自己的机会。一旦自己真正的独掌皇朝，他有办法获得真正的仙皇传承，成就仙人道果，一如万年前的那位女帝祖师姬西瑶白日飞升。黄无道出面代表的是那位无敌老皇主，除非他们也请出背后的老怪物，不然他们已经没什么筹码。走出地宫，玄天罡和雷震萧剑无极几人面面相觑，要不我们到时候也去看看吧？玄天罡试探着说道。离远一点，无尘老道已经有些怕了。可剑无极话比较少，他们的损失其实更加惨重，无数飞剑都被毁了。要知道他们剑修一大半的身家性命都在剑上，很多弟子现在比死了老婆还难受。另一边，黄无极目视着几位前辈离开，他也转身来到皇陵之内。这里据说埋藏了真正的先皇遗骸，是神皇皇朝的根本。皇灵天平日里都在其中闭关守灵，除了皇朝大忌，就连女皇也没办法来到这里，显然其中隐藏着某种秘密。而皇灵天要独享，黄无道是来禀报情况的，眼神淡漠地看着黄无道这位不知道和自己隔了多少代血脉的孙子离开。黄灵天眼中有杀机一闪而逝，他虽然是活了数万年，但是其实胆子不算很大，一直畏首畏尾。一些同时代的道友早就飞升了，要么已经死了，只有他一直苟活着。说不定某些深山老林秘境之中还有几位他的同道。他当年得位本就来路不正，乃是偷袭杀死了女皇，抽出了对方的血脉神魂炼成大丹，这才一举突破了飞升境界，但是也到此为止了。而且缺陷很明显，那就是道果不圆满，大道有缺，而且还有很深的仙魔业障，一般来说是绝对没办法度过飞升大劫的，所以苟活至今。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研究，他又有了新的计划，那就是继续吞噬皇女，而且还是血脉浓度超高的皇女。黄连月本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心性妖孽，面和心不和，从始至终都提防着自己这位老祖宗。黄仙儿本来也是他的备选，但是现在居然也沦陷了进去，这一幕何其相似，本来他也认为万无一失，才放心的让黄希儿前往摘果子，也好缩短自己的等待。一想起魔宗那位后辈居然也突破到了飞升境界，黄灵天就心中一阵惊恐，难道这就是自己的结束吗？怪不得都说天道大劫，躲不过，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要亲自去试探试探。而另一边，阴阳圣宗之内，凌云才刚刚放开师姐，从院落之内走出，凌云有些回味的舔了舔嘴角，更是把手放在鼻尖嗅了嗅，淡淡的奶香味让他有些陶醉。忽然凌云微微眯了眯眼睛，看向了天边的云海，心中有一种预感，黄灵天那个老家伙又出关了吗？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快过来，估计现在还在纠结呢。凌云对那个老不死的有些了解，
对方最是怕死了，小心谨慎到变态的地步。要是自己是他的话，近水楼台先得月，早就想方设法把女皇给那什么了。实在不行下药啊！拖延到现在，反而快让对方成长到足够威胁自己了。他听见自己突破的消息，估计都快吓死了吧，说不定还在想什么自己是他的结束之类的莫名其妙的呢。不过黄希儿对他而言太重要了，所以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就好整以暇，等着他来就是了。曾经他高高在上，对自己不屑一顾，如今自己让他高攀不起，要是弄死了或者打残了他，这老不死的肯定会躲起来。到时候黄连月，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住你。也许你可能在祈祷我们两败俱伤，以坐收渔翁之利，但是你还是太天真了。凌云现在越是回想一些细节，也越是感觉不对劲，总感觉自己被算计了。用最简单的排除法，谁得利最大，谁是最终受益者，谁就是主谋。那么答案也呼之欲出，那就是黄连月那个可恶的女人。但是让凌云没想到的是，对方居然连自己名义上的皇女都丢出来当诱饵，可真是最毒妇人心啊！这样的女人征服起来才有意思啊！凌云现在更加期待了，到时候不把她100遍啊100遍都对不起自己受的苦。凌云对于自身还是很有信心的，如今底蕴或许比不上那些老不死的，但是他胜在年轻啊，血气充足，而且他不怕飞升大劫，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所以凌云现在丝毫不慌，要做的就是等待。凌云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心中也是回顾了一整个过程，确认自己如今的实力是可以直面硬碰硬皇老怪之后，然后径直往师尊云雪姬长老那边去。他被天玄印给直接砸了个结实，可谓是受伤最重，短期之内怕是都没办法动手了。云雪姬一直都是阴阳圣宗的长老，在凌云刚刚加入圣宗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内门长老了，两人之间一开始并没有太多交集，最多算是几面之缘。直到凌云开始崭露头角，更是和宗门内众多弟子开始结怨，被排挤，被各种暗算，但是他都一路杀了出来，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狠辣的性格，也是很快就进入了长老们的视线之中。在最终的内门大比总决赛的时候，凌云更是化身为最大的黑马，直接成为了魁首，拿下了第1名。凌云至今为止还记得那种感觉，那是自己人生最巅峰的高光时刻之一。然后也是凭借着第1名的奖励，凌云直接可以选择1名长老成为师尊。凌云看着众多的大佬都没有太多兴趣，唯独对美艳无比的云雪姬产生了浓厚兴趣。和一群大汉在一起修炼有什么意思？是和美艳师尊在一起修炼才有动力啊！凌云最终直接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选择了实力并不算顶尖的云长老，这也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当时的掌教至尊甚至再三的确认了凌云没有选错，这也是为什么凌云的修为现在如此高深。云雪姬却是有些平常，一身修为反而有些虚浮，甚至后面都是凌云反哺他，给他提供地位、权力、资源。凌云也很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云长老还有1名大弟子凌霜雪也是冷艳无比，让他的修仙之路也是充满了旖旎，没有那么枯燥无味。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心知肚明了，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修道之人，年龄什么的本就是一个数字，身份什么的也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凌云后来又以一己之力镇压整个魔道，掌教至尊都直接被他挑战，甚至直接打出了火气，直接让对方魂飞魄散，生死道消当场，也从此确立了自身的魔尊之威。也许他人生之中唯一的挫败，就是在神通境界的时候被白月光黄连月给出卖了吧。那一次让他被众多正道天骄追杀，要不是血遁大法跑得快，差点就被打死了。那个女人利欲熏心，凌云也是一直记得他对自己的恩赐。来到云雪姬所在的山峰之顶，这里有着一座屹立在云端的大殿，此峰名为云秀峰，乃是圣宗内众多仙脉的12大节点之一，也是护宗大阵的阵眼之一，所以灵气浓郁无比。云雪姬身受重伤，这里自然是疗伤的第一选择。凌云没有打招呼，直接悄无声息地绕过了所有人，出于某种心理，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来了。凌云身形如幽灵一般，在殿内众多花园和阁楼厢房寝宫之间游荡着。不过让他奇怪的是，怎么没有看见他呢？但是对方气息明明就在宫内啊！旋即凌云站在原地，闭目仔细地感受了一番，这才确认了某个方向。作为护法大长老的行宫内部自然是错综复杂，而且有着众多的阵法，所以凌云也没有莽撞，免得惊动弟子引起笑话。循着气息，凌云一路来到了深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之外，这里已经有些偏僻了，
是紫竹林的深处。一阵山风吹来，哗啦啦的竹林倒是让人心情格外的放松。凌云没有敲门，直接身形变化，穿过了木门，来到了屋内。他的气息已经就在眼前了。凌云忽然有一种寻找宝藏的成就感，想着给师尊一个惊喜。凌云并没有出声，然后凌云一下子就瞪大了眼睛。他这是在沐浴吗？凌云看着眼前那不大的白玉砌成的浴池，一层层白纱遍布在四周，轻轻摆动着。池内浓郁的灵力化作了雾气，这是在疗伤，顺便洗浴吗？凌云看明白了，空气中似乎萦绕着某种淡淡的香味，让人不由自主有些燥热。浴池内，雪姬似乎并没有发现他，他静静地靠在边缘，冒着雾气的水面堪堪盖到他胸前。云雪姬的身材之丰盈是凌云见过的最好的，甚至是有些超标了。丰乳肥臀，是极品尤物。凌云不由自主的也是有些口干舌燥了起来。看着前方的场景，凌云不由自主的咽了咽口水。他的长发正如墨一般飘荡在水面上，和雪白的肌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凌云的视力很好，甚至可以看见水露在他白皙娇嫩的肌肤上缓缓滑落。凌云眼神有些火热，呼吸忍不住粗重。他或许是发现了自己吧，因为凌云发现他的呼吸有些起伏，但是两人都没有发出声音，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这也让凌云更加大胆了起来。他肆无忌惮地欣赏着，眼神赤裸裸。来到岸边，凌云看着挂在旁边的黑色的龙纹地兜，他下意识地伸手拿过，入手很是柔软，丝滑丝滑的，冰冰凉，其上纹绣的金色龙纹活灵活现。云儿，你来了呀。云雪姬声音有些轻柔，她其实早就发现有人进来了，一开始还吃了一惊，随后就发现是云儿，自然就放心了下来，所以一直没有出声。有些事情是该有个结果，再拖下去云儿都要飞升上界了。我来看看你。凌云放下手中的龙纹肚嘟，目光有些迷恋地看向浴池方向。现在看见了，所以你要回去了吗？云雪姬的声音似乎有些揶揄。凌云嘴角微微翘起，还没看仔细呢。听闻你受了伤，我这做弟子的心里有些难受，务必要详细的看看伤了哪里。凌云脚步慢慢靠近。哦，为师伤了胸口呢，你要看看吗？凌云吞了吞口水，自然是要的，如此伤势可能只有我来帮你才能痊愈了。那你看看吧。云雪姬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天。随着凌云下水的声音响起，孽徒。凌云没有怜香惜玉，而且云雪姬修为高深，凌云也没有太多顾虑，这可是压抑了几千年的情感。很快池水都干枯了，床也塌了，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几乎都要扶着墙，这段时间可是给他累坏了。不过身在其中的快乐也就只有他才能懂了。云雪姬跟在他身后，脸上娇媚的比桃花还灿烂，哪里还有一丝丝受伤的迹象，完全就是一个刚刚被滋润的幸福小女人一般。她穿着黑色旗袍款式的衣裙，衬托着身形无比妖娆，一头乌黑的秀发盘起来了，多出的发丝随意的飘散在身后。凌云也终于知道了那肚兜穿起来是什么样子了，然后也是激动的又是几百个回合。看着云儿，云雪姬心中满是幸福和满足。你好像有些累了呢，前几天没干好事吧？那个女人是谁？云雪姬自然地握着凌云的手。回禀师尊，那是弟子的道侣。凌云自然是不会说实话，再说了也没有人信啊，说自己把女帝祖师骗下界，然后双修把她修为吸干了，也太骇人听闻了。不过和云雪姬师尊这一次可是实实在在的互补，把云雪姬亏损的本源全部给补了回去。凌云自然是有些劳累的，不过也不算什么，估计休息一天就好了。而其中的美妙滋味让凌云也是无比的痴迷，更多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满足，毕竟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了。然后还有小师妹和师姐，就先等等吧，确实是有些吃不消了，好东西也不能一下子就全部吃完，下次你可别这么莽撞，伤势这么严重。不过你放心吧，那玄天罡死定了。凌云心里已经给玄天罡打上了必死的标签。这不重要，你要小心才是。黄凌天那老家伙应该在路上了吧？云雪姬对于这些事情自然也是清楚，也能有自己的判断，对方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就这样任由事情接过了。黄仙儿是皇朝的脸面。对了，你是不是把皇女吃了？云雪姬揪着凌云的耳朵没好气地说道。怪不得呢，这次就放过你了，下次来我这可不准和别的女人有接触。云雪姬脸上有些幽怨，这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师尊你过来，我说给你听。凌云坏笑着把云雪姬拉过来。
在他娇嫩的耳边喘了口气，让他微微颤抖，脸蛋和耳垂浮现一抹诱人的粉红色，然后才轻声地说着神皇皇朝最大的隐秘。云雪姬本来有些心不在焉，满脑子还是之前的滋味，现在却是有些正色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黄凌天那个老不休的想采捕黄连月和黄仙儿？凌云抱着他点了点头。云雪姬的身材很是丰润柔软，是的，所以我先下手为强，直接把黄凌天那老不死的希望给破灭了。凌云毫无心理负担地说道，尤其是在云雪姬面前，他可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甚至某些方面比他还邪恶。哥，云儿你干得漂亮。云雪姬直接在凌云脸上亲了一口，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唇意。既然已经突破了界限，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扭扭捏捏了，都是魔道巨头大人物，心境早就已经看开了那些世俗的繁文缛节。以后你只能叫我名字，知道了吗？云雪姬伸出一根葱白的手指，在自己嘴边挡住了凌云的进攻。我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我才是掌教至尊，我凭什么听你的？凌云有些霸道的把他的手掌扒开。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才又慢慢的在紫竹林里散步着。你那位道侣不简单吧？云雪姬还是忍不住问道。他也偷偷去看了一眼，那气质太吓人了。不管怎么说，再没有修为，但是气质这种东西是最骗不了人的。过段时间会离开，你们都当他不存在就行了，到时候我会安排好。对了，也别让人打扰到他，他很危险也很重要。凌云拉着云雪姬的手，有些柔软滑嫩。你自己心中有数就好，见云儿不多说。云雪姬也不再多问，这么多年来的心愿终于达成了，她现在心情很好，而且那种感觉比她想象中还要美妙。以后你要经常来看为师哦。云雪姬丰盈性感的嘴唇上带着笑意，眼神有些勾人。我隔三差五来行了吧，只要我在。凌云对此倒是无所谓，先哄着再说，反正女人嘛都一个样，喜欢听好话，自己当然不会如此荒淫无道，还得修炼呢。长生才是唯一的也是最终的追求。从云秀峰离开，凌云也是有些魂不守舍，心里有些空虚，也许是肾虚，自己好像有些太忙了，这种日子以后怎么过啊？还是得找个时间出去，一边找那些人算账，一边去谋划黄连月。然后女帝祖师应该也差不多要重新回归仙界了，到时候自己闭关一段时间，达到瓶颈后就可以外出游历了，寻找合适的世界飞升，那才是自己最终要走的路。如今只不过是小小插曲罢了，当然了，也得感谢黄连月那女人给的压力，不然有些事情还真不太好突破。回想起云雪姬的滋味，凌云也是有些回味无穷。从云秀峰出来，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估计黄凌天那老东西最迟明天就到了，还是先去看看女帝祖师吧。凌云身形化作一缕青烟，准备回自己的寝宫去看看姬西瑶。宗门的那些事务，这么多长老倒是不需要自己操心。姬西瑶本来心里还有些庆幸，因为凌云这个孽畜昨晚没有出现在他面前，本以为他转性了呢，没想到是去吃野味了。果然是卑微的畜生，只有本能欲望。姬西瑶一脸的嫌弃，眼中满是讥讽。凌云最烦的就是他的这种眼神，总感觉自己自尊心都有些受伤了。我不想看见你。姬西瑶没有丝毫给凌云面子的迹象，直接赶人。要不是封印没有解除，他是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而且出去的话，以自己这种虚弱状态，怕是更加危险，碰到什么该死的凡人蝼蚁的话，怕是又是一样的遭遇，而且说不定会更加凄惨。这个卑微的凡人起码还是有个人样，对于底层世界的残酷，姬西瑶可是很清楚的，所以只能是暂时委身于此。我就来看看，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凌云有些苦笑，哼，少来这套，你去做了什么？你心里有数。你身上最少有4个女人的气味，你是发情种猪吗？姬西瑶有些讥讽地说道，说话语气更是刻薄。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很生气，超级生气。这个该死的凡人居然出去乱来，见他居然敢如此奚落自己，凌云也怒了，直接就欺身而上，把姬西瑶压在墙角。你再这样，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可别忘了，你现在可是没办法反抗我，信不信我再来100遍？凌云恶狠狠地说道，脸更是凑得越来越近，两人呼吸交融在一起。姬西瑶有些嫌恶地把脸蛋侧到一边，你敢的话，你就试试吧，我会直接自爆给你看，让这个世界给本帝陪葬吧。姬西瑶昨晚似乎是又沐浴了，身上的香味有些不一样。凌云嗅了嗅，眼神清澈，没有被冲昏头脑。我不信，你舍得你这一身的修为吗？凌云凑到他耳边，姬西瑶只觉得耳垂有些湿润，
身体忍不住一颤。看着姬西瑶的眼眸，凌云知道自己这是在冒险，但是养过宠物的就知道，有一种心理定律叫脱敏反应。简单来说，多来几次就好了，被试探出来的底线就不再是底线了。姬西瑶脸色不由自主地红润了起来。别用你的脏嘴碰我，你说的话和放屁有什么区别？姬西瑶一脸的讥讽，这个该死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她。凌云一把撕开她的长裙，露出白皙的肩膀和锁骨，以及妙不可言的半球。是你先挑衅我的。凌云的呼吸有些粗重，姬西瑶忽然不动了，眼瞳里满是冰冷刺骨的杀意，一股狂暴的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在他体内蠢蠢欲动，似乎随时会苏醒。凌云吓了一跳，咽了咽口水。哎，真的啊。但是他仍然没有起身，这一场较量他还没有输呢。你不敢！凌云死死地盯着姬西瑶的眼睛，从对方的眼眸之中，凌云看不见丝毫情感和欲望，这让凌云心里颤了颤。这不应该啊！他好像在生气。凌云有些莫名其妙，但是紧接着他心中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凌云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了一丝笑容。西瑶，你在吃醋？不会吧，你可是高高在上的女帝，怎么会对我这个凡人吃醋呢？凌云心里有些不敢相信，但是根据他对女人的了解，似乎真的有这个可能。女人就是如此，无论身份地位，她可以不要你，可以羞辱你，可以骂你是蝼蚁，但是你要是转身就和她闺蜜在一起了，会让她怀疑人生的，而且会升起浓浓的嫉妒和恨意。想明白这一层关系之后，凌云忽然感觉心里轻松了不少。虽然他可能只是本能的感到不舒服，也侧面说明了他并不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还有人性和女人的心思差不了多少。姬西瑶眼中的眸光似乎微微一颤，紧接着是更加强大的怒火。你这个卑微的凡人，你不要自作多情，你算什么东西，也值得我吃醋。姬西瑶这一下子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居然一下子就把凌云从自己身上推开了。他微微喘着气，把衣裙往上拉了拉，遮住那颠倒中声势美景。凌云有些可惜的多看了几眼，不过他现在还真有些闲者时间，不然还真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姬西瑶虽然没有经历过男欢女爱，但是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意思，所以一股无名之火一下子就冒了出来，那简直是对自己的亵渎。自己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下贱的情绪？凌云知道西瑶可能是有些恼羞成怒了，顿时也不再多刺激她了。这时候的女人很容易丧失理智，要是真的和自己爆了，就麻烦大了。自己刚刚和云雪姬成就好事，可不能就这样挥挥了。不过他居然真的对自己有占有欲，这是让凌云没想到的。自己的生还概率似乎加大了不少啊。好，可能是我想多了吧。凌云耸了耸肩，刚刚是我冲动了，对不起。真男人就要能屈能伸，现在得以安抚为主。柯基西瑶嗤笑一声，他现在是丝毫不相信这个臭男人嘴里的一个字，满嘴谎言的蝼蚁，卑微的低等生命。我警告你，若是再对我不敬，我就直接死给你看。说完，姬西瑶皱了皱眉，感觉这么说似乎自己有些吃亏。是拉着你一起，所有你在乎的人，整个世界一起陪葬。姬西瑶是那种真正的正儿八经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出生他的父亲就是德高望重的阴阳圣君，是三大圣人之一，和神皇皇朝的第一代女皇齐名。而姬西瑶天赋妖孽不说，容貌身姿也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更是一路顺风顺水的成为了掌教至尊，基本上不和外界的人凡夫俗子接触，留下了众多的传说之后，就飞升上界了。再上界也是因为天资出众，容貌让上界众仙也惊为天人，直接就加入了权势滔天的仙盟，成为核心种子成员被培养，可谓是一路都是顺风顺水，几乎没有任何挫折。比起苦哈哈的凌云，仿佛他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在人情世故和男女情爱之事上一片空白。平日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乃是高高在上的女帝仙王，谁敢在他面前不敬？只是没想到他落入了凡尘，被凌云这泥腿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凌云看着咬牙切齿也依旧容貌娇媚绝美的姬西瑶，心中有些得意。你越是这样，越是说明被自己猜中了心思。正所谓真相才是快刀，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他现在像极了和夫君吵架威胁要上吊的小娘子，不爱我我就死给你看。看着他居然比自己想象中还单纯没有城府，凌云也是不由得有些愧疚，自己好像真的太不是东西了。不过一切都是宿命。你说的都对。凌云有些敷衍地耸了耸肩，但是他这个消极的态度让姬西瑶又有些恼怒。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的话？他微微坐直了身子，凌云此刻也坐在床榻之上，
两人对视一眼，凌云的眼中满是平静，本应太上无情的姬西瑶反而显得有些情绪化了。难不成这真是他的情节？我在听啊，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凌云定了定神，还是把她当小女孩哄吧。而且，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我是卑微的凡人，又怎么可以亵渎高高在上的你呢？凌云说的自己都有些快忍不住了，但是姬西瑶却是很受用。她微微抬着下巴，显得有些傲娇。哼，算你识相。不知为何，看着凌云服软认错，姬西瑶居然感觉心里有些开心。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让姬西瑶皱了皱眉，随即强压下去。紧接着，她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凌云。还有，你能不能别整天满脑子是那些肮脏下流的思想？外边的女人都和你一样吗？姬西瑶话中有话，其实就是不想让她去碰外边的女人，但是又不好明说。凌云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这女人管的还挺多啊，还好不是自己老婆，不然岂不是完蛋？不过似乎可以用这点要挟她。她虽然没有法力，但是脑子里的知识还在吧？自己最近不是正好有个大问题吗？怎么样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别以为你是女帝祖师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凌云淡淡说道，这一副欠揍的模样让姬西瑶咬着嘴唇，又是一阵火气。但是紧接着凌云话锋一转，要我答应也行，你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件事涉及到凌云接下来的布局，但是他又不确定会有什么连锁反应，怕把自己搭进去，所以想问问见多识广的女帝。呵呵，姬西瑶淡漠都看了一眼凌云，凌云懒得搭理他这个模样，这女人高高在上习惯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他自顾自地说道，黄凌天你应该认识吧，那个老家伙会来找我麻烦，我想重创他，但是估计他不会真的和我斗到那种地步，我怕他会跑，但是又没办法逼他和我交手，而且我也怕两败俱伤让人捡便宜，所以我想了个办法，你看看行不行？姬西瑶有些冷漠，但是下意识的还是听进去了，漂亮的眼眸微微闪动。黄凌天那个贪生怕死的他当然认识，见他不搭话，凌云也不管，他又不是聋子，我的飞升大劫不是还没渡吗？我准备在和他交手的时候引动天罚大劫，这样天道应该会把那个老怪物一起笼罩进去，一并清算吧。不过这样的话，天劫会不会因为外力干预直接超级加倍，把我一起劈死吧？凌云问出了心里的疑惑，他可不想不明不白的把自己玩死了。姬西瑶心中一动，这似乎好像是个好办法，但是这个该死的凡人，自己凭什么帮他？我巴不得你早点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姬西瑶一脸讥笑，声音满是戏谑。凌云看着他这副冷漠又娇媚模样，又有些蠢蠢欲动，他就喜欢他这一副高高在上的女神模样。你想干嘛？看着凌云有些炽热的眼神，似乎蠢蠢欲动的样子，姬西瑶谨慎地往后挪了挪身子。凌云咳嗽一声，我这是和你交易，你不是不让我碰外边的野花吗？你告诉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最好有什么秘法之类的传授给我。凌云搓了搓手，眼神有些期待地望着姬西瑶。以他现在的千倍天赋，可以说修炼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修炼新的秘法神通估计也是手到擒来。姬西瑶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凌云，你我不共戴天，我必杀你，挫骨扬灰不能解我心头之恨，你居然让我教你，你是在求我吗？姬西瑶身上的气质在这一刻似乎有些改变，又变回了最初的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帝祖师。凌云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既然自己现在确实是有求于人，那就勉勉强强配合他一下吧。黄凌天那个老东西对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影响太大了，这个拦路石必须搬走，不然还怎么对付黄连月那个臭女人？我求你帮我。凌云一脸正色地说道，能够干涉天劫的秘密等级估计很高，对自己来说也是无价之宝，毕竟自己以后渡劫说不定也能用得上。姬西瑶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下流无耻的凡人居然真的这么听话，这也顿时让他这几日被折磨的心灵受到了一丝丝安慰。他似乎没有察觉自己现在已经被泼了。女帝祖师，你作为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肯定是有无双妙法吧？若是度过这一次劫难，宗门才能真正的转危为安。而且说到这里，凌云顿了顿，而且你也不想我死在别人手里，甚至死在天劫之下，那也太便宜我了，对吧？我宁愿以后被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但是宗门万载基业不能毁于我手。凌云一本正经，信誓旦旦地说道，仿佛心中真的就是这么想的。这一刻，他似乎又成为了那个为了宗门大义甘愿赴死的掌教至尊。姬西瑶看着林老魔脸上的坚决，也是不由得有些恍惚，难不成这才是真正的他？自己一直误会他了吗？紧接着回想起之前的经历，
姬西瑶很快就回过神来，这个该死的大骗子，自己再也不会相信他。不过就这样死了，确实太便宜他了。微微皱着黛眉，姬西瑶陷入了苦恼。凌云见状，心中大喜，似乎真的有戏啊。不管怎么样，我飞升仙界之后，难不成还能逃出你的手掌心吗？难不成你以为我会甘心在下界躲一辈子？凌云有些傲然地说道。我凌云即使是站着死，也绝不会跪着生。凌云一脸大义凛然地说道。姬西瑶袖中的玉手微动了动。你之前说的话可还算数？他望着凌云。什么？凌云没有反应过来。我在的时候不准在外边沾花惹草，弄脏了我的眼睛。姬西瑶故作牵强地解释道。凌云心里已经乐开花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小事情嘛，而且他居然这么在意，这倒是真的有些出乎意料了。而且他似乎真的懂雷法仙术啊，自己要发达了。凌云对雷法可是一种很羡慕的。雷霆之力啊，天地间最至刚至阳的神通力量。大战之中，魔宗弟子之所以死伤惨重，最大的原因就是紫霄宗的雷法，范围大不说，而且威力凶猛。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自然是会遵守诺言。凌云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些脸热，他看了一眼女帝，果然。姬西瑶脸上有些讥讽。我就姑且再信你一次，记住了，我是不想看你死得太轻松，你只能是死在我手里，明白吗？姬西瑶此刻有些霸气。凌云咽了咽口水，现在这种关键时刻，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让我叫妈妈我都愿意啊。明白，还请女帝祖师教我。凌云一脸庄严肃穆地说道。比起仙法传承，七情六欲什么的也得往后稍。我想想，你给我一枚空白玉简。姬西瑶虽然没办法使用法力和神魂力量，但是精神力还在。凌云心中大喜，连忙取出了一块板砖一样的超大号玉简。姬西瑶想了想，对于雷法，自己其实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有一部雷法似乎很契合，是他在一处上古遗迹之中无意中获得的，只是修炼的难度很大，即使是自己也只是会一些皮毛而已。想到这里，姬西瑶忍不住问道，你现在修炼好像也来不及了吧？凌云正翘首以盼，没事的，多一些了解就多一份把握嘛。而且我天资卓越，说不定天赋异禀，一下子就顿悟了呢。凌云有些厚颜无耻地说道。他很有信心，千倍天赋不是开玩笑的，这可不是简单的叠加。凌云感觉自己现在都是另一个层次的物种了。之前他很多瓶颈，这2天都无形之中就全部都参悟了。你这是什么？换一个。姬西瑶见凌云信誓旦旦，也懒得说什么了，反正他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但是这板砖一样大的玉简，丑死了，大容量玉简啊！凌云讪讪笑了笑，见姬西瑶没好气地瞪着自己，又取出一块拇指大小的精品玉简。这可是仙术啊，到了飞升境界，已经初步可以接触仙法了。看着姬西瑶把玉简贴着额头，似乎在刻印着什么，凌云有些紧张地搓了搓手。对方现在没有法力神通，只能这样才能刻陆讯息进去，效率倒是有些慢，不然一念之间就可以大功告成。过了好一会，姬西瑶才有些疲惫地把玉简丢给凌云。本尊有些乏了，你退下吧。他获得的雷法名为九霄雷部正法，乃是正统的雷道仙法，包含了一整个传承和各种雷法神通，甚至还有对雷法的理解阐述，乃是无价之宝。即使是让先帝知道了，估计也会眼馋。凌云如获至宝，紧紧地抓着玉简就要往外走。姬西瑶皱着眉头，这个无耻之徒果然是见利忘义。凌云走到一半才反应过来，转身看向姬西瑶，那你先休息吧，我先去参悟仙法了。说完，凌云毫不犹豫就去往自己的修炼室。姬西瑶看着凌云离开的背影，心中有些莫名，他真的能学会吗？要是学会了的话，对自己来说以后似乎也会有些麻烦呢。雷法的遁速可是不亚于空间穿梭，而且千变万化，拥有各种形态。不过不管怎么样，修为境界差距摆在那里，还是跳不了多高，自己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他。想到这里，姬西瑶微微放心了一些，到时候自己把这边的几个飞升台全部安排人守着，这该死的蝼蚁一出现就会成为自己的阶下囚。姬西瑶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对这个凡人的仇恨似乎有些转变，而凌云此刻却是一脸的震撼。九霄雷部正法居然是完整的正统雷法传承，凌云感觉自己走狗屎运了。本以为是什么秘法之类的小道，没想到西瑶直接丢出来一部传承，真正的雷法传承。众所周知，雷法又分为五雷正法和十雷神术和数之不尽的雷道神通，是万法之首，也是道术之尊，而且妙用无穷。最重要的是还能增加渡劫成功的几率。
凌云盘腿坐在悟道台之上，如饥似渴地开始参悟着其中的奥秘。越是参悟，凌云面上的表情越是震撼，这简直是真正的仙术。本以为阴阳术法就已经够逆天了，这雷法居然和自己的阴阳之道可以互补。雷也是分为阴雷和阳雷的，而且还有天雷、地雷、神雷、五行雷等等各种雷法。阳雷其实就是天雷，对应天地极阳之气，秒杀一切邪祟。阴雷功效看似差不多，但是落了一筹，而且对女性修士更为友好。而自己本就修炼阴阳之道，可以阴阳调和，对于雷道正法里最难的这个门槛，对自己来说就不存在了。凌云喜不自胜，自己的雷道根基先天已成，接下来就是领悟了。这对自己来说更加没有丝毫难度，这无疑是如虎添翼。凌云一下子就沉迷到了修炼之中，对外界的一切都没兴趣了。而黄陵天此刻正在杀来的路上了。正所谓修炼无岁月，时间一下子来到了第二天。阴阳圣宗的弟子这一天一夜都被雷声吵得有些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天地之间的雷灵似乎格外的活跃，时不时就平地一声惊雷，有时候还天雷滚滚，粗壮的雷霆和神龙一般游走在云层之中，让众多弟子都是有些心有余悸。尤其是联想到之前的大战，那一天紫霞宗的雷阵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是在用雷法洗地。姬西瑶在掌教行宫之内，他脸上有些惊奇，虽然法力不在了，但是他的感知和灵觉还是有的。天地之间忽然活跃起来的雷元素让他有些震惊，那个无耻之徒居然真的如此妖孽吗？短短一天时间居然就已经开始登门入室了，这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即使是在仙界，姬西瑶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如此妖孽。他心中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万一他以后跳出了自己的掌控呢？要不自己被解封恢复了部分法力之后，直接用仙气把他拍死算了。但是那样的话，自己也有可能被天道盯上，或许会得不偿失，而且那也让他死得太便宜了吧。姬西瑶皱着眉头有些纠结。修炼室内，凌云一脸的喜悦，他伸出手掌看着在他掌心之中跳跃的一团雷霆，这是最基本的雷法掌心雷。他现在其实并没有如姬西瑶想象中那样登堂入室了，其实也就算是初窥门径，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时间紧迫，所以没有去参悟那些很难的雷法神通，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所以凌云只是让自己了解雷法的一些基本奥义，然后就是提高自己的雷元素亲和度，利用自己本就精通的阴阳之力中和暴躁的雷霆之力，让自己对雷霆产生免疫力亲和力，这才是凌云主要做的事情。那些强大的雷道神通，凌云现在也只能干瞪眼，时间来不及了。到时候只要自己可以稍微影响一下天劫雷罚就可以了，也不求完全忽略自己，起码别针对自己。众所周知，可以修炼雷霆之力的修士总不可能是歪门邪道吧。凌云有些美滋滋地想着，自己这个外界众人口诛笔伐的大魔头居然掌握了雷霆之力，想来不少人都会惊掉下巴。自练了一番后，凌云再次闭目参悟了起来。这一部雷道正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凌云越是领悟，越是感觉博大精深。这不会是仙界的什么雷道天君的传承吧？凌云自认为目前也只是懂了一些皮毛，但是以自己的天赋，假以时日，应该是能登堂入室的。从此就又多了一门杀手锏。时间悄悄流逝，凌云都有些奇怪，黄陵天那个老家伙怎么还没来？看来他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谨慎啊。期间小师妹和师姐他们也来找过凌云，但是见他在闭关后都没有打扰。姬西瑶也生活在掌教寝宫之中，平日里有凌云这位掌教至尊专属的侍女们无微不至地伺候着，这是他之前交代过的事情。云雪姬他们虽然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也不好反对什么，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按照之前的经验，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掌教至尊就玩腻了，自然就不会再留他在圣宗内。凌云不知道的是，在阴阳圣宗万里之外，天玄宗的玄天罡和紫霄宗的雷震霄，以及剑无极等人5位死里逃生的正道仙宗领袖又悄悄溜了过来。而之所以如此大胆，自然是因为他们不远处的另一位穿着华丽龙纹黄袍的青年。这名青年看着很是英俊，背负着双手，一头白发，标准的鹤发童颜，但是眼神阴霾，嘴唇略薄，额骨又有些突出，给人一种眦眦必报，非常阴狠，不好招惹的感觉。几位正道仙宗领袖都是有些畏畏缩缩，在他面前都如同小孩子一般。眼前这位可是神皇皇朝的老祖宗，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同时期的人物要么飞升了，要么早就已经死了，或者也是活死人状态，必死关早就消失在世人眼中。
黄灵天眼睛不大，但是有些狭长，显得有些狡诈阴狠。此刻他眼中满是疑虑，看着远处的阴阳圣宗的驻地，那边怎么有些天雷滚滚呢？圣宗走向魔道这么多年，应该早就和雷法神通老死不相往来才是啊，难不成有什么宝物或者丹药在接受雷劫洗礼？黄灵天看向雷震霄，紫霄宗在曾经可是正道仙宗魁首，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也是有些没落了，毕竟雷法可是很吃天赋的，在当年紫霄宗的老祖宗紫霄真人可是连自己也要退避三舍，黄灵天这是有些高看自己了。当年他哪里是退避三舍，明明是缩头乌龟，被紫霄真人指着鼻子骂，那边是什么情况？可是你们紫霄宗残留的力量。黄灵天声音有些阴郁，而且死气沉沉，一点也不符合他现在的青年形象。他的气血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干枯了，这么多年还能维持身躯不朽，其实是因为黄无道这些年一直在神皇皇朝收集子时出生的少男少女，抽取他们体内的血脉神魂，炼制成血池。黄灵天平日里其实都泡在血池之中，这已经是天怒人怨惨无人道的事情了。若是曝光的话，怕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直接也和阴阳圣宗一样，被打为魔道之中的魔道。雷震霄眯了眯眼睛，仔细感应着天边的雷元素力量，很陌生，和他们紫霄宗不是一个流派，有些像是天生的阳雷，但是其中又似乎还有阴雷，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能这么说吗？显然不能，那会显得自己这位如今硕果仅存的雷法大佬太无能了吧。禀报老祖，那是我们的雷阵残留，和天地交感之下刻印到了虚空之中，所以需要时间消磨。雷震霄想了一套很高大上的说辞，说着他自己都快相信了。玄天罡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雷道友，之前他们被追杀的和丧家之犬一样，他抽空往后看了一眼，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雷属性的力量残留啊，这玩意还有延迟吗？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是玄天罡并没有多话，因为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想在老祖面前出糗。另外三位剑无极和无尘老道元觉大师也是眼观鼻鼻关心，事不关己就不搭话。虽然黄灵天是前辈老祖，但是他们也是身份尊贵，总不能主动低声下气当狗，不然他们自家老祖宗都会气得跳出来。黄灵天在曾经那个逝去的时代可没有什么好名声，十足的小人，看着那边的天雷又消失不见，就和没有出现过一样。黄灵天也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小心谨慎了，在这几位小辈面前有些脸上无光啊。他也是要脸的，哼，你们真是废物，一个区区阴阳魔宗居然让你们几大仙宗全部宰了，刚刚破境的飞升境也不过是婴儿学步，在本座面前和蝼蚁无异，看本座去给你们讨要一个交代。黄灵天背着手，一副前辈高人的模样。玄天罡几人虽然心中有些不喜，莫名其妙被贬低了一顿，但是也不得不低头。前辈教训的是，还请老祖大发神威，让那灵老魔死无葬身之地。无尘老道有些谄媚地说道，请灵天老祖大发神威。几位仙宗领袖对视一眼，也是异口同声的抱拳躬身。黄灵天冷哼一声，心中有些舒爽，这么多年没有出关了，也是有些寂寞了，被这几个仙宗领袖恭维一番，倒是让他想起来了曾经的峥嵘岁月。都随我来吧。说着，黄灵天一身的气势再也不隐藏，冲天的气势搅碎了天上的云层，一行六人转瞬间就来到了圣宗山门之前。如今这里还没有修复，依然是满地的残垣断壁，地面呈现暗红色，那是被鲜血染红的。浓郁的血腥味和怨气让黄灵天有些迷醉的眯了眯眼睛。在血池里泡久了，他就喜欢这种血腥气息。玄天罡往前一步，气沉丹田，大喝道，林老魔，还不快快前来跪迎灵天老祖。雷震霄四人也开始狐假虎威，林老魔，你的死期到了，老夫劝你自刎归天。阴阳圣宗转瞬之间就乱作一团，随后就是无尽的怒火，这群贼子居然敢如此辱骂他们掌教至尊，已经有了取死之道。密室之内，被雷光环绕的凌云也缓缓睁开了眼睛，有刺目的雷霆一闪而逝。阴阳圣宗曾经熄灭的护宗大阵再次亮起，无数的弟子都放下了手边的事情，一脸严肃的抬头看向山门外的那个几位巨头。居然是那位，他出关了，怎么办？掌教至尊抵挡得住吗？神皇皇朝的老祖又来了。上一次凌云把黄连月抓了回来，震惊天下，但是神皇皇朝并没有直接出兵，因为魔宗也不是软柿子，而是唤醒了黄灵天老祖出关，直接强势的来到圣宗山门强行要人，并且对凌云好一顿奚落，还要走了不少赔偿。凌云那一次可谓是有些丢脸丢到家了，虽然外界都认为是他占便宜了，
玩弄到了国色天香的女皇。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彻底得手，对方身上有禁制，会直接燃烧先皇血脉自毁，这本是用来对付皇灵天的手段，现在却是把凌云也难住了。这种亏本买卖，在凌云的一生之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哼，怕什么？掌教至尊现在可也是破镜飞升境界了。我们掌教至尊英明神武，年富力强，那个老怪物肯定不是掌教至尊的对手。也有很多弟子对自家掌教充满了信心。很快，所有的内门弟子、亲传弟子、护法长老们也全部都出现在各个山头，围绕着山门布下了天罗地网。云雪姬和林霜雪也是一脸严肃的位列众人之前。安静，都不要惊慌。林霜雪厉声喝道：掌教至尊一人足以抵挡来犯之敌，大家都做好自己的本分。众多长老开始井然有序地安排弟子，而让所有人翘首以盼的掌教至尊凌云，他此刻却是和女帝姬西瑶在一起。你真的参悟出来了雷法？姬西瑶满眼的不可置信，本以为凌云只是稍微有些领悟，没想到他居然已经入门了，已经彻底领悟了九霄雷部正法的开篇，这可是他都没有达到的地步。他也只是可以粗略了使用一些简单的雷法，但是不是完整的，威力有所欠缺，加上也不是自己的主要修炼路径，没什么用心的缘故，所以至今为止都没有登堂入室。凌云眼中自信满满，没错，我已经学会了，接下来按部就班，我就可以彻底掌握，成为紫霄仙君。凌云毫无顾忌，大大咧咧地说道。他不是没有想过要隐瞒，但是仔细想了想，有些不切实际。首先他等下就要使用出来对付黄灵天那个老不死，而且女帝祖师的直觉和判断力还在道法神通上，他的阅历可不是自己能比的，很难忽悠住对方，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不如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拉一些好感度信任度。姬西瑶美目之前还是有些不敢置信，这才短短时间，对方居然就领悟了即使是在仙界也算得上最顶级的修炼法门。这可不是简单的神通法术，而是完整的传承，可以直接修炼到仙王境界，其珍贵和艰难可见一斑。这个小小凡人居然如此妖孽吗？姬西瑶心中升起了浓浓的警惕心，随后又有些复杂的看着凌云，看来你也不完全是废物，不过蝼蚁就是蝼蚁，去吧，也让我见识一下正统的雷法是何等威力。姬西瑶神色恢复清冷，妖孽又如何？这天下间的妖孽犹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是能飞升仙界的又有几个？然而就算是飞升，也不过是从一口井跳到了另外一口井里，还是坐井观天。即使是自己，不也是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有了如今的道果和地位？雷法而已，并不算是真正的逆天传承，除非掌握真正的天罚神雷，不过那是天罚之力，乃是天道权柄，怕是起码也要仙帝级别才能触碰到。除此之外，空间力量才是公认的最难领悟的力量，功法无双，而且还能跑路，最为难缠。时间法则那就更加别说了，仙界也没有听说过有谁参悟出来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这个卑微的凡人如今却也是具备了在仙界立足的力量了，一旦飞升仙界就脱离了最底层，倒是让他捡便宜了，只是他依然是自己的猎物，不可能逃脱得了自己的手掌心。姬西瑶眼眸闪过一丝厉色，凌云自然不知道女帝祖师这一瞬间就想了这么多，已经是把他重新评估了一遍。他现在心情很好，貌似自从系统来过之后，自己的运气也变好了一样。想到这里，凌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系统面板，除了一个金色的千倍天赋在闪闪发光，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不过他没有注意到的是，那几个字似乎在缓缓流动，似乎有什么变化还没展现出来。那我去会会那几条杂鱼。凌云不再犹豫，身形一闪就出现在了山门外。掌教至尊，恭迎的声音连绵不绝。凌云微微颔首，众多弟子一眼望去数之不尽，天上地下都是密密麻麻，此刻又都聚集到了一起。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弟子还带着伤势，气息也很是虚弱，但是仍然义无反顾地为宗门存亡兴衰而英勇无畏，一个个别都死了亲爹一样。本座还在呢，哪里轮得到你们出来拼命？凌云扫视了一圈之后，声音淡淡的说道，他依然还是简单粗暴的风格，但是很管用。众多弟子都是忍不住轻松了起来。根据往常的经验，只要掌教至尊还在骂人，那就说明情况很乐观，要是掌教至尊不说话了，那就说明真的情况紧急了。几条杂鱼罢了，上次让你们跑了，现在又回来赶着去投胎，本座就出来会会你们。和师姐师妹他们对视一眼，给了一个安心的眼神后，凌云眼中冷芒一闪，一步踏出就来到了护宗大阵之外。林老魔，
还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呢。见到黄老祖还不下跪迎接，别说我们没有给你机会，现在把人交出来，再给出对应的赔偿，以弥补我们的损失，不然你今天就死定了。玄天罡和雷震霄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奚落着凌云。黄凌天的威势可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现在心里很有底气。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黄凌天自己心里都有些没底，这也是信息差。他自己知道自身的情况，哪来的野狗，吵死了。凌云掏了掏耳朵，有些疑惑的四处看了看。雷震霄一脸的愤怒，居然把他们堂堂正道领袖当成野狗，简直是岂有此理。林老魔，少逞口舌之力，你已经死到临头了。玄天罡也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见无极和无尘老道元觉大师三人反而是有些沉默，不能说是不善言辞，主要是他们修炼的道法要维持高冷的人设。哦，原来是你们在叫啊，我还以为是有什么野狗在吠呢。凌云恍然大悟地看向几人，紧接着不等几人说话，凌云浑身气势一变，飞升境界的气息展露出来。这里轮得到你们出来乱吠吗？给我滚！凌云一声厉喝，云层之上居然很配合地响起一声炸雷，让几位正道领袖都是浑身一震。他们似乎是这才想起来，面前的这位可不是什么软柿子，也不再是之前的林老魔了，而是一位飞升境的无敌强者，已经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了。被如此讥讽，脸上都是忍不住一阵青一阵白。但是看着此刻展露出修为气势的凌云，他们都咬着牙不敢再挑衅。黄凌天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但是到了此刻，他再不出来，就自己也要丢了脸面了。打狗还看主人呢，林小友，我劝你不要自误。然而黄凌天一开口，让几位正道掌教的脸色更加阴沉了。玄天罡和雷震霄对视一眼，他妈的，早知道就不来了，就知道这个老家伙没人性不靠谱。有这么说话的吗？下方的众多弟子也是有些忍俊不禁，这让几位正道仙宗的领袖也是心中的怒火如火山熔岩在翻涌，但是又只能强压着，不敢造次。黄凌天可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而且为人最是刻薄无情，要是让他丢了脸，到时候肯定会拿他们开刀。在百万弟子的注视下，凌云如履平地一般在高空缓缓踱步，直至走到了距离黄凌天只有不到1000米，他才停下脚步。这个过程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就怕一不小心就发出什么动静，引发一场巅峰对决。凌云看着黄凌天那张让他有些厌恶的脸，按理来说和你一个时代的，走是走，死的死，该飞升的也早就飞升了，你是怎么苟活下来的呢？像你这样的老东西就别倚老卖老了。凌云不急不缓地说道。见黄凌天脸皮子抖动，他又接着说道，听说你是靠着吃后辈子孙，用活人炼丹才苟活下来的。啧，我看你才是我们的魔道魁首。凌云一脸戏谑地望着黄凌天，这个老东西当年可是仗着修为高给他好一顿奚落，好在自己能屈能伸，加上他可能也有顾虑，两人这才没有大打出手。但是今天怕是事情很难善了。凌云已经准备好了，他今天的底线就是一定要重伤这个老家伙，而旁边那几条杂鱼就看有没有机会，有机会的话顺手的事而已。大胆，当年我念你修炼不易，这才放你一条生路，你如今小有所成，可依然是后学晚辈，你若再执迷不悟，休怪我出手惩治，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黄凌天脸上满是寒霜，而且心里也有些吃惊，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吃活人的？难不成是黄连月那女人说的？他心里有些警觉了起来，不过也还没有到要把他吓跑的地步，毕竟他的修为底蕴在下界来说已经是登峰造极，达到了极限。两个凌云加起来法力都没有他浑厚，若不是气血干枯，肉身腐朽，黄凌天早就跑出来称霸天下了。凌云嘴角浮现一抹冷笑，废话少说，要人我是不可能给的，要赔偿那更是春秋大梦。来人，把黄仙儿带上来。凌云准备进一步刺激一下黄凌天这老家伙，免得他等下直接被吓跑了。随着凌云的声音落下，几位女弟子押解着黄仙儿来到了阵前。众人看去，只见她依然还是如此的美丽，光是容貌身姿已经是冠绝天下，但是娇美的脸蛋上多了一些憔悴，目光之中满是仇恨和苦楚，尤其是在看见凌云之后，更是有些咬牙切齿，娇躯都有些瑟瑟发抖。众人一看这情况，就有些明白了什么，顿时露出了大家都懂的笑容，一些女弟子更是脸色有些发红。林霜雪看了一眼就明白黄希儿纯真已失，顿时皱了皱眉头。不过这也怪不了谁，只是心里隐约有些不悦，但是现在也不是发作的时候。
云雪姬就没有这么的心思。她看了一眼黄希儿，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身材好像没有自己好呢。小师妹更加单纯，她只是有些嫉妒，自己都还没有得到呢，这女人居然插队。作为超级无敌恋爱脑，掌教师兄就是她的天，她的一切。黄凌天脸色铁青，袖袍里的手紧紧地握着拳头，他阴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黄希儿，又怎么会看不出来，自己培养多年的炉鼎已经废了？这肯定是林老魔干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己的飞升之路又断了，自己还有时间去重新等候和培养下一个炉鼎吗？黄凌天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而黄连月那女人从始至终就防着自己，根本没有丝毫机会，甚至他对族人也根本没有感情，没办法威胁他，不然他早就血洗黄连月的亲人了。深吸口气，黄凌天闭上眼睛，心中有些绝望。这就是躲避天劫的代价吗？不过造成了这一切的凌云必须要先付出代价，自己以后说不定还能有别的机会。我要你死！重新睁开眼睛的黄凌天，暗红色的眼眸满是杀意，死死地盯着凌云。凌云嘴角微微一翘，哈哈哈哈，就凭你？不过你把他培养得真好啊，我很喜欢。至于你想让我死，本座倒是有不同的意见。凌云一脸的得意，那副志得意满的模样让黄凌天更加怒火中烧。他的身后浮现一只巨大的火凤虚影，足足有1000米大小，遮天蔽日，威压让下方的护宗大阵都似乎在摇摇欲坠，吓得那些长老弟子连忙加大输出。没想到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有好戏看了。所有弟子都是翘首以盼，从来没想到掌教至尊输了怎么办？输了就大家一起上呗。老东西，来吧，老子野人你很久了。凌云一甩袖袍，发箍直接炸碎，黑发飘舞如魔影，宛如真正的魔头降临。给我死来！黄凌天开始出手了，玄天罡几人也是连忙开始躲避，直接就往后退了上百里，不想被殃及池鱼。谁知道那林老魔会不会抽空给他们来一下？他们还是很谨慎的，这让凌云倒是心里有些犯难了。不过这不影响他计划，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黄凌天这老怪。黄凌天还是有些谨慎，只是隔空使用神通凤炎天灾，只见无数的神火从天而降。但是这只是开胃菜，这种大范围神通用来炸鱼耍酷还行，想要真正的对同境强者造成伤害是痴心妄想。凌云轻而易举就抵挡住了，但是下方的大阵倒是被众多的凤炎燃烧的滋滋作响。黄凌天见状，心里倒是明白了，对方是真的拥有了飞升境界的实力，力量层次已经达到了，不然不可能如此随心所欲抵挡自己的神通。让我来好好教育你怎么尊敬前辈。黄凌天一脸的冷漠，他准备使出自己真正的绝招，最强的单体攻击凤鸣神枪。凌云也是脸色凝重，浑身法力涌动，气势上丝毫不虚。大日黑天指使出了魔道旷世绝学，同样了力量凝聚到极点的神通。与此同时，凌云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天上似乎有雷鸣接连响起。雷震霄抬头看了一眼，心中一动，一个大胆的想法涌现，脸色都吓白了，又悄悄往后退了退。玄天罡见状也是有样学样，他可是知道这家伙看起来最莽撞，其实心思最多了。见无极几人自然也是有样学样，只见一把巨大的火凤神枪凭空出现，带着展翅的仙皇虚影，威势滔天，携着无数的神火，宛如灭世神罚，直接俯冲而下。凌云的大日黑天指神通逆天而行，一根巨大的漆黑手指宛如擎天巨柱，如同古老传说中的不周山，接连天地，冲天而起，直接和火凤神枪对撞在了一起，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鸣之声。下方的护宗大阵摇摇欲坠，下一个瞬间直接就被撕裂了。无尽的狂暴汹涌的余波涌入进来，让无数弟子人仰马翻。还好众多长老们反应快，以自身法力联手又堵上了，但是也是脸上一片后怕。这就是飞升境界的威势吗？恐怖如斯，他们的掌教至尊原来如此强大。凌云心中却是没有多少喜悦，他感觉出来了，自己的力量和黄老怪还是有些差距，毕竟比自己多活了这么多年，这是时间的积累。他现在已经是飞升境巅峰，而自己才初期，甚至是刚刚破境不久，有些虚浮，可以和他斗得有来有回，已经算自己天资妖孽了。但是这又如何呢？自己利用的可是真正的天威。凌云抬头看向天空，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漆黑的云层似乎是忽然出现的，一下子就覆盖了万里山河，无数的劫云涌动，肉眼可见有无数的雷龙在其中游走。黄凌天脸色一变，不对，他这是要渡劫。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但是这样，对方也会被波及啊。虽然早就知道对方还没渡劫，但是黄凌天从来没想过这个可能。修仙者本就逆天而行，谁对于渡劫不是小心又小心，恨不得全副武装？大家都是能躲一天是一天。快住手！你要找死吗？黄凌天这一刻有些惊恐了。对方只是破境非生境之劫，还算是常规，自己可是真正的飞升大劫啊，那是真正的仙人之劫。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准备好，特殊的阵法、宝物、丹药，什么都没有准备，这是要把自己逼到绝路啊！眼见天劫已经成型，黄凌天眼中满是绝望和惊怒。该死啊！你真该死啊！你就不怕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吗？黄凌天有些抓狂的怒吼着，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被锁定了。他本就是躲起来的黑户，按照下界的天地规则大道，几万年前他就应该飞升了，要么就死，要么就一步登天，成为真正的仙人。这种情况在下界其实很常见，但是像他一样苟了这么多年的，还是很稀有的品种。不过躲得越久，压得越狠，天劫来临的时候也就越猛烈。所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修士修为达到之后，都准备充分之后就开始渡劫，不然越到后边风险越大。要是苟个上万年，那几乎就是死劫，威力是正常天劫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根本不可能让你渡过。凌云眼中射出犹如实质一般的光芒，对他来说，现在也是一场豪赌。赌赢了，从此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无冕之王，可以为所欲为。黄雷月到时候也要听自己的，让他趴着他就不敢站着，让他失去所有依仗之后，凌云自然有的是办法收拾他。希望自己的雷法有用吧。凌云的身影不断的攀升，直面雷劫。而下方，黄凌天脸色变了又变，他想跑，但是一升起这个念头，他就发现头顶上方似乎有一股意志已经锁定了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吗？黄凌天目光急剧闪动着，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前辈先贤研究怎么躲过天劫，自然是流传下来了一些方法，但是自己现在已经被锁定了，绝大多数古法都行不通了，只有最后的办法，用替死鬼骗过天道，然后继续苟活。但是那样的话，自己的一半道果都要自爆掉，不然天道规则哪有这么好骗？也就是说，自己要自废武功，从此飞升无望，而且一辈子都要躲躲藏藏。黄凌天看向凌云，目光之中满是杀气，都怪这个孽畜，竟然把自己逼到了如此地步。下方无数人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天穹之上的雷霆，每一道都长达数千米，宛如真正的雷龙。小师妹和林霜雪也没想到凌云又来这么一手，心中都是有些担心了起来。掌教至尊可是没有什么准备啊，之前也没有和他们商量过。云雪姬一脸的担忧，这弟子什么都好，就是胆大包天，居然想出来了用这种办法拉对方一起渡劫，但是他就不怕同归于尽吗？无数弟子也是心中满是惊恐，在辉煌天威之下，没有任何人能保持平静。玄天罡也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你之前是发现了什么吗？他不由得向雷震霄问道。我也是有些怀疑，没想到对方真是不怕死啊。不过这样也好，这一下他们两个必定两败俱伤。雷震霄脸上露出了阴恻恻的笑容，道兄果然高见。吴尘老道眼睛一亮，也明白了什么，这是要渔翁得利啊。哈哈，看着吧。几人对视一眼，都是心中有些快意，对接下来的场面有些期待了起来。凌云心中也是有些忐忑，因为天劫还在不断的增强着。刚刚天劫还在确定着什么，似乎是有些不敢相信下界居然还有这种古老的老不死逃脱了自己的监控，但是现在显然已经彻底的锁定了黄凌天，因为威势一下子翻了10几倍，雷龙也一下子变成了数万米长，更是粗达数百丈，看一眼都能吓死人。凌云也是咽了咽口水，有些心惊胆战，等下就是这种东西来劈自己吗？这谁顶得住啊？宫殿内的姬西瑶也是面色有些严肃，这天劫比起他当年的飞升大劫也强了10几倍啊，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吧。看了一眼逆天型的凌云，姬西瑶不由得有些担心了起来，可别这么轻易就死了啊。无数的弟子更是在心中祈祷了起来。而这里的辉煌天威也是直接惊动了几乎大半个天元界无数的修士，在这一刻都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阴阳圣宗这个方向。这是谁在渡飞升大劫？就连很多隐世不出的老怪物也是被惊动了。黄凌天面色急剧变幻，看着劫云居然还在酝酿增强，他彻底心如死灰，自己根本一击都扛不住啊。咬了咬牙，迅即做出了决定，不然等下就来不及了。凌云有些快意地望着黄凌天，他当然知道对方可能还有手段，但是那种代价
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了。老狗，怎么样？小爷的手段如何？哈哈哈哈，你是不是又要去苟且偷生了？不过这一次你可要躲好了。凌云猖狂地大笑着，让众人也是捏了一把汗。黄凌天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凌云，旋即直接咬碎舌尖，吐出一口精血，血液犹如有生命一般游动着。但是这还不够，他又直接割破手腕，让血液直接流淌而出，很快就在虚空汇聚成一团，慢慢地凝聚成一个模糊的人形。看着这一幕，众人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心中也是有些鄙视了起来。黄凌天无视那些讥讽的目光，活着比什么都好，这只是第一步。紧接着他又直接把自己的神魂用分魂化身之术割裂，这个过程无疑堪比凌迟，让他痛苦的一脸扭曲。但是这还是不够，还要法力，足够的法力去把这个替身支撑起来。黄凌天犹豫了一个呼吸，这才又是对着自己自斩一刀，把所有的修为道基连带着一半的血液和神魂全部都分了一大半出来，注入眼前的血红化身之中。而黄凌天也直接虚弱到了极点，他看了一眼变得灵动起来宛如自己的双胞胎的化身，表情有些遗憾和恳求。辛苦了道友。黄凌天拱了拱手，理应如此。化身点了点头，抬头看向天劫，旋即黄凌天又怨毒地看了一眼凌云，这才头也不回的直接就化作一道遁光，消失在这方天地。他现在是最虚弱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就连破虚境都能对他造成威胁，神皇皇朝肯定是不能回去了。玄天罡几人看了看，直接就追了过去。接下来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林老魔能不能度过天劫，对他们来说都不影响结果。度过了，他们死定了，现在不跑等什么时候？就算没度过，他们几人也没办法拿魔宗怎么样，还不如去追杀黄凌天试试，对方身上肯定有一大堆宝物。凌云冷眼看着黄凌天逃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就是他的大劫了。凌云看向天劫，又看了一眼对面的黄凌天的替死鬼，两人默不作声。凌云开始运转自己的雷法，只见无数的雷光被他牵引而来，围绕着他飞舞着，转眼间化作了一道囚牢。这是第一道屏障，用科学来说相当于是法拉第笼，可以形成一个电磁场。根据导体静电平衡条件，笼体是一个等电位体，其内部电位为0，他的高中3年可不是白读的。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先试试呗，稍微抵挡一下也好。众人都有些不明所以，即使是姬西瑶也不知道凌云想做什么，但是已经来不及想这么多了。只见2道巨大的长达1000丈的雷龙俯冲了下来，凌云这边的似乎要小了1号，但是威力同样不容小觑。看着这毁天灭地的一幕，众人的心都提了起来。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结果不出意料，黄凌天的化身直接就被第一道天劫就给干得灰飞烟灭了，什么都没有剩下，化为了飞灰。凌云呢，一身道袍有些破碎，但是身躯站得笔直，显然是没有什么大碍。众人不由得都是松了口气。掌教至尊无敌，掌教威武，众多弟子开始齐声呐喊了起来。但是凌云还不能放松，接下来还有好几道呢，资质越是妖孽，天劫越是强大。凌云估摸着自己怎么也有5、6道天劫吧。按照记载，女帝祖师当年好像是6道，飞升上界的大劫就没有记载了，那是隐秘。但是凌云低估了自己，不出所料，他的第6道天劫来临了。万丈雷龙直接把他的所有布置和法宝全部击碎了。凌云也是忍不住有些气血翻涌，但是这还没有结束。紧接着第7道，凌云差点光膀子了。然后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下，第8道天劫又落下了，凌云直接被劈进了地底，地面上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但是众人绝望地发现，第9道天劫还在酝酿，无数的弟子都惊恐地想要大叫：掌教至尊威矣！小师妹刘雪琪被林霜雪和云雪姬死死地拉着，不让她去送死。姬西瑶也和众多长老一样，都是一脸的震惊，居然有9道天劫，这个凡人居然如此妖孽吗？即使是自己当年也才6道啊！他有大帝之姿。姬西瑶心脏忍不住剧烈的跳动着，不行，他必须要死，自己绝对不能再等下去了。而坑底的凌云也是直接赤身裸体，还好不是在上方，不然没脸见人了。凌云有些庆幸的看了一眼雄赳赳气昂昂的二弟，这9霄雷步阵法比自己想象中还要牛逼啊，居然把天劫削弱的只有1、2成的威力。凌云注意到似乎还有很多雷霆之力被自己吸收了，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难不成自己还有什么特殊体质没有觉醒吗？他没有发现自己系统面板上的千倍天赋几个字上似乎有金色闪电在游走。随着第9道最强的天劫降临，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1000米宽的大坑，深度更是不知几何，
仿佛直达地狱。天上的劫云也终于有些不甘地消散了，众多的弟子狂热而疯狂地涌出。万众瞩目之下，凌云的身影也缓缓再次出现。他已经重新穿戴整齐，气势更是达到了巅峰极境，比起之前还要强大数倍。所有圣宗弟子，听我号令，随我去踏平神皇皇朝，活捉神皇女皇！凌云淡漠的声音响彻在每个人耳边，所有弟子都兴奋地狂吼着：踏平神皇皇朝，活捉神皇女皇！看着这一幕，黄希儿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神皇皇朝完蛋了。母后，希望你可以平安无事。紧接着，他就被押入了凌云的御座行宫之中。这是一座飞行法器，阴阳圣宗。随着掌教至尊凌云一声令下，无数的弟子犹如蝗虫一般密密麻麻冲天而起。还没开始交战，他们就已经开始兴奋了，仿佛看见了无数的美女和天才地宝在向他们招手。那可是资源富饶的神皇皇朝啊，该有多少好东西啊！虽然灭绝这样一个古老的修仙皇朝有些不现实，其造成的杀戮业障因果之大也无法承受，毕竟那可是上百亿人口的无尽疆域，而且大部分都是普通凡人，他们何其无辜。圣宗之人虽然被冠以魔宗，但是还真不是那种滥杀无辜之人。林老魔怎么说也是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当然了，栗子当先，若是成为了他的绊脚石和仇人，那就是称不上无辜了。凌云是爽了，一声令下，莫敢不从。但是这就苦了那些长老们了，所有的圣宗高层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么多的弟子集体调动，又是大规模的交战，岂能如儿戏一般？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虽然凌云说是直接倾巢而出，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先锋部队罢了，后方还要留守一些弟子看家，然后负责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度。师尊云雪姬和林霜雪师姐都忙得团团转，就连小师妹都忙碌了起来，也就凌云此刻悠哉悠哉的在自己的飞行寝宫之中寻欢作乐。但是他身为掌教至尊，而且又刚刚度过大劫，更是击败了传说中的凌天老祖，现在的威信直逼曾经的女帝祖师，哪怕是凌云让他们现在去送死，估计也有一大批人心甘情愿。这座行宫的层次显然不低，飞行在空中仿佛就像是一座浮空岛一般，也算是配得上凌云的身份了。其中甚至有着3宫6院。此刻行宫之内，凌云正在盘膝而坐，没有人过来打扰，姬夕瑶自然是带在身边，不然凌云也不放心他。但是他被安排在了另外的院落之中，在旁边的偏房之中，一座粉色的床榻之上，黄仙儿正躺在其中。他现在浑身上下都被禁制封印着，别说是法力了，就连动动手指都是奢望。但是显然他的意识是清醒的，因为他那漂亮的大眼睛还有着神采，眼眸虽然有些晦暗，预示着他内心绝望和无助。神皇皇朝的老祖宗居然落败了，而且败得如此凄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如今魔宗大军就要去皇城之中报复，这让他心中如何不焦急不绝望。和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大战比起来，自己现在面临的处境似乎都不算什么了，最多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大不了多被咬几口。黄仙儿已经认命了，既然落入林老魔手中，而且现在又不是第一次了。想到这里，黄仙儿脸色居然有些发红，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那该死的林老魔居然一言不合就夺走了自己的完璧之身，简直是比传言之中还要可恶100倍，毫无人性，就应该天诛地灭。黄仙儿的心念并没有被封锁，疯狂地诅咒着林老魔，而他心中对自己接下来的处境也有些担忧。很明显，等下自己又会被施暴了。房间里很安静，静的黄仙儿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但是他知道那罪该万死的林老魔就在他隔壁，而被他在心里骂了个狗血淋头的凌云，此刻却是在调息和熟悉自己的力量。渡劫之后，他才算是真正的稳定在了这个境界。按照一般人的修炼速度，飞升境界可能起码要3000年才有可能圆满，即使是天才妖孽之中的妖孽，那也要1000年。不过自己1000倍天赋，虽然不能简单的说速度加快1000倍，但是时间应该也会大大缩短。就比如现在，凌云就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稳固住了境界，这已经是很骇人听闻的速度了，说出去能吓死人。不过让凌云感觉有些怪异的是，他感觉自己体内似乎有一股强大而诡异的能量在隐藏着，此刻似乎有些复苏的迹象，难不成是被雷劈了，要变异了？但是偏偏那股力量似乎隐藏得很深，就连自己也没办法感知。或许是飞升境界的特性，但是为什么古籍之上没有相关的记载？凌云有些困惑，他想去问问女帝祖师，不过又有些忌讳，
因为他发现姬夕瑶看他的眼神似乎有些改变。凌云稍微一想，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自己可是度过了史无前例的9道天劫，这是整个天元界都从未有过的壮举，甚至传说都没有过。在修仙界，面对妖孽天才怎么办？要么拉拢，要么就是扼杀啊！而天赋如此妖孽到吓死人的自己，恐怕已经引起了女帝的忌惮，倒是要想想办法，好好安抚一下她的不安，不然她到时候恢复修为之后，虽然不是仙人修为，只是半桶水的破虚境界，但是估计也能有很多强大的手段，甚至可以使用法宝之类的，这对自己来说是很大的威胁。凌云的心中有些烦躁了起来，没想到一切顺利的时候，因为自己天赋太强而出现了信任危机。不过这也并不能影响他接下来的复仇计划。神皇皇朝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也是自己对外发出声音展示自身实力的机会。就拿黄连月那女人开刀，确立自己的无上威势。在修行界击败了对方，自然是要继承对方的财富，甚至是女人，不然大家怎么进步？就在这时，云雪姬的声音响了起来：云儿，你这样匆匆忙忙就发动大战，会不会太草率了？云雪姬内心还是有些担忧。凌云心中一动，看着云雪姬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之中，每一次看见她那傲视群雄的优点和柔弱无骨的腰肢，凌云其实都有些赞美天道，居然创造出来了如此极品的女人。而且心中的那一丝丝念头，更是让凌云每次面对云雪姬的时候都有一种格外的感受，有些温馨，对她可以完全信任，但是又想彻底支配对方的强烈情感。师尊姐姐，你来了。凌云声音似乎有些调皮，让云雪姬脸上浮现一抹恼色。和你说正经事呢，说说你的想法，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有把握吗？云雪姬径直来到凌云对面，带着一阵香风，然后就跪坐在凌云面前，看着凌云有些痴迷的目光。云雪姬心中有些欣喜的同时也有些羞恼，伸出葱白的玉手点了点凌云的额头，这个动作可谓是非常大胆，也就只有他有这个胆子和身份了。凌云咽了咽口水，强忍着心中的悸动，我当然有把握，黄凌天那个老家伙都已经被我打跑了，他现在说不定还在面临玄天罡他们的追杀，肯定也是不敢返回皇朝了。再说了，我现在都已经有了无敌之势，自然是要乘胜追击，一举定鼎乾坤。凌云说着，把手搭在了云雪姬的肩膀上，手掌微微滑动着，薄薄的纱衣很是柔润。云雪姬似乎没有察觉，或者是不在意，她微微皱着黛眉，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放心吧，我都心中有数呢，就是要麻烦你们了。凌云得寸进尺的把手搂住她软软的腰肢，云雪姬脸上浮现一丝娇嗔，别闹，还有很多事情呢。凌云却是不依不饶，直接微微用力把她揽入怀中，温香软玉让凌云有些迷醉。师尊姐姐，我现在火气很大。凌云的声音有些沙哑。云雪姬妹眼如丝，那怎么办？凌云心中浮现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白嫩的耳畔轻轻说了什么，让云雪姬俏脸一下子就红彤彤的，红得如要滴血。她翻了个白眼，有些娇俏，长发扎了起来。殿内，凌云倒吸一口凉气，直冲天灵盖，此处省略3000字。隔壁，黄仙儿俏脸一片通红，那该死的无耻淫贼，居然如此荒淫无道，现在可还是大白天，而且那女人是谁？简直是奸夫淫妇，都是臭不要脸。凌云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悄咪咪把黄仙儿的禁制解开了一点，这样似乎很有意思。黄仙儿感觉到自己忽然能动了，顿时心里一惊，有些不敢置信的动了动手指，发现真的能动了之后，黄仙儿这才明白什么，对林老魔的无耻更加有了深刻的印象。自己能动了又如何？跑得了吗？还是说现在马上自尽，他会让自己死吗？恐怕是自己痴心妄想吧。黄仙儿内心更加绝望了起来，但是隔壁那些动静又让他无比的煎熬。黄仙儿脸上满是纠结，还有羞怒，自己怎么会是那样子的人？这让黄仙儿这位尊贵的皇女有些难以接受。不知道过了多久，云雪姬这才一脸满足的离开。黄仙儿也是有些大汗淋漓，乌黑的发丝都汗湿了，贴在脸颊和锁骨上。凌云披着长袍就来到了他身前，看着他，凌云忍不住又是有些蠢蠢欲动，空气弥漫着旖旎的气息。凌云嘴角浮现一抹戏谑的笑意，你应该能听见我说话吧？你在干嘛呢？忍得这么辛苦吗？要不要叔叔大发慈悲帮帮你？凌云在软榻之上坐下，黄仙儿感觉自己现在简直是没眼见人了，她闭着眼睛，两行清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在白皙潮红的脸蛋上格外的清晰。凌云看着，伸出手
轻轻用指腹擦拭着她的脸颊。她的肌肤很是细腻，犹如羊脂白玉。其实黄仙儿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凌云搞的鬼。刚刚他运转了阴阳合欢圣典，无形之中那种能量磁场就影响到了隔壁的黄仙儿，相当于黄仙儿也背叛进行了这一场游戏。他现在身体虚脱，没有法力，自然是控制不了自己。感受着凌云的触碰，黄仙儿忍不住娇躯一阵颤抖，不知道是心中害怕，还是因为敏感。凌云轻轻把她汗湿的发丝一缕缕收拾到一边，他似乎有些享受这个过程，又用旁边的毛巾准备把香汗淋漓的她擦拭干净，温柔地擦过她的脸蛋、脖颈、锁骨、胸口。事后，凌云闻了闻毛巾，香香的。睁开眼睛看着这一幕的黄仙儿脸上满是复杂，她的呼吸有些粗重。你这个人渣，别装好人了，你想要的话就来吧。黄仙儿咬着嘴唇，眉目之中满是决绝。凌云笑了笑，我看你求之不得呢，我才不要。这话顿时让黄仙儿一下子就炸毛了，她一下子就挣扎着坐了起来，虽然还是无比虚弱，但是仍然瞪着凌云，美目如要喷火。你这该死的大魔头，你休要血口喷人，我才不是那种人呢。黄仙儿终究只是一个小女生，哪里受得了这种羞辱？她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更没有喜欢过别的男人。黄凌天对这个自己特意培养的卢鼎，自然是相当用心，根本不让她接触别的异性，也就是便宜了凌云了。凌云也是被忽然爆发的黄仙儿弄得有些懵，然后有些好笑的把她拉入怀中。你当然不是那种女人，对不起，我说错了。黄仙儿挣扎着要离开，但是又没有力气，反而把披着的纱裙弄滑落了，露出消瘦的香肩和锁骨。凌云看了一眼，并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轻轻抱着她，另一只手轻轻摸着她的后背，就像是哄小朋友一样。黄仙儿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忽然就不想离开了。长时间的压抑、恐惧，加上刚刚的羞愧，情绪的积压之下，她已经快要崩溃了。殊不知，这一切都在凌云的计划之下。黄仙儿心中的委屈一下子就爆发了，呜呜哭了起来，声音很大，让凌云都有些意外，泪水一下子就把她的胸膛都打湿了。凌云都感觉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居然欺负的人家这么委屈。不过要怪就怪你那个后妈吧。凌云刚刚有些心软，又坚硬了起来。而且仔细想想，她似乎也挺可怜的，她的一生似乎都是一个工具人，就像提线木偶被操纵着。从出生开始，因为血脉力量返祖，就被选上为皇女，乃是天选之人，尊贵无比。她的家族也因她而荣耀，但是她也因此而悲剧。她是黄凌天老族选上的卢鼎，是他最为敬重的母皇的替代品，而他自己一生之中都对此毫不知情，就连这一次出征也是被黄凌天和黄连月两人算计了。想着想着，凌云都有些可怜她了，也是一个命苦的姑娘啊。凌云心中叹息一声，也罢，自己就帮帮她吧，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女人了，总不能就这样让她稀里糊涂活着吧。黄希儿哭的是酣畅淋漓，仿佛把所有的委屈和恐惧都发泄了出来，然后她就害羞的不敢抬起头了，实在是太丢脸了，自己居然在这个无耻之徒的怀中大哭，没脸见人了呀。黄希儿心中在尖叫着，小脑袋埋在凌云怀里，怎么也不肯抬头。凌云也不在意，轻轻在他后背滑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可以选择不相信。凌云准备让他知道一些真相。黄希儿肩膀微微颤了颤，没有说话。你知道为什么你被选中吗？为什么会让你这位区区天象境界带领神皇大军来讨伐我吗？其实啊，你被利用了呢。你最敬重的母后，包括凌天老祖，他们都在利用你。凌云的声音很轻，也很温柔，仿佛在讲述着一个遥远的故事。黄希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泪水再一次默默流淌着，无声的哭泣。凌云有些心疼的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所以啊，黄连月是为了对付我，也对付黄凌天，才让你成为导火索。而黄凌天从始至终就把你视为了替代品，当作炉鼎来培养，也是想让你在这一场大战之中获取到足够的气运，然后突破修为，这样他就可以享用了。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我技高一筹，他们如今都输了。你口中的无耻之徒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凌云低头撩起黄希儿的长发，看着她在此刻显得毫无生气的俏脸，心中忍不住有些怜惜。你有自己的判断力，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的选择了吗？凌云轻声问道。黄希儿暗淡的眸子微微闪了闪，她在这一刻心如死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她已经死了，神皇皇朝的皇女，下一任女皇在此刻已经死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命运居然如此的悲惨，一切都是被算计好的。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光芒万丈的自己，居然只是替代品，是老祖的炉鼎，可笑，真是可笑。黄希儿眼眸之中闪过一丝死灰色，他已经有了轻生的念头。你杀了我吧，求你了。黄希儿的声音出奇的平静。凌云微微皱眉，怎么这么脆弱呢？不应该愤怒的去报仇吗？去让他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啊！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凌云计上心来，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不准你死，谁也不能让你死，更加不能欺负你。黄希儿眼眸颤了颤，似乎有一丝丝色彩生机浮现。我去为你讨回公道好不好？凌云捧着他的脸蛋说道。作为一个男人，凌云感觉自己还算是合格的。黄希儿闭上眼睛，心中忽然有些感动，也很矛盾。没想到最终对自己最好的人，自己最后的归宿，竟然是自己恨入骨髓的无耻之徒。他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要了我，就现在，求你了。黄希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主动献上了红唇，这让凌云有些惊喜，又在意料之中。房间内，空气有些幽香。凌云靠在床头，薄薄的毛毯滑落，露出他结实的胸膛，喘息刚平。凌云脸上挂着点满足的笑，眼神却带着几分探究。他瞥了眼身旁的黄希儿，像在猜他下一步会干什么。没开几度，凌云居然没有感受到疲惫，丹田之中仿佛不断的有新的力量在源源不断涌出，似乎还和那股自己掌握不了的力量有关。黄希儿蜷坐在他身旁，纱裙皱得不成样子，肩头露出一片白皙，胡乱穿着的裙摆散乱，纤细的小腿白晃晃的，让人想多看几眼。她长发粘在额头，香汗淋漓，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菱果，透着水润的光泽，让凌云又想上去咬一口。黄希儿低头整理裙子，手指还微微发抖，呼吸还没完全平下来。刚刚是她主动的，可现在安静下来，她心里却乱得像一团麻。刚刚那疯狂所求的女人，真的是自己吗？自己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黄希儿心乱如麻，接二连三的打击，她已经快失去了方寸。但是与此同时，她的内心现在又有些安定，仿佛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咬着下嘴唇，黄希儿有些娇羞地看了一眼凌云，她眼中水汪汪的，让人怜惜。过了一会，凌云看她一直默默不说话，于是撑起身凑过去，低声调笑：小希儿，刚才挺主动啊，累不累？他伸手想碰她肩膀，可手刚伸出去，黄希儿就下意识地偏头躲了下，还瞪了他一眼，眼底水光闪闪，声音有点哑，还有些倔强。你要忘记刚刚的事情。黄希儿现在心里很是复杂，一时半会有些改变不了。她又想靠近这个男人，但是又难以释怀这个男人之前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而这个男人透露的那些血淋淋的真相，让她感觉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如此的孤独，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她嘴上虽然硬，可语气里透着疲惫和迟疑，像耗尽了所有力气。凌云也知道这事情确实有些操蛋，但是他也不着急，反正人都是自己的了，自己家大业大，也不多这一个女人，何况也能让他去制约一下黄连月那疯女人。可怜的黄希儿不知不觉又要成为工具人，但是起码凌云不会真的伤害她，而且还会最大可能的保护她。房间内灵气还在飘荡，混着她身上的淡淡香气，空气里幽香的让人心跳加速。凌云收回手后，索性靠在床头，懒洋洋地看着他。见他低头揉着胳膊，漂亮的黛眉轻皱，像在忍着什么痛处，而且脖颈之间也满是汗水，发丝都粘在一起。他挑眉，从空间戒指里拿了条干净的手帕扔过去，语气带点痞：小希儿，擦擦汗吧，到时候别说我又虐待你，而且你这样看起来有些诱人，我怕等下又忍不住。凌云的声音有些戏谑，手帕落在他腿上，黄希儿愣了下，接过来慢慢擦了擦额头和脖颈，动作有些迟缓，像在想着什么心事。对于凌云话语之中的调戏，他已经免疫了，不在乎了，都已经这样了，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黄希儿擦完淋漓的香汗，又把雪白的肚兜和衣裙穿戴好，这才抬头看了林老魔一眼。他眼底翻涌着乱七八糟的情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着什么。黄希儿咬了咬唇，低声道：林，你说的那些事情没有骗我，对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仿佛很在意这个答案，哪怕他是骗自己的。凌云对这个称呼有些不感冒，但是外界都叫他林老魔，也是让他很无奈。我叫凌云，你可以叫我云。凌云先是说道，然后才认真地看向他的眼睛。我当然没有骗你，那些事情你自己仔细想想，其实都可以印证。黄凌天那个老家伙是什么德行，在天劫之下也暴露无遗。他之所以冒风险过来找我要人，就是因为你是最重要的炉鼎。
凌云的声音宛如恶魔的低低语。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相信你了。黄希儿忍不住嘶声喊道。她紧紧地攥着手帕，指节发白，像在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可说完这话，她又忽然顿住，眼底的怀疑和倔强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茫然。她想起女皇陛下曾经对她说的那些话，这一刻心如刀绞。她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呢？再想想自己如今的处境，自己似乎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她似乎也不像传闻中那样让人讨厌，反而很是温柔，除了某时候。想到这里，刚才腻在一起时那股灵力交融的奇妙感觉又在她心里搅了搅，让她忍不住心里一慌。既然如此，那就彻底一点吧。对方现在的身份更加贵不可言，就连凌天老祖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接下来也马上就要去对皇朝下手了。自己不应该再犹豫了，不然就来不及了。作为皇女，她虽然一直是被呵护在象牙塔之中，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但是她自然也不傻，知道现在到了该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不然刚刚自己的主动算什么？算自己发骚吗？深吸一口气，黄希儿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她抬头直视凌云，低声道：云，从今往后，我会把自己当成你的女人。这话一出，连她自己都愣了下，感觉有些羞耻和不可思议。可说出口后，她反倒平静了点，眼底的复杂化成一股奇异的坚定。做她的女人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她强大、霸道，还护短。黄希儿挪了挪身子，让自己靠得离她近了点，因为身子侧着，她的纱裙滑下去一些，露出白皙的肩头。她的声音轻得像呢喃一语：你赢了，凌云，我不恨你了，但你得对我好点。我也相信你说的那些话，我想报仇，你要帮我，我是你的人了，你会对我好的，对不对？听黄希儿说的这些话，凌云愣住，眼底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嘴角慢慢上扬，笑得有点意味深长。果然还是女人啊！哎，算了，自己就辛苦一点吧。凌云心里有些开心，男人的占有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还有着成就感。毕竟这是竞争对手的皇女啊，不久前还在对自己喊打喊杀，恨不得马上要自己的命，现在却是成为了自己的女人，可以任由自己享用。这世间的造化还真是奇妙啊！所以一切都要靠实力。凌云坐直身子，把她搂住，伸手捏住她圆润又有些尖的下巴，轻轻抬起，让她微微仰着头看着自己，然后低声道：小仙儿，这话可不好随便说，你真想通了。若是背叛我或者欺骗我，那可是很悲惨的呢。他眼神很认真，也有些炽热，手指在他下巴上摩挲了下，触感温润的让他眯起眼。黄仙儿没躲，迎着他的目光坚定的点了点头，柔声道：我想通了，他们都欺负我，我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了。而你是飞升境，我也斗不过你，他们也斗不过你，与其天天跟你对着干，不如这样。顿了顿，黄希儿咬着嘴唇，身体贴近了过来，有些娇羞。只是希望你要对我好点，当然了，我也知道你不会只有我一个，但是我不在乎。我想报仇，你也要帮我，我也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什么都可以。他说到最后，脸红得更厉害，可语气却透着股认命的坦然。他贴着凌云，头轻轻靠在他胸口，黑袍下的体温烫得他心跳乱了下，可他没退缩，反而小声说：别让我后悔。凌云低笑一声，手顺着他后背滑下去，搂住他腰，低头在他耳边吹了口气：行，以后我疼你。他没再多说什么承诺，那没必要，也多此一举，世人皆知他最护短。黄希儿闭上眼，心里还是乱，可那股恨意却真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而这座行宫也依然在天空之上快速地飞行着，距离神皇皇朝已经不远了。但是凌云在那之前还有另一件事要处理。重新穿戴整齐的凌云从黄希儿那里出来之后，直奔女帝祖师姬西瑶那边。去之前还特意去浴池之中洗了个澡，当然是和黄希儿共浴的。解开心结后的黄希儿很是柔情，让凌云很满意。而之所以沐浴，就是不想让自己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自己之前可是答应过西瑶的呢。凌云又准备去哄骗女帝祖师，让她对自己放松警惕之心。你来做什么？姬西瑶看着忽然出现的凌云，有些谨慎地看着他，下意识地一手捂着胸口。每当凌云找过来，姬西瑶都快形成条件反射了，总感觉没好事。凌云见姬西瑶的反应，也是有些无语。你至于吗？好歹我们也算是最亲密的人了，你和防贼一样防着我。林老魔故意想拉近关系，然而姬西瑶才不吃他这一套。没事的话，我不想看见你。姬西瑶的态度似乎忽然又变得冷漠了很多。凌云顿时感觉自己来对了，果然这是看见自己的天赋之后忌惮了起来。
我是来感谢你的，要不是你给我法门神通，我也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击退那个老鬼。凌云满脸真诚，旋即往前走了几步。姬夕瑶看着靠近的凌云，不动声色的后退几步。他可是知道，刚刚得胜归来的人一般都有些疯魔，甚至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事情，以发泄心中的快意和舒缓紧张的情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凌云在来他这里之前就已经发泄过了。哎，你还是不相信我？不过这也没什么，对我来说，每多活一天都是赚到的。只是希望在这之前，你可以让我先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凌云直接走到旁边坐下，拿起上面的灵果就吃了起来，一点也不见外。姬夕瑶看着他，有些不明白对方现在来他这里做什么。你现在不去督战，倒是有闲心。凌云咧嘴笑了笑，那些事情交给师姐他们就行了。过来坐呀，我们聊一聊呗，我看你也挺无聊的。凌云随性地说道。哼，你刚刚去哪了？姬夕瑶轻轻抽了抽鼻子，忽然问道。他闻到了一股花香，刚刚在打坐调息，然后沐浴之后才来你这的，免得你说我臭。凌云坦然地说道。姬夕瑶有些狐疑地看了凌云一眼。那个被你抓过来的公主呢？凌云心中一跳，可别穿帮了啊。她啊，在那边呢，她是人质，到时候有用，所以带着。你修炼到什么程度了？姬夕瑶忽然没头没尾地问道。也就初步掌握了基本的雷法，对于其中的一些神通还不是很熟练。凌云摸了摸头，有些腼腆地说道。姬夕瑶盯着凌云，你的天赋是我见过的人里最强的。见凌云不为所动，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即使是在上界各大仙宗世家的神子传人，也没有你这么妖孽。你居然度过了9重天劫，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见女帝祖师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凌云也收起了嬉皮笑脸，还请祖师教我。姬夕瑶看着凌云，神色有些复杂。若不是他胆大包天侵犯了自己，还真有些舍不得扼杀如此天才妖孽。给他成长的机会的话，将来说不定又是一尊冉冉升起的无敌帝尊，这对整个仙界来说也是一桩盛事，可以极大的缓解仙盟的压力。尤其是现在魔界那边也愈发的猖狂，不断的派出魔兵来仙界打秋风，甚至就连外域边境似乎也有天外邪魔的踪迹显露。想着这些事情，姬夕瑶看向凌云的眼神也有些惋惜。若是真的让他飞升仙界，然后碰到了某些仙尊，说不定还会收他为徒，到时候即使是自己也没办法再明目张胆的对他出手，甚至他的修为可能很快就会追上自己，到时候自己岂不是要一辈子背负着屈辱，甚至他也会变本加厉的折磨自己。见女帝祖师居然用怜悯的眼神看着自己，凌云也是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起来。其实我天赋也就一般，我都修炼几千年了，可能这一次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天劫看走眼了。凌云强行解释道，心里有些不确定了起来。他不会真的要采取什么禁忌手段，冒着风险也要弄死自己吧？本尊不屑说谎，你的天赋让我感到了威胁，所以你必须要死，你明白这一点吗？你可有什么遗言？姬夕瑶一脸冷漠。凌云几乎要跳起来。不会吧，就现在？凌云咽了咽口水，浑身肌肉都紧绷了起来，想要马上跑路。姬夕瑶见他这副模样，心里也是有些报复的快意。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那就吓吓他吧。也可以。姬夕瑶眼眸之中有杀意闪过，凌云心跳不由自主地开始加速。他深吸口气，忽然他看见了姬夕瑶嘴角的笑意。不对，他这是戏弄小爷我呢。他现在都没有法力，神念都没有，怎么可能一击弄死身为非生境的自己？空间戒指都用不了，有法宝也没办法掏出来啊。想明白这一点后，凌云心中大定，居然敢吓唬我，真是好大的胆子，岂不知我凌云更是胆大包天。定了定神，凌云抬头看着女帝祖师，等我忙完这边的事情，要杀要剐都随便你。我知道我在你面前就是蝼蚁，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要我性命，不过现在还是我说了算。凌云双目金芒一闪，看向女帝祖师，敢吓唬我，我凌云岂是这么好忽悠的？凌云直接一把抓住姬夕瑶的手腕，轻轻一带就把她拉入了怀里。姬夕瑶猝不及防之下，似乎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凌云抱了一个满怀。你要做什么？你这孽畜，快放开我！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吗？姬夕瑶有些慌乱地说道。凌云嘿嘿一笑，我不信，要不你试试，你竟然吓唬我，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不知道临死之前的人最疯狂了吗？来啊，你自爆啊！凌云也是豁出去了，他知道现在是心理博弈的时刻，千万不能服软，不能给他反应过来的机会。凌云低头亲了上去，玩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
姬夕瑶呜咽着挣扎着，双手捶打着凌云的胸口，但是没有丝毫用处。他没想到这卑微蝼蚁居然如此丧心病狂，这是真的不要命了吗？随着玉门关被凌云撬开，凌云有些贪婪。房间内，姬夕瑶靠在床边，香汗淋漓，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胸口，脸上有些潮红。但是让凌云感到不安的是，他此刻一脸平静，没有呵斥怒骂，也没有诅咒放狠话。看着此刻的女帝祖师，凌云反而心中有些不得劲了。他知道自己这一次真的突破了某些临界点，也就是说自己作死成功了，死定了，没救了那种。凌云心中有些苦笑，妈的精力太旺盛了，也不太好啊。这一天天的，是不是自己压力太大了？看着异常安静的姬夕瑶，凌云现在也不敢再刺激她了，生怕一不小心就点着了火药桶，到时候怕是整个天元界都会爆炸。他好像是什么仙王，也不知道炸起来有没有那么大的威力。那个，我先走了啊。凌云耸了耸肩，有些心虚。走出几步之后，凌云又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身回来，用旁边的毛毯盖住那玲珑有致的娇躯。从始至终，姬夕瑶都没有说一句话，一个字，甚至看都没有看凌云一眼。要不是他呼出的气息，凌云都怀疑他现在是活死人。刚刚不是很会叫的吗？现在怎么反而没声音了？这种话凌云也就只敢在心里想想，可不敢说出来。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仿佛要把他的容貌刻在脑子里。凌云知道这一眼可能就会是永别了，他要提前跑路了。本来之前留下的后手和安排，现在似乎都不太靠谱了。在弑神匕首的封印解除的一刹那，他怕是就会马上取出仙气，直接弄死自己。一方面自己的惊世天赋吓到他了，另一方面自己刚刚又违背了承诺，并且又欺凌于他，恐怕他不会再相信自己了。起码现在这种情景下是绝对不会了。等神皇皇朝的事情一结束，自己还是提前跑路吧。跑路的方法凌云也想好了。神皇皇朝之内似乎有一座上古时期的传送阵，可以连接到周边的数个世界，据说是如此，具体情况凌云也不是很了解。这是当初和黄连月处对象的时候他告诉凌云的，想来不会骗人，那时候两人的感情还可以。这也是为什么凌云非得抓着神皇皇朝不放，立马就火急火燎的兵临城下的原因。他怕出现什么变故，自己也好有时间想别的办法。反正自己是绝对不能等到女帝祖师解封的那天，反正我迟早是要死在你手里的，你也别生气了，我走了。凌云说完这句话后不再停留。凌云走了好一会，姬夕瑶才微微动了动，她缓缓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凌云不知道的是，他真的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姬夕瑶刚刚差一点点就要引爆仙脉了，要不是凌云那时候忽然换了个姿势，打断了他的思绪，凌云就要当场化作飞灰了。只能说他运气好，凌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直接就离开了浮空岛行宫，一个人朝着感知中的气息追了下去。凌云要去找黄凌天，不把他解决了，凌云也不放心离开。毕竟师尊师姐小师妹他们恐怕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要在下界。本来凌云还没有想这么多，但是既然自己的天赋让女帝祖师都感到害怕，想来自己以后也是有机会下界的，到时候就可以帮他们一起飞升，继续和自己没羞没臊。所以凌云要把黄凌天先解决了，到时候自己的离开也是悄无声息，不会让人知道，能瞒多久是多久。女帝祖师总不会拿自己曾经的宗门撒气，所以凌云倒是不担心这一点。而且再怎么说也是上仙，不至于这么小家子气。凌云速度极快，转瞬间就飞了数十万里，尤其是在领悟了雷法之后，凌云的速度更加快到了极限，如同闪电一般。在无尽海的一座巨型海岛的上空，玄天罡和雷震霄一行5人正悬浮在半空。那老怪物真的在这里吗？玄天罡有些狐疑地问道。我有一门万里追踪的秘法。无尘老道信誓旦旦地说道。话说我们5人联手对付自斩修为的凌天老怪，应该不会有问题吧？雷震霄有些谨慎地问道。当然不会有问题，他要是有底气就不会直接逃遁了，他连神皇皇朝都不敢回去，还不明白吗？剑无极对此倒是看得很明白。也对，那我们上去分开找找吧，感知到异常之后不要轻举妄动，先联络，我们一起动手，可别想着吃独食，小心没命。理当如此。玄机5人分开行动。这虽然是一座海岛，但是其实也相当于一块很大的陆地了。在无尽海域，这种海岛数不胜数，其上也有着国度和众多的修士，他们自成一派，除了贸易通商之外，和内陆的仙宗门派基本上没什么来往。5人的进入就和几滴水滴入大海一样，没有引起丝毫波澜。
而在他们离开不久后，一道电光闪过，凌云的身影忽然出现，微微闭着眼睛。凌云感知着什么？他们几位也在吗？倒是有些胆量，居然赶来狩猎凌天老怪。不过倒是方便了我，到时候一并解决吧。凌云心中已经有了计划，自己不像是他们无头苍蝇一样，他已经感知到了黄凌天具体的位置，到时候先解决了他，然后守株待兔就行了。凌云低头看向下方，这座岛屿规模倒是挺大，想来也是海外知名仙岛，作为埋骨之地也不算辱没他们。凌云的身影转瞬间就消失不见，让刚要过来盘问的一队巡逻队和见了鬼一样。刚刚那人的修为怕是最起码也是神通境界的前辈吧，说不定还是天象大佬。还好我们刚刚速度慢，不然冲撞了前辈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是啊，听说最近内陆那边都不平静，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九大仙宗围剿阴阳魔宗，被反杀无数弟子。那魔尊灵老魔真就如此厉害吗？一位小兄弟有些不敢置信。可不是嘛，他现在应该算是天下无敌了吧？我听那边的亲戚说，他还把那位女皇的养女给收了呢。啧，奇人之福呀！小队长模样的年轻人满眼的憧憬，丝毫不知刚刚擦肩而过的就是他们口中天下无敌的主角，在岛屿内的一处秘境之中。这是黄凌天曾经年轻的时候前来历练之时无意中发现的洞府，是一处上好的洞天福地，而且其中当时还有着一具作画的枯骨，乃是破虚境界的前辈。黄凌天那时候也不过是神通境界，面对这样的前辈传承和宝物，自然是欣喜若狂。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位同道师兄弟，不过最终只有他一人活着走了出去，而这里也成为了黄凌天狡兔三窟的其中一处隐秘藏身之地。正盘膝打坐调息的黄凌天忽然睁开了眼睛，脸上闪过一丝狰狞和惊恐。就在刚刚，他布置的禁制被触动了，有人进来了。该死的，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吗？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会是谁呢？若是那几位小辈还好，最多有些棘手，若是林老魔，想到这个可能，黄凌天内心就一阵恐惧。他现在都想不通，对方是怎么在那样的天劫之下活下来的。一股强大的气息直接冲着自己这个方向而来。不等他做出准备，凌云的身影居然出现在他面前。哟，好久不见啊，老东西还挺会躲的吗？凌云的有些戏谑的声音响起。黄凌天身体抖了抖，体内法力都紊乱了起来。最可怕的情况发生了，他是怎么这么快就找过来的？自己明明一路都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痕迹，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接下来怎么活下去才是关键。其实他心中已经绝望了，但是不是一试赌一赌，怎么知道呢？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黄凌天没有废话。凌云有些讥讽地望着黄凌天，你当时不是很狂吗？现在呢，怎么和死狗一般？你求我啊，求我，我就放过你。凌云双手抱胸，好整以暇地望着黄凌天，丝毫不担心他反扑。两人现在的修为实力是云泥之别。黄凌天深吸口气，紧紧地握着拳头，双目如要喷火。士可杀不可辱，同为道友，你何至于此？哈哈哈哈！凌云哈哈大笑，你这苟且偷生之人，你也配做我的道友？你黄家那么多的无辜冤魂答应吗？废话少说，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凌云身上的气势已经无形之中把黄凌天锁定了，但是他不着急动手，想要榨干他最后的价值。黄凌天目光闪动，我知道你想对付黄连月，但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得手，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得手？哼，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不劳你一个死人操心了。凌云不为所动，老东西，我再给你最后3息，若是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你就去死吧。1，凌云伸出一个手指数道。黄凌天内心剧烈挣扎着，他知道对方这是在恐吓他，自己大概率还是要死的。但是他苟且偷生这么多年，为此甚至杀了不知道多少血脉后裔，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去？2，我有对付黄连月的办法。眼看凌云的气势越来越强，强大的法力波动已经笼罩了整个洞天，黄凌天终于崩溃了。哦，说说看。凌云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对方和黄连月互相算计了这么多年，自然是会掌握一些信息，虽然起不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筹码。魔尊大人，若是我说了，你会放我离开吗？我保证从此以后都不会返回内陆。黄凌天有些卑微讨好的看着凌云这位晚辈。凌云心中有些快意，那要看你的信息值什么价了，你这样的老狗，放你一条狗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凌云云淡风轻的说道。黄凌天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破防了，把自己掌握的一些信息全部告知给了凌云。对黄连月的布置，神皇皇朝内的一些传承隐秘，先皇传说的故事，凌云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全部消息。
陵墓之内也确实是有一座远古传送大阵，但是好像出了问题，没办法使用了。黄灵天早就研究过，不然他早就通过那里跑路了。这让凌云有些失望，但是不去看看情况，他也不甘心。这是目前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办法了。好了，你可以去死了，林老魔，你言而无信，你不得好死！黄灵天惊恐的后退，嘶声诅咒着。凌云目光冰冷，诅咒有用的话，他早死100遍了。他直接使出了刚学的绝招，正好尝试一下九霄雷法的威力。只见在黄灵天的瞳孔内，一道巨大的100丈雷光忽然凭空出现。他终于死而瞑目了。原来他会雷道大神通，怪不得。凌云看着化作飞灰，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黄灵天，眼中没有丝毫波动。以对方现在的状态，自己对付他要是还大费周章的话，岂不是白破镜飞升了？不过这雷法的威力还真是不错，至刚至阳，猛烈无比。挥手收起地上的几枚储物戒指，以对方的身份，其中怕是有不少好东西，到时候再看吧。凌云盘膝坐在原地，等候着那几位仙宗领袖过来自投罗网。外界，玄天罡和雷震霄、剑无极以及元觉大师无尘老道5人汇聚在了一起。确定是在里边了吗？我的定天罗盘不可能出错。无尘老道看着手中古朴的罗盘说道。好，我用破戒缩来破开禁制。玄天罡取出一把缩形的法宝，在他的法力催动下，隐藏门户的禁制几个呼吸之间就被破解了。雷震霄有些羡慕地看了一眼那个缩形法宝，这玩意打家劫舍必备啊！走吧。一行5人信心满满，带着对宝藏和黄灵天收藏的期待，步入了洞天福地之中。这里好像是一处洞府啊！黄灵天那老东西真会躲。几人大大咧咧的，丝毫不担心惊动黄灵天他们。现在5人在一起，即使是飞升境界的追杀都能脱身，何况是自斩修为的黄灵天，他现在连破虚都不如。你们来了。然后他们嘴上的笑容僵硬了。林老魔，你怎么在这里？玄天罡和雷震霄被吓出了冷汗，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剑无极和无尘老道他们一看情况不好，直接就开始跑路。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我等你们多时了，本座送你们下去陪那老不死的吧。凌云看着飞遁的几人，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在这里这么久，怎么可能会没有丝毫布置呢？随着他意念一动，只见一座巨大的雷阵凭空浮现。糟糕了，是雷阵！好强大的九霄神雷！魔尊大人，求放过我们，我愿意献出所有宝物。除了剑无极这位剑修，几人都慌了神，连忙惊惧的求饶。但是凌云哪里会留下隐患？万一他们以后去欺负师尊小师妹，他们怎么办？所以他们死定了。只见众多的九霄神雷凭空出现，在雷阵之中还有着无数细小的雷霆化做了雷道领域，转瞬间就形成了雷霆之海。几人手段尽出，各种法宝层出不穷，但是都于事无补，转瞬之间就全部被劈成了飞灰。凌云冷眼看着这一切，之所以布下雷阵，就是怕他们又逃跑，自己还真不太好追。不过这雷阵的威力比他想象中还厉害，就是对灵石的消耗也比较大，这一下子烧了他300万极品灵石。但是一想到是对付了5位破虚境界的仙宗领袖，似乎也不算贵。凌云收起散落在地上的10几枚空间戒指和没有损坏的法宝，一枚大印，一个罗盘，一把伏魔剑，一只紫金钵盂等等，这可都是雷劈不坏的好东西，凌云不会浪费的。处理完了这几位心腹大患之后，凌云也是松了口气，感知了一下自己的行宫似乎距离神皇皇朝也不远了。凌云顿时不再犹豫，身形一闪而逝，他要去拿下黄连月那女人，不收拾她100遍自己就不姓林。而在皇宫之内的黄连月，在黄灵天死了的那一瞬间，他就知道了。他有些震惊，也有些意外。曾经的云哥哥，他已经成长到了如此地步吗？本以为会两败俱伤，然后他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这种局面是他也没有想到的。不过压在自己头顶上的大山终于消散了，黄连月绝美的脸上浮现一抹释然。终究是棋差一招，他的魔宗大军也快到了吧？他会怎么对待自己呢？自己曾经辜负了他，背叛了他，他肯定很恨自己吧。但是他更加想得到自己凌辱自己。黄连月微仪美艳的俏脸上浮现一抹坚决，绝对不能让他夺走自己的先皇之力，那是自己成仙的希望，只要保留自己的完璧之身。除此之外，别的任何要求都可以答应他，哪怕是那些最羞耻最卑微的讨好。在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册，居然是春宫图，彩色的。他要学习知识，为了讨好林老魔这个前男友，用各种妙法让他满意。为了成仙，黄连月愿意付出一切，包括尊严。九霄雷部正法里有一门遁术，一般遁术
又分5行：金木水火土，比如水遁土遁等，但是又哪里比得上雷霆的速度？凌云的速度极快，他感觉即使是自己使用天魔解体血遁大法，也快不到哪去了。凌云重新追上浮空岛行宫的时候，此刻距离神皇皇朝的祖庭皇宫已经没多远了，但是阴阳圣宗的弟子大部队此刻也被抛在了后边，连绵不绝的弟子们宛如一条长龙，各色剑光和法力交织，所过之处遇见的修仙世家无不是庇护不出，就怕惊扰到了这一支100万大军。和曾经的9大仙宗围剿魔宗一样，凌云此刻也没有隐藏行踪，玩的就是堂堂正正的以势压人。魔宗怎么了？我们魔宗也没滥杀无辜。此刻所有的圣宗弟子都是一脸的兴奋，部分有师兄师姐死于之前战役的，眼中满是嗜血的红芒。回到行宫内，凌云路过女帝祖师所在的院落之时，脚步顿了顿，悄咪咪地放出神识看了一眼，凌云的心也是渐渐地沉入了谷底。只见女帝祖师姬西瑶还是宛如雕塑一般，身上还是盖着他给的毛毯，他怎么也出去了有2-3个时辰吧，他竟然一直都没有动，这分明情绪已经陷入了崩溃，心神已经失守，现在就犹如紧绷着的弦，随时都有可能会崩断，然后天崩地裂。凌云有些懊恼了起来，自己没事去惹他干什么？果然古人诚不欺我，色字头上一把刀啊！本来自己怎么也能再潇洒一段时间，最好的情况下甚至还能在这边修炼到飞升巅峰境界，然后再去寻找其他的世界渡劫飞升。凌云想去打个招呼，但是又感觉他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人估计就是自己吧。若是自己出现在他面前，又刺激到了，然后砰的一声直接炸了，那自己死得多冤枉啊！凌云现在已经慢慢的体验到了千倍天赋的好处，自己现在的底蕴根基妥妥的是未来的帝尊大佬啊，可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他可不敢赌那见鬼的系统会又让自己重生。想了想，凌云对着前面的几位侍女招了招手，能被招募到他的行宫之内，这些女孩自然都是个顶个的漂亮，修为资质这些也都还算尚可。掌教至尊，几位穿着宫装长裙的女子见凌云招手，连忙小跑着过来。若是掌教大人有什么歪心思就好了，岂不是一步登天？他们本就是都有些门路，可能还是某位大长老的亲戚。几位姑娘脸上有些红润，眼如秋水，看向凌云的眼神都要拉丝了。嗨嗨！凌云看着他们这一副水汪汪的任君采摘的模样，就有些头疼。这群女人关系都比较复杂，说不定就是某个长老的孙女之类的。一般情况下，凌云也懒得去碰，免得惹上一些破事，就和公司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禁止谈恋爱一样。再说了，他都有小师妹和师姐师尊他们了，又何必再招惹这些庸脂俗粉？掌教夫人她现在有些心情不好，你们去伺候她沐浴更衣，记住了，要恭敬一些，温柔一些，就像是对待本座一样。凌云再三叮嘱道。几女都有些失望，但是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心底对那位忽然出现的掌教夫人有些羡慕。看着几女离开去往女帝祖师那边，凌云没有着急走，而是看着他们的出现让姬西瑶回过神来，然后伺候着她去沐浴更衣，凌云才松了口气，起码暂时不会来弄死自己了。但是他的滋味是真的好呀，可惜了，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估计是在仙界了。凌云现在反正是不敢去作死了，他逃还来不及，没有回自己房间的打算。黄仙儿现在还在里边呢。来到浮空岛行宫最高的一座山峰之上，凌云举目望去，以他的目力已经隐约看见前方一座巨大的山脉，从高空俯瞰下去，宛如一头展翅高飞的火凤。无数金碧辉煌的宫殿密密麻麻，外边的城楼更是数不胜数，一道巨大的城墙边关屹立在边界。但是对于仙宗大战这种东西就只能是摆设了，也就平日里防一些野兽和老百姓。不知不觉浮空岛已经进入了神皇皇朝的祖庭范围之内，大军都被甩到了后边。但是这可是掌教至尊魔尊大人的行宫，所以自然是有这个底气。下方皇城之外，无数的皇朝修士大军仰望着上方的岛屿，脸色都有些惊恐，但是他们依然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战矛。作为神皇皇朝的修士大军，他们有着自己的军团称号，火凤卫，还有最高级别的先皇卫。其实他们的实力，尤其是军团作战，足可以碾压各大仙宗，尤其是在之前还有黄灵天老祖在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天元界内最强大的势力了。即使是阴阳圣宗也比不上，毕竟神皇皇朝的疆土实在是太大了，人口数百亿，诞生修炼天才的概率再小，哪怕是大多数天才都被各大仙宗世家挖走了，愿意报效皇朝的天骄也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巨大的浮空岛
遮天蔽日。他在外界其实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黑天行宫。因为一旦这座行宫出现，也就意味着魔宗的大魔头出现了，也就意味着天黑了。黑天行宫缓缓下落，直至漂浮在离地千米的虚空中。行宫下方乃至对面，都是神皇皇朝的大军组成的人墙。他们或骑着四蹄踏火的天马，或者手持斩魔剑飞行在空中，统一都穿着赤红色的战甲，组成了高高的人墙。哪怕明知不敌，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退后，因为后边就是他们的家人和万众敬仰的女皇陛下。请止步！前方神皇将遇，神魔进行。一位破虚境界的大将踏前一步，中气十足地喊道：前方神皇将遇，神魔进行。无数的神皇大军异口同声地喊道，气冲云霄，天上的云层都直接被这冲天而起的气势撕碎。但是黑天行宫丝毫没有停滞的意思，依旧在缓慢但是坚定地往前压去。没错，就是碾压而去。巨大的浮空岛屿在百万神皇大军面前也显得有些渺小，但是他的气势是如此的伟岸，让人忍不住心神震动。一股飞升境界的强大气息再也没有丝毫掩饰，直接和神皇大军分庭抗礼。最前方的几位将领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武器，手心都开始冒汗了。直到现在，直面这位如今的天下第一大魔，他们才知道需要多么强大的勇气。怪不得9大仙宗需要联手才有这个胆量，但是也铩羽而归。黑天行宫最高处的点将台上，屹立着数十位人影。凌云一袭黑金魔袍，长发肆意飞舞，气势滔天。就连在他身后的众多护法长老也想不由得捏了把汗。好在这魔焰滔天的男人是他们这一方的，不然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云雪姬在人群之中看着此刻的云儿，盈盈美目，异彩连连。想起不久前两人还缠绵在一起，不由得小腹都有些燥热，脸色忍不住一红。旁边的林霜雪纷纷感受到了什么奇怪的气息，她有些狐疑地看了一眼师尊，又看了一眼掌教师弟，心中有些奇怪。最近他总觉得师尊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尤其是师尊怎么容光焕发了起来，那面若桃花的模样让他都有些羡慕了起来。一旁的小师妹也和他一样的想法，但是小师妹流血起水汪汪的眼睛转了转，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脸上一红，她咬着嘴唇哼唧一声，恨恨地看了一眼掌教师兄的背影，居然偷偷摸摸和师尊做出了那种事情。刘雪琪心中有些吃醋，但是又不好发作，只能是心中发誓，以后一定要榨干掌教师兄。明明是他先表白心意的，一直以来都是他先的好吗？结果看这种情况，似乎自己要最后了啊。刘雪琪又看了一眼霜雪师姐，心中一动，自己要是和师姐一起的话，肯定可以让掌教师兄招架不住吧。这个大胆的想法一冒出来，就在他心里扎根了。偷偷看了一眼冷若冰霜的师姐，刘雪琪也是有些叛逆了，到时候和自己一起跟随师兄，看你还怎么高冷。小师妹有些期待了起来，也不管师兄是不是金刚不坏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凌云莫名其妙有些想打喷嚏，谁又在惦记我？掌教大人，我们的大军还要半刻钟就可以全部到达。林霜雪上前几步来到凌云身边说道，他作为督军大长老，刑罚大长老自然是知道这些情况。没事，我谅他们也不敢动手，等弟子们都到了再发起总攻吧。凌云背着手淡淡说道。作为掌教至尊，凌云其实还算是很称职的，尤其是护短。其实说起来，他们阴阳圣宗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或者是走投无路的少年，如同当年的凌云。毕竟没有人天生就想和臭名昭著的魔宗打交道。当然了，圣宗隶属的皇朝里也能提供不少好苗子，这一部分是属于基本盘，一般也没有太大惊喜。那些真正的天骄妖孽往往是底层出身，一步一步慢慢爬上来的。通常他们成长的道路上还伴随着各种机缘，身上都有着一些秘密，而这种天才就是各大仙宗世家都抢着要的。这种气运之子的加入，无形之中也能壮大宗门气运。然而福祸相依，这种天骄弟子的身上一般也有种因果和麻烦，甚至会引来觊觎，从而导致一些力的纷争。凌云曾经就是这样的天骄妖孽，被各大仙宗的圣子亲传弟子所嫉妒，随着打了小的又来老的，然后老祖出关，恩怨也是越来越深。但是这些不过都是借口罢了，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他身上的修行秘密和宝物。作为从底层爬上来的凌云，自然是知道弟子们的不容易，所以特意给他们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同时这也是他们的机缘。毕竟杀人放火金腰带，之前的9大仙宗围剿虽然赢了，但是圣宗也死伤无数，其中自然是有很多弟子的亲朋好友，甚至是挚爱的道侣。
他们心中压抑着怒火和悲痛。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时间长了，怕是道心就会出问题，容易走极端。到时候圣宗恐怕就会变成真正的魔宗了，那并不是凌云希望看见的，这也是他的心血和根基。要不是念想到这些，以凌云现在的境界，大可以直接单枪匹马的杀进去。这天底下又有谁挡得住他？随着到来的圣宗弟子越来越多，他们汇聚在一起，充满仇恨的目光看向对面的神皇大军。如今他们也知道，其实神皇皇朝就是主谋，是串联几大仙宗的主使。这一笔仇恨理所当然大部分被算到了神皇皇朝的头上。都到齐了吗？凌云轻声问道。已经全部到齐，去除养伤和留守宗门的，共计76万弟子。林霜雪在一旁禀报道。凌云微微点了点头，到他表演了。凌云微微抬头看了一眼万里无云的天空，在他的眼瞳之内似乎有紫色的闪电一闪而逝，紧接着平地起惊雷，天地间忽然响起一声炸雷，一道巨大的宽达100丈的九霄神雷凭空出现，在两军对峙的空地之间劈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大地震动，所有人都震惊莫名。紧接着他们还来不及反应，凌云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外界，他屹立于虚空之上，正处于那道深坑上方，周身似乎还有着漆黑的闪电和魔云环绕着，虚空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仿佛空间都承受不住要裂开。这是他刚刚琢磨出来的运用方式，充满了光污染和雷电特效。凌云感觉很炫酷，这才符合本座的气质嘛。正所谓人是铁壁是钢，一天不装饿得慌。在场除了双方阵营的大军之外，周边还密密麻麻站满了看热闹的修士。看着此刻犹如魔神下凡的凌云，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果然是传闻中的大魔王，看那漆黑的闪电，这是什么魔道大神通，居然可以操控雷霆之力。只是他一个人的气势就足以镇压100万修士大军，这就是飞升境界的威势吗？还是说这是独属于魔宗至尊的强大？不然之前记载的那些飞升境界似乎也没有这么威风啊。比如黄灵天老祖。凌云的气息不再掩饰，气机直接和天地相接，这一刻仿佛他就是天，代表了天地意志。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看向凌云，心中震撼，满是敬畏。凌云环视一圈，眼神带着淡漠。本座是来要一个交代的，闲杂人等还请退远一点，免得惹祸上身。话音落下，众多的仙宗世家，甚至包括那些魔道修士，都是呼啦啦一下子后退了上百里。能来到这里的自然都不会是等闲之辈，所以也是还能观察到前方的景象。凌云清轻易挥手，只见他身前浮现一排的法宝，那是在场众人都是心神俱震，那都是正道仙宗那几位掌教领袖的本命法宝。所有让都瞳孔一缩，不敢置信。还有那是黄灵天老祖的身份令牌。仙皇皇朝内也是一片哗然，这代表着什么？众人心里都清楚。果然，凌云宣布了自己的战果。玄天罡、雷震霄、道无尘、剑无极、元觉大师，黄灵天那老贼已经全部在本座手下伏诛。他的声音响彻天地，让100万大军在这一刻鸦雀无声，陷入了死一般的静寂。神皇皇朝预谋倾覆我圣宗，已是罪不可赦。其他8宗限期3日内准备好诚意献上，否则将有灭宗大祸。凌云直接给神皇皇朝判死刑，必须血债血偿。而其他的8大宗门，包括之前的浩然书院等，都要拿出宗门的诚意，起码是1大半的宝库收藏，才能破财消灾。凌云也不想直接大杀四方，杀生太多了，业障太大，对他飞升大劫有不利影响。而且那也没必要，都是普通修士，无非是被高层鼓动之下热血上头，罪不至死。而且全部杀了，那足足几百万上千万修士，怎么杀？几个月也杀不干净。而且怕是会引起众怒不说，天道可能都会看不下去，直接提前降下大劫。所以凌云想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可谓是两全其美。宣布完自己的决议后，凌云又眼神淡漠地看向对面，眼神掠过无数彷徨无措的神皇大军，仿佛看见了隐藏在皇城之内的那位女皇陛下。杀！凌云的声音不大，但是仿佛在所有人耳边炸响。这简单的一个字，决定了无数人的生死和命运。随着凌云的话音落下，无数的圣宗弟子哗啦啦一下子就冲了出去。他们乱中有序，按照早先规划好的队伍，2个一队，5个一伙，10个一群，然后一群又一群，依次衔接在一起，相互之取长补短，互相弥补，组成了一个个军团。听我号令，全军出击！对面的神皇大军也发出了震天的嘶吼声。看着乌泱泱冲过来的魔军，几位将领对视一眼，
他们知道为皇朝捐躯的时候到了。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随我杀啊！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还我师兄命来！皇朝荣耀，万死不悔！各种口号宛如生命最后的回响。在天元界，已经数万年没有发生这样规模的修士大战了，苍天仿佛都在哭泣，无数的血气和煞气以及临死之前的怨气搅和在一起，形成了凶煞。短短片刻间，这一片天地仿佛陷入了末日大劫，无数的飞剑和法宝在发出刺目的光芒，然后黯然陨落。双方修士更是和下雨一般不断的往下掉，有些还能爬起来，然后继续飞身而起，继续战斗，有些直接摔成了肉泥，残肢断臂，更是惨不忍睹，血流成河，也只是顷刻间。看着这惨烈的一幕，就连凌云也是有些不忍心了。他微微闭了闭眼睛，但是他不直接出手就已经是最大的怜悯了。在他身后，小师妹刘雪琪有些紧张地抓着他的衣袖。师兄，他们都好惨，要不要？接下来的话刘雪琪说不出口，她咬着嘴唇都渗出了血，眼眶有些发红。但凡是一个内心有些人性的，都会不忍心目睹这人间地狱的惨状。林霜雪和师尊云雪姬却是已经杀了出去了，和对方的破虚境将军厮杀在了一起。小师妹伤势还没好，加上也不是那种嗜血的性格，所以凌云让她留下。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残酷吗？但是修仙之路本就如此，就是踩在别人尸骨之上登临巅峰。如果我们输了，圣宗早就成为废墟，无数弟子尸骨无存。凌云语气淡淡的说道，从踏上修行路开始，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这是凌云在无数次厮杀之后有了的觉悟。刘雪琪抿了抿嘴，似乎要哭了。我知道了，对不起，掌教师兄。凌云转身看了他一眼，你在这里等我回来，不准踏出浮空岛，明白了吗？好。刘雪琪乖乖的点了点头，看着他眼中的畏惧和悲悯，凌云心中一软。他本就不是要自己踏上这条路的，是自己带他走上了这条路。这么多年也没有吃过什么苦，没有经历过挫折，除了愿意为自己拼命，愿意为了师兄去杀人之外，他平日里看见受伤的小鸟都会忍不住救援。没事的，这次过后起码有万年安定，到时候师兄带你一起飞升仙界好不好？凌云捏了捏小师妹的小鼻子，有些宠溺地说道，这个当年一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黄毛丫头，如今出落得水灵灵的，他当然不会抛弃。好。刘雪琪乖巧地点了点头，心里和吃了蜜一样。记住师兄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师兄或许是有事情外出了，但是一定会回来的，知道吗？想到接下来自己可能要跑路逃命去了，凌云提前给小师妹打预防针。不同于师尊和师姐，小师妹其实一直是在他的呵护之下长大的，心思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磨练，所以凌云有些不放心，要是自己真的消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他会不会抑郁而终？那绝不是凌云希望看见的结果。知道了，我会一直等你的，掌教师兄。刘雪琪虽然心里有些奇怪，但是还是乖乖的答应。凌云这才放心的点了点头，然后身形缓缓消散，转瞬间他就来到了皇宫深处。这里是女皇陛下的寝宫，外界虽然已经杀得天崩地裂，血流成河，但是这里却是一片安静。看着凌云出现，所有的宫女都瑟瑟发抖的缩在一边，侍卫们刚要上来冒死阻挡，女皇陛下的声音及时的响起，让他进来吧。几位亲卫后背满是冷汗，如蒙大赦一般连忙离开。如果可以的话，谁又真的想死呢？凌云步入大门，看着前面跪伏在蒲团之上祈祷着的前女友，他的身姿还是那么出众。他跪伏在地，额头贴在蒲团之上，从后面看去，那腰肢格外的纤细，该丰满的地方又格外的丰盈。凌云看了一眼正上方，是一座女神雕塑，这是神皇皇朝的祖师，第一位开国女皇，传说中也是她和先皇结下了契约，早就飞升不知道多少万年了。求神拜佛有用的话，还要努力做什么？你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凌云淡淡说道。黄连月的娇躯微微一颤，她缓缓起身，背对着凌云。你都知道了吧？她声音很平静。但是我想听你亲口说一遍。凌云走到她身后，一手搭在她肩膀上。黄连月抖了抖，没有转身。我有错吗？我也是为了自保，凭什么我就要成为炉鼎，成为玩物？黄连月声音之中有些凄苦。风光无限的女皇，谁又知道她只是别人培养的炉鼎呢？凌云不为所动，轻轻捏起她一缕漆黑的长发把玩着。那不是你欺骗我出卖我的理由，我们本可以共同面对，是你自己的选择，才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黄连月又是微微一颤，显然心里并不平静，而且
你既然为自身的命运感到不公，为什么又把黄希儿推向这一条路？黄连月根本没办法反驳，他咬着嘴唇，声音有些发颤。没错，都是我安排，我让他去找你的。我想让你和那老怪物两败俱伤，最好同归于尽。或者，你死之后，因为主持灭魔气运加持，他会加快成长，突破境界。到时候，老怪物的目光自然就会转移到他身上。曾经出卖你，也是因为你还是太弱了，不足以让我放弃一切。你满意了吗？黄连月似乎豁出去了。你认为你错了吗？凌云眼神有些复杂。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是既幸运又悲惨，但是都是他的选择。他本可以和自己一同享受无上荣耀，曾经的自己也是那么的单纯，差点就以为他就是自己的一辈子了。转过来，面对我说。黄连月深吸口气，为了修炼成仙，此时的屈辱又算什么呢？其实他心里也后悔，甚至对凌云还有着感情，但是他其实是上好的修炼无情道的苗子，那种感情根本不足以让他做出牺牲。告诉我，你错了吗？凌云看着跪坐在自己面前的女皇陛下，他伸手捏住她圆润如玉的下巴，让她抬起头来看着自己。黄连月闭上眼睛，仿佛认命了，但是凌云又哪里让他如愿？看着我，他手指微微用力。黄连月眼中满是屈辱，眼角有些发红。高贵的女皇陛下，百亿子民的君王，此刻成为了林老魔的阶下囚。黄连月的嘴唇渗出了丝丝血迹。我错了。说出这句话后，黄连月仿佛用尽了全部力气。凌云依然捏着他的下巴，他嘴角浮现一抹笑意。哈哈哈！凌云大笑不止。你也会认错吗？大声地告诉我，你错了吗？凌云轻轻拍了拍他白皙的脸蛋，羞辱意味十足。我错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杀了我吗？黄连月似乎也生气了，他咬着牙，死死地盯着凌云，绝不相信他会杀了他。嘿，来脾气了，还很硬气呢。我感觉你似乎不是认错了，你是怕我杀了你，或者夺你先皇元婴吧？凌云嘴角浮现一抹笑容，现在的他可不再是曾经那个毛头小伙。紧接着，他眼神一变，凌厉阴冷的目光让黄连月脸色一变，仿佛第一次认识凌云一样。你……黄连月脸上终于浮现了一抹惊慌，但是他还有杀手锏，而且他现在多了新的目标，那就是黄陵天老祖的身份令牌。根据神皇皇朝的女皇传承，那东西加上自己的女皇印记，似乎可以打开黄陵深处的某个古老的传送大阵，所以他现在可以接受一切羞辱。也不知道这女人现在的表现有几成真，几成假。凌云看着可怜兮兮的女皇陛下，她那精致绝美的俏脸让他熟悉又陌生。凌云终于爆发了，掐着她的下巴，让她美眸望着自己。凌云目光深处隐藏着一抹火热。要问报复一个女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想必大家都知道，活着有时候比起死亡更加痛苦。大殿内，当着第一任开国女皇的面，有些荒唐。黄连月感觉腮帮都有些发麻了，他看着凌云，美目之中满是哀求。凌云没有心软，毕竟他曾经对自己做的事情可一点都谈不上善意。呵呵，滋味还不错吧？凌云眼中满是戏谑。黄连月抿着嘴唇，没有说话。凌云轻轻捏着他的下巴，告诉我。林老魔轻声问道，但是透着不容拒绝的冷厉。黄连月心中有着无限的羞耻和屈辱，玉唇轻启，有些难以启齿地说道：好吃。凌云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又直接抓着他的头发让他起来，上下打量着他娇俏的身躯，眼中有些满意。不可能，若是如此，我宁愿死给你看。黄连月捂着胸口，满脸的惊慌和哀求，谨慎地看着凌云。云，你是知道的，我修炼的功法在成仙之前是不能破身的，若不是如此，我岂会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你不要逼我。凌云眼中透出冷意。那又如何？你现在就死给我看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凌云才不相信这女人会这么果断，但是他心中也知道，真想要夺取她原因，怕是有些困难。这个女人，她的道心无比的坚固，甚至可以做出刚刚那种事情。她可以牺牲一切，但是唯独不能破坏她的成道之路。不过越是如此，凌云就越是感兴趣。看着她脸上满是坚决，凌云也在思索着，黄连月之前为了威胁黄陵天，他用先皇血脉之力在自己身上种下了禁制，一旦破身也就意味着破功，一瞬间就会自毁，到时候怕是自己小兄弟都会被炸毁了，所以他才能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为了安抚凌天老祖，他甚至收养了黄希儿，被悉心培养成为了他的替身。他的心中似乎丝毫没有温情和亲情爱情之类的东西，
一心只想成仙。从林天老祖留下的遗产之中，凌云倒是发现了一些东西，可以缓解他的这种布置，但是多大的成功率就不知道了，而且风险很大。凌云也有些犹豫，毕竟二弟不能开玩笑。凌云微微低头，在他脖颈之间嗅了嗅，女皇倒是很香，也很美，尤其是那身段和气质，真是可惜了。要是就这样死了的话，在凌云心中其实已经是给他判死刑了的，现在的一切也不过是为了折磨他。你以为你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告诉我，你想死还是想活？凌云放开黄连月，直接不客气地坐上了独属于他的宝座。黄连月咬着嘴唇，我当然不想死，但是你真的舍得我死吗？以你的资质肯定是可以修炼成仙的，到时候我还不是你的？我答应你，我是独属于你的女人。黄连月咬着嘴唇，双眼水汪汪的。刚刚那种滋味你也很喜欢吧？我还会很多，你不会舍得杀死我的对吧？黄连月有些妩媚地说道。但是凌云知道，他这只是演戏给自己看，虽然演技不错，因为他长相实在是太精致冷艳了，做出这种讨好表情的时候有着极大的反差，让林老魔都有些把持不住。确实是极品女人啊，就是蛇蝎心肠，这种女人他也不敢往家里带啊，到时候怕是把自己别的女人都给毒死了都不知道。凌云陷入了两难，而且他心中还有另一个想法，想让他去为自己试一试，那就是皇陵内的那座远古传送阵。黄凌天有提到一个猜测，那就是可能需要女皇传承的某种东西。他作为谋朝篡位的人，对这些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有这种猜测。但是黄连月这些年都对他很不满，更是避之不及，根本不会和他独处，也不想和他说话。黄凌天也没办法逼他，最主要的是这传送阵对他来说也是没什么大用，不值得冒险，所以没有去尝试和黄连月沟通。但是凌云心中又有另一个担心的事情，若是真的用女皇的传承可以打开那远古传送阵，黄连月丢下自己先跑了怎么办？那岂不是亏大了？但是若是不如此，自己以后怎么跑路呢？直接被女帝祖师一巴掌拍死吗？林老魔陷入了纠结，但是目前也只是猜测罢了。过来，凌云冷声说道。黄连月提着华丽的裙摆来到凌云身边，乖巧地躺在他怀里，香玉满怀。凌云也不客气，黄连月咬着嘴唇，紧紧地咬着牙，这点委屈疼痛不算什么。凌云微微眯着眼睛，有些惬意地说道，想要我不杀你也可以，你要答应我几个要求。你们的传承先告诉我，然后我们再谈别的，到时候我要你退位给黄仙儿，如何？凌云捏着黄连月说道。黄连月呼出一口香气，有些不适。都可以，随便你，我可以退位，传承我也给你，但是其实黄仙儿有完整的传承了，但是怕你不相信，我还是现在给你。黄连月知道凌云也是生性多疑的人，所以主动把神皇皇朝的女皇传承全部交给凌云过目。凌云看了一眼，眼中闪过一抹金芒，其中居然真的有那座传送大阵的记录，但是没有什么详细的信息，只是说神皇令加女皇印就可以启动。原来如此，怪不得黄凌天那老鬼一直没办法。不过他居然没有隐瞒，这可是跨域传送大阵啊，他难道不想跑吗？还是说他以为自己不知道？凌云不动声色，把疑问压在心底。然后另一件事，我现在不是很满意。凌云掐着黄连月的下巴说道。我还可以。黄连月求饶地看着林老魔，凌云看着他这可怜兮兮的模样，就有一股征服欲。曾经的女皇陛下现在成为了阶下囚，然后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句什么。黄连月脸色有些雪白，似乎被吓到了，一脸不可置信看向凌云，眼中满是震惊。云，你怎么如此不要脸？凌云冷哼一声，阶下囚，你还想抵抗我的命令吗？如若不然，我现在就赐你一死，你自己选择吧。凌云好整以暇地看着女皇陛下，丝毫不担心她会狗急跳墙，那样的话他还省事了，直接手起刀落。作为修仙者，到了他们如今这个境界，早就已经辟谷了，所以凌云自然是没什么忌口的。修仙者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很干净，所以三通也是可以的。何况黄连月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两人从内殿走出来，凌云嘴角带着邪恶的笑意，真不错啊，出了一口恶气。若是平常情况下，他还不一定答应呢，所以这还真是福兮祸兮，也算是意外收获了。你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吗？看着凌云，黄连月心中恨极了，这个狗男人居然那么无耻。看着他走在前边，姿势有些扭捏，哎，还是可惜了。凌云心中再次叹息了起来。
这样的女王，谁能想到私底下是一个那样的女人，如此听话乖巧，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因为讨好自己的伪装。带我去你们皇陵看看吧。凌云知道这女人心思太多，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和她说就行了，不然到时候更加麻烦。黄连月用手帕擦了擦脸颊和胸口的汗水。去干嘛？里边是那老怪物的领地，我不是很熟悉，宝库什么的还有国库全部都给你了。黄连月现在似乎什么都不要，凌云现在才没兴趣去搞那些身外之物，他现在只想给自己找好后路，甚至就连弄死这女人也不是目前最主要的事情了，不然女帝祖师到时候会把他挫骨扬灰。别废话，让你去就去。凌云直接一巴掌下去，有些 Q 弹。黄连月咬着嘴唇，面色红润。好，我带你去。旋即走在前边，身姿摇曳。黄连月皱着眉头，心中一边大骂凌云，一边有些开心，因为他知道等下就是自己的机会。他已经想好了理由，到时候就骗他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然后就可以有机会直接逃跑，去到别的世界。天大地大，还不是任由自己发展。他带上的物资足够自己修炼成仙了，虽然过程可能会有些曲折，自然是没有当女皇来的这么轻松，但是总比当她的包好吧。刚刚那种感觉虽然有些奇妙，但是黄连月还是觉得有些屈辱，奇耻大辱。自己到时候一定会找回这个场子的。两人心中都各怀鬼胎，暗地里其实又一拍即合，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两个人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要借助那传送阵逃命。凌云也没办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像这种古老的跨界传送阵，也就曾经的先皇皇朝才有这个实力，至于方法早就失传了。这种大型跨界传送阵涉及到了很深的空间规则，那是真正的仙法。也许传说中的先皇可能才遗留下来了这种传承。跟随着黄连月，凌云自然是知道风险很大，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让他跑了，但是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比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而且都差点当自己的三通了，也算是报复回来了，暂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了。凌云看着他的身姿，其实有些怀念的，但是奈何我本将心照明月，明月的良心却是被狗吃了。不可否认，两人曾经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郎情妾意，天造地设的一对。凌云有时候也会想起那时候的时光，初恋啊，怎么可能忘记呢？内心叹息一声，凌云目光复杂，这就是修仙啊，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路上。很快，在黄连月的带路之下，两人就来到了皇陵之前。进去之前，凌云看了一眼外边，战争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不发泄完心中的仇恨，怕是不会结束。凌云也懒得去干预了。两人走入皇陵之中，从天空看，这个位置恰好在火凤的心脏位置，一整个山头都被掏空了。凌云也不怕黄连月搞什么鬼，这里要是有能对付自己的机关，黄陵天那老东西又何必躲到海外去？紧接着，两人就看见了一个巨大血池，无数的血渠宛如阵法和血管一样，把血液汇聚到一起，然后流入巨大的血池之中。黄陵天曾经就浸泡在其中，用无数后辈的心头血维持自己青春不老，同时也能躲避天道搜查。呵呵，你们皇朝可真是光明，正道仙宗，这就是正道仙宗。哈哈，凌云有些讥讽地笑道，旋即用留影石把这一幕记载下来，到时候自己不在了，也能给圣宗留下一个反制的手段。黄连月看着这一幕，面无表情，这是他早就知道甚至默许的事情，这么多的血亲失踪，怎么可能瞒住他？所以这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凌云看他沉默不语，就知道这女人什么都知道，果然是心狠手辣啊。凌云心中对他也是有些忌惮了起来，最毒妇人心啊！还好自己刚刚没有怜香惜玉。两人一路参观着，偶尔黄连月还讲解一番。对照着获取到的先皇传承，凌云也是有些收获，甚至有一些宝库丹药之类的，凌云都直接打包了。黄连月看着这一幕，没有说什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与此同时，他也忽然紧张了起来，因为两人来到了深处，这里有着一座古老的传送阵，但是表面看不出来，只是一个小祭台形状，没有阵纹之类的，能量来源似乎也是和皇陵相通。这是什么？凌云故意问道，因为黄陵天为了研究这东西，曾经把这里拓印了下来，拿去给外界的阵法大师研究，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黄连月心中一动，知道机会来了，这里是通往先皇始祖安息之地的通道。黄连月平静地说道。先皇安息之地，凌云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心里却是暗骂，尼玛的，这女人真能编啊。我也没去过，
也不知道其中有什么。黄连月露出好奇的神色。凌云深吸口气，能带我去看看吗？我倒是要看看传说中的先皇是不是真的存在。黄连月有些犹豫。可以倒是可以，不过说着他看了一眼凌云，似乎并不想带他进去打扰祖先安息。不过什么？凌云似乎有些没耐心了。黄连月微微皱着眉头，似乎真的在思考。凌云都快被他的演技逗乐了。怎么，你都要退位了，还在乎这个？凌云主动帮他加快一些进度。黄连月似乎被说动了，他抿了抿嘴。好吧，带你进去也可以，但是希望你不要打扰先祖的安宁。你若是不答应我，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黄连月此刻眼击之逼眼地，凌云都佩服了起来。你不成事，谁能成事？怪不得自己都栽跟头。好好，我答应你，别废话了。凌云一脸的不耐烦。你把黄凌天的身份令牌给我，这是钥匙。黄连月强压心中的喜悦，虽然传送有风险，但是总比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要好。他已经敏锐地感知到了凌云的杀机，所以迫不及待想要离开。哦，是这个吗？给你。凌云掏出一枚令牌丢给黄连月，这就是那什么神皇令了吧？但是女皇印又是什么东西呢？凌云有些好奇。只要他一确定这阵法可以运转，凌云就准备动手，哪怕他马上自爆，凌云也不会犹豫。只见黄连月接过令牌，他一脸郑重地拿着手中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在凌云的注视下直接放在了某个凸起之处。紧接着凌云全神贯注地看着，观察着每一个细节，因为他并不知道这玩意要怎么运转，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更加不知道需要怎么配合。就这样，凌云紧张又期待地盯着，但是一直没反应。他顿时有些失望了起来，看向黄连月的目光也有些危险。你在耍我吗？正所谓期待越大，失望越大。凌云眼中射出冷厉的光芒。你等等，我也不知道，我再试试。黄连月似乎是被吓到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试探凌云的反应。见他这副模样，丝毫有些过于激动了啊！难不成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黄连月有些狐疑。你别着急，我仔细想想，是那个步骤出了问题。黄连月屏住呼吸，似乎是在竭力回忆着什么。凌云见他如此模样，心中不由得又升起了希望。哪怕是你跑了也行啊，给我把传送阵激活啊！凌云可不会因为女人搭上自己的小命。我再试试吧，我的传承不是也给你了吗？上面不是说要女皇印吗？黄连月似乎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主动透露。那是什么？凌云主动问道。这个女皇印其实是皇朝气运一类的东西，到时候黄希儿成为女皇的话，或许也可以。黄连月主动说道，同时观察着凌云的微表情。黄希儿也可以吗？凌云心中隐约松了口气。这一幕被黄连月敏锐地察觉到了，他顿时知道他可能知道自己的计划了，但是自己透露这么的信息，就是想让他安心。有了黄希儿，他应该就不会这么紧张了吧？这是黄连月的阳谋，对方现在不敢对他动手的唯一理由，就是想让自己测试阵法，想让自己做替死鬼，印证他心中的猜想，甚至不惜冒着让自己逃跑的风险。对此，黄连月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东西运转起来有多快，会不会被打断。不过他心中又有了计较，他赌凌云不敢，不管因为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原因，他似乎很在意这个传送阵。黄连月心中确定了这一点，所以可以利用对方这个心理。凌云确实不敢赌，所以他只能看着黄连月在操作着什么。你离远一点，你的法力气息太强，可能会损坏阵纹。黄连月再次试探。凌云深吸口气，好，他只能是退后了几步。看着这一幕，黄连月心中一喜。等下，黄希儿应该怎么成为下一任女皇？凌云这几乎就是名牌了。黄连月犹豫了一下，举行大祭登顶就行了，皇朝气运自然加深。哦，知道了。两人都没有戳破，凌云倒是要看看这女人是不是真的这么幸运，同时心中也期待能成功，不然自己也麻烦了。在他的注视下，黄连月直接踏入平台之上，然后他紧张地看着凌云，你不要妄动，否则可能会损坏。两人现在似乎都心知肚明对方在做什么，但是都不戳破，怪不得两人曾经是一对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好，凌云双目之中冒出金芒，黄连月深吸口气，额头缓缓浮现一抹印记，那是一枚展翅高飞的火凤图腾。凌云心中一动，黄希儿上次似乎显露过这个印记，这倒是让他放心了一些。黄连月也有些紧张了起来，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两人等了一会，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凌云甚至没有感受到丝毫法力波动。两人对视一眼，
怎么回事？凌云问道。他妈的，难不成天要亡我？我也不知道。黄连月有些迷茫地说道，心中有些凄苦。自己终究改变不了命运吗？自己要死了吗？你没有搞鬼吗？凌云不甘心地问道。黄连月刚想说话，然后一阵白光一闪而逝，他的身影直接就消失了。凌云都懵逼了，他看向那个小祭坛，你这玩意还搞偷袭的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凌云心中大怒，然后又是大喜，果然是好用的，但是怎么感觉自己被朕法耍了一样？凌云想要一脚踢出去，想了想还是算了，踢坏了可能没有人能修，到时候坏了自己的大计，也不知道这玩意是随机的还是定点的。凌云仔细回忆着黄连月之前的操作，发现他好像微微拨动了几颗小石头之类的东西，旋即凌云去看了一眼，然后发现那一颗小石头居然碎裂了。这是一次性道具坐标。凌云看着其中丝毫还有两颗碎裂的小石头，所以自己没办法去找他了吗？好得很啊，但是仙界只有一个，我看你往哪跑？而且自己爽也爽完了，他都让自己玩坏了，也算是先收了点利息，现在又找到了退路，这大喜的日子还是别生气了吧。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让黄希儿继承大位，然后想一想怎么和师尊师姐小师妹他们告别，走之前是不是全部收了，还得偷偷进行。而且对于未知新世界，凌云也有些期待，自己如今的修为一旦出现在别的世界之中，还不是立马就天下无敌啊？那不得众美环绕。从皇陵之中出来，凌云没有犹豫，直接就化为流光，转瞬间来到了城外战场。凌云的身影居然出现在战场中间，飞升境界的气息转瞬就释放出来，直接把100万人全部镇压当场。一瞬间，所有的法宝飞剑仿佛都熄火了，刚刚还喊打喊杀打得天崩地裂的混战，直接就变得鸦雀无声。凌云的气息笼罩四方，空间仿佛都凝固了一般。战争结束，神皇皇朝女帝伏诛。凌云平静的声音响彻天地之间，所有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尤其是那些本就知道凌云和女皇有一腿的那些修士，这林老魔就真这么心狠手辣？初恋白月光都下得了手，不愧是大魔王。众多的皇朝大军都沉默了，死寂的气息笼罩着他们，他们死死地握着手中的兵刃，双眼早已杀得血红。延续数万年的神皇朝难不成要亡国了吗？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凌云紧接着宣布，受女皇一命，本座宣布皇女黄希儿接任女皇大位，即刻起成为神皇皇朝女皇。凌云的声音落下，天空之上忽然射出一道巨大的金光，照射到浮空岛之上。紧接着，黄希儿忽然出现在了在场的100万人眼中，她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凌云也有些懵逼，这就是皇朝气运吗？还是受天道眷顾？怪不得黄连月他也能修炼如此顺利，但是黄希儿如今丢失了原因，不知道影响大不大。算了，不管了，大不了自己以后混得牛逼了，来接他回去。凌云看着这一刻耀眼无比的黄希儿，传音说道，从今天开始，神皇皇朝就交给你了，你的问题我以后再回答你，先稳定军心。黄希儿回过神来，看着凌云，心中有些激动，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他本以为自己最多也就是成为一只被他养着的金丝雀，没想到他居然让自己继承了女皇权柄，这可是数百亿人口的超级古皇朝啊，其中的权力大到无边。我知道怎么做了。黄希儿旋即立马就开始发表感言和表态，并且决定从今往后和圣宗共同进退，对所有的仇怨既往不咎，到此为止。凌云也当即表态，从此两家结盟。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所有人都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了，上一刻还打得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下一刻就哥俩好。要是按照常理，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别说圣宗这边杀红眼了不同意，就是皇朝内部也要经过一番争权夺利。但是在凌云的强势威压下，所有人都压下了心底的仇恨和疑惑，只能是先接受再说，不然恐怕当场就要被打死。在凌云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圣宗弟子开始井然有序的撤退，原地留下了满地的残肢断臂和无数的法宝碎片。这里要打扫战场的话，恐怕得半个月以上。那不是凌云关心的问题了，他现在找到了后路，就迫不及待要去验证。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稳定自己这边的局势。凌云找到师尊云雪姬和师姐凌霜雪他们，我要留在这边几日，你们先回去，你也一起回去。凌云又看向有些依依不舍的小师妹刘雪琪，在性命攸关的大事面前，凌云也懒得搞那些儿女情长了，又不是没机会，而且不能让女帝祖师反应过来，
他要是知道自己要跑路，不知道会不会发疯，那个风险凌云赌不起，所以只能是先瞒着师尊他们。当然了，凌云后续也会分别留下留音室给他们，解释一下情况。好，那你要快点回来哦。刘雪琪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林霜雪倒是没有多想，但是就在这时，掌教师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帮我看好他，别让他乱跑，但是不要限制他，他很危险。林霜雪自然知道掌教师弟说的是谁，值得这么重视的女人只有她了。她微微点了点头，如今她还不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几百年。刘雪琪似乎心有所感，又转过身来看着掌教师兄，似乎要牢牢地把他的身影印在心里。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就是忽然有些难受，想扑入师兄怀里要抱抱。凌云看着小师妹那柔弱的神情，心中一痛，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露馅，不然以姬夕瑶的聪明，说不定就会发觉出来什么，到时候自己就危险了。师尊云雪姬也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云儿。凌云微笑着看着他们步入黑天行宫服空岛内，即使是自己离开，以阴阳圣宗的势力也足以立足，何况现在还有神皇皇朝，而且正道仙宗的领袖全被自己杀了，一时半会儿不敢有异心，加上他们也不能确认自己在哪，毕竟修炼之人闭关几十年上百年很正常，所以凌云基本上不怎么担心。看着圣宗弟子们开始井然有序的撤退，凌云心中也有些感慨，旋即他直接转身飞入了皇宫之内。时间来到第3天，在昨日新皇登基大典已经结束，皇朝气运加深，人道之力降下认可，黄希儿正式成为了神皇皇朝的新女皇陛下，也是真正的有史以来背景最硬的女皇陛下。也有人说这想神皇皇朝的悲哀从此就要没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新的开始，即将走向新的巅峰。但是对于黄希儿来说，这是盏新的人生。寝宫里，女皇陛下浑身香汗淋漓，发丝贴着额头，她蓦地抬起头，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云郎。你真的要离开？为什么？凌云没有隐瞒，和黄希儿说了自己要离开的计划，毕竟自己的安排需要他的配合和执行。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凌云声音平静：我有我的事情，我要去进行飞升上界的准备。放心吧，你是我的女人，我会来接你的。凌云没有嫌弃他的汗珠，在他额头轻轻一吻。另外，你再帮我办一件事情，把这几枚玉简交给我师尊师姐和小师妹他们。凌云掏出几枚玉简，正而重之地交给黄希儿。黄希儿下意识地接过，这才知道凌云不是开玩笑，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轻轻抹去黄希儿脸上的泪水。凌云心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涌动，计划终究是赶不上变化，本来他应该还能在这边停留20来天，很多事情都可以去铺垫好，甚至可以先去把小师妹师姐他们都安抚好，给他们一个名分和希望。凌云甚至有些悲伤地想到，若是自己在仙界混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那么等有一天自己终于成为大佬了，下界来找曾经的家人红颜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变成了黄土一堆？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应该很小吧。他们都是几乎站在这个世界巅峰的修士，即使是小师妹，起码也还有万年寿元。要是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自己混的也太没出息了吧，说不定是有系统的力混的最惨的。但是凌云总觉得这系统还有事情瞒着自己还没发力。你真的会回来吗？你不会不要我了吧？我会等你的。在皇陵里，黄希儿一脸的忧伤。凌云此刻已经站在了古老的传送阵上，令牌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黄希儿的女皇印记了。肯定会回来啊，你们是我的女人。凌云一脸严肃地说道，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女人，听见了吗？绝对不允许和任何人有染。凌云可不想自己头上绿油油的，这可是被他承认的女人，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听林老魔说的这么难听，居然怀疑他。黄希儿脸上浮现一抹怒色，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你给我听好了，我这辈子都是你的女人，也只会是你的女人。黄希儿眼眶红红的，知道了知道了，我当然相信你。凌云也是见气氛太悲伤了，这才故意如此说道。好了，来不及了，你准备吧。对了，那几枚玉简别忘了交给他们，他们会知道我的意思的，会把你当成自己人。你也可以相信他们，要是碰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我师尊或者师姐他们。凌云有些啰里啰嗦地说道。好。黄希儿抹了把眼泪，你就不能不走吗？凌云沉默了一会，他其实再待几天也还好，但是他害怕，怕自己会舍不得，所以这才直接果断地离开。最难消受美人恩啊，
回去之后，面对可爱的小师妹，高冷的师姐，冷艳又关心自己的师尊，自己还能狠得下心吗？凌云不想面对那种场面，他的心也是肉长的，所以干脆一点算了，自己就别和他们见面了。我看着黄希儿脸上的泪痕，凌云感觉话卡在嗓子里了，怎么也说不出。其实他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有必须要离开的理由。凌云狠下心来说道：乖，听话，我也会想你的。凌云柔声说道：女人这种生物，一旦把自己全部交给你之后，几乎第二天就会对你掏心掏肺，然后情根深种，就像现在，之前还恨得要死，恨不得咬死凌云，但是现在又恋恋不舍了。黄仙儿见凌云坚决的模样，顿时知道他心意已决。那你在外边要小心点，而且不要再沾花惹草了。哼，肯定又会不老实。黄仙儿娇嗔地说道。凌云摸了摸鼻子，呐，知道了，我是那种人吗？林老魔有些心虚，黄仙儿也知道这个男人是留不住了，所以开始按照传承中的记载凝聚女皇印记。你安心，我会和他们好好相处的，我也会帮你看好他们。黄仙儿这个话有两层意思，既会照顾他们，或者说相互照顾，也能看住他们，避免一只红杏出墙来。凌云听懂了，他点了点头。随着黄仙儿的女皇印记出现，传送阵终于启动，悄无声息的一股玄妙的空间波动弥漫开来。黄希儿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还是夺眶而出。我们都会等你的，你要早点回来。凌云只来得及大声地说了2个字，等我，然后他的声音就消失了。但是他没有发现，传送阵似乎有一道阵纹出现了裂痕。看着空空荡荡的传送台，黄希儿也感觉一颗心空空荡荡。这几天对他来说，比起他这辈子经历的事情还要精彩。自己终于有男人了，或者说有了让他喜欢的夫君，两人也早就成就的好事。虽然第一次算是被他欺负了，但是后面都是自己主动的。但是他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按照他的设想，云哥哥已经天下无敌了，可以带着他游山玩水，然后和姐妹们一起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他也能和夫君双宿双飞。擦干泪水，黄希儿再次沉默地看了一会传送台，旋即下令永久封锁这里。他要去准备拜见阴阳圣宗，然后和姐妹们相认，把云留下的玉简交给他们。而凌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远距离的跨界传送阵，他感觉自己有些头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他只感觉目光之内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时间似乎被放慢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凌云只能尝试闭上眼睛，用神魂来感受，结果更加难受了。忽然他感觉眼前一亮，似乎有什么巨大的白光闪过，甚至让凌云感觉自己的识海都被照亮了。这是要到了吗？他有些激动。然后凌云感觉超级的恶心，天旋地转，自己似乎被甩飞了。什么情况？传送通道不会出问题了吧？是刚刚那一阵白光。凌云下意识地想到那一颗明亮的小太阳一般的宝光，跨界传送直接被某种莫名的影响给打断了。凌云被甩出去后直接晕死了过去。这可是跨界传送，其中的能量何其强大，即使是凌云也有些顶不住啊。但是情况又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凌云的穿越身份似乎起到作用了，世界气运开始眷顾他。凌云直接摔进了一座天然的空间囚牢之中，在空间壁垒之外是无尽的空间乱流和利刃风暴。若是凌云掉在外界的话，可以确定他一瞬间就会被撕碎。在凌云的不远处，有一颗人头大小的不规则结晶在微微发光，刚刚影响了空间传送的似乎就是这东西。浓郁到化不开的空间法则弥漫开来。在这一片混乱之地，虚空深处，这一颗空间神经的外溢能量开辟了出来了这一座稳如磐石的岛屿，而凌云被困在了其中，生死不知，昏迷不醒。无尽虚空之中，这里是次元空间之内，是生命的绝对禁区，这里是真正的仙人才能涉及到的领域，而且也是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空间风暴撕碎。而真正的空间规则，空间神通法术已经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仙术了，乃是仙人的领域。即使是凌云现在是仙人之下第一人，对他来说也还是太危险了。但是好在幸运女神似乎还是眷顾了他。在这里，时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再也没有了意义。而在天元界，黄仙儿终于正大光明地来到了阴阳圣宗。事实上，听见他过来拜访的时候，几女都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女帝祖师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凌云这个孽畜了，还别说，心中居然有些不适应了起来。那些天虽然天天被他气，甚至更加过分，
但是这几天对方忽然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姬西瑶有些怅然若失。其实他的灵觉很强，已经隐约知道了什么。自从凌云从这个世界消失之后，但是他不敢确定，直到看见黄仙儿一个人来到圣宗拜访，他才隐约明白了什么。当然仍然有些不敢置信。黄仙儿根据凌云的吩咐找到了身份地位最高的云雪姬，听他说云儿离开了这个世界。云雪姬一脸的不可置信，直接就让人把黄仙儿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贱婢，你把云儿怎么了？不可能呀，你怎么可能对云儿有威胁？你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快说云儿她到底怎么了？云雪姬一脸的焦急，她知道这是大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否则圣宗的天就塌了，要出大问题的。所以只通知了林霜雪和刘雪琪，俩女很快就闻讯赶了过来，都是立马放下了手头的事情，没有丝毫耽搁。很快四女就聚集到了一起。紧接着姬西瑶竟然也不请自来，在圣宗她的地位有些特殊，来去自由，这是凌云曾经特意吩咐的。你来做什么？云雪姬有些谨慎地望着姬西瑶，是不是她离开了？姬西瑶没有和这些凡人虚与委蛇的兴趣，直接开口问道。此言一出，几女都是惊呆了，小师妹一下子就哇一声哭了起来，豆大的泪珠犹如断线的风筝一样往下落。我就知道，师兄你突然和我说那些话。刘雪琪想起和师兄分开的时候那些有些莫名其妙的嘱咐，现在想起来却是如此的应景。自己太笨了，当时居然没听懂弦外之音，不然自己肯定就死活都要黏着师兄。林霜雪有些沉默，就像是一下子化为了冰雕，但是那紧紧握着的手出卖了他。他咬着嘴唇，一下子就渗出了血迹，然后蓦地看向黄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掌教师弟已经天下无敌，为什么会忽然离开？林霜雪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他们没有怀疑真实性，因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开玩笑。黄仙儿也抽泣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他让我交给你们的。说着，黄仙儿把几枚玉简拿了出来，这是你的，你的，还有你的。黄仙儿记得凌云的交代没有弄错，每一枚玉简上都雕刻了名字。紧接着黄仙儿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姬西瑶，这也是他的女人吗？她好美啊，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他说若是你也来了，就把这个也交给你。说着，黄仙儿又取出来了一枚特大号的玉简，和板砖一样巨大，都可以砸死人了。这是凌云曾经拿出了让姬西瑶刻印功法的玉简，被姬西瑶好一顿奚落。姬西瑶眸光微微闪动，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但是还是接了过来。他倒是很好奇，这该死的蝼蚁会对自己说什么？是求饶吗？而且他是怎么跑的？就这么害怕自己吗？姬西瑶嘴角浮现一抹冷意，再次看了一眼几女，直接转身离开。掌教至尊的寝宫，他来去自由，和凌云猜测的一样，他才不会对这些凡人女子动手撒气。在失去理智，女帝祖师也有自己的骄傲。云雪姬看着玉简之上的刻着的雪字，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这字迹是云儿的。林霜雪也认出来了掌教师弟的字迹，他知道对方没有说谎，师弟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输入法力，凌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见字如面。亲爱的师姐，我很遗憾没有最终拥有你。紧接着就一些乱七八糟的话，甚至还有些调笑。林霜雪听着听着就笑了，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滚烫的泪水慢慢滑落。等我回来。声音落下，玉简恢复暗淡。林霜雪紧紧地握着玉简，仿佛握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而小师妹刘雪琪早就已经在放声大哭了。云雪姬走上前，抱着自己最小的弟子，乖啦，小雪琪，你师兄又不是不回来了。云雪姬说着说着，自己也哭了起来。师徒两人抱在一起，云雪姬、林霜雪、刘雪琪，三人的名字都有一个雪字，这也是凌云这前半生最重要的三个人，是贯穿了他一生的三个名字，也是他心中认定的女人。抽泣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很快黄仙儿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就如同是被主人抛弃的宠物，找不到了回家的路。另一边，姬西瑶咬着嘴唇，他果然还是那么该死，居然让自己好好洗白白等着他回来，还说什么以后一定会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姬西瑶抬起手就要把玉简砸碎了，但是抬起的手又顿了顿，还是忍住了，直接丢在一边。他现在连空间戒指都用不了，跑就跑了吧，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以他的天赋，最终注定是要成仙的，哪怕是天天吃饭喝水不修炼，也挡不住。到时候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从本尊手里逃脱。
若是让我抓住你这无耻下流又卑鄙无耻的卑微的蝼蚁了，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姬西瑶仰着头，微微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不知不觉竟然有2行清泪流下。这一刻，他的情绪很复杂。凌云走出的消息成为了阴阳圣宗最大的机密。作为圣宗最得人心、威望最强的掌教至尊，凌云的消失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大家都当是正常的闭关。反正之前平日里的一些日常事务，也是云雪姬大长老和林霜雪大长老2人负责，而小师妹刘雪琪也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一般，开始努力修炼了，也在努力地做好年轻一辈的榜样，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圣女。她心里有一个小心思，那就是自己也要努力修炼，哪怕是师兄万一没有回来，自己也要修炼成仙，然后去找到他，问他为什么要丢下自己。既然如此，当时为什么要捡自己回来？而神皇皇朝也和圣宗成为了最坚定的盟友，相互帮衬之下，基本盘倒是稳如磐石。之前的一些反对的声音早就被凌云顺手就杀了。而在某一个清晨，姬西瑶居然发现自己提前恢复了法力，他顿时气笑了，那个该死的蝼蚁居然在这里还留了一手，果然此子断不可留，该死的心机男，阴险小人，罪该万死的大骗子。姬西瑶又给凌云加了几条罪名，然后姬西瑶取出了自己的仙气法宝破戒石，就要直接破戒离开。回到仙界后，他就可以彻底解封自己的修为，然后布置下天罗地网，等候那个男人飞升。姬西瑶身影一顿，他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房间，在这里他留下了太多的泪水和汗水，也留下了太多的耻辱，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男人。一时间女帝祖师有些百感交集，这里是自己的起点，也自己的心房，毕竟他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成为了那个该死的男人的妻子，虽然他很不想承认。姬西瑶摸了摸小腹，皱了皱眉头，犹豫着要不全部炼化。紧接着他也留下了一行字：我已离开，勿寻，他回来我就会回来。然后身形直接消失在一阵白光之中，返回了仙界，继续成为那个至高无上的女仙王。上来送膳食的侍女发现他不见了的时候，消息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云雪姬手上。这几位侍女都算是他的心腹，所以消息很保密。他又叫来了林霜雪和刘雪琪，3女默默看着姬西瑶留下的字迹，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云雪姬忽然问道。刘雪琪和林霜雪都没有说话，实际上他们心中都有了猜测，但是这个猜测太可怕，甚至掌教至尊可能就是在躲着他，所以这个秘密还是不要说出来了吧。3女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心中的想法，毕竟他长得真的太像那位了，这也能解释得通为什么掌教忽然一下子就破境了的原因。这是好事不是吗？起码这证明云儿她真的没事，她还会回来的。云雪姬忽然笑着说道。刘雪琪和师姐对视一眼，都默默点了点头。那我去修炼了。看着小师妹这模样，林霜雪有些心疼。师妹她不会有事吧？没事的，她只是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她和云儿的感情太深了，她可是从小就跟在云儿屁股后边长大的丫头，现在努力修炼也是好事，免得以后跟不上。云雪姬对此倒是看得开。那我也要努力修炼了。林霜雪点了点头。不然掌教师弟都是仙人了，自己怎么办呢？而另一边，虚空深处，无尽的空间乱流，仿佛永远都没有休止的时候。空间囚牢仿佛是一座孤岛，任由空间风暴如何捶打，就巍然不动。而其中的凌云忽然微微动了动手指，他终于醒了过来。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叫我操，发生了什么事情？痛死我了！凌云揉着脑袋坐起来，看着四周，然后一瞬间就懵逼了。这是哪里？我特么的给我干哪来了？这里还是世界内吗？什么鬼地方啊！凌云打了个冷战，莫名的危险笼罩着他。看着外边那无数的空间之刃，凌云当然认识这种东西，世界上最锋利的攻击。凌云站起来，终于明白了自己如今的处境，所以一切都是这些搞的鬼吗？凌云起身来到那颗石头面前，仔细地端详了起来，心中逐渐有了猜测。感受着四周的空间波动，凌云忽然一声大叫：我操，这么大的空间结界，这是空间神经了吧？怪不得无形之中直接把传送通道都扭曲了。但是自己现在这是在哪啊？怎么回去？回哪去？我要去呢？凌云脑子里又冒出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凌云有些泄气地躺了回去，有些想摆烂了。这里连时间都仿佛暂停了，没有色彩，没有美女，一切有意思的东西都没有。
想到这里，凌云忽然心中一动，意识连接上空间戒指，取出一葫芦美酒和几枚零食，看着忽然出现在手中的极品零食，凌云心中这才松了口气，不然自己会被活生耗死在这里。毕竟活着就要消耗，没有补充怎么可以？但是自己作为掌教至尊，又打劫了那几位正道仙宗的领袖和皇灵天，皇朝的宝库也被自己搬了一大半，所以凌云现在身上的收藏无比的丰富，可以支持他修炼到飞升境巅峰，这也是他心中现在唯一的自救打算。而且凌云看着那颗巨大的空间神经，心中隐约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可以领悟空间法则啊！虽然现在还没成仙，但是勉勉强强也可以。到时候掌握了部分空间法则，自己逃脱出去的希望应该会大大增强，而且也不会迷路，可以就近选择一个世界直接突破进去，然后在那个世界飞升仙界。虽然过程有些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迷失，然后山穷水尽，直接本源耗尽，饿死在虚空之中，或者碰到强大的空间风暴，直接被绞杀。不过总比在这里等死要强吧。凌云心中做出决定，那就是好好修炼，然后参悟空间法则。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自己要牢牢把握啊！说起来，某种程度来说，这何尝不是自己的无敌仙缘？这么大的空间神经，怕是仙界都没有吧？也不知道怎么诞生的，居然被自己碰到了。到时候自己也算是有强大底牌了。而且这玩意擅长逃跑啊，西瑶他更加别想抓住自己了。凌云越想越是感觉这是自己的大机缘。时光悠悠，修炼无岁月，凌云早就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他只知道自己储物戒指里堆积如山的修炼资源越来越少了，而他的修为境界也不知不觉来到了飞升中期。换算一下，按照自己的1000倍天赋，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应该是以年为单位了吧。虽然修为提升了，但是凌云却是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日复一日的在这个鬼地方，凌云感觉糟糕透了。孤独还好说，林老魔的心境也没有那么脆弱不堪，但是对未知的恐惧更加折磨心灵。其实凌云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的计划是计划，但是到底能实施到哪一步，一直是个未知数。比如自己会不会一出去就被空间风暴撕碎，更或者自己会迷失，找不到世界坐标，这些情况都被凌云埋藏在心底，偶尔浮现出现，都会让凌云心中有些烦躁。但是他也不敢发现，若是自己把这个空间囚牢打破了，岂不是死得无辜？现在的他对那颗空间神经的领悟还只是浮于表面，可还没有达到可以在虚空乱流之中行走的地步。在伟大的空间大道法则面前，即使是凌云的1000倍天赋也是有些不够看了。毕竟对于某些仙人来说，人家一个闭关都是按照几百年上千年来看的，而且主要还是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质，不然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修炼天赋，比如最常见的5行属性天赋，更加高深的变种的冰、雷、光、暗，甚至生死毁灭等等。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凌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修炼空间之力的天赋，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是在空间神经面前打坐，继续着枯燥无味的修炼。好在他空间戒指里面的修炼资源足够，不然那才是真正的绝望呢。偶尔凌云清醒了的时候，也会怀念曾经在圣宗当掌教至尊的日子，也不知道小师妹她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修炼，师姐是不是还是冷冰冰的模样在，只会对自己一个人笑。师尊她应该还是那么优雅丰盈，黄仙儿现在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女皇陛下了吧。凌云一边喝着美酒，一边畅想着，女帝祖师姬西瑶，她应该早就重新回到上界了，估计还是对自己恨得牙痒痒吧。凌云猛地喝下一大口桃花酿，继续开始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修炼。他没有发现自己那个没什么卵用的系统上边的1000倍天赋几个字似乎又在微微发光，显然某种神秘的蜕变在产生着。可能当时那系统走得太聪明了，说明书都没有留下一个。凌云忽然感觉自己似乎耳清目明了起来，对于有些懵懂的空间规则一下子就明悟了。这一下子可让凌云乐坏了，直接就干劲十足，趁着这灵光一闪的顿悟就要乘胜追击。就连他的修为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飞升境界的后期，他都完全没有察觉，完全的沉浸在了对空间法则的领悟之中。那一颗本来有人头大小的空间神经，体积也在不断的缩小，直至来到了鸽蛋大小。凌云的领悟也开始慢了起来，而且在最终凌云发现神经的核心之中似乎有着无数的空间，竟至凌云震惊的发现，这似乎是完整的空间传承。难不成这不是自然诞生的，而是某位大佬留下的诱饵？这种大佬应该不至于已经死了吧，说不定现在还活着呢。也有可能这是某种神秘的虚空种族的本源结晶，
被自己无意中撞上了，但是凌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现在先修炼，保住自己的性命再说了。而且自己都已经要面对女帝祖师的追杀危机了，也不差这一个了。在凌云的感知之中，这些空间禁制有着无数的排列组合，可以组成各种强大的空间神通法术，而且几乎全部是仙法级别的，甚至有一些连凌云现在都没办法领悟，那已经超出了他如今境界的想象力。比如直接以肉身穿梭无尽虚空，实现各个世界的自由来往，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对凌云来说，在世界之内穿梭就已经是极限了，但是虽然现在用不上，也可以先刻印下来在识海之中，到时候境界达到了，自然就领悟了。随着空间神经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道白芒，直接化为了一个复杂的银白印记，烙印在凌云的额头，仿佛是什么古老的契约。凌云都没有反应过来，只感觉额头有些发热，他连忙拿出一面镜子，看着里边自己的形象，这么多年没有收拾，倒是有些邋遢，胡子拉碴的，但是额头的那个银色的印记是什么鬼？虽然看起来很帅，但是自己这是又被某些存在锁定了吗？在上界某个神秘的虚空秘境，空间乱流之中，一条巨大的银白色的太虚圣龙忽然睁开了眼睛，它的身体展翅之后足足有数千米大小，但是丝毫没有臃肿的感觉，那完美的流线型，银白色的流光闪烁，反而显得无比的精致和充满了美感。紧接着一阵白芒闪动，巨大的古龙身躯居然化为了一位绝美少女，她身材婀娜，穿着一袭裙摆上宛如遍布了无数闪烁星辰的紫色长裙，面容精致绝美到有些不真实，但是她的眼瞳呈现出奇异的银白色，眼眸内仿佛有无数的空间符文在闪烁着。老祖当年遗失在外的圣物神经居然被炼化了，是谁？好大的胆子！那可是我太虚圣龙一族的圣物，其中蕴含着完整的空间大道法则，乃是最强老祖在数万年前被众多强敌围攻致死后所化的生命结晶，是最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其中自带的空间法则属性，加上当时的战斗太激烈，产生了无数的空间乱流，所以直接就不知道掉入了哪一层虚空之中。他们太虚圣龙一族寻找了无数年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没想到现在居然被他感知到了。无论你在哪，无论你是谁，我会找到你。太虚圣龙一族如今的族长，上界最神秘的虚空女神古晨星喃喃自语，而凌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又无形之中招惹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古老族群。虽然对方如今人丁不兴旺，但是每一头都是仙王以上的强者，族长古晨星更是深不可测的大仙尊。凌云此时还沉浸在领悟了空间法则的沾沾自喜之中，接下来他终于可以逃出升天了。虚空囚牢之中，凌云有些兴奋地走来走去，但是迟迟没有做出决定，是现在就马上就离开吗？还是说再休整一下？凌云停了下来，双手抱胸摸着下巴，这时候他才忽然发现自己的修为境界居然不知不觉来到了飞升后期，再准备，差不多就可以直接飞升了。凌云心中有些感慨，自己这是在这里修炼了多少年啊，也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怎么样了。又看了一眼空间戒指，里边的修炼资源基本上都被用的差不多了，但是灵石倒是还有一小堆，接下来的正常开支应该也够了，实在不行还能变卖一些东西，只要回归到正常物质世界就行了。以自己的通天修为，随便去到3000下界不都是第一档的吗？万一去到了牛逼的世界，不说天下无敌，那也是天下第二，到时候小日子还不是过得有滋有味。而额头上的那个印记，凌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似乎对自己没什么印象，看起来嘛还挺好看的，有一种冷酷之感，但是猛地一看似乎有点像龙形。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反正那颗空间神经现在已经全部被自己炼化了，施主想要回去也交不出去了，要么就把他连人带走当祖宗供起来。又再次把所有的接下来可能用得上的法宝，主要是一些防御性质的都检查了一遍。凌云又把空间神通都熟悉了一下，毕竟接下来一旦自己暴露出现在外部，就要直面虚空乱流，说不定还有空间裂缝，这玩意可强可弱，具体威力真的很难说，所以再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凌云可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到时候估计几万年都不会有人发现。就比如之前的空间神经，看着外边狂暴的虚空，凌云深吸口气，法力运转，在这里别的神通都基本上没有丝毫用处，只有空间法则可以使用。随着凌云的全力以赴，他额头的神印忽然慢慢浮现了出来，微微闪烁着。凌云忽然感觉自己的空间之力似乎忽然被加成了，起码被加成了5成以上。这就是那个神秘印记的功效吗？凌云心中欣喜，但是也有忧虑，如此强大的传承自己担得起吗？不过
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先度过眼前这一关吧。再次看了一眼这一处空间囚牢，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密室。凌云之所以着急离开，就是因为发现随时空间神经的消失，这个密室似乎也越来越不稳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忽然破灭，到时候自己措手不及，怕是更加危险。他可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所以自然是要主动出击。玄奥的空间法则波动弥漫开来，仿佛给凌云套上了一层无形的空间护盾。凌云要出去，然后再感知空间坐标，这里虽然安全，但是也隔离了凌云的感知。若是运气好，可以早一点找到一个附近的大世界，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了。也有可能他运气不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世界，直接就被耗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凌云心中还是有些紧张的，希望幸运女神继续眷顾自己。微微眯着眼睛，凌云看着外界混乱的虚空，有一种孤身一人面对无尽大海的无助感。但是这一步他必须踏出，否则生还的希望渺茫。凌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这里应该算是自己崭新的起点，但是随着自己的离开，应该很快也会消失。凌云深呼吸，收起这些有的没的，怅然若失。被空间之力包裹着的他，伸出手触碰空间壁垒，轻而易举的就穿了过去，感受着外界的混乱空间乱流对自己护盾的腐蚀速度。凌云心中也在计算着消耗，按照这种程度的正常损耗，加上偶尔遇见的突发情况躲避危险，然后还要保留 30% 的余量，自己应该大概可以撑得住30天左右，不多也不少，就看自己运气怎么样了。计算清楚后，凌云不再犹豫，直接一步跨出。这一步是星辰大海，是无敌传说，是仙道焰图。凌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义无反顾地朝着未知前行着，身形转瞬间就无数的空间乱流给遮蔽了。要不是有着空间之力作为护盾，凌云都不敢想象自己手段进出，怕是也坚持不了1刻钟就会被撕碎。凌云凭借着冥冥之中的直觉，朝着一个方向快速的穿梭，一边放出自己的空间感知，寻找空间坐标节点。这是他在空间神经之中得到的方法，犹如蜘蛛网一般的空间感知和触须一样，转瞬间就蔓延了不知道多少万里。这已经是他的最大感知范围。这个范围之中，若是在外界，他可以随意的移动，也就是传说中的瞬移，但是在这里只能是洒洒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凌云的心中也开始慢慢的沉了下去。他一无所获，但是自己的能量已经消耗了一大半，再这样下去就会来到很危险的临界点。凌云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他已经很久没有呼吸新鲜空气了，他渴望去外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凌云仔细地回想着自己得到的空间传承，他心中有一个猜测，说不定自己这一片范围是一片虚无的荒漠，所以自己只有离开这里，才有可能去到有文明世界存在的虚空。所以凌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直接用了1/10的力量发动了空间跃迁。他的身影转瞬间就消失在原地，这是一场豪赌，也是凌云唯一的机会。来到新的虚空，凌云迫不及待地放出了感知，然后面色一变，还是没有。但是这也在预料之中，不可能这妖巧，所以继续前行吧。凌云认准了一个方向，空间感知火力全开。不知道过了多久，凌云的储备法力已经降低到了临界点。忽然他有些褴褛的身影一顿，紧接着面露狂喜之色，找到了一颗巨大的生命世界。凌云的感知触须牢牢地抓住那一个空间坐标，毫不犹豫地用上了剩余的所有的法力，不再精打细算，只要找到那个薄弱点，自己就直接往前莽就对了。大力出奇迹。在凌云的意识之中，远处的那个世界的质量很大，宛如一个发光的电灯泡一样，就像深夜的萤火虫，应该也是一个高等级的修仙世界，这是最符合自己需求的。当然了，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强大种族，或者对自己有威胁的势力，就说不定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剩下的力量只够寻找到这一条救命的稻草。其实凌云也知道，还是自己太弱了，若是自己强大一点，都不需要寻找，直接随便一拳轰出去就可以打穿虚空和现实的壁垒。但是他现在距离那个程度显然还差得远呢。在记载之中，最厉害的甚至可以直接把无尽空间折叠起来，就像一张纸，平面看起来是很大，那如果折叠起来呢？每折叠一次就无限缩小。对于掌握了这种空间大道的存在，整个虚空也和玩具差不多了，那也是凌云遥不可及的梦。随着越来越接近，凌云似乎已经感知到了世界壁垒的存在，但是凌云丝毫没有放松。突破一个世界的壁障可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自己这种从深层次的次元虚空之中穿梭过去。严格说起来，凌云现在都相当于是处于另一个里世界了，而不是在现实物质世界之中，所以需要付出的代价呈几何增长。凌云的精神高度紧张，所有的力量全部被调用，甚至各种法宝也直接毫不客气地拿出来抵挡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世界壁障本身的危险。各种九霄风暴神雷等下肯定会倾泻而下，空间本身的排斥也很致命。但是到了这一步，凌云不相信自己会失败。他对别人是狠，但是对自己更加狠。天辰界万妖山脉，这里是天辰界的最大的山脉，足足占据了整个世界的1/7，因为这里是妖族的地盘。当然了，也并不算是人类的绝对禁区，尤其是对于很多强大的修士来说，这里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拥有无数的天材地宝，甚至很多妖兽也是珍贵的材料。而妖族和人族一般来说也是相安无事，因为妖族也有着妖皇的制约，妖皇并不想也没有那个实力直接和人族开战。这是一个强大的修仙世界，丝毫不比凌云之前所处的天元界弱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精彩。这里是万妖山脉的外围，此刻有着一支商队在其中的蜿蜒古路之上前行着，队伍里有着几架马车，大部分都拖着货物，被黑布蒙盖着，旁边有着带着佩刀武器的侍卫守卫着，显然里边的东西也是有些珍贵。在队伍的最中间有着一辆豪华的马车，宛如一座移动的小房子，马车内铺垫着洁白的皮毛地毯，用的正是产自万妖山脉的妖兽皮毛。车厢很是平稳，没有丝毫的颠簸，显然也是采用了某种绝妙的技术或者阵法维持稳定。车厢内似乎还有着淡淡的药香味。在软榻之上坐着一位看起来15、16岁的少女，当然了，在这个世界她的真实年龄肯定远不止如此。她就是药师师，乃是药王城药家的第一天才，如今居然已经是6品炼药师了。炼药师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丹修，用修为境界来对比，那也是相当于天象境界。虽然战斗力不算强大，但是比起同境界的修士可要稀少多了，而且无不是各大仙宗世家的座上宾。而7品炼药师其实也是一道分水岭，他们炼出的丹药甚至有结纹，若是达到8品，那就是圣药师，而9品那就是和破虚飞升境界相差无几的地位了。但是整个天辰界这样的炼药师也不过只有2位罢了，乃是被整个世界所尊敬的药皇，就连妖族也是恭恭敬敬的，不敢造次。毕竟他们妖族若是想完美化形，也有一条捷径，那就是化形丹。级别越高的化形丹，效果就越好。虽然他们妖族的内丹在很多炼药师眼里也是最好的药材，但是因为化形丹的存在，所以妖族也是默认了这种互利的关系。而药家的天才炼药师药师师这一次前来万妖山脉，自然是也和妖族达成了交易，购买到了许多的珍贵药材，其中很多珍贵的材料过于脆弱，甚至不能存放于纳戒之中，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原始的方式运输。而有了这批药材，药师师有信心完成7品炼药师的考核，到时候看那些臭不要脸的谁还敢来家里提亲，一个个也不照照镜子，哪里配得上美若天仙的诗诗小仙女。就在这时，众多的灵马忽然都感受到了一股本能的危险而停了下来，发出了不安的嘶吼。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一位头目模样的中年人连忙从后方跑了过来询问情况。不知道啊，快看，前边树底下好像躺了一个人。那好像是一个人吧？没错，躺在树底下的正是凌云。堂堂掌教至尊，飞升境后期，现在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一般，因为他已经耗尽了全部修为，甚至全身的经脉都出现了裂痕，识海都快干枯，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油尽灯枯。而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也是耗尽了最后的力气，他是直接从天上砸下来的，全身的骨骼都不知道碎了多少，也是和陨石一样直接砸出来一个大坑。但是凌云知道自己在坑底肯定会引起人来查探，到时候就危险了，怕是直接会被抓去解剖了之类的，不明不白就死了都说不定，那他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死的最冤屈的飞升境。所以凌云用最后的法力发动了随机范围的空间瞬移，这也直接让他本就不堪重负的经脉直接断了，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凌云顿时晕死了过去，他现在的身体和凡夫俗子无异，甚至更加脆弱不堪，仿佛碰一下都要碎了。而随着凌云的晕死过去，残破的身体似乎终于引起了系统的注意，准备救死扶伤，或者说激活了某种东西。那金色的千倍天赋几个大字直接就变成了虚化的先天混沌神体几个字。原来哪有什么千倍天赋，
不过是无敌的修炼体质罢了，诸天万界唯一的先天混沌神体，在今天诞生了。由于凌云的存在，众多花重金购买的灵马一直不肯往前走。作为兽类，他们对于危险的感知可远比人类要强大。虽然凌云此刻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凡人，但是他身上那种气息还是让直觉敏锐的灵马不敢再往前了。无论怎么安抚都没用，他应该是死了吧？难不成身上有什么瘟疫？看起来也不一定就死了，不过肯定伤得很严重。听着手下议论纷纷的猜测，队长有些无语。用你们的猪脑子想想，能一个人出现在万妖山脉的人，能是普通人吗？都跟我来搭把手，看看情况。队长招呼着，就一个人上前去查探情况。很快，药师师也被惊动了，他有些好奇地掀起帘子走了出来。发生什么事了？清脆如黄鹂的声音响起，他的出现伴随着一股奇异的药香，仿佛有着镇定安神的作用。就连躁动不安的灵马也安静了下来。回禀七小姐，前方出现了一个死人，让灵马受惊了。药师师在家中排行小七，所有又叫七小姐。她生得极好，而且生性善良，加上天赋出众，药家也是方圆100万里的名门望族，还是炼药世家。药师师可以说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女，每日来求亲的媒婆更是把药家的门槛都要踏破了。但是药师师样子都觉得自己还是小孩子呢，哪里要着急嫁人呀？而且她一心追求也是炼药一途，自然是从来没有好脸色。这一次也是借着出来寻找药物，也一起跟着出来散散心。不过药家当然不会放心，所以也是派了一队护卫过来，修为不算特别高，大部分都是宁丹境上下，但是对付一些劫匪和外围的妖兽之类的也够用了。何况药家作为炼药世家，平日里也没什么仇怨。死人！药师师脸上出现了惊色，这里怎么会出现死人呢？不出一天一晚上就会直接被白蚁兽之类的吃个干干净净吧？这里可是万妖山脉啊，无数妖兽繁衍生息的地方。我看看，作为单纯善良的炼药师，药师师救死扶伤的本能让他没办法坐视不理。七小姐，她好像还活着。早先去查探情况的队长此刻看着凌云微微起伏的胸口说道，但是他伤势太重了，感觉应该也不是普通人，不然早就死了，可能是碰到了什么妖兽群之类的。倒是一个真男人，能坚持到现在。队长有些敬佩地说道。凌云身上的伤势他初步一看就感觉心惊，骨骼不知道断了多少，气息更是气若游丝，虚弱的不像话，也看不出来修为境界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过来。这样的伤势还没死，已经是奇迹了。别动他，我来看看。药师师连忙制止了要搬动凌云的几个护卫，他上前一步，带着一股药香来到凌云身前。护卫们都连忙退开，也不敢多看七小姐，对方实在太美了，让人自惭形秽。药师师顾不上裙摆落在了脏兮兮的泥土上，他蹲下身子，仔细地端详着凌云。猛地一看，他似乎是一个青年，20来岁的模样。虽然看着衣衫褴褛，甚至胡子拉碴，但是根据五官轮廓，应该长得还不错。正所谓望闻问切，药师师的眼力自然是极好的。对方身上的衣服材质也很特殊，是某种上好的丝绸所织就的，没有损坏的时候，说不定还是一件法衣。但是现在已经灵性皆失，而且他的四肢似乎都骨折了，肋骨、胸骨也断得差不多了。看着他微微起伏的胸口，这顽强的生命力，药师师不由得也是有些感动。当然他不知道，这可是非生境的肉身啊！即使是把他丢在这里不管，过一段时间凌云也会醒过来，他的气息也不会有什么野兽敢靠近。当然了，要是能被人发现并且救助就更加好了，尤其是救他的还是一位漂亮的白发少女。药师师小心翼翼地放出几缕灵力，感知着凌云体内的情况。但是让他奇怪的是，对方虽然经脉基本断绝，但是他却查探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每当他想更进一步的时候，就会被一股隐秘的能量阻拦下来。是修炼的功法特殊吗？药师师猜测着。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某些世家宗门为了保守自己的功法传承秘密，就会有这种现象。看着凌云的侧脸，药师师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越看越是亲切，总觉得自己一定要把他带回家才行。他不知道，这其实是混沌神体在自发的苏醒。作为混沌第一神体，先天具备所有属性，能修炼万法，乃是一切规则的源头，自然会让深入接触的人有些亲切感。他的法力接触到了凌云，转瞬间就被感染了。带他来我的马车吧，我试试能不能挽救他。药师师亲自指挥着护卫，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凌云。这是像一滩烂泥一样的林老魔，也是有生以来最脆弱可怜的林老魔。药师师不顾护卫队长的反对，直接把凌云搬到了他那香喷喷的马车上。
里边甚至还有着浴室，还有2位侍女，是他的贴身丫鬟。好了，继续前进吧。护卫队长也是有些无奈，你一个名门望族，黄花大闺女，带一个陌生男人进自己马车，叫什么事吗？当然了，你是药师，所以也还算说得过去。马车里，药师师看着衣衫褴褛的凌云，脸上忍不住红了红。你们过来帮我，给他把衣服换了吧。轻一点。2位侍女也是耳根红红的，毕竟凌云虽然身受重伤，但是身上那股无形的威势和阳刚之气，还是很有男性魅力的。最后阶段，药师师有些不敢看，但是没办法，在2位侍女的配合下，又给凌云擦了擦身子，然后换好一套干净的衣服。这是从护卫那边要来的普普通通的男装，又让丫鬟仔细地把凌云脸上的胡须剃了。3人也是累得香汗淋漓，但是看着此刻焕然一新的凌云，3人都是眼眸一呆。一名丫鬟捂着嘴，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他好好看呀。药师师也忍不住呆了呆，长期身居高位又修为天下无敌的凌云，自然而然散发的那股气质，让他也是眼中异彩连连。而凌云，他的主魂意识此刻还处于深度沉睡之中，但是他的灵觉其实也还在，但是没有感受到什么危险，加上混沌神体在慢慢苏醒，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所以他睡得很沉，很安心。万妖山脉森林内的古路上，宝器马车行驶得很是平稳。内部宽大的空间之中，内部隔间本来是给通房丫鬟居住的地方，现在被凌云给占据了。帘子拉开之后，药师师可以直接看见凌云的状况。现在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第3天，但是这个神秘人已经没有苏醒的迹象。药师师看着凌云的脸庞，怔怔出神。这些天他每天都会给凌云擦拭身子，因为每日都要给凌云泡药浴，用于恢复凌云肉身的伤势。还别说，倒是有些效果，加快了凌云伤势自愈的过程。当然了，以凌老魔的肉身，一般的灵药肯定是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所以还是得靠他自己。但是首先得等他苏醒过来，所以药师师对凌云来说，虽然不算是什么救命之恩，但是仍然是大恩大德。毕竟就他之前那副乞丐模样，以药师师的身份地位，又是如此年轻貌美，愿意接纳他，救治他，可想而知是何等的善良。而且现在给凌云用的药物，也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最顶级的了。但是每一次药浴，其中的药性都会被凌云吸收得干干净净，足以见得他的肉身现在伤势有多严峻。或者说饥渴，其实最关键还是在于凌云肉身破败，情况危急，直接提前激活了混沌神体。本来这是要凌云飞升成仙之后，肉身经过蜕变，才能自然而然苏醒的无敌路。所以凌云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他的肉身对能量极度的饥渴，导致了他神魂沉睡。要是他能清醒过来，事情就又简单很多。毕竟他的空间戒指里虽然大多数的灵石都耗尽了，不过也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而且各种天材地宝也还有一大堆。凌云这些年收藏的各种药材，要是让药师师这小妮子看见了，估计要幸福的晕过去了。药师师撑着下巴，有些呆呆的看着凌云。这3天他都没有去冥想了，一直都是在照顾凌云这个植物人。就连2位贴身丫鬟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居然还会给他擦拭身子。这种事情，七小姐可还是黄花大闺女啊，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了，还怎么嫁人啊？这个世界比起凌云曾经所在的世界，似乎世俗的力量更加强大，很多繁文缛节也更加复杂，修士和普通人之间的界限似乎有些模糊，各种修仙家族犹如满天繁星，高高在上的宗门也就显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于是很多世俗之中的礼节也传承了下来，加上妖族的威胁，还有邪修肆虐，所以人族内部也更加的团结。所以上门求亲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他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药师师心里。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心里已经肯定，这肯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是修士，而且说不定还是很厉害的修士，不然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势。然后他手上的那枚那戒也很高级，看着凌云无名指上的那枚几乎透明的那戒，药师师也是给凌云擦拭手臂的时候才发现的。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再过10几天的路程，我们就要到家了。你若是还是这个样子，我就要把你安置在外边了呢，不然爷爷不会让我把一个身份不明的废人带进家里的。虽然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时间来到了第5天，药师师又在对着凌云喃喃自语了。他没有注意到凌云的手指似乎微微动了动，极其细微。而在凌云的识海了，灵台之上，凌云的神魂在某一刻忽然睁开了眼睛，
凌云的眼眸有些迷茫，旋即记忆如潮水袭来。妈的，老子终于回归了这个世界。然后凌云呆住了，我现在成植物人了。凌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手掌，他现在能感受到外界的情况，甚至有了知觉，但是他的肉身依然没办法苏醒，没办法活动，因为他的肉身重启需要的能量太庞大了，而且现在还有混沌神体在争夺本源力量，导致肉身本源亏虚。简单来说，凌云现在亏电了肾虚了。凌云沉默了一会，似乎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是外界那个絮絮叨叨的小女生救了自己吗？听声音年纪应该不大，还有这气味很香，还带着一股药味，所以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医仙吗？凌云下意识地想到。好吧，就算不是年轻漂亮的，是一个土村姑，凌云也认了，也成他的情，到时候必定给他一场天大的造化，这可是相当于救命之恩。凌云这等大修士最看重因果报应，尤其是到了飞升境界之后，想要飞升就要一身轻，若是因果业障缠身，天劫威力可是成倍增长。感受着从未有过的虚弱，凌云陷入了沉思，自己这是什么情况呢？七小姐，她的眉毛好像动了动呢。叫小绿的丫鬟有些惊喜地叫道：啊，真的吗？药师师放下手中的医书，连忙跑过来查看。真的，她的眉毛刚刚真的动了一下。小青也连忙说道。药师师凑了过来，仔细地看着凌云的令牌，呼吸都要打在凌云脸上了。让在灵台上打坐的凌云抬了抬头，这股浓郁的带着药香味的气息，他在做什么？哦对了，我好像忘了什么。凌云这才想起来，自己似乎好像没有去看看那个傻逼系统什么情况，然后瞅了一眼。凌云双手抱胸，又陷入了沉思。之前的千倍天赋现在变成了混沌神体，这就是自己陷入虚弱的原因吗？修为境界不够，强行蜕变的副作用。对于这种传说中的体质，凌云作为穿越者也是略有耳闻，没想到竟然真的轮到了自己。看来之前错怪了系统，这种无敌神体基本上就是一条现成的无敌路，虽然道路曲折，但是终究是有路走。修士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看不见前路啊。然后耗尽寿元，混沌神体传闻中可是先天具备一切属性，百毒不侵，水火不惧，而且修炼天赋根骨强的可怕，想要修炼什么都可以快速的达成，而且最可怕的还有其亲和力。作为混沌的亲儿子，任何宝物或者天地灵根之类的，都会优先考虑选择混沌之子作为自己的主人。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女人缘也会好得可怕，因为这种魅力值是全方位的。就比如现在的药师师，越是天赋出众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越是契合先天大道，因此他们才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规则和灵气，所以也就本能得会更加亲近混沌。当然了，若是对凌云有敌意的，不说感受不到这种亲和力，甚至有可能会倒大霉。曾经的女帝祖师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他，很难说是不是有这种关系在里边。虽然之前还没彻底苏醒，但是作为女帝仙王，姬西瑶的灵觉何其敏锐，可能无形之中就被影响了。好一个千倍天赋，好一个混沌神体。凌云喃喃自语，不如说是混蛋神体吧，这体质也太混蛋了，自己醒不过来有什么用啊？而且按照现在正在苏醒的速度，自己怕是要1000年才能醒过来吧。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必须要让肉身受刺激，然后苏醒过来，哪怕只有一瞬间，自己就可以取出一部分宝物或者丹药来滋养肉身。有了力量源泉，到时候自己就不会被吸干了。虽然可能依然不能行动，但是起码不会是活死人一样躺着。怎么办呢？凌云又陷入沉思之中，但是思来想去，自己现在只是神魂状态，而且被封印在石海灵台之内，根本没办法出去，肉身已经虚弱到了极致，哪怕有一丝丝力量，他也可以想想办法。所以现在的问题又回到了起点，形成了闭环。因为没有力量，所以陷入沉睡，因为陷入了沉睡，所以没有力量。怎么办呢？林老魔揪着头发，有些抓狂了。而在外界，药师师忽然发现他似乎又皱了皱眉头。耶，他好像真的会动了呢。药师师一脸的喜悦，但是他为什么皱着眉头呢？是因为疼痛吗？还是说不舒服呢？药师师歪着头想了想，肉身内部的情况，他现在暂时也没什么好办法。若是有些不舒服的话，那就泡个澡吧。想到这里，药师师就心里一动，好像是又要到每天1次的泡药浴的时候了呢。那今天就提前2个时辰吧。你们去准备热水，还是用昨天的药包？药师师吩咐道。呐，好的，我们这就去。
小绿和小青两位侍女连忙去安排。很快，热气腾腾的浴桶就准备好了。这几天他们对此已经熟门熟路。最困难的其实还是接下来的这个步骤，要给把凌云搬到浴桶内。凌云的肉身现在虽然没有任何法力，但是仍然沉重无比。她们3个小丫头在不动用修为的情况下，还是有些吃力的。但是动修为又怕没轻没重的伤到她，所以基本上都是3女合力完成这个步骤。当然了，她们也是直接合一把凌云抱过去，让他们在外边就把凌云的衣袍去掉，还是太为难他们了。凌云忽然感受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了起来，然后变得无比的精彩。这是他在给自己洗澡吗？我勒个去，什么情况啊？还有这种待遇？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林老魔感动了，这一下是真的有些感动了。等他清醒过来，恢复修为，一定要发誓对他天下第一好。谁敢伤害他，我就灭他10族啊！而且凌云现在的感觉也很奇妙，他能感受到肉身的一些变化和感知触觉，比如水温，比如白嫩的手掌在自己身上轻轻划过，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让凌云神魂一颤抖。来了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刺激再强烈一点，自己说不定就醒了啊！神医啊神医啊！凌云激动了，但是很快他就有些失望了，刺激还是不够啊，他的肉身还是没有苏醒过来，怎么办呢？但是有了这次的体验后，凌云心里也浮现了希望，多来几次说不定就好了呢。不过紧接着凌云又面色大变，变得无比的精彩。原来还没结束呢。药师师看着药浴桶内的药性全部又被吸收得干干净净，乌黑的热水已经重新变得清澈。你们下去把它抱出来吧。在药师师的吩咐下，2位侍女一起进入浴桶内，一起合力把凌云抱起来。他们的纱裙在落水一瞬间就被浸透打湿，紧紧地贴在身上，然后伸出白净的手臂，一左一右架着凌云，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反正他也没有醒过来。热气腾腾之下，小绿和小青脸色都有些红，他们能跟在七小姐身边，自然也是万里挑一的角色，容貌不说绝世，也是清丽无双，身姿也是极好。神魂状态的凌云都是忍不住有些闪烁了起来。若是可以的话，他感觉自己现在肯定是激动了。水温带来的触感，奇妙的体验，凌云仔细地感受着。好了，交给我吧，你们去把浴室收拾一下。他听见那个熟悉的清脆的少女声音响起，然后感觉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怀抱之中，自己似乎直接被她抱着。凌云从来没想到自己居然也有被公主抱的时候，她好暖好温柔，凌云感动得快哭了。现在最脆弱的时候碰到了小医仙啊，这就是命运吗？但是让凌云震惊的还在后边，因为他现在湿漉漉的衣服还穿着呢。怎么办？当然是换衣服啊。问题来了，谁给他换？小医仙呀。那换衣服之前呢？给他擦拭身子呀。凌云感受着湿透了的衣服被褪去，他居然呆住了。凌云已经忘记了自己多久没有感动这种情绪，这么多年来他杀人如麻，心硬如铁，所以他真的是仙女下凡吗？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一位陌生人这么好？让自己以后怎么报答他啊？除了以身相许，凌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他绝对不允许他被任何人欺负。自己也不行。车厢里淡淡的药香弥漫，但是现在似乎多了一股旖旎的气氛。虽然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但是药师师还是有些羞涩，毕竟人家还没有出阁呢，也没有心上人。其实本来他是可以安排2个丫鬟来进行这一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浮现这个念头的时候，他下意识的就拒绝了，所以还是自己亲自给凌云擦拭身子，擦干了之后，然后给他穿上干净的衣服。这个过程别提多温柔细腻了，就像是温柔贤惠的小娘子在照顾夫君一般，让林老魔都感动了。而且这个过程真的很奇妙，凌云虽然意识还没苏醒，但是完全可以感知到肉身的一切感知，就像是隔着窗帘看着别人一样。终于又到了凌云最期待的时刻，救死扶伤。医者眼里没有男女，药师师咬着红唇喃喃自语，自己只是给他擦拭水迹而已。凌云表情一变，然后越来越精彩，无比的精彩。药师师很细节，也很温柔，手指很柔嫩，给凌云擦拭每一个部分。然后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凌云上头了。药师师啊的一声尖叫，让正在后厢房的另外丫鬟都吃了一惊，连忙要过来。怎么了，七小姐？你们别过来，没什么事。药师师连忙喊道。他呼吸急促，一下子就有些冒汗了。
没想到居然还会如此。但是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已经有苏醒的反应了呢？药师师心里又羞又喜，情绪有些复杂。凌云也是忍不住老脸一红。假如他可以脸红的话，他妈的，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这么丢脸，还是在小姑娘面前。但是这也怪不得我啊，我都还没醒呢。这该死的本能啊！凌云欲哭无泪。不过紧接着他也是一喜，这说明肉身经历这种刺激之后真的会有反应啊。多来几次岂不是说就能醒了？但是显然这种程度还不够。药师师等了好一会，见平息了下去，这才又继续给凌云换上衣服。他拍着胸口，刚刚吓死他了好吗？真吓人。药师师咬着嘴唇，有些生气地瞪了一眼凌云，你这个坏家伙，睡着了也不安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语气有些娇嗔，撒娇似的，又哪里有真的生气的意思。凌云有些无地自容，但是生活终于是有了希望，只要时间再久一点，幅度再大一点，自己应该就可以醒了吧。想到这里，凌云有些羞愧，没想到还是要靠自己小姑娘，真是天道好轮回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姑娘是真的对自己要大恩了。紧接着时间又过去了2天，凌云偶尔会有些细微的表情动作，这让三女都是心里一喜。七小姐，她好像快醒了呢，但是好像每一次都差一点似的。小绿和小青说道。先去放热水吧，说不定这真的有用呢。药师师吩咐道。好。2位贴身丫鬟现在对凌云也无比的熟悉了起来，甚至要是凌云真的醒了，他们可能才是日常照顾凌云最多的，所以凌云对这一切都铭记在心。他们三女的命运已经在这一刻悄然改变了，这一次依然和之前一样，配合着给凌云洗浴。结束之后，还是要诗诗单独给凌云擦干净。凌云也有些期待了起来，每当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凌云最近唯一的期待了，就希望自己会一下子惊醒过来，然后一瞬间自己就先服下一颗9品之中的极品丹药，应该就可以维持住状态，后续注意一些应该就问题不大了。然后等着混沌体彻底苏醒，等实力慢慢恢复，自己就可以重新恢复无敌修为。现在他的修为可是来到了飞升境界后期，说是天下无敌一点不为过，所以凌云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打算，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和这个小医仙在一起了。凌云对此倒是有些期待，这样下去他感觉自己最多再有10天就差不多可以苏醒了。在凌云的感知之中，终于又到了最后一步。药师师咬着红唇，忽然想起来刚刚小青说感觉总是差一点。差一点吗？药师师喃喃自语，脸色越来越红了起来。然后凌云倒吸一口凉气，时间悄然溜走。药师师香汗淋漓，他擦了把汗。坏家伙！药师师有些娇嗔的笑骂了一句，他没想到这还是体力活，不过怎么还没醒来呢？药师师有些失望，但是他不知道凌云其实已经醒了，但是他不敢醒来啊，真是太丢脸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凌云就已经醒了，没办法，太强烈了，肉身的极端刺激下直接就醒了。他苏醒的一瞬间就用神念取出一枚丹药，药师师有些不敢看，所以闭着眼睛，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凌云张嘴吃了一颗药丸。凌云的肉身开始缓缓复苏，丹药的作用下，浓郁的灵气波动缓缓弥漫开来。凌云现在有2个选择，继续假装没有苏醒，然后继续被服侍，继续当畜生，或者现在找个合适的机会就睁开眼睛。凌云想了想，自己不应该那么牲口的，而且他也很想睁开眼睛，亲眼看看小医仙到底长什么样子，是不是美若天仙都不重要了，哪怕是长得丑，凌云也认了。他会去找天底下最好的丹修，炼制出最厉害的美颜丹给他服下，他若是不愿意也行，成仙之后重塑肉身，自然就变美了。反正凌云是赖上人家了，死不要脸也要赖上这个善良到过分的小姑娘。凌云自己都想不明白自己何德何能，混沌神体就这么牛逼吗？魅魔神体吧。但是紧接着凌云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自己虽然醒了，但是好像还是不能动啊，只有手指能微微动一下。他看了一眼进度，发现混沌神体觉醒才10%，起码要60%才能自由活动，成仙之后才能100%觉醒。怎么办？所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得坐轮椅。凌云忽然有些无语，没想到自己堂堂林老魔也有这一天，这是要被照顾到底了吗？这美人情债以后怎么还得完啊？药师师来到里侧的车厢，洗了洗手，又洗了把脸，他香汗淋漓，脸色红红的。七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呀？贴身丫鬟好奇地问道。怎么感觉有种奇怪的气味呢？刚刚给他调理了一下身体，我还以为他会醒过来呢。药师师有些无奈，暗恨凌云不争气，他都那样了，真是气死我了。药师士气鼓鼓的样子有些可爱，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子做，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他只是感觉相处越来越久，自己似乎不知不觉心里多了一个人，很突然也很陌生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好像也不错。某个夜晚，他看着凌云的脸，想了很多很多。他知道自己或许是喜欢上了这个一动不动的陌生人，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更加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是不是好人。他只知道他希望他早点好起来，然后是走是留都随便他。作为一名丹修，药师师可以说是胸无大志，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快点晋级成为7品炼丹师，然后就可以不要去应付那些讨厌的人了，到时候自己的地位就足够让他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也不会有哪些不要脸的来上门提亲。他才不喜欢那些别人眼里所谓的年轻俊杰呢。七小姐，回去之后我们还跟着你吗？小青和小绿犹豫了一下，忽然问道。当然啊，放心吧，家族那边不会为难你们的，不然我可不同意。我们也算是一起长大的，这么多年亲同姐妹，虽然你们在家族的奴籍还没消除，但是我会想办法的，没有人能把你们从我身边抢走。表哥他不过也是想借这件事情威胁我，我不会让他得逞的。药师师脸色一变，语气忽然有些严肃。你们不要胡思乱想，都有我呢。呐，谢谢七小姐。小绿和小青有些感动地说道。我们听说大少爷可不是什么好人。哼，他是畜生。药师师对此也是无比的认可。他也听说过有些侍女都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甚至还有的有了他的骨血都直接被他下药打掉了。药家的大公子药归尘可谓是在这片地狱里臭名昭著，让无数良家少女闻之色变。已经醒来的凌云默默听着后边的对话，心中也是有些计较，看来自己一醒来就已经有了第一件事情了呢。居然有这种畜生打自己妹妹的侍女的主意，说不定真正的目标还是自己小医仙，这简直是罪该万死，要挖骨抽魂。在林老魔眼里，直接就给那素未谋面的大公子判死刑了，而且还是死得很惨那种。自己现在虽然不能动，但是自己的神魂力量还在，倒是有自保之力，加上自己的各种法宝也还有一些，虽然抵御空间风暴的时候毁掉了一大批最顶级的宝物，但是现有的一些在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情况下，对付一些天象甚至渡劫都是有把握自保的，破虚就有些难了。至于飞升，这又不是什么大白菜，到处都是，所以凌云现在应该是整个世界最强的植物人了，不能动又如何？还能说话，老子言出法随，一声剑来，直接就是万千剑雨落下，直接给你扎成刺猬。但是这种力量也是有限制的，毕竟凌云现在还很虚弱，处于蜕变为混沌神体的关键时刻，当然不可能随便动用强大的力量。要是中断了蜕变，凌云就要哭了。正想着，忽然听着脚步声在靠近，凌云连忙闭上眼睛。药师师来到床边，看着凌云的脸庞怔怔出神，忽然他伸出手抚上了凌云的脸颊，他的手冰冰的，但是很柔软。凌云感觉拥有这种玉手应该也是小美女吧。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呢？不然我可没办法把这种状态的你一直带在身边，怎么办呀？药师师有些苦恼地说道。家里似乎也对我有些意见了，但是我才不要听他们的去联姻呢。我不喜欢那个周公子，听说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不然怎么会和我那大哥混在一起？但是爷爷他也年纪大了，周家势大。药师师又开始了今日的喃喃自语，似乎把凌云当作的倾诉对象，听得凌云心中一股怒火，然后又升起了一股怜惜。不过我这一次带了很多珍贵的药材呢。药师师语气一变，有些娇俏了起来。等我晋级了7阶炼药师，我就可以为爷爷分忧了呢。凌云感觉这个小丫头现在似乎压力也有些大，自己不应该这么自私了。于是凌云的嘴唇忽然动了动，在药师师震惊的捂着嘴说不出话来的目光下，凌云发出了有些干涩沙哑的声音。这是呢？是你救了我吗？长时间没有说话，凌云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是依然吐字清晰。药师师看着睁开眼睛的凌云，忽然眼眶有些发红，他的眼瞳是如此的深邃，仿佛隐藏着无数的故事。睁开眼睛之后，看着更加英俊了。你终于醒了呢？你渴了吗？要不要喝水？我去给你倒水。药师师忽然脸蛋有些红，他有些慌乱了起来，连忙借口去倒水。凌云眼睛微微转动，但是可惜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他现在脖子都动不了。刚刚一瞥，居然惊为天人。凌云心中也是大定，果然是一个美若天仙的小医仙，娇俏可人的药师师，既不像是女帝那样高贵冷漠美到了极致，也不像是师尊云雪姬那样妖娆，更不像是师姐凌霜雪那样外冷内热冷艳无双，也不同于小师妹的古灵精怪。她是一种独特的美丽，她善良清澈，仿佛可以抚平这世间一切的伤痛。凌云在这一刻无比的确信，自己心里从此又多了一个人，一个美丽善良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小医仙。他领老魔发誓，自己要保护她一辈子，她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温柔和光。凌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专一的人，有时候也是情难自禁呀。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对了，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七小姐。马车很大，在隔壁，药师师捂着胸口，由于过度紧张，他有些喘息。他没有想到凌云竟然中这个时候忽然醒来，和凌云对视上的时候，药师师就慌了，他的眼睛好深邃，仿佛一汪深潭。啊，对了，自己还要去倒水呢。过了一会，小青和小绿两位侍女也来到凌云旁边，两人对视一眼，都有些惊喜。那位公子真的醒了，两人照顾他这么久，也算是熟悉了，见到对方真的苏醒了，自然是很是高兴。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还是不能动吗？药师师试探着问道。凌云眼睛转了转，是的，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吧。凌云也是有些无语，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这是前段时间杀戮太多了的报应吗？不过这种体验对他来说也是有些新奇，也罢，就当是一段别样的旅程吧，也能静下心来好好参悟空间规则神通。你们俩扶他起来。药师师吩咐道。俩人点了点头，连忙过来，一左一右地扶着凌云坐起来。发现这位公子似乎有些没有力气保持坐姿，然后干脆让凌云直接靠在自己身上。凌云也是不由得有些脸热，妈的，自己现在也太丢脸了吧，要是让曾经的那些仇人看见，不得笑死啊。不过为了混沌神体，一切都是值得的，何况在那种绝境情况下，自己能活着来到生命世界，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凌云倒是也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了，而且还能有这样3名少女照顾自己，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总比孤孤单单瘫在地面上要好。我喂你喝水啊，你要喝粥吗？谢谢。凌云还真有些饿了，嗅味到辟谷之后，他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这种饥饿的感觉了，大概是因为身体亏空吧。而且口腹之欲这种东西，凌云也没有戒掉的打算。紧接着，凌云就靠在2位丫鬟身上，药师师坐在他身前，一勺一勺的喂凌云喝水，然后喂他喝药粥。凌云忽然发现这种感觉好像也不错，自己就像是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号的婴儿一般，被3位漂亮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很奇妙的感觉。另外丫鬟也是不由得有些羞涩，被这样一个陌生的男人靠在胸前紧紧的压着，浓烈的男子汉气息让他们心跳加速。之前还不觉得有什么，现在他醒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公子的气质很是独特，偶尔显露出来的那股贵气，似乎比起老族长和大长老他们还要威严，显然是身份不一般。药师师吹了吹勺子里的热气腾腾的药粥，然后递到凌云嘴边。凌云感觉这是自己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妙的食物了。果然，人就是他妈的贱。要是曾经这玩意凌云看都不会看一眼，现在却是觉得无比的美妙。但是他分不清是人美还是味道美，或者都美。公子，这药粥味道还行吗？我特意加了雪花鱼呢，应该很鲜美吧？药师师柔声问道。很好，是我喝过的粥里最好吃的了。凌云心中一动，看着近在咫尺的小医仙，问出了压在心里已久的问题。这位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凌云目光柔和，让药师师耳根有些发热。我叫药师师，是一名炼药师，我们在路边无意中发现了你，就把你一起带上了。药师师轻飘飘地说道。小绿这时候忍不住插嘴了。公子，你可要好好感谢我们家七小姐呢，要是碰到别人，说不定就不管你了。我们七小姐可是最善良了，而且这几天对你可好了，什么事情都是亲力亲为，我们都没见过七小姐什么时候对外人这么上心过。小青也在一旁跟着说道。药师师脸上一红，仿佛被戳破了心事一般。哎呀，你们别乱说，我也是一名药师呀，当然要救死扶伤。药师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凌云。你别听他们俩瞎说，我救你只是因为我是一名炼药师，恰逢其会罢了。药师师的解释有些牵强，但是凌云毫不在意，大概小姑娘有些害羞吧，或者是怕她误会什么。一名小丹修吗？凌云心中有了一些计较，以自己的家底，
把他培养成9品炼药师应该不难吧？单修的路也不太好走，尤其是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而且绝大部分都会被浪费成为药渣。但是地位也很是独特，毕竟大家都是要嗑药的，所以也备受尊敬。一般邪修都不会没事找事去上伤害单修，最多威胁一下打个结什么的。要是自己也学习一下，以自己的资质应该很快吧，然后就可以反哺教导他成为巅峰9阶炼药师，从他的学生成为他的老师。这个过程似乎也很有意思呢。凌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目标，也算是苦中作乐了，而且还能两全其美。原来你是炼药师呀，怪不得呢，那你应该也很厉害吧？药师还来不及说话，小青就在一旁说道：当然了，我们家小姐是最年轻的6阶炼药师，距离7阶也不远了呢。小绿补充道：6阶嘛，凌云心中也就有数了，看来是面临突破7阶这个分水岭，自己报恩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找个机会再提吧。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药师脸上有些红，但是雀跃的表情和明亮的眼眸出卖了他，显然他也感觉自己挺厉害的。凌云看着他这天真无邪的模样，很想笑一笑，但是奈何现在还是个面谈，估计明后天就可以动脖子以上了吧。最难的估计是下半身，除了小兄弟基本上都没有知觉了。这种奇特的情况让凌云也是倍感无奈，甚至怀疑是不是狗日的系统搞的鬼，不过也有可能是经脉的缘故。为凌云喝完粥之后，又扶着凌云躺着，药师贴心的陪在一边和凌云聊天。2位丫鬟又去忙别的了，但是药师现在又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大问题，这位公子已经醒了，那以后洗澡怎么办呀？一想到那种情况，他就忍不住脸上有些燥热，而且应该不要那样子了吧。药师看了一眼某个部位，脸蛋红红的药师可爱极了，带着一股子纯真妩媚，可惜凌云是看不见这不胜娇羞的一幕。但是好在他今天已经洗过了，所以还是等明天再操心这个事情吧。而且他应该也不会愿意让男性来服侍吧。药师很肯定这一点，实在不行就还是和往常一样吧，大不了自己吃点亏，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也不在意那些了。我帮你按摩一下吧，可能会有助于恢复。药师又主动说道。凌云还没来得及出声呢，药师就伸出2双白嫩的小手在凌云手臂上揉捏了起来，倒是有些感觉，挺舒服的。凌云也就没有拒绝了，他只是使不上劲不能动，又不是失去了知觉。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该怎么报答你呢？正在认真按摩的药师抬起头，不用报答呀，遇见就是缘分，等你好了再说吧。他反正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现在这个力度可以吗？药师一边按摩一边问道。挺好的，但是穿着衣服有些不舒服。凌云有些厚颜无耻地说道。大保健啊。凌云也有些怀念，何不趁此机会再回味一下。药师脸上一红，偷偷看了一眼凌云，发现他微微闭着眼睛，但是表情似乎有些舒缓。他咬了咬银牙，心里下定决心，反正那里都触碰了，做康复按摩而已，自己就不用想太多了。哦，那这样呢？紧接着凌云就感觉到了有些冰冰凉的柔软小手，再用力一点，上来一点。林老魔自然是脸皮很厚的，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直接就把人家小医仙当成了技师用。药师咬着嘴唇，是这里吗？现在呢？就这。凌云感觉这种刺激确实有些效果，法力流转似乎都变快了，其实还是有些科学道理的嘛。然后凌云就更加心安理得地享受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药师都感觉有些累了，香汗淋漓，脸蛋红扑扑的，悄悄看了一眼凌云，发现这家伙好像舒服的睡着了，顿时没好气的又捏了一把。你睡着了吗？他小声的问道。凌云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呢。怎么了？我手指有些没力气了。药师有些委屈的说道，他也有些搞不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听话，但是自己好像拒绝不了对方的任何要求。和凌云亲密接触这么久，他早已经无形之中被凌云的混沌神体的亲和力给影响了。凌云正享受着呢，而且感觉自己的恢复速度有些加快，现在没力气了可不行。凌云想了想，手上没力气了，不是还有脚吗？凌云不用看也知道，对方脸上的表情现在肯定很是羞恼。药师咬着红唇，这人也太得寸进尺了吧，就不怕我把他丢出去了吗？要不是看在你是病人的情况下，我就不理你了。药师看了一眼自己裙摆下修长的玉腿，他从来没想过用脚还能做这种事情，自己会做这种事情。怎么，你不会吗？我教你啊，你脱了鞋，用脚踩就行了。我感觉你的按摩效果很好呢，我现在脖子好像有些可以动了。说着，
凌云微微扭了扭头，药师师顿时有些惊喜，好像是真的能动了呢。那我再试试吧。他还是没有用脚，又用小手坚持给凌云按了一回，先是胳膊，然后是腰背和肩膀。1个时辰后，药师师又香汗淋漓了。他抹了一把汗，长长的秀发都贴在了脸颊上，脸蛋热得红扑扑的。怎么样，可以了吗？药师师有些期待地问道。呢，但是感觉还差一点呢。凌云感觉脖子好像是有些力量了，但是总是有些舍不得那种感觉。又没力气了吗？凌云主动问道。那我已经没力气了呢。药师师有些委屈地说道。他还是第一次被人当丫鬟使唤。那用脚试试好不好？凌云此刻仿佛像是在诱骗无知少女的恶魔。就差一点点了呢，加油呀！我等下能动了，就送你一个小礼物好不好？林老魔仿佛拿着棒棒糖在骗小白兔。药师师咬着红唇，实在是不敢相信那种场面。我让他们来帮你好不好？凌云自然是不乐意的。他们没有你厉害啊，这一次我就差一点点了，下次再让他们来。凌云有些忘本了，不久前还想着绝对不会欺负自己的小医仙的呢，现在就开始欺负人家了。药师师都快哭了。他低头看了看凌云，又看了看自己的腿。那我试试吧。凌云大喜。呐，你最好了，你放心吧，我好了之后我会保护你的。我其实也很厉害的。凌云开始画大饼了。哦，多厉害啊，比我那个混蛋大哥还厉害吗？呵呵，我天下第一厉害。凌云毫不犹豫地说道。哼，才不相信你呢，我感觉你在欺负我。你现在连一只侏罗兽都打不过，也就只能欺负我了。药师师自己都没有发觉，自己好像是在撒娇一般。我怎么会欺负你呢？你这是在帮助我呀，我真的很厉害的。凌云很是认真地说道。哦，那你以后厉害给我看看吧。药师师说着已经脱掉了鞋袜，露出白生生的小脚丫，有些可爱。怎么做呀？我不知道呢。药师师脸上满是羞恼，但是事已至此也只能试试了。那种事情都做了，何况是小小按摩。你把我翻过来，衣服掀起来，然后扶着点别摔倒了，光着脚踩上来就行了。哦对了，别抹药油了，我怕你打滑。凌云心里满是期待。好吧，那我试试。药师师轻轻把凌云翻了个身，然后掀起后背的衣服，看着被自己擦拭过很多次的有着结实肌肉线条的后背，药师师总觉得有些难为情，脸色红的要滴血了。但是最终药师师还是咬着嘴唇，鼓起勇气，用自己可爱的小脚丫给凌云按摩。这触感无敌了。凌云只觉得倒吸一口凉气，似乎一下子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凌云现在的日子，除了不能自由走动之外，简直是快活似神仙。吃饭喝水有人喂，而且还能靠着小美人。虽然不是左拥右抱，但是他前面还有一个小医仙喂饭呀。自从那一次给凌云按摩之后，药师师现在每天就又多了一个任务，有时候还叫2位贴身丫鬟一起为凌云提供按摩服务。虽然有些难为情，但是也还好。最让人不知所措的，其实还是给凌云洗澡的时候，和之前不一样。现在这位公子可是清醒着啊，让人多不好意思呀。但是有了第一次后，第二次也就顺理成章。现在已经又是几天过去了，凌云除了不能走动，双腿还是没力气外，脖子和脑袋都可以动了，就连右手都可以动了，但是凌云没有表现出来，不然可就没有小美人喂饭了呀。这种小日子他还想再多享受享受呢。说起来，自己之前身为掌教至尊，宫内侍女众多，剩女都可以抓来不少，怎么就没想到还能这样玩呢？大概自己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废物吧，根本做不到这么奢靡。这一天又是被侍候沐浴更衣的时候到了。凌云现在看那2位贴身丫鬟都是越来越顺眼了，之前听他们好像说是被那什么大公子看上了，想要过去糟蹋。林老魔现在第一个不答应，这也是自己的人了，他倒是要看看谁敢，是谁活腻了敢欺负他的人。浴桶内，凌云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偶尔睁开眼睛看一眼。水里即使是穿着衣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奈何药师师还在外边。不过洗头洗脸这种事情就是药师师亲自来了，他的动作温柔而细腻，让凌云感受到了极致的服务，每一次都几乎要在浴桶内睡着。紧接着又到擦甚至换衣服的时候，每到这个步骤都是气氛最旖旎的时候了。好在凌云现在也有些自控力了，倒是不会吓到人家小姑娘。这样的亲密关系其实就和娘子伺候夫君一般，两人之间已经很难用素不相识来形容。云公子，要不要我们带你出去走走呀？凌云微微眯了眯眼睛。这段时间他其实一直在马车里，也知道外边还有着一个庞大的车队，但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对他来说，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旅程，能认识这位小医仙就足够了。还有那2位小丫鬟也不错，都是好妹妹啊。那就出去走走吧。不过我这样怎么出去呢？凌云有些好奇。药师师心里一喜，他早就想带云公子出去晒晒太阳了，但是又怕对方不乐意，毕竟他现在这样子恐怕会伤到自尊心。他这就低估了林老魔了。凌云现在的混沌神体觉醒进度已经达到了 20%， 已经是可以发挥出来一些实力了。我们给你准备了这个呢，可以用神念操作的轮椅哦。药师师推出来了一把看着有些端庄古朴的轮椅，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凌云的表情，就怕对方接受不了。凌云却是笑了笑，没想到我凌云也有坐轮椅的一天，倒是稀奇了。怎么用的？我试试看。见凌云脸上没有丝毫不悦，药师师也是松了口气。来，我抱你。由于凌云不能动，药师师弯腰准备抱着凌云坐上去。凌云一瞅，心中不由得浮现一句古诗，倒是别样好风光。两人现在各种亲密接触，这种已经不算什么。事实上药师师也有些察觉，但是除了脸蛋红红的之外，也没有什么排斥，似乎已经习惯了。毕竟搂搂抱抱都很正常了，而且他现在很肯定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位神秘的云公子，就像是少女的情窦初开，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他上次答应给自己的奖励，他本以为是玩笑话，结果没想到用小脚丫给他按摩结束后，凌云真的给了他小礼物，居然是一颗万年火灵芝。这是9品丹药的主材啊，他就那样随手丢给了自己，这也侧面说明了云公子确实很神秘。当然了，他本来也没有图什么回报，所以不愿意接受。直到凌云又拿出几颗更加珍贵的药材，药师师才一脸震惊地捂着嘴，有些不敢置信。他这才知道，原来云公子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人，自己无意中好像救了一个大人物。当时他对凌云都有些畏惧和疏远了起来，直到后面两人又不得不各种接触，这才打破无形的芥蒂，重新恢复到了之前的关系。而且因为共享了秘密，知道了对方的底细，变得更加亲密了起来。不知不觉，凌云在心里已经彻底承认了这个小丫头，他甚至希望这段路程可以再久一些。哦对了，我的这只手也能动了呢。凌云忽然说道，然后搂住了药师师的腰肢，很纤细。药师师咬着嘴唇，我早就知道了呢。那你还喂我？凌云嘴角浮现一抹笑意，哼，我乐意。怎么了？那你今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药师师有些娇嗔地说道。不，我还是喜欢你喂我，比较美味。凌云心中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总觉得有些开心，仿佛和小女生谈恋爱一般。没想到因祸得福啊，居然有这种奇妙的体验。药师师脸上浮现一抹红晕，把手拿开，都这样了还不老实。凌云呵呵一笑，你在家排第7吗？我的7小姐。是的呀。你要带我去你家吗？凌云又问道。那你要去吗？你敢吗？药师师咬着嘴唇说道，水汪汪的眼中似乎有些期待又有些紧张。凌云伸手一揽，但是揽了个空。小医仙跳开了，他美目之中有些揶揄，我现在可防着你呢。凌云摸了摸鼻子，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药师师又走了过来，他微微弯腰靠在凌云身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药香。凌云伸出右手搂着他的小蛮腰，耳畔厮磨，额头抵在一起，看着他的眼睛，凌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两人之间现在关系虽然有些微妙，没有戳破，但是其实都心知肚明，早就已经突破了友情或者医患关系之间的临界点。而且凌云是怎么醒来的，两人都心知肚明。凌云其实也有些罪恶感，药师师是很典型的幼态脸，身材也有些娇小，过分善念和他的路有些不同。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善意吸引了魔性深重自己吧，所以他很喜欢。沉默了一会，轻轻揉了下他的头发。凌云笑了笑，他感觉自己似乎应该坦白一些东西。对于这个善良的小医仙，自己不应该欺骗他，他是救赎自己的小天使。不是说了吗？我很厉害的，我有什么不敢的？但是你呢？你想好后果了吗？我现在可是残。凌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药师师的小手捂住了。我不准你说那种话，你是最厉害的，最好的，会好起来的。我会为你找最好的丹药，我会天天给你按摩，总会好起来的，不是吗？药师师有些紧张又期待望着凌云，眼中居然浮现了一层水雾，显然他心中也没底。他并不知道凌云体内现在是什么情况。凌云轻轻把他搂入怀中，只有一只手，虽然不方便也够用了。因为药师师很乖巧，他依偎在云公子怀里，脸上有着红晕，
会的，我只是修炼途中出了点小意外。凌云在他耳替轻轻说道，呼出的气息让药师师脸色通红。那就好，要是有什么能帮到你的，你尽管和我说。药师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耳根都红了起来。凌云嘴角微微翘起，看了娇艳如花的小医仙，就像现在这样就挺好，好东西要慢慢品尝。凌云不是那种着急上炕的人。那我们现在出去走走好不好？过了一会，两人才分开，两人都是有些恋恋不舍。放开这个娇小柔软的小天使，凌云轻轻点了点头。出去晒晒太阳吧。呐，我这就去安排。药师师连忙去吩咐躲在后边不敢过来打扰的小绿和小青，顺便拿了一块小毛毯给凌云的双腿盖住。凌云有些无奈，但是也不想拒绝他的好意。怎么搞得自己真的和肾虚公子一样，自己也不怕冷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好像真的还挺有趣的。罢了，也算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吧。就当是自己飞升之前，经历一场红尘炼心。自从自己成为高高在上的掌教至尊之后，倒是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低下头来看看下面的世界了呢。随后，在药师师的命令下，商队停了下来。众目睽睽之下，药师师推着凌云走出了那架豪华的行宫。被光线一照射，凌云微微眯了眯眼睛，倒是好久没有看见外边的太阳了呢。可能因为体内虚弱的缘故，凌云的脸色有些苍白，比起曾经的英武不凡，现在多了一丝阴柔。他墨黑的长发被药师师细心地扎在身后，穿着小绿和小青这2天特意缝制出来的白色锦衣。凌云纳戒之中虽然还有很多换洗的衣服，但是都是极品法衣，那可是阴阳圣宗掌教的法袍，穿出来怕是会吓到人，所以凌云也就心领2位侍女的好意了。凌云深深地吸了口气，外界的空气果然还是有些不一样呢。在马车行宫内的时候，只有淡淡的药香和他们身上的处子幽香。众多的护卫看着此刻焕发新生的凌云，也是有些呆滞。之前在路边捡回去的时候，还是和乞丐一样，现在居然变成了贵公子。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是那一股气质，还是让人无法忽视。一眼看过去就知道，绝非池中之物。这还是因为凌云现在体质转变成混沌神体的缘故，气息已经完全内敛了。正所谓大道至简，不然以凌云之前的那股气势，这些人怕是第一时间就得吓得屁滚尿流。都看什么看，都去警戒四周。队长也是呆了呆，但是率先回过神来，连忙呵斥一声，让众多护卫都去站岗去。这位公子，小人王丽，乃是护卫队长，恭喜公子，预祝公子早日康复。王丽的脸色有些黝黑，看起来有些老实憨厚，但是真正的老实人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角落去了。凌云微微颔首，多谢，有劳了。七小姐，可有什么吩咐的？王丽又看向药师师，同时心中也在猜测着这位贵公子的来历。事实上，距离凌云被救进去后，现在已经过了10来天了，大家也都在猜测着现在是什么情况。对于这样一位陌生男性一直在小姐的行宫内，他们也是心中有些暧昧猜想。现在一看这位公子的气质，越发确定了心中的想法。但是他这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能保护好七小姐吗？或者说他配得上吗？七小姐可是要加万年以来的第一天才啊，即使是七小姐愿意，家族内的长老们和老族长会愿意吗？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公子光是外表看上去确实和七小姐很是般配，甚至猛地一看，似乎七小姐还有些配不上呢。不过他们都以为这是幻觉。没事了，你们去忙吧，我们就在旁边走走。对了，现在距离药王城还有多远？药师师忽然问道。凌云也忍不住竖起了耳朵。王丽心中琢磨了一会才说道，按照如今的速度，大概还要7、8天的时间。药师师听闻后，好看的黛眉微皱了皱。好，我知道了。旋即，药师师推着凌云往另一边慢慢走去，小绿和小青2人跟随在后边。看着这一幕，众多的护卫也是满眼的惊奇，看起来这似乎是真的成了呀，真是稀奇了。这要是回到家族，怕是有好戏看了呢。当然了，他们也没什么恶意，只是看热闹嘛，人的天性。毕竟凌云现在这模样，确实是有些让人不得不多想。还有7天吗？和我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吧。凌云忽然说道。作为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要担当起来责任，除非他愿意现在就离开小医仙。凌云肯定是要认真起来了，不然药师师说不定就会受委屈了。药师师怔了一下，旋即脸蛋上露出笑容。我家啊，我爷爷是族长，我爹娘在我小时候就在万妖山脉深处失踪了，然后我排行小7，所以他们叫我七小姐。对了，我也很厉害呢，我可是天才哦。药师师有些娇俏地说道。药师师推着轮椅，
两人一路来到了一个小山坡，看着下方的花海，似乎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他的声音有些飘忽，似乎也不怎么关心家族的事情，所以在努力地回忆着，希望多给云公子提供一些信息。凌云也听得很认真，虽然对于他来说，这种小家族挥手之间就可以灭了，不过凌云并不想采取那种方式，人有时候还是要动动脑子的，而且就当是一场游戏不好吗？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在混沌神体彻底蜕变之前，凌云不准备大动肝火，在陌生的世界还是要小心一点，万一阴沟里翻船了呢？这种故事可是数不胜数，别自己装逼装得正爽呢，然后忽然跳出来一个飞升境界的老家伙给自己干了，那可就贻笑大方了。所以凌云准备抽丝剥茧慢慢来，更重要的是，那是小医仙的家族，能把他培养得如此单纯善良，甚至让他的炼药天赋也得以释放了出来。起码再有一点上凌云是很确定的，那就是在这个家族里，并不是只有冷冰冰的利益阴谋，肯定是有人在疼爱和呵护着他，让他没有经历那些血淋淋的阴谋诡计，也没有怎么为修炼资源发愁，才能把他养得这么好。所以在这一点上，凌云还是很感谢药家的。他猜想应该是老族长，他爷爷对他很不错吧，也只有他的身份才有这个立场和实力。但是他的父母居然是在这片山脉一起失踪的吗？凌云敏锐地闻到了阴谋的气息，也许其中并不是什么突发的意外，但是这也只是自己的猜测。若是让自己找到蛛丝马迹的话，就别怪自己不留情面，到时候怕是要血流成河。凌云一向是恩怨分明，别看黄连月现在是远走高飞了，但是到时候他想死都难。凌云早就在他身上布置了后手，他这么想修炼成仙，到时候在上界，只要两人一接近，就会被他发现。以凌云现在的资质和天赋，加上空间规则神通，即使是到了仙界，凌云也是最拔尖的妖孽。而黄连月该说不说的也有些小天赋，加上以他的心性，肯定也会往上爬。最上层的圈子总是很小的，所以两人总会相遇。你那个什么大哥是不是很讨厌啊？凌云忽然问道。哦，是啊，他是一个大混蛋，还想把小青他们要过去呢。药师是一脸的不悦，不过我可不会答应，大不了我去告诉爷爷。凌云想了想，忽然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你爷爷是不是快要传位给你大伯了？药师怔了怔，似乎这才茅塞顿开。啊，我不知道呀，不过好像前些年就有这个打算了，有些长老都支持大伯。大伯现在已经是7阶炼药师了呢。药师有些苦恼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啊？他也不笨，被凌云这样一点，就知道怕是家族里要出问题了。要不我们别回去了吧？药师忽然眼睛一亮，说出来的话让凌云也是有些哭笑不得。怎么，你要和我私奔呀？药师红着脸，也不是不可以，反正以我的能力，我可以养你啊。我们炼药师也很富有的呢，赚钱很厉害的，我可以去卖丹药呀。听着他有些幼稚的话，凌云心中有些暖意，但是他可以不懂事。凌云作为男人，自然是不能这么没有担当。放心啦，还有我呢，我会帮你扫清一切阻碍，然后让你成为真正的女王。凌云在心里说道。呐，云公子你也很厉害，我相信你。药师用小手一边给凌云按着肩膀，一边说道。两人看着天边的云卷云舒，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但是两人都不觉得无聊，享受着这难得的静谧。就在这时，下方的无尽花海草原之间，远方忽然响起了一声嘹亮的狼嚎。药师一听见这个嚎叫声后，脸色一变，花容失色，面色一下子就有些苍白了起来。糟糕了，是银背魔狼群。小青，快让他们准备防御阵型。凌云挑了挑眉，这个时间点忽然出现强大的妖兽群，什么情况？云公子，我们要回去了。这银背魔狼群是万妖山脉外围最强大的妖兽群，每一头都相当于宁丹境修士，首领银翼魔狼王更是相当于天象境界，尤其是他们最少都是成千上万头一起出现，是山脉外围最大的灾难。我们可能有危险了。药师没想到居然会碰到最大的灾厄，他带着的这群护卫肯定不是对手。怎么办？还有云公子呢，他怎么办？几人快速的回到商队，所有人都面色严峻，已经摆出了防守阵型。七小姐，怎么办？这魔狼群可都是群体行动的。王丽也是一脸的紧张，他现在只期望这是一个小狼群，那他们可能还有希望。若是有银翼狼王那种存在，怕是自己这些人全部要葬身狼腹。很奇怪，现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应该都在大草原的另一边繁衍后代才是。小青的喃喃自语让众人也是心中一动，但是来不及想这么多了。
先看看吧，实在不行，七小姐你们突围吧，我们殿后。王丽也是很果断的人，能作为护卫队的队长，他自然是要诗诗这边的亲信，所以完全没有逃跑的想法。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他平日里可没有少受七小姐的恩惠，各种丹药都不知道收了多少。凌云被保护在了最中间，这让他也是有些无奈。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拖油瓶呢。他摸了摸鼻子，心中倒是没什么慌张，但是这件事情也确实是有些怪异。难不成有些人要对自己的小医仙动手？那可就真是罪该万死了啊！成千上万的魔狼群嘛，能发动这样的兽潮，倒是也算费功夫了，而且完全可以嫁祸给运气不好倒霉碰到了狼群。凌云微微眯着眼睛，右手轻轻扣着扶手，他倒是要看看是什么妖魔鬼怪。若是情况危急，那就只能是自己这个废人亲自出手了。希望他们别太吃惊。药师师作为药家天才，出行的排场自然也不会太小。这个车队配备的护卫队足足有300多人，可谓是十分庞大了。但是修为境界最高的队长王丽，也不过是神通境界，在一般情况来说，其实也够用了。但是面对数量远高于自己的狼群，那就有些不够看。尤其是这种魔狼，大部分法术攻击，如果不是高出2个境界的攻击，基本上破不了他们的皮毛。而真刀真枪的冲上去干，比得过他们快如闪电的狼爪吗？虽然狼王的境界也就是天象，队伍里倒是有一个相同境界的修士，那就是七小姐。但是七小姐是炼药师啊，救死扶伤还行，让她去冲锋陷阵，别想了。炼药师的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下毒，现在也来不及了。炼丹师们威力最大的应该是炼丹炸炉了，倒是有些威力，但是现在也没有那个功夫了。数百米护卫一层又一层，形成了一个圆圈，把七小姐和凌云保护在最中间。由于后背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而狼群你也猜不透他们会往哪个方向发起进攻，所以只能是被迫采取这种最分散战斗力的阵型。药师师一脸坚定，甚至取出了一把精致的法剑。但是这剑虽然看着还不错，品级也很高，但是就不是用来战斗的。凌云轻轻握住他的手，药师师低下头，还以为他是紧张了，他小声地说道：云公子，你别怕，我会保护好你的。若是……药师师犹豫了一下，想起那种最坏的情况，眼眶不由得有些红。若是和我死在一起，你愿意吗？闻言，凌云有些苦笑，我当然是不愿意啊。药师师咬着嘴唇，有些气鼓鼓地看着凌云这个负心汉。我们为什么要死呀？不会死的，放心，还有我呢。凌云捏了捏他的掌心，安慰道。但是药师师又不知道他的底细，又哪里放松得下来。你放心，我会死在你前面的。见这个倔强的小妮子一副要以死明志的模样，凌云也不由得有些感动。那你要努力啊，不过你不觉得奇怪吗？这里怎么还有这种级别的妖兽群呢？药师师怔了一会，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而且这是很安全的行商路线，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事故了。药师师心中似乎有些猜测，但是不敢相信。凌云看他的模样，心中就有数了，看来似乎真的是人为的。但是她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姑娘，又有什么威胁呢？因为天赋吗？看来过分优秀也是一种罪过呢。凌云也知道，药师师这一次出来，其实就是为突破7阶炼药师做准备。看来是因为这个缘故，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所以才想扼杀他吗？也就是药师师这小姑娘，若是一个正常的剑修体修之类的，怕是也没有这么好算计。银背魔狼群的奔袭速度极快，刚刚听声音还在百里外呢，现在就已经可以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了，嚎叫声反而笑死了。但是越是这样，才越是可怕。这说明狼王隐藏在暗中，伺机而动。达到这个级别的妖兽，早就已经进化出了智慧，甚至比很多人都聪明狡诈。随着一阵地动山摇，周边的一些一人合抱的大树，转瞬间直接全部被摧毁，肉眼可见的仿佛一场龙卷风刮过一样，一片狼藉。而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正贪婪而凶残地盯着众人，显然是把这群人当成了猎物。转眼间，商队附近一圈的障碍全部被清除，直接就成为了空旷的平地。对这拆迁能力，凌云也是有些佩服。这群孽畜倒是挺聪明的，而且长得也是真的壮实啊，一个个比水牛还大，这体型都快赶得上大象了。怪不得这群人这么紧张，在天元界早就没有这样成规模的妖兽群了，也许久远之前有，不过早就被人族修士给屠戮收割了。所以这个世界倒是有些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化形的妖兽或者小狐狸精之类的。凌云不介意体验一下异域风情。传闻中
早已经在天元界绝迹数万年的九尾天狐，一个个都是祸害天下的红颜祸水，据说生的那叫一个娇媚万千。但是可惜林老魔从来没见过，他甚至还专门去寻找过一段时间。数百米护卫也是一个个都有些两腿颤颤了，看着这一群和蛮牛一样巨大的魔狼群，这他妈的怎么打啊？入目所见就已经有上千头了，而在外边似乎还有源源不断的奔袭而来的。就算自己这群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可以以一敌五，也有些不够看的。而且还有隐藏在其中的狼王。另外，这群畜生之所以叫魔狼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可以口吐冰刺。银背魔狼是通俗的名字，因为他们背部有着银色的毛发，他们其实都是冰霜魔狼。有远程攻击不说，近战也是远程同境界的修士，怪不得被称之为最大的灾难呢。听了小青的解释后，凌云也是明白了，但是紧接着他就有些怀疑了，药家内部能指使这么高规格的力量吗？这样的力量都足以覆灭一座不大不小的仙宗了吧？想一想，几千上万的同境界无敌的兽潮，还是魔武双修，起码要有数万名修士才能抵挡得住第一波攻击吧。凌云眼神之中也是不由得有些闪烁了起来，自己现在也不能运用力量，经脉都还没接上呢，该用什么方式化解这一场危机呢？而在远处百里之外，几名青年正悠哉悠哉地慢慢走着。周兄，你说你这也太大动干戈了吧？就对付那些杂鱼，至于吗？这一股狼群应该是你们周家隐藏的底蕴力量了吧？药家的大公子药归尘试探着问道。周家周行瞥了一眼药归尘，哼，别想试探我周家的力量，我们周家可是背靠上宗，不是你们药家这种乡巴佬能比拟的。周行一脸的傲慢，要不是看他妹妹长得还不错，尤其是心性体质，七窍玲珑心，至善至美，而且还是处子之身，又是天赋绝佳的炼药师，很适合作为道侣，不然他才不会瞒着家族动用这张底牌，这可是足以覆灭一座城的力量。药家大公子药归尘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眉眼之间满是讨好，但是心中却是在算计着自己的小九九。这一次和对方合作，自然是为了保住自己奢靡无度的生活。归根结底，自己的财富来源都是自己的父亲，若是父亲这一次成为族长，那自己以后的小日子就更加滋润了。看上了哪家姑娘，还不是直接就可以掳走带回家随便玩，家里的那些侍女都是囊中之物。而七妹，要怪就怪她命不好吧，若是她天资平庸一些，倒也能相安无事，天赋妖孽也就算了，偏偏生得又极好，即使是他身为大哥，看了也是心里痒痒。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威胁到了父亲的地位，所以必须要除掉。但是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只能是里应外合了。周家乃是方圆100万里内最大的郡城青木城的城主，更是仙道上宗亲玉门的附属势力，同时青木城也是药王城最大的经商贸易对象。而且这周家少爷也是生性放荡无耻下流，两人可谓是臭味相投，直接一拍即合。自从曾经在拍卖行见过一次药师师后，周行那是惊为天人，从此魂牵梦绕，对那些庸脂俗粉都失去了兴趣。所以两人凑在一起密谋了这一次兽潮来袭。就计划来看，可谓是天衣无缝。药归尘早就通过家族那边拿到了药师师此次护卫队的名单，得知了详细的武装力量部署，然后交给了周行。在两人看来，这一次行动万无一失，直接就是一面倒碾压式的力量，对方绝无可能翻盘。到时候把人全部杀了，这里可是万妖山脉，出点意外是很正常的事情，谁也说不出什么，即使是怀疑也找不到证据，第二天就尸骨无存了。至于药师师，自然是被周行带走，大概这辈子都没有出现在外人面前的机会了，成为他豢养的金丝雀。而那另外乖巧伶俐的侍女，药大公子就自己享用了，别的那些护卫自然都是成为猎物，葬身狼腹。被围困的药师师一行人此刻也是有些奇怪，这狼群明明占据了绝对优势，怎么玩不公呢？七小姐，怎么办？我们是现在就趁机会突围，还是作为修士，您丹境界之上就是可以御空飞行的，但是想要逃脱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这些魔狼奔袭起来极其迅速，丝毫不亚于飞遁，跳跃起来轻松高达上百米，甚至可以短暂的浮空，而且他们还有冰刺作为远程攻击，更别说可能隐藏在暗中的银翼狼王了。狼王的速度比起人族修士可快多了，这样数量庞大的魔狼群是这片山脉当之无愧的王者。药师师紧紧地握着凌云的手，他咬着嘴唇，心中艰难的抉择。若是就只有他自己的话，他倒是可以试试一个人先跑，
毕竟他也是有一些法器可以拖延时间。但是2位贴身丫鬟他也没办法抛弃啊，而他也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七小姐，没时间了，快做出选择。有狼王在，狼群已经在开始释放寒霜领域了，到时候我们的实力会被限制。王丽有些焦急地喊道。寒霜领域是寒霜魔狼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狩猎领域，众多冰属性的魔狼汇聚在一起，每一头魔狼都相当于是一个阵法节点，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影响这一方天地环境，大地变成冻土，甚至结冰，四周也会变得越来越寒冷，甚至会降下冰霜，这对所有的血肉生命来说都是致命打击。更可怕的是，甚至会有独特的立场影响空间，导致修士的速度也大大降低，这乃是狼群的必杀技，一旦发动，那就是说明绝无幸免。而且也表明了另一个更加可怕的事情，因为领域技能这是独属于银翼狼王的权柄，所以强大而狡诈的狼王此刻就隐藏在某个地方，正冰冷地注视着众人。之所以没有立刻发动攻击，就是想等领域彻底成型，毕竟他们是妖兽，一旦受伤会很麻烦，伤残之后大概率是要被淘汰的，所以尽可能的减低伤亡率是银翼狼王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这群人类实力还是不容小看的，真的硬拼的话，留下上百头魔狼还是问题不大，这对狼王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了。药师师嘴唇都咬出了鲜血，我不走，我要留下，我和你们一起战斗。药师师深吸口气，有些固执地说道。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我们一起突围。众多的护卫闻言都是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武器，贪生怕死是本能没错，但是七小姐千金之躯都可以如此舍生忘死，他们受人俸禄，自然更加没有怕死的道理。七小姐，让云公子回车厢里吧。小青在一旁小声地说道。药师师如梦初醒，啊，对，你带云公子回去吧。说着他又深情款款地看着凌云。云公子，若是不敌，我会进去陪你走最后一程的，你不会孤单的。药师师有些决然地说道，仿佛是最后的告别。凌云内心感动，但是又有些无奈，怎么一个个都生离死别似的。来不及了。王丽伸出手接住天上飘下来的冰霜，寒霜领域已经形成了，刺骨的寒冷转瞬间就笼罩众人，犹如复古之居，冷入骨髓，仿佛法力都要被冻结，流转变得缓慢了起来。凌云对此倒是没什么感觉，他的肉身本质可是飞升境界，自然不会畏惧区区寒冷，何况他还是混沌神体。但是对众多护卫来说，此时此刻实力最多只能发挥70%，而且已经没有了后路，因为地面都开始结冰了。凌云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这种魔狼群倒是有意思，还是海陆空全面战术，而且肉身力量也强大无比，怪不得可以成为这片山脉的霸主。就在这时，也许是因为领域已经成型，可以高枕无忧了，隐藏许久的狼王终于出现了。只见一头巨大的犹如小山一般泪生淫逸的魔狼王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随着狼王的出现，天地之间的温度似乎又下降了，众多的护卫都开始牙齿打颤，一股强大的妖王气息更是让人心生畏惧。银翼狼王已经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妖王，据说已经可以化形口吐人言。凌云微微眯着眼睛看着这威风凛凛的巨狼，也是大感惊奇，这个世界还真是有些意思，这种等级的妖兽在天元界早就绝种了吧。这巨大而优美的体型，那整齐干净又光滑的毛发，尤其是那一双巨大的眼瞳，碧绿色的眸子，还有那个优雅的步态身形，看起来很有美感。这狼王不会是母的吧？凌云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要是让众人知道，估计也会哭笑不得。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就在凌云还在猜测的时候，下一刻他的想法就得到了证实，因为他口吐人言了。人类，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本王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你们也不想被我的子民们撕碎吧？竟然是有些清冷的女性声音。凌云微微仰头看着他那修长优美的体型，这玩意用来当宠物好像太大了，不知道能不能缩小，而且能化形不？作为狼王应该很会舔吧，说不定还很凶呢，而且还带翅膀，不知道化形后还有翅膀不？凌云琢磨着，妖兽化形身材应该也是极其火爆的吧。银翼狼王也就是银月，这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他忽然发现下方的那群蝼蚁之中似乎有一个视线格外的让人嫌恶。银月巨大的眼瞳看向被保护在最中间的凌云，眼眸之中也是不由得闪过一丝疑惑。一个残废，用人类的标准来看，似乎长得还算好看的男性。紧接着他又似乎在凌云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隐藏极深的气息，
让他下意识的居然感到了惊恐，然后又有些想要臣服。这顿时让银月心里一惊，他是谁？这人是谁？竟然如此可怕！作为天生地养的妖族，他们对危机的敏锐是天生的，这也是他们生存的本能，不然早就在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之中死无葬身之地了。你怎么还不动手？就在这时，银月心神之中响起了周航的声音，这是他当年和青玉门一位上仙签订的契约，因为对方曾经帮助过他一次，声音他答应可以为对方出手3次，而这3次珍贵的机会也被那位长老赐予了周家，因为他本就姓周。闭嘴，还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银月对周航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直接呵斥道，再废话我就先撕碎了你。银月很是谨慎，不然也不可能从普通的魔狼在无数的厮杀之中成长为狼王。隐藏在几十里外的周航脸色铁青，妈的，还敢违抗命令，到时候我让老祖把你炼成劳资的心木。周航可是知道这狼王可以化形，而且身材火辣，长相更是妖媚。凌云心中一动，他好像发现自己了呢。你们考虑清楚了吗？本王再给你们10息时间。银月虽然如此说道，但是目光一直暗中注视着凌云，这个人类有问题。而凌云这时候又把目光看向了远方，那边好像还有2个蝼蚁，那是幕后黑手吗？其中一人身上的气息似乎和小医仙身上的有些相似，所以这就是那位畜生药家大公子吗？另一位的气息似乎强大一些，而且似乎隐隐和狼王建立了某种联系。凌云的灵觉何等强大，甚至根本不需要用神识，就已经分析清楚了形势，果然是有人在捣鬼。怎么样，你们考虑清楚了吗？我准许你们自裁。银月再次发问，似乎稳操胜券，而且狼群也开始躁动了起来，似乎随时要发动攻击。药师师深吸口气，正要说话，凌云忽然捏了捏他的手心。让我来吧。凌云柔声说道。药师师怔了怔，不明所以。你别去冒险，让你回去你也不愿意，就知道胡闹。药师师似乎是有些生气了。凌云摸了摸鼻子，自己竟然被一个小丫头教训了呢。没事的，怎么？你不相信我吗？凌云声音忽然变得有些平静，他语气的改变也让药师师冷静了下来。你要做什么？他小声地问道，心里有些委屈。他刚刚好像是在凶他呢。我去会会那个狼王。凌云说完就控制着轮椅往前移动，众人都是紧张到了极致，生死之间有大恐怖。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凌云的动作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就连在外边观察着这里的药归尘和周航也发现了凌云。这个废人是谁？他为什么和你七妹在一起？我看他们关系好像有些不正常。周航忽然面色阴沉地扭头向药归尘问道，他眼眶如要喷火。这个废物似乎捷足先登了，他妈的，自己被一个残废给绿了吗？在他心里早就把药师师当成了自己的痉挛，现在居然看见他和另一个男人亲密，而且还是一个残废，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不能忍。药归尘也是有些懵逼，他刚刚也看见了2人之前还手拉着手呢，而且小妹似乎非常在乎他，显然2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男女之间除了那种关系之外还会有什么？尤其是对药师师这种天才来说，更加不可能对一个普通不相干的人如此在乎。可能是误会呢，也许是他的远房表哥。药归尘弱弱地说道，他现在也有些心虚，而且也有一股怒火，自己都没有拉过的小手居然让一个废物触碰了，岂有此理！在2人的身前悬浮着一面小镜子，正显示着那边的画面。我表你妈，你以为我好忽悠？周寒忽然爆发了。周兄冷静，先看看情况。药归尘拉住就要冲上去的周航。而在另一边，银月看着凌云的动作也是高度紧张了起来。这个男人要做什么？他身上的气息为什么这么奇怪？明明感受不到任何法力波动，为什么会给他一种强烈心悸的感觉？凌云微微抬头看着威风凛凛的银翼狼王，近距离观察下，对方的威压犹如实质，倒是难为这些护卫了，都是忠心耿耿的下属啊，也都是小医仙值得信任的核心部下，死了倒是可惜了。凌云准备为自己的小女友出头了。什么狗屁狼王，我凌云哪怕半身不遂，哪怕只有一只手能动，但是我一只手就可以镇压你们全部。你是谁？银月狼王低头看向渺小如蝼蚁的凌云，闻言凌云微微眯了眯眼睛，闪过一缕冷芒。你就准备这样和我说话吗？凌云语气有些戏谑。听闻你们妖王应该是可以化形的吧，不知是否和传闻中一样妖娆？凌云不答反问，而且丝毫不虚，还要让对方化形再来对话。这一幕直接把众人都吓傻了。这位公子不会是把脑子也摔坏了吧？
这是在调戏妖王。看着凌云那云淡风轻的模样，场面有一瞬间的诡异禁忌，就连暴躁的狼群似乎也是有些脑子短路了起来。这可是妖王啊，还有上千头魔狼在虎视眈眈呢。不是，哥们你也太装了吧！我承认你撩妹很牛逼，直接轻而易举把七小姐给拿下了，但是这可是战斗呀，你一个坐轮椅的别来开玩笑好吗？几百人加上上千的魔狼都齐刷刷地看向凌云，若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注视下都直接被吓得尿裤子了，但是凌云仍然是面不改色，这云淡风轻的模样直接让众人都是有些佩服了起来。别的不说，这股定力他们就做不到，就连队长王丽也是紧张地握着手中的长枪，生怕那狼王等下就恼羞成怒。这云公子怎么还调戏起狼王了呢？人家是会化形，但是不是给你欣赏的呀。药师师也捏了一把汗，他没想到云公子这么大胆，虽然知道他一向很大胆，还喜欢占自己便宜，但是没想到在这种危机时刻他还是如此胆大包天。银月也是怔了怔，这个该死的人类这是在调戏自己吗？让自己化形和他说话，这一瞬间的屈辱让他忘记了忌惮。谨慎归谨慎，但是你也要拿出实力来证明啊，不然他身为妖王野性上来了，可不会管你这么多。你这个卑微的蝼蚁，还是蝼蚁之中的残次品，居然敢如此和本王说话。银月妖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天地之间开始冒寒气，气温急剧降低，众人的头发都开始结霜了。但是众人忽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那就是这极致的寒霜似乎对云公子没有丝毫影响。在场都是修士，可能天赋不一定如何，但是观察力都是有的，很快都注意到了这些现象。银月也是心头一动，装神弄鬼，我倒是要看看你在搞什么鬼把戏。上啊，撕碎了他！周航极度愤怒到扭曲的声音这时候也在银月心神之中响起，他现在恨死了这个废人，居然敢和他预定的女人同居了。他刚刚留意了一下，这整个商队就只有那一架马车可以住人，这个废物显然之前都是和药师师住在一起的，而且他还是个残废，衣食住行吃喝洗澡这些怎么解决的？一想到这些，周航就要发狂了。给我闭嘴，再敢多言，本座先撕碎了呢！银月直接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让周寒顿时更加愤怒了起来，但是敢怒不敢言。旋即银月巨大的眼瞳看向凌云，你可能有些门道，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装神弄鬼是没有用的。说着，银翼狼王巨大的身躯在一阵白光之中缓缓扭曲消散，转而出现一名银发女子，天地之间似乎一下子都黯然失色了。化形的银翼狼王果然是妖娆无比，简直就是绝色尤物，而且还有着一股野性，让人忍不住升起征服的欲望。只见这名女子身材高挑，起码有1.75米，而且那一头银发，长发齐腰，额头有着一个银色的月牙印记，平增一分神秘妖艳。脸庞精致而立体，鼻梁高高的，嘴唇有些薄，眉目之间满是冷傲，看着有一股野性难驯。穿着更是清凉，薄薄的轻纱只堪堪遮住了关键部位，露出修长的玉腿和纤细的腰肢，雪山更是呼之欲出。看着化形而出的银月妖王，本来寒冷到不行的众人都是不由得竟然感觉有些燥热，就连药师是一个女孩子，看了都是不由得有些脸红。果然是妖兽，不知廉耻，居然穿得这么少。看着手下护卫们眼中直勾勾地盯着他，不由得有些唾弃，于是又看向云公子，这才悄悄松了口气，因为凌云似乎没有什么异样。实际上凌云也是有些欣赏的，但是他欣赏的是对方身上那股野性气质。至于美艳的身形，他作为掌教至尊司空见惯了，好看的皮囊那只是基础，内在的灵魂才是让他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药师师的善良纯粹，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付出，这才是能打动他的珍贵之物。银月妖王虽然化形了，但是还是高高在上的俯瞰着众人，尤其是凌云，本座化形了，如何，好看吗？不过就凭你这模样。说着，银月有些讥讽地看了一眼凌云的双腿，都坐轮椅了，给你机会你又能如何？银月身为妖王，说话更加直接，为了繁衍生息，这在妖族之中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听在众人耳边，不由得都是有些面红耳赤，这也太直白了吧。药师师也是有些生气的望着银月，真是不能忍了，居然敢奚落他的云公子，你这恬不知耻臭不要脸的妖女，休要污蔑我家公子，要战你便放马过来，我们就算是死也要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家公子可不是你这野蛮的妖女高攀得起的，而且本小姐才最有发言权，你个区区妖女不知教化，
我家公子才看不上呢。药师师直接来到凌云身边，他有些担心地看着凌云，怕他受委屈。要知道骂人不揭短，这该死的妖女也太可恶了，而且她可是很厉害的好吗？上次她手都酸了。凌云摸了摸鼻子，心里也是有些无语，居然被鄙视了呢。哎，不过被在意的感觉真好。凌云侧头看向小医仙，见对方一脸的关切，虽然脸色绯红，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在这种公开场合站出来维护自己，这也算是最浪漫的表白了吧。凌云有些感动。现在的他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废人，但是唯独在小医仙眼中，自己是他的无价之宝。银月一时间也是被骂得有些懵了。这个娇滴滴的小女人说自己是没开化的不知羞耻的妖女，她眼中冒出冷光，就要发动攻击。口舌之力有什么用？本座不陪你们玩过家家了。所有的魔狼开始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压抑。就在这时，凌云忽然轻声笑了起来，云淡风轻的笑声再次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都怀疑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宝宝，这个小玩具给你，你就往狼群那边一丢，然后就会有漂亮的烟花。凌云掏出一个紫色的圆球递给药师师，这是紫霄宗的特产雷暴法球，在雷震霄的纳戒之中，凌云发现了一堆，都是他的战利品，也是最适合现在这种情况的一次性法宝，不用消耗自身法力，激活后一颗下去估计能劈死一大片，威力绝伦，而且使用方便，乃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必备佳品。但是药师师还沉浸在他刚刚的话语之中，云公子居然叫我宝宝呢，他叫我宝宝了。药师师满心的欢喜，即使是今天就共赴黄泉，也感觉没有遗憾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手中拿着的是什么绝世大杀器。这对狗男女，在远处用水月镜看着这一幕的周公子简直是要气炸了。他居然承认了，周航简直肺都要气炸了，自己好不容易看上了一个女人，竟然和别的野男人搅和在一起了。这也就算了，而且还如此高调秀恩爱，那个野男人竟然还是一个废人，那他算是什么？废人都不如的垃圾吗？要知道他可是骚扰过很多次药师师，每一次对方都是对他爱答不理的，如今他居然对一个废人这么百般维护。药归尘在一旁也是有些尴尬，他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七妹还如同一张白纸，周兄可以随意泼墨，如今就被打脸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非得去会会这对野鸳鸯，我要当着他的面羞辱那个废人，让那个废物眼睁睁地看着我欺辱他的女人。周航此刻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死的边缘，死神在向他招手了。哎，别啊，我们不适合露面。药归尘连忙就要阻止，但是气头上的周公子又哪里听得进去，而且还被那妖女也呵斥了几遍。他现在一肚子火，今天就没有顺心事。凌云忽然挑了挑眉，那两个家伙怎么跑过来了？这是要来耀武扬威吗？胜利者的专属。但是他们是不是得意的太早了？银月也是察觉到了，不由得也是心里暗骂，这个饭桶跑来干嘛？本来现在就够乱的了。他看着药师师手里那个普普通通的小圆球，总觉得心神直跳，这又是什么？难不成会对自己也产生威胁？他知道人族最擅长的就是炼制各种奇奇怪怪的法宝，有一些宝物威力出奇的大，在这一点上妖族是只有羡慕的份儿。本来他已经准备发动攻击了，但是雇主现在忽然要亲自露面，银月也是不由得暂停了行动。虽然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个饭桶，但是还是要给点面子的，不然到时候不好交差，而且让他来试探试探情况也好。银月作为狼王，自然也是一肚子坏水。就在这时，在众人警惕的目光下，狼群骚动了起来，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所有人的目光也被吸引了过去。两个人影忽然出现，药师师脸色一下子就苍白了起来，竟然真的是大哥！药归尘，竟然真的是你！你好大的胆子！药师师怒喝，你就不怕爷爷知道吗？但是他的声音却是怎么也凶不起来，听着毫无威慑力。呵呵，我的好妹妹，你怎么这么天真？药归尘模样风度翩翩，虽然看着有些无精打采，一副被掏空了的模样，只要你们都死了，又有谁会知道呢？到时候我爹成为族长，就自然不会有人在意这些事情了，就和你爹娘当年一样。药归尘有些得意忘形，似乎一不小心吐露出来一个巨大秘密。我爹娘。药师师嘴唇颤动，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毫无血色，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我药家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孽畜？你们都不得好死！药师师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向来善良单纯的他，在这一刻终于知道了人心险恶。原来他的父母当年并不是因为意外，
而且因为内部争权夺利，毕竟他父亲也是很优秀的，不然也不会生出如此天赋异禀的女儿。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威胁到了他大哥的少族长地位，所以只有是去死一死了。耀归尘也是反应了过来，连忙闭嘴，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说出来了这等隐秘呢？凌云有些心疼地握着药师师的手，但是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是对面那两个家伙死定了啊，他们全家都死定了。林老魔终于生气了，旁边的周航有些诧异，你们一家人是真恶心呀，竟然对同族下手。就连他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他们周家可是很团结友爱的，若是出现这种事情，必定会追查到底，上天入地都要查个水落石出，而且还背靠上宗，更加不可能出现这种丧尽天良的恶事。而且你现在暴露这件事情，那我以后岂不是要更加看紧了这小娘子？还是说直接玩腻了杀了了事？周航有些不悦地看了一眼耀归尘，这也是个没脑子的。然后他又开心魂不守舍的药师师，哼，药师师你也是瞎了眼，居然看上了这样一个废物，我周航哪一点比不上他了？你个废物，你看什么看？周航又看向凌云，都怪这个该死的废物，本来自己都不需要露面的，现在无疑是加大了暴露的风险。他们周家图谋的可是整个药家啊！这一次行动看似帮助对方坐稳了位置，但是又何尝不是拿捏住了把柄？到时候还不是随便揉捏对方？我若是你这个模样，早就自刎归天了，废物！周航看着凌云，心中莫名有些恐惧了起来，所以为了壮胆，于是更加咒骂。而且这个废人凭什么长得这么英俊啊？凌云冷眼看着这两个跳梁小丑，心中已经给他们判了死刑，不管有什么后果，不管任何代价，他们俩人今天必须死在这里，哪怕是对自己来说也有一点点风险，毕竟后续肯定会引来疯狂报复。但是现在他已经忍不了了，呵呵，精彩，真是精彩。银月也是忍不住笑道，你们人类真是恶心，就知道窝里斗，不过今天你们也能死得明明白白了。银月迈着修长的大长腿，凌空虚度往前2步，众多的魔狼蠢蠢欲动，一起缩小包围圈，仿佛下一刻就会扑上来，然后撕扯众人的血肉。众多的护卫都是脸色紧绷，他们知道听到了这种隐秘，他们肯定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战斗意志反而空前高涨。药师师还是娇躯微微颤抖，和丢了魂一般，显然内心一时半会是难以平静了。凌云心头叹息，人啊，又有什么是比人更坏的呢？乖啦，没事的，看我给你报仇。凌云轻轻拍了拍药师师的手背，说着，凌云看了一眼依然是一脸讥讽的周航，和耀武扬威的药家大公子耀归尘，这名字也是好，看来真的要归尘了。银月看着凌云平静的眼眸，一种强烈的危险直觉忽然在他心里尖叫了起来，他心中一惊，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狼群也在他的意念下停止了围猎。废物，等死吧你，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让你看着我玩弄他。周航没有这么敏锐，继续啊，给我撕碎他们。见狼群停止了下来，他不由得有些不悦地看向银月，你别忘了，你们妖皇和我们青玉门是有合作的。银月3番2次违抗他的命令，周航也是有些忍无可忍了。然而银月丝毫没有搭理他的意思，而是死死地盯着凌云，若不是心里没底，他现在就要直接偷袭，先弄死这个装神弄鬼的废人。凌云从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搭理周航和耀归尘，仿佛在他心里这两人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他只是冷漠地看着两人，然后在银月心中警铃大作之下，直接快如闪电地丢出了一枚雷暴法球，在凌云的雷法意念操控下，足以发挥最大的威力。银月瞪大了眼睛，只听见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声音响起，平地起惊雷。炸雷的声响让众人都是震耳欲聋，脑瓜子都懵懵的。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耀归尘和周航所站的位置，只见无数的闪电忽然宛如凭空出现一般，巨大的电弧和游龙一般四处游走，那一片的魔狼群全部被炸得血肉横飞，直接就被清场了。起码几十头强壮的成年魔狼就这样尸骨无存，各种碎肉满天飞，还在哗啦啦的往下掉，宛如下了一场血雨。这可是相当于渡劫境的全力一击，威力何其恐怖，即使是银月也没办法硬扛。药师师本来沉浸在悲痛之中难以自拔，也直接被这一幕惊呆了，看着在原地消失的两人和一大片魔狼，他又看了一眼自己手中刚刚被云公子塞给自己的小圆球，忽然感觉自己手有些抖，这东西这么厉害吗？这是什么啊？但是他们好像已经死了呢。不过凌云知道那两人并没有死，在爆炸的一瞬间，
他们两人身上的防护法宝都被激活了，抵抗了大部分冲击，但是也只能保住性命，苟延残喘罢了。两人都直接被炸烂了肉身，宛如烂肉一样掉在地上，和魔狼的血肉混在一起，惨不忍睹。尤其是要归尘，2条腿直接就不见了踪影，周航也少了一条臂膀。两人此刻都是在痛苦的哀嚎着，和魔狼的嚎叫混在一起。众多是护卫都和石化了一般，看着眼前的人间炼狱，都是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王丽咽了咽口水，这真的是坐在轮椅上的云公子搞出来的阵仗吗？这也太恐怖了吧！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居然还是雷属性的，这可是杀伤力最大最狂暴的力量。修士若是掌握了这种力量，不论是什么境界，都算是同境界里的佼佼者了，比起寒冰之力可厉害多了。常规的5行力量更是没法比。看着自己众多的子民一下子就全部化为了肉泥，银月妖王的眼睛都要红了，他充满杀气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向了凌云。你该死，我一定会杀了你的。他虽然如此说道，但是眼瞳却是看向了药师师的手中，因为他手里正握着一颗一模一样的。药师师见妖女眼中的杀意，直接下意识的就上前一步挡在了凌云面前。妖女休想伤害云公子，以他的实力倒是可以挡住一回，这一点时间足够凌云发动别的手段，但是凌云又岂是会躲在女人身后的，那不是成了真正的废物了吗？诗诗，站我后边来。他轻声开口，但是透着不容拒绝。药师师一愣，咬着红唇，还是听话的站到了凌云身后。他不想惹云公子不开心，而且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的。凌云之所以如此大胆，自然是有依仗的，他自然也不缺少主动性的防御法宝，比如之前收缴自大名古杀的元觉大师的金钟罩。身为掌教至尊，身份地位高的好处就是各种东西都不缺。虽然大部分高级货色都在之前抵抗空间风暴的时候用了，但是应付现在这种场合却是足够了。你要杀我，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凌云说完，不再理会内心挣扎的银月妖女，反而队长一侧的护卫队长王丽说道：麻烦你去把那个2个吵死人的畜生给砍了。凌云所指的自然是不远处正在哀嚎的药归尘和周航，他们不光是肉身破碎，而且还被雷击火烧，皮肤都全部被烧焦了，现在简直就是生不如死，要不是生命力旺盛，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王丽心中有些犹豫，那可是2位大公子啊，药家大公子就不说了，另一位还是周家的，那可是比药家还强势的世家大族，但是自己若是不去办，怕是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了吧。他知道这其实就是自己的投名状，若是自己不敢，那么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众多的护卫心中也明白这一点，都是沉默地望着自家老大。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希望老大可以心狠手辣的，不然他们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下去。何况现在没有葬身狼爪之下，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之后的事情自然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去顶着，说不定云公子神通广大呢。王丽咬了咬牙，提着刀在众人的注视下，直接来到了哀嚎的药归尘和周航面前。大胆狗奴才，你敢！周航还有力气喊叫，一边拖着身子在地上爬，求生的欲望异常强烈。但是药归尘现在生不如死，恨不得给个痛快，快杀了我啊！王丽看着2人的惨状，也是心中一凛，旋即手起刀落，2颗大好的人头和西瓜一样滚落，死不瞑目，神魂都直接被王丽的刀气顺手就斩灭了。七小姐，云公子，在下幸不辱命。王丽竟直来到凌云面前躬身说道。凌云已经在这群人心中建立起了自身的威严。有劳了。凌云点了点头。药师师咬着嘴唇，眼眶红红的。他知道云公子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以后的风险他也愿意和云公子一起承担。银月妖王一直冷眼看着这一幕，没有组织。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损失惨重了，在没有搞清楚这人底细之前，他不准备冒险了。何况雇主都死了，任务已经失败了。在他的意念下，狼群开始撤离，寒霜领域也取消了释放，天地间的温度也开始回升。凌云微微眯了眯眼睛，我让你走了吗？他的声音不大，但是让在场所有人都心中一跳。这个神秘的云公子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心理阴影。银月看着下方那位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男人，他看起来有些清秀，仿佛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让他感到了一种无力感，尤其是对方那深不可测的宛如深渊一般的眼睛，谁也不知道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你不要太过分，若是逼急了，你或许没事，但是他们呢？你的女人呢？银月咬着牙说道。凌云嘴角微微翘起，你在威胁我？没有，我只是在阐述事实。
银月胸口起伏，显然心里并没有那么平静。他也想过，要不直接偷袭试试一击必杀，但是直觉告诉他没用的。妖王的直觉是很敏锐的，他相信自己的灵觉。想明白后，他已经有了退意，不想再纠缠。我可是天香妖皇的人，你若是动我，你也要考虑后果。你已经得罪了药家和周家，还有周家身后的上宗青玉门，若是再得罪一位妖皇，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凌云面势不变，但是听见天香妖皇这个名号的众人却是都脸色大变。天香妖皇其实是天香妖狐，据说是九尾天狐血脉，乃是万妖山脉的3大妖皇之一。药师师在凌云身边小声地说道。银月也是一脸的傲然，显然是以此为荣。殊不知凌云心里却是忽然被引起了兴趣，竟然真的还有这个种族，这不是早就已经灭族了吗？传闻中颠倒众生祸乱天下的红颜祸水啊，他倒是想看看有多美，多么尤物。你要是说是天香妖狐，我可就来兴趣了啊。小天狐呀，凌云喃喃自语，应该很美吧？药师师有些狐疑的看了一眼云公子，怎么感觉自己的云公子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了呢？凌云看向银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我是开客栈的呢？就算是开客栈，也得留下点什么吧。凌云丝毫不惧四周那些壮如牛的魔狼，而且他现在也心里有底了，这个小狼女似乎心中有些忌惮，已经不敢动手了。林老魔历经风霜这么多年，有了优势之后，自然是不会放过这种敲竹杠的机会。银月心中气急，明明是我来围猎你们的，现在怎么好像我才是受害者一样？他下意识的又看了一眼药师师手里那一颗小圆球，这种东西1、2颗他也许还能周旋一下，但是看那个该死的男人那云淡风轻的模样，他现在心里真的捉摸不透，心里没底了。万一来10几20颗，自己的族群就直接被灭了呀。他今天带来的可都是精锐，老巢那边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就在这时，几头巨大的魔狼直接身形一阵变化，居然也直接化形成为了人形。他们有男有女，老大，我们不怕死，直接和他拼了。没错，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姐妹，不能就这样算了。几名化形的狼族，你一言我一语，仿佛都视死如归。凌云有些有趣地望着这一幕，这个世界的妖族似乎高度发达呢，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似乎还发展出来了自己的文明。有妖皇，那么有没有妖帝呢？要不自己去混个妖帝玩玩？凌云看着一群狼人，心中也琢磨着领略一下不同的异域风情。都闭嘴！银月一声厉喝，这才安静了下来，都带着族人们先撤退。银月直接命令道：那你呢？一位女性族人小声地问道。我等下随后就到。银月知道那个男人的目标是自己，对自己的族人应该是不在乎的，而且看对方似乎也没有用自己族人来威胁自己的打算，他倒是要看看这人要装神弄鬼到什么时候。那大姐你要小心呀！废话这么多，快点滚！银月没好气地喝道。他现在可不敢保证等下那个男人会不会改变主意。凌云看着这一幕没有动作，王丽似乎想说什么，但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开口。在他看来，要么就让对方离开，要么就用刚刚那种大范围杀伤性法宝威胁对方。不过他感觉可能是自己层次不够吧，所以理解不了云公子的想法。直到所有的魔狼族都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地的狼尸，血流汇聚成了小溪。药师师皱了皱鼻子，很不喜欢这种气味，但是他要陪在云公子身边。小绿和小青也来到了凌云身后，众多护卫都是满眼的敬畏。现在可以谈一下了吗？凌云看着银月，这个充满野性的女人，她的身材倒是极好，尤其是大范围的暴露，让许久不知肉味的凌云倒是有些眼热。在虚空乱流之中，凌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待了多少年，之前和药师师也是浅尝即止，而且自己这种状态，他是真的不好意思做什么。看着凌云上下打量着自己，银月心中有些不屑，不还是和那些臭男人没什么两样。在药师师警惕戒备的目光下，他直接来到凌云面前。你就不怕我直接对你动手？你这个样子应该抵挡不住我吧？众多的护卫都是哗啦啦的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凌云微微摆了摆手，示意大家稍安勿躁。你不敢？再靠前一点。凌云直接说道。银月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又往前走了几步。他倒是要看看这个男人的胆子有多大，这似乎成为了一场心理博弈。药师师紧张的手心都在出汗，但是这种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能插嘴。银月直接来到了凌云面前，两个相隔不足半米，所有人的心都是提了起来，就怕这妖女忽然暴起。凌云坐在轮椅上，银月本就身材有些高，
所以他要微微抬头。你就这样和我说话吗？凌云这话似乎有些似曾相识，让本来有些蠢蠢欲动的银月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你要和我说什么？没事我就离开了。他现在忽然有些害怕这个男人，对方似乎对一切都云淡风轻，或者说运筹帷幄。这种被看穿被拿捏了的感觉让银月内心不由得有些恐惧。你若是现在离开，别怪我没有警告你。凌云声音平静，仿佛在说着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银月咬着牙死死地盯着凌云，该死的，又是这种感觉。他又在威胁自己。我不喜欢抬头看着别人说道。凌云轻轻说道。这话说的让后边那些护卫都是捏了把汗，看来以后在这位公子面前还是低头哈腰一点好。而且他到底是凭什么竟然直接威胁这位妖王，还想让对方低头？这霸气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满心的敬佩。别的不说，就这股气度就足以让人折服。银月的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有心想要直接转身离开，就不信他真的能拿自己怎么样。但是他又忽然想起来，人类似乎有非常多的各种诡异的法宝。别的不说，那种强大的飞剑自己跑得了吗？他不敢赌。虽然这个男人看着人畜无害，但是在银月眼中已经成为了人形恶魔，比起那位总是色眯眯的妖皇还要可怕。在凌云平静的注视下，银月在凌云面前蹲了下来，就如同一条小狗一样乖巧。但是他可是银翼狼王啊。这才是认错的态度吗？在众人震惊的无以复加的目光下，凌云竟然伸出手摸了摸银月妖王的头，仿佛真的把对方当成了小狼狗。银月也是一时间都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可恶的人类，他在做什么啊？但是自己怎么会忽然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呢？那种酥麻的感觉让银月不由自主的眼睛弯弯。难道自己渴望被摸摸头吗？银月心中忽然有些迷茫了。凌云揉了揉银月的长发，手感柔顺丝滑，让药师师都有些吃醋了。云公子他这是在做什么呀？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是呆住了的小妖女，凌云又伸手碰了碰他竖起来的小耳朵，还好奇地拨弄了几下，软软的，很 Q 弹。银月要崩溃了，她白皙的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地涨红了起来。那可是人家的敏感部位啊喂！快住手啊你！混蛋！气氛忽然有些怪异，众人看着刚刚还高高在上的女妖王，现在怎么就乖巧的如同小狗？一时间都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凌云嘴角缓缓浮现一抹笑意，果然和他猜想的差不多，自己的这个混沌神体对妖族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一旦有直接接触，对于境界低于自身的，简直就如同是血脉压制一般。不知道那个天香妖皇又是何等滋味，到时候可以去会会。想到这里，凌云屈指一弹，一道白色的光芒飞入了银月妖王的额头，这也让银月妖王一下子就惊醒了。你对我做了什么？他犹如条件反射一般，一下子往后飞跃数百米，脸上满是慌张。刚刚自己是怎么回事？居然毫无反抗之力，就像是在做梦一般，现在如梦初醒。没什么，一个小禁制，方便我找到你。没事了，你可以离开了。凌云若无其事地说道，我们回去吧。旋即他又对旁边的药师师说道。药师师眼神有些幽怨地看了他一眼，但是还是乖乖地推着他回到马车行宫里。小青和小绿一并跟上，看他就这样没事人一样离开，银月有些急了。你给我说清楚，那是什么？任由是谁，身体里莫名其妙被别人留下一个禁制，都会有些慌了神。尤其是还是阴险狡诈的人类留下来的，谁知道会不会忽然爆发，然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凌云并没有回话的打算。事实上，那确实是一个追踪禁制，但是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追踪只是其中最基本的功能，那其实还是一道剑气，乃是太清剑门的特产剑丸，是当时击杀旗长教剑无极所得。若是从内部爆发出来，一瞬间就可以把它搅碎成肉泥。银月的灵觉感受到了莫大的凶险危机，但是见对方不搭理，他也知道自己算是栽了。早知道就不应该犹豫的，应该直接走人。但是他现在仔细想想，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对方的节奏里，一直在被牵着鼻子走。从始至终，自己甚至没有发动一场像样的攻击，仿佛就是送上门来自寻欺辱。想到这里，银月心中愈发感觉不对劲了起来，还是先回去求妖皇姐姐解救自己吧，她肯定有办法的。回到马车内，凌云也是感觉有些累了。这一场交锋看似简简单单，毫无波澜，实际上其中有着各种心理暗示和博弈，这才让那个妖女一直在自己的阴影之下不敢妄动，不然这群护卫怕是起码要死一大半。不管怎么说，这群人遇见了自己，并且伸出援手，总算是有些善缘在的。
凌云也不想看见他们直接就葬身狼腹。再说了，他们也都是小医仙的心腹，死了就可惜了。云公子，累了吗？药师师见凌云微微皱着眉头，小声地问道。他现在有些小心翼翼了起来，虽然知道云公子不凡，但是没想到他居然可以把一位大妖王玩弄于股掌之间。去热水吧，我想沐浴一下。刚刚在外边血流成河的环境下，凌云感觉身上也有些血腥味。好。药师师连忙吩咐小绿和小青去后边准备药浴，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他脸上浮现一抹红晕。而在另一边，上界，这里是女帝祖师姬西瑶的领地，是她受封的仙域，在这里，她就是至高无上的女帝。这一片不知道多少万里的疆域，有着无数的生灵和世家宗门，他们都仰仗着女帝的福泽而生存。而像这样的仙域，在上界还有众多。姬西瑶作为从下界飞升而来的妖孽天骄，在其中虽然非常耀眼，让众多的仙界天骄都黯然失色，但是受限于修炼岁月尚短，所以仍然还算不上最巅峰的势力。此刻地宫内，姬西瑶身着华丽的仙裙，她端坐于高高在上的王座之上，整个人美艳不可方物，让人不敢直视。此时的她又恢复了女帝的尊贵威严。身为无敌仙王，她在整个仙界都是赫赫有名，而其艳名更是比她的天资还要广为传播，甚至有好事者说她乃是当代年轻一辈之中的第一美人。在上界，年龄岁月已经失去了参考意义，不入仙帝永远都是后学晚辈，而仙帝之上，那就是真正的传奇帝尊了。每一位都是一方大世界中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王者大帝，亿万众生都只闻其名，根本不可能有觐见的机会。姬西瑶冷眼看着下方跪伏在地的女仙，还是没有消息吗？他所询问的正是凌云那个孽障的消息。按照他的估计，到了如今，对方应该已经差不多可以飞升上界了，但是奇怪的是，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以对方的天资和性格，一旦飞升，肯定会在那片区域搅风搅雨。虽然上界有众多的飞升台，各大仙域也互不干涉，但是消息的流通还是很快的。为了第一时间抓到凌云，姬西瑶几乎是派出了自身掌握的全部力量，无论是明里暗里的人手，都在实时监控着各大飞升台，尤其是自己当初飞升的那个仙域。按照他的预估，对方应该也是这个，或者是周边那几个。他现在深知以对方的妖孽程度，若是来到仙界，那就是鱼跃龙门，海阔天空。若是真的让他逃脱了，千年时间也就弹指之间，到时候恐怕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到时候他会放过自己吗？回想起那个孽畜在仙界对自己的折磨和凌辱，那一次又一次不顾自己哀求的肆意，姬西瑶冰冷的目光都微微颤动，甚至脸蛋莫名其妙有些发热了起来，紧接着就是无边的怒火。这是耻辱，他绝对不认为那是真正的自己，那都是那个卑鄙无耻之徒下三滥的手段，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千刀万剐都难解心头之恨。感受着上方的天威，跪伏在地的女仙有些瑟瑟发抖。回禀大人，目前还是没有丝毫相关讯息，偶尔有飞升上来的妖孽，经过对比后确认都不是大人所要寻找的罪人。姬西瑶深吸口气，那个该死的畜生不会死在下界了吧？继续给我盯紧了。遵命。女仙恭恭敬敬地说道。紧接着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主动说道，属下还有要事禀报，东域近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哦。姬西瑶有些疑惑，什么大事？太虚圣龙一族忽然出事了，似乎是在寻找族中圣物，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也是重点关注大人你让我们监察的这些仙域。他们一族强势而霸道，让很多势力都心生不满，所以在九岩仙王的邀请下，准备联手起来抗议，这是给大人的邀请函。说着，女仙将一封闪烁着红芒的信函递出姬西瑶，却是看也不看，直接用法力撕碎。本尊没空，你也退下吧。姬西瑶冷漠地说道。是。女仙躬身退下，心中也是有些惊恐。果然，大人对九岩仙王还是没什么好感。虽然那位仙王背景强大，甚至好几次公开表示自己的仰慕，但是大人又怎么看得上那种二世祖呢？而且，这个世界上又有谁配得上女帝大人呢？随着女仙官退下，地宫内再次恢复了寂静。姬西瑶目光悠远，似乎看穿了时间长河，她陷入了某种回忆之中。无论你逃到哪里，我都不会放过你的，即使是要死，你也只能死在我手里。你这个该死的混蛋！姬西瑶绝美的脸蛋浮现一抹潮红，那种事情又怎么能够释怀呢？他居然被后辈徒子徒孙当成了炉鼎。不过太虚圣龙一族怎么忽然出事了？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姬西瑶又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这件事情
可大可小。太虚圣龙乃是上界最强大的种族之一，一出生体内就自带空间道纹。太虚圣龙一族成年后，天赋最差的也是仙王，优秀一些就是仙皇，甚至仙帝。而传说中那位风华绝代的族长，据传就是这个境界，甚至他们族内可能还有更强的老祖。这样强大无敌的种族，即使是人族修士也只能避其锋芒。好在对方虽然个体强大，但是数量极其稀少，不然这个世界早就是他们作为主角了。诸天万族终究还是以人族为主导。姬西瑶之所以有些在意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位女族长也是他很佩服的一个狠角色。另一方面，刚刚下属所说的信息让他留心了，他们搜查的地狱和自己寻找那个孽畜的地狱有些重合，这会是巧合吗？会不会和那个畜生有关系呢？姬西瑶微微皱着眉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至于那一封邀请函，姬西瑶直接就没有放在心里。作为天女榜上的第一美女，这世界上仰慕她的跳梁小丑多了去了。众所周知，仙界最大的情报机构烟雨楼所出的天女榜只收录仙帝之下的女仙，而姬西瑶正是其中的魁首。那什么狗屁九岩仙王也不过是碌碌无为之辈，不过是仰仗着其父耀日仙帝的淫威，这才作威作福，不然姬西瑶都懒得看他一眼。若不是他背景强大，姬西瑶甚至想直接对他动手。三番五次骚扰还造谣，姬西瑶不胜其烦。但是好在他现在距离破境也快了，到时候身为仙皇的自己，即使是对上仙帝也不会是那么没有还手之力，到时候就不需要隐忍了。他天资再怎么妖孽，比起那些动不动修炼几十万年百万年的老怪物来，还是有些不够看啊。而下界的凌云自然是不知道这些，自己的女帝祖师也有自己的烦恼，甚至还被很多小丑惦记了。在他心里，女帝祖师姬西瑶那可是自己最重要的女人。凌云想方设法也会去弄死那些癞蛤蟆，不过他现在距离飞升怕是还得要些时日，没办法，在虚空之中耽搁了太多时间，而现在又处于混沌神体觉醒的关键时刻。但是现在的他要是飞升了，那必定又是另一个层次的资质。以混沌神体的底蕴和强度，越阶杀敌不在话下，有着空间神通，还能随时跑路。此刻的凌云正舒舒服服地泡在浴桶里，对于击杀了药家和周家的继承人丝毫不在意，真要找过来直接灭了就行了。巨大的浴桶里，除了凌云，自然还有3位小美人，虽然都穿着衣服，但是凌云还是很是惬意。小绿和小青更加清凉，只穿着肚兜，两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凌云。对他们来说，从小就接受过这些服侍人的教育，所以更加放得开。虽然作为黄花大闺女还是有些羞涩，但是也能接受，毕竟是云公子，他们眼中水汪汪的。曾经凌云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还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是有些旖旎了。但是好在云公子不会和之前那些小姐妹说的一样动手动脚，估计想动也动不了吧。除了某个部位，他们想着，脸蛋更加红了。药师师在凌云前边给他轻轻擦拭着，他脸蛋被热气蒸腾的红彤彤的，也不知道有几分羞涩，额头都满是汗水，香汗淋漓。他现在心里扑通扑通的，好在凌云大部分时候都是微微眯着眼睛享受着，不然他可不好意思。虽然穿着衣服，但是被水一抛着就贴身了，而且他也没穿很多，只是薄薄的内衬抹胸。凌云感觉自己的苏醒进度似乎又在慢慢提升了。果然，这该死的混沌神体是随主人的吧？喜欢耍流氓是吗？想到这里，凌云心中一动，在回到药家之前，自己能不能苏醒到50%呢？到时候也不会这么被动。想到这里，凌云右手一伸，直接搂着药师师，把他往怀里一带，就抱了个结实。小绿和小青都吓了一跳，但是都红着脸不敢说什么，只是眼睛不知道往哪看了。他们本来就相当于是通房丫头，在古代是要一起侍寝的，尤其是在小姐不方便的时候，那就是他们代劳了。药师师一声惊呼，旋即没好气的白了一眼凌云。云公子，他咬着红唇，眼中满是水雾，亲我一下。凌云直接说道，要不是他现在活动不方便，哪里需要这么麻烦。药师师呼吸有些急促，但是之前在那么多人面前，他都已经表露了心意了。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云公子的女人了，虽然心中羞涩，但是还是慢慢的靠近凌云。凌云心中都有些感动流泪了，多少年了，终于又知道香味的味道了。小青和小绿对视一眼，都是眼中有些水汪汪的，不知不觉都紧紧地靠在云公子身上，让凌云大呼过瘾。体内的灵力也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活跃了起来。沐浴更衣完毕，又到了按摩环节，凌云却是有些不满足于此了。话说那个周家很强大吗？
凌云忽然说道。药师师的手指微微一顿，是这片地域最强大的家族，因为他们家的老祖是上宗亲玉门的大长老。说到这里，药师师眼中也是有些忧虑。没事的，别怕，这不是还有我呢。凌云柔声说道。有你就够了。药师师小声地说道。说着，他弯腰轻轻靠在凌云身上。但是我现在这样，怕是有些打不过啊，怎么办呢？凌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药师师有些疑惑。我其实可以快一点好起来，你愿意帮我吗？凌云认真地说道。药师师冰雪聪明，很快就想起来了什么。他就是这样被自己唤醒的，像上次那样就行了。凌云厚着脸皮说道。药师师芳心一颤，他果然什么都知道，脸蛋一下子就红得如要滴血一般。你都知道，你个大坏蛋。药师师有些害羞地把小脑袋埋在凌云胸口，不敢见人了。凌云嘴角带着笑意，在他耳边说着什么。乖，到时候不行就摸点油，然后看我大杀四方。那些跳梁小丑，我一只手就全部镇压了。我怎么会看着你出事呢？你现在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在努力啊。你最好了，我总不能去找小青他们吧。凌云使出了杀手锏。我试试吧。药师师红着脸说道。林老魔厚颜无耻地哄骗着小医仙。剩下的几天，每一日凌云都哄骗人家小姑娘。凌云是飘飘欲仙了，神体觉醒进度直接来到了50，这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也不知道小医仙是不是遭老罪了，甚至有几次还不得不把2位小丫鬟也拉过来搭把手。小绿和小青都害羞得要哭了。但是云公子真的很厉害，让凌云有些难办的是，2个小丫鬟以后怎么处理呢？通房丫头这种东西对他来说也是很陌生。算了，就继续让他们以后都陪着小医仙就行了吧。3人行也是一样的，多给他们留点修炼资源就行了，毕竟也是有些亲密接触。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和自己有点亲密关系的人自然是要考虑周到。几天下来，药师师也是彻底的放飞自我了，甚至还会有些创新，但是始终不愿意玩刺激战场。凌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他说要等自己好了才可以。凌云感觉越是到了后期，混沌神体的进度应该会越来越快，因为有了前面的本源灵力作为药引子，万事开头难，后边已经基本达成了内循环，只要耐心等着就行了。现在已经觉醒一半的凌云，上半身终于可以自由行动了，虽然还不能下地自己走路，但是总算是方便多了，起码2只手都可以左拥右抱了，也能方便的亲亲抱抱，可谓是一路沿途。凌云也没想到自己在飞升之前还能再来一次这种经历，看来这天道对自己还是太好了。随着距离万妖山脉的边界越来越近，人也开始多了起来，药师师也是越来越有些沉默不安。凌云知道对方在担心什么，但是他也没办法证明，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就看谁跳出来然后弄死谁就行了。随着实力慢慢恢复，凌云也是不想再算计什么了，直接碾压就行了。药王城的药家这几天的气氛有些压抑，因为药家大公子药归尘在祠堂的命牌碎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位臭名昭著的药大公子真的就这样死了，所有人都有些不敢置信。众多家臣，尤其是曾经被欺辱过的，都是心里一阵畅快，但是都不敢表现出来，因为这是药家下任族长药弘志唯一的子嗣，他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下任族长了。老族长在如今的境界太久了，眼看就寿元将近，也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再等一等，七小姐似乎也有机会。但是这就涉及家族内斗了，大家也不敢乱说。查清楚了吗？是怎么回事？药家如今的老族长眼睛都开始有些浑浊了起来。他也是老来得子，但是几个儿子除了死了的小儿子，现在就是眼前的大儿子最有出息了。但是他对这个大儿子的品性一直有些不喜，尤其是那个大孙子，他一生都是乐善好施，没想到老了居然生出来这样一个品行不端的晚辈。药归尘在外边做的那些缺德事情，他自然也是有所耳闻，但是这是大儿子他自己的家事，他也不能过于插手。加上如今自己也老了，若是不想看着药家后继无人的话，就只能是妥协。只是可惜了天赋最出众的小儿子，这些年他也是有些怀疑，但是一直没有证据。药弘志脸色阴沉，他能说什么？好大本来就是自己派出去的，去暗杀药师师那个小贱人，没想到居然失手了。这也就算了，居然还把周家的那位也搭上了，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了。他都来不及伤心，因为周家马上就要来找麻烦了。想了想，这么大的事情他是扛不住了，还是换一种说法，老实交代吧。父亲，归尘他是和周家那位大公子一起外出的，
两人一同前往万妖山脉，然后才出事的。周家可能不会善罢甘休。耀弘志语气生硬地说道：“父亲从小就一直偏心，他对老父亲可没有什么敬畏。万妖山脉又是万妖山脉。”老族长有些痛苦地闭着眼睛，紧接着他心中有些明悟。他虽然人老了，但是心却是不老。耀家最杰出的后辈药师师就在万妖山脉，这两个不成器的一起去万妖山脉做什么？总不可能是去修炼吧？所以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他们是去找麻烦的。然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故，居然一起被反杀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自己最疼爱的孙女自己清楚，小七她打小就心地善良，在丹修一道的天赋是自己生平仅见，但是她是绝无可能有这种实力的，尤其是小七她的战斗经验几乎为零，派出的护卫队也没有这个实力，何况还有周家联手，肯定是绝对性的碾压优势，他们才敢动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老族长心中也是有些震动，而且也有些担心小孙女的安危。这可是他真正的传人，是药家真正的传承者，也是他唯一认可的药家嫡系，更是自己小儿子唯一留下的血脉。不过孙女的命牌倒是一点衰败迹象都没有，反而生命之火似乎越来越旺盛了。他睁开浑浊的眼睛，有金芒闪过。弘志啊，你就这么等不及吗？他颇有深意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若是可以，他是不希望传位给他的，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没有七阶根本坐不稳这个位置，也维持不了偌大一个药家。耀弘志微微低着头，没有说话。他知道但凡是有别的选择，老爷子都不会选择自己，但是现在药家还需要他，所以他有恃无恐。周家那边来人了，你去吧，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不然你就不具备带领药家的能力。老族长忽然抬头看向远方，小孙女这一次忽然露出崛起的迹象，让他有些改变主意了。听闻老爷子的话，耀弘志蓦地抬起头，药家已经不是之前的药家了，你以为你还能掌舵吗？他眼中满是冷意。这些年他可不是吃干饭的，药家核心高层已经全是他的人。孽子，我虽然老了，可还没有那么不中用，给我滚出去！老爷子的拐杖重重地顿在地上，坚硬的青石地面直接碎裂成了蜘蛛网。而在这时，周家的人也来势汹汹地来到了药王城兴师问罪。他们周家的少主不能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那可是老祖最喜爱的后辈，药老怪还不前来迎接老夫？一声如炸雷一般的大喝在药家大院外响起。药家乃是药王城最大的世家，无数宫廷院落层层叠叠，偶尔还会有轰的一声爆炸声音响起，那是又有人炼丹炸炉了。每日不远万里前往药家来求丹的修士更是不计其数。在药家旁边就是最大的丹药商会药王阁，乃是药家自营的专营丹药和药材生意的，在整个天辰界都赫赫有名，用日进斗金都不足以形容，其中的利润不知道让多少人眼馋。但是药家最值钱的不是丹药，而是那众多的炼药师，所以眼馋也没办法。尤其是药家虽然有青黄不接的现象，但是也有一位后辈天才药师师，似乎随时可以扭转这种局面。至于药家那位继承人耀弘志，其实真实水平不咋地，整日醉心于权谋，又怎么可能在炼药一途有真正的成就呢？没有人敢小看药家的底蕴，尤其是真正的炼药师大佬，那都是交友满天下，人脉关系那是一个比一个硬，说不定就摇出来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药老怪也就是药家老族长，原名药回生，看名字就知道当年也是被寄予厚望。作为7阶后期巅峰的丹修，药回生甚至可以熟练地炼制出来8阶丹药，那可是破虚境界的丹药，即使是对飞升大佬来说也是珍品。要不是他年纪大了，气血寿元早就亏空，不然早就可以冲击8阶炼药师了。其实他早就应该尘归尘土归土了，一直都是凭借丹药吊着一口气。这样一位传奇炼药师，可想而知他的人脉关系有多广阔，不知道有多少修士被他的丹药从鬼门关拉回来，又有多少修士因为他的丹药而破镜重生。所以周家这一次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乃是族长亲自带队。这一次他们也是正大光明，因为他们仗着道义，不然他们也是万万不敢对药家发难的，不然这天底下怕是要容不下他们周家了，会被无数的修士唾弃。再一个，药家私底下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也是清楚，所以药家肯定是理亏的。内斗到对自家天才下黑手，本来就已经够贻笑大方了，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周家这一次打定主意，必须要敲竹杠，要漫天要价。他们死的可是少主啊，虽然不争气，但是也是要加钱的，不然这事没完。周家来势汹汹，来了足足有3000人，都是精锐，修为最低的也是宁丹境。
领队更是神通和天象境界，而周家族长周一鸣更是渡劫境。但是最让人忌惮的还是周家背后的上宗，那可是拥有数位破虚境大佬的青玉门，在整个天辰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超然地位。药家此刻还在开门做生意呢，周家这一群人一下子把药王阁给包围了，转瞬间就引起了一阵骚乱。但是见对方兵强马壮，也是忍气吞声，这显然是有矛盾找上门来了，看药家怎么处理吧。周兄，你这是何意？药弘志匆忙赶了过来，从那老不死的那边出来后，他也知道老父亲这一次对自己是相当失望了，说不定要启动什么后手。自己若是这一次再搞不定周家，这可是自己惹出来的祸事，怕是药家那些高层长老也会对自己有意见，毕竟这伤害的可是整个家族的利益。怎么阴谋诡计内斗，族老们可以不管，但是若是没有能力带领家族，那他们也不是傻子，自身的利益才是一切。修行界就是这么现实。哼，你还有脸出来？药弘志，你说你干了什么好事？说着，周一鸣直接把自己好大而碎裂的命牌丢了出来，围观的众人一见都是目光一凝，这预示着他家的大公子已经生死道消了，这可是血海深仇。是这种矛盾的话，即使是那些和药家交好的修士也不太好出面了，还是得先看看情况再说。这也是周家所希望看见的结果，他们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周家数千人或凌空虚渡，或站在青石地面，一眼看去仿佛布满了天空，直接把整个药王阁都给包围了，还是很有压迫感的，足以覆灭绝大多数修仙世家。药弘志面色铁青，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摆在明面上来说呢？他自己这是被耍了，对方就是打定主意，赌他不敢说出来真相，那药家就必然要吃下这个哑巴亏，怎么赔偿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事实真相是什么情况，周兄你也清楚，我家长子同样也共赴黄泉了，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药弘志见围观的修士越来越多，很多药家族老也在远处观望，他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周围的人群开始有些喧哗了起来，什么情况啊？发生了什么事？居然让两家的大公子都一起魂飞魄散了。众多吃瓜群众都是被吸引起来了好奇心。哼，事情是因为你药家而起，这一点你无法否认吧？我周家的少主不能就这样白白死了，你们药家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没有人知道周一鸣其实还带着上宗的旨意而来，他们周家在青玉门的那位破虚老祖早就看上了药王阁的那无边无际的利润，虽然死了晚辈很心疼，但是若是死得其所，死得重于泰山，那就没什么毛病了。所以他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药王阁的所有权，或者说以后药王阁的利润全部要分润一大半出去。修仙修炼到最后比拼的就是资源，正所谓财履法地，财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有厉害的道侣可以吃软饭也是可以的，这是阳光大道。比如林老魔强行抱女帝大腿，我们少族长可是我们周家未来的顶梁柱，少主还是老祖宗最看重的后辈，你们药家犯下了滔天大罪，周家众多的族老也是你一言我一语，仿佛药家这一次在劫难逃。吃瓜群众都是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药弘志面色也是越来越难看，对方越是突出那位早死鬼少主的重要性，就说明胃口越是大。在千里之外，一行商队仿佛是在官道上悬浮一般快速地前行着。巨大而豪华的车厢里，凌云正拿着一卷发黄的古籍药典品读着，他最近对于炼丹忽然有些感兴趣。在他身后，药师师在轻轻给他捏着肩膀，而两位侍女正一左一右，贵妇在他旁边乖巧地给他捏着腿，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忽然凌云把目光从古籍上离开，看向了远方的药王城，那旺盛的生命力和灵药气息，应该就是他家了吧。但是现在好像有些情况呀。诗诗，你家现在好像很热闹呢。凌云已经感知到了那边有众多修士在扎堆聚集，显然不会是什么好事。闻言，药师师呆了呆，什么事呀？他刚刚还在怔怔出神地想着，云公子到了药家后怎么办呢？要是周家那边找上来，或者大伯那边事发，该怎么处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心乱如麻，有些不知所措。一边是家族，一边是自己心爱的男人，你呀，是不是又在瞎操心？我都说了，交给我就好了。凌云现在已经差不多可以发挥2-3成的实力了，足以应对这些小麻烦。周家的人现在应该就在你家门口呢，我们倒是赶上了。根据气息，凌云初步估摸着，那边最强的好像也就是渡劫，自己直接就可以镇压了。要是破虚境，可能还会费点功夫，但是也问题不大。如今的他，一念之间甚至可以动用一些粗浅的空间神通，这对下界修士来说，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恐怖如斯。什么？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药师师心里一惊，那可是生他养他的家族，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保护在象牙塔之中，所以对家族的印象还是很好的。如今自然是有些焦急了起来。凌云不由自主笑了笑，别急嘛，小丫头，我在呢。这亲昵的称呼让药师师脸蛋一红。我担心爷爷，他其实早就大限将至了。药师师有些担忧地说道。那我们加快一点速度吧。凌云对于那个老族长还是有些善意的，毕竟培养出来了这么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虽然对于她的一些做法有些不敢苟同，但是他其实也理解，他自己也是管理过一个超级大宗门的人，知道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对于某些蛀虫，除非是特殊情况，才能以雷霆手段直接全部清扫干净，如同他之前在战争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有时候一个稳定的大局是压倒一切的。在药师师的吩咐下，商队开始加速，毕竟他们这些人和马车都不普通，阵法激活后速度还是很快的。而在药家药王阁外，现在却是已经剑拔弩张了起来。你说什么？你要药王阁的80%利润？周家族长的话引起了一片哗然，这不就是明摆着抢劫吗？药王阁可不止这一家，在众多的古城里都有分阁，每天的流水都是海量的，而且全部都是可以马上利用起来的修炼资源。这么多年来，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霜，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一直以来都屹立不倒，除了口碑招牌之外，还有药家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不可能的。药宏志一脸的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狮子大开口到了这个地步。那可是他药家真正的命脉，别说是他了，就算是老爷子、老族长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这可是药家的万年根基。哼，比起丧子之痛，这些身外之物算什么？我们是带着善意来谈赔偿的，这就是你们药家的诚意。周一鸣看着逐渐聚集而来的药家护卫，脸上也是阴沉了起来。炼药师虽然不擅长比斗，但是他们有钱啊，所以养了一大批的打手。当然了，真正的高手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周家有恃无恐。随着双方的对峙，气氛也是危险了起来。你周家莫要欺人太甚。就在这时，人群散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拄着拐杖来到了众人前。来人正是药家的精神支柱药老族长药回生。他作为药家族长，已经有数千年的时间，一步步带领药家发展到如今规模。他功不可没，是所有药家人最尊敬的前辈，哪怕是那些从外边请来的供奉药师，对药老也是无比的钦佩。哼，我尊敬你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所以才和和气气，不然你倒是划出一个道道来，责任在你药家，这一点没问题吧？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古董，周一鸣也是慎重了起来。药老族长用有些浑浊的目光看了看药宏志，他发出了一声怒气不争的叹息。药家看来是真要没落了，但是药王阁是绝对不容有失的，起码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自己闭眼之后，那就顾不得这么多了。见老爷子一脸失望的神态，药宏志知道事情搞大了，所以低着头一言不发。你这孽障，你做的事情是你自己说，还是让我这老骨头亲自来？闻言，药宏志一下子抬起了头，满眼的不敢置信。这是要把药家那些糗事都说出来吗？要知道，药家可不仅仅是做生意的，也是德高望重的炼药世家，最是在乎这些名望。老爷子，你疯了吗？来人，快把老族长扶回去。话音落下，几名亲卫立马来到了药老身前，就要带他离开。他们都是药宏志养兵千日的死士，我看谁敢！药回春眼睛一瞪，须发皆张。药家现在还是我说了算。老族长，你老了，神志不清了，你请回去休息吧。几位族老对视一眼，似乎也是明白了什么。有些事情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药家的招牌可不能砸了。你们这些不孝子孙，真要倒行逆施吗？药回生气的枯瘦如柴的手指都颤抖了起来。你们一个个都利欲熏心，不顾药家未来也就罢了，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他指着那些族老们怒斥了起来。众多族老一个个都低着头，他们算是老爷子看着长大的，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外边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一个个都是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看来事情不简单啊！这个传承万年的古老炼药世家，似乎是起内讧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带老族长回去休息！药宏志厉声喝道。要是他做的那些事情爆出来，他就不用混了。他知道老爷子早已年老体衰，是强行用灵丹妙药吊着一口气，一旦强行调用法力，必然就活不过第二天，所以他赌对方不敢动武。虽然老爷子要是爆发起来，估计这里还真没几个是对手。周家人都是冷眼看着这一幕，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耀回生闭上眼睛，体内的法力开始复苏。他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群孽障毁掉耀家的万年基业。但是就在这时，一声清脆但是透着怒火的女声传了过来：“我看谁敢！爷爷，我回来了！”在场众人都是面色大变。是七小姐，七小姐回来了！太好了，我们都听七小姐的。药师师作为药家年轻一辈之中最杰出的天才少女，人气之高是外人很难想象的，这也是让她大伯药弘志寝食难安的直接原因。药回生体内的气息也缓缓平息，他唯一的牵挂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啊，只要他还在，药家的传承就还在。但是紧接着，他浑浊的目光有些异色闪过，那个妖异青年是谁？随着人群散开，药师师推着凌云跃众而出，凌云手中还拿着一本卷在一起的古籍，看着文质彬彬弱不禁风，但是所有人的视线不知不觉都聚集到了他身上，就连他身后的药师师似乎也被忽略了。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妖异青年是谁？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尊贵的七小姐为什么和他这么亲密？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都浮现出了同样的问题。感受着有些凝固的气氛，凌云嘴角微微上翘，看来又到了自己力压群雄的时候了呢。话说偶尔打打灭菜局也挺有意思，怪他们自己倒霉吧。场面居然一静，看着这忽然出现的两人，所有人的目光都移聚在了凌云身上。没办法，作为修士，对气息这些最敏感了。虽然凌云现在没有丝毫修为气息，但是一看就绝非池中之物。而且看七小姐那副模样，两人的关系显然也非同一般。爷爷，我回来了，你别生气。药师师看了看云公子，有些犹豫要不要先离开去看看爷爷。你去吧。凌云虽然被众多人行注目礼，但是丝毫不虚。在他看来，这些人和蝼蚁也没什么区别，又怎么会在意蚂蚁的看法？那你小心点。药师师看了一眼护卫队长王丽和小绿小青他们，然后才放心地跑向老族长。爷爷，你没事吧？药师师脸上有些着急。你刚刚是不是动用了修为？作为最顶级的药师，他敏锐地感觉到爷爷体内的生机在快速地消散，这种消散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爷爷的大限将至了。药师师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药回生有些慈祥地拉着小孙女的手回来就好，是爷爷没用，爷爷没有保护好你，回来了就好，以后药家就要交给你了，爷爷很放心。药回生的声音没有掩饰，四周的众多药家人都听见了。这是要传位了吗？那一直带行族掌权力的药弘志怎么办？所有药家人都沉默了起来，仿佛知道接下来会有一场风暴。药师师可也不是孤家寡人，在药家他的威望还是很高的，唯一缺少的就是底蕴和品阶还没突破。一旦他也达到7阶，药家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即使是现在，他也是事实上的药家第一人。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都有些沉默了起来。几位心怀鬼胎的族老对视一眼后都是面色有些难看，他们是隐约知道药弘志之前的行动的，对此都心知肚明，但是好在没有直接参与。现在看来，他们不但失手了，还把周家公子也害死了。这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是怎么做到的呢？众所周知，修为境界有时候并不代表实际的战斗力，厉害的法宝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修炼的功法神通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作用。越阶挑战不只是天才妖孽的专属，阴沟里翻船的也大有人在。但是七小姐应该没有这种本事才对。众多目光都再次凝聚在凌云身上，排除所有可能后，剩下的那个选项即使是在不可思议，也有可能是真相。所以是这个看着有些妖异的青年改变了最终结局吗？老爷子，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药弘志一脸的阴沉，看向药师师，眼中更是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但是还是挤出一丝虚伪的笑意。小七回来了就好，你退下吧，这里交给大伯来处理。对方现在不只是自己的拦路石，还是自己的杀子仇人，当然了，自己也是他的仇人。作为亲人，彼此之间竟然是血海深仇，很儿戏，但是这是真实发生的。药师师抬起头，眼中满是泪水，他现在很悲伤。爷爷大限将至了，但是面对十恶不赦的大伯，他还是强忍着悲痛。爷爷，接下来交给我好吗？他轻声问道，语气充满了坚决。小七长大了呢。对了，告诉爷爷，那是你选择的道侣吗？药回生看着凌云，他虽然老眼昏花了，但是一生的阅历何其丰富，吃过的盐比别人吃的饭还多，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后生宰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小孙女这是遇见贵人了呀。但是他心中又有些新的忧虑，这样的妖孽人物，自己的小孙女真的会幸福吗？他现在人之将死，
所以对于冥冥之中的天道感应也格外敏锐。故而已经发现了凌云身上隐藏着的那股惊天动地的力量，一旦爆发出来，怕是在场所有人都要魂飞魄散。而凌云目光之中对生命的藐视，对众人的不屑一顾，也让他知道这青年怕是有些魔性。但是他看向小孙女的目光好像很柔情，希望是自己想多了吧。爷爷，他是我在路上救助的云公子，他人很好，也很厉害，他对我很好。药师师轻声说道。他这话一出，无异于是直接承认了和凌云的关系。围观的众人都是一阵骚乱，就连外界那些吃瓜群众都是震惊了。药家的这一朵娇花要有主了吗？但是这个坐轮椅的青年，他凭什么？药回声敏锐地感知到小孙女似乎有些不安，是因为对方太过于强大神秘吗？凌云见老族长看过来，他也是微微一笑。但是很可惜，对方大限将至，这是寿元限制，他现在也没办法。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好，到时候爷爷和他小酌几杯。药回声此举无异于也是承认了对方的身份。众多药家的年轻一辈都是有些敌视的看着凌云，显然他现在成为了大众的情敌。但是现在场合不对，不然怕是要生别的事端了。药师师得到爷爷的认可后，心里也是有些开心了起来。旋即他转身看向脸色有些惊慌的大伯。大伯，你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吧？还有你们周家，你们真是不要脸，你们一起联合起来勾结魔狼群埋伏我，欲置我于死地，幸而我们死里逃生。你们家的那2位不争气的孽障也死于非命，现在怎么有脸来倒打一耙，索要赔偿？真以为我药家都是他那样的孬种好欺负吗？说着，药师师目光也是有些冰冷的看向大伯。自己的父母不出所料应该也是被他所害。药师师此言一出，直接震惊四方，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药家已经内乱到了这种地步了吗？族内最天资妖孽的后辈都要扼杀，这是要灭族之象啊！周一鸣也是眼神阴厉，看见这个小丫头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但是这件事也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黄毛丫头休要信口雌黄，你说我们联手勾结魔狼群埋伏你们，那么请问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周家主这话也让众人陷入了沉思。万妖山脉的魔狼群是什么实力，他们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漏洞。所以他们都有些狐疑的看向药师师。小七，你如此血口喷人，污蔑族中长辈，你可知道这是重罪？我可以将你驱逐出家族。药弘志也是急中生智的喝道。药师师一脸的冷漠，目中满是杀意。长辈，你也配？你那孽子已经什么都说了，我父母当年在万妖山脉失踪，也是你安排的。此言一出，众人更是直接炸锅了。这药家已经乱到了这种地步了吗？老朽无能，让大家见笑了。药回声也是一脸的痛苦和愤怒。虽然早有猜测，但是现在被坐实了，他还是感到无边的悲戚。同是操哥啊，是他教子无方，大胆，休要胡言乱语。来人啊，把这叛逆带下去。药弘志大惊失色，但是没有人动，所有人都默默看着他，眼神各异，有不耻，有冷漠，有杀意，就连来打秋风的周家人都有些瞧不起他了。但是这是药家的祸事，他们先看着就行。就在这时，凌云把卷轴在手心拍了拍。好了，都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可以去死了。他的声音突兀的出现，说的话更是狂妄到没边了，让众人都是有些没有回过神来。这青年是得了失心疯吧？都坐轮椅了还这么嚣张，那腿是之前装逼被打断的吗？无数目光齐刷刷的看向凌云。药王阁四周现在聚集的修士起码有10几万，他们凌空虚度，密密麻麻的把天空都快给遮住了，一层又一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斗兽场一样的倒锥形漏斗一般。而在最中心的位置正了凌云，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望着他。这个陌生的青年，他在说什么？要抱起杀人了吗？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他怎么敢的？再说了，这里现在哪里轮得到他一个外人说话？药师师也是连忙就要再次来到凌云身边，但是在半路的时候，药弘志直接踏出一步，正好堵在了路中间。我不管你从哪带来的这个野男人，我药家不会承认这个废人。而且你现在也是戴罪之身，现在立刻回去刑法堂听候发落。药弘志这是要先发制人了，他众多的亲信也开始动了起来，整个药家似乎在这一刻就要分崩离析。你没有权利这样做。药师师急了，眼看众多的供奉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直接形成了包围圈，把药师师甚至和药老族长都包围在了其中。这一幕也是引起了一片哗然。药家这是要内乱了。孽障，你在做什么？老夫还没死呢。
耀回生也是被气得须发皆张。你这是要让天下人耻笑我耀家吗？耀弘志也是豁出去了。这一次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成功成为族长，然后再慢慢清洗内部。周家那边也好商量，但是若是不成功的走出这一步，他立刻就要成为阶下囚。整个耀家在一瞬间就分成了两拨人马。众多蒙受耀家恩惠的修士此刻也是默默站了出来，来到耀老族长身后。快看，那是散修飞刀上人，听说一手飞刀出神入化，可千里之外取人首级。那是烈阳道长，是长生道观的老道长。众多的曾经蒙受耀老族长恩惠的修士都站了出来，他们很多都是有名有姓的大能修士。这一幕也是让众多吃瓜群众看得大呼过瘾。周家现在也直接作弊上官了。当然了，若是真的情况危急，他们估计会直接支持耀弘志。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你真要如此一意孤行吗？耀老族长没想到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还要经历如此大劫，还请老族长退位让贤。耀弘志沉默了一会后缓缓说道：你简直是个孽畜！耀老族长都快气晕头了。爷爷你别生气，保重身体要紧。药师师连忙掏出一颗丹药给爷爷服下，老爷子面色这才红润了一些。老爷子你发话吧，我们都支持你，大不了就做过一场。众多修士也是直接表明了立场，你们也支持这个孽障吗？老爷子又看向耀家那些嫡系，老族长你已经年纪大了，耀家需要走得更加长远。一位族老沉默了一会后说道。凌云掏了掏耳朵，感觉耳朵都要起茧子了。行了行了，别墨迹了，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既然你们都有了立场，那就好办了。凌云的声音再次让凝重的氛围显得有些滑稽。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你还没进耀家的门呢。耀弘志现在本就有些难堪，正是气头上。见凌云三番两次跳出来，他指着凌云，有些忍无可忍地说道：哪怕对方有些本事，但是现在这里可是高手如云，根本没必要怕他。凌云目光看向药师师，见小医仙现在所处的位置比较安全，顿时放心了。然后他缓缓抬起手，手指细长白皙，似乎比女孩子的还要好看，但是就是这样一双手，不知道沾染了多少鲜血。众人都有些不明所以，但是耀弘志却是一脸的惊恐，仿佛见鬼了一般。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而且就连体内的法力似乎也被冻结了，似乎是握住了什么东西。凌云微微一捏，只听见啪嗒一声，宛如西瓜爆炸了一般，耀弘志整个人直接就炸开了，血肉四溅，直接就魂飞魄散。上一秒还闹哄哄的场面，转瞬间变得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是满脸惊恐和不可置信地望着凌云，他到底是谁？他好强！凌云旋即又看向那一群叛逆，他的目光之中似乎有银白色的光芒在闪动，这是空间之力在酝酿。凌云准备小试牛刀，在下界死在他手上也算是这辈子没有白来一趟。只见似乎有无形的死神在挥舞着镰刀，这是空间利刃在收割着生命。以凌云的境界，这些底层修士根本感应不出，也来不及反应。耀家那边转瞬间就血流成河，残肢断臂洒落，现场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间炼狱。直到这时候，众人似乎才反应过来，包围圈一下子就作鸟兽散，仿佛都是活见鬼一般。周家人呆滞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耀家那边这一瞬间直接就死了上千人，基本上刚刚站出来给那畜生出头的，转瞬间全部被凌云收割了。以他飞升境界的修为，哪怕只能发挥出来一丝，加上空间之力上的造诣，也是恐怖如斯，破虚之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现在安静了吧？凌云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没有了嗤笑和看戏的眼神，所有人都满眼的敬畏和惊恐。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修士啊？起码是破虚境的修为吧？而且最让人恐惧的是，根本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是空间之力。这人竟然掌握了空间之力。忽然有人如梦初醒一般大声地喊道，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没错，那无影无形但是锋锐无比的力量就是空间之力。但是这样的力量是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吗？脚下流淌着的鲜血告诉他们，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虚幻。耀老族长也是一脸的惊骇，他对凌云的神意早有预料，但是这也太强了吧，这样的人真的会甘心成为他耀家的女婿吗？小医仙药师师脸蛋潮红，云公子太厉害。他看向凌云的目光满是崇拜，眼中只有他的身影，再无其他。耀家叛乱转瞬间就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周家那群人现在变得无比的扎眼。这位前辈在夏青玉门周家后学晚辈周一鸣在此有礼了。
周家族长满眼惊恐和谄媚的躬身行礼，林云眼皮子也没抬一下，但是手指微微敲击着木质扶手，发出哒哒的声响，仿佛符合着某种天地韵律。天地之间似乎有闪电在游离着。周家数千人鸦雀无声，晚辈先行告退。在这死寂一般的气氛下，周一鸣满头大汗。他们开始缓缓往后撤，这是碰到死神了，不跑路不行呀。他们这里别看这么多人，但是不够对方动动手指的呀。我让你们走了吗？顿了顿，凌云接着说道：你们已经有了取死之道。有些平静的声音仿佛催命符一般。凌云目光一扫，所有周家人都有些两股颤颤。前辈，我家老祖乃是青玉门太上老祖。周一鸣知道大事不好了，只能是把希望寄予老祖身上，希望对方可以给个面子。哦，那又如何？一起上路吧。凌云话音刚刚落下，只见一幅巨大的雷阵忽然凭空出现，带着刺目的紫霄雷鸣，转瞬间就把周家人全部笼罩在内。9天之上，忽然有神雷炸响，无数粗壮的雷龙落下，宛如天劫降临。周家人此刻如同激怒了上苍，无数的惨叫声响起，法宝爆裂的声音，各种神通闪现，但是在辉煌天威面前毫无用处。修士若是对雷霆有足够的手段，也就不会拿天劫没办法了，他们只能硬扛，但是这显然是超出他们境界太多的雷法。前辈，饶命啊，我们罪不至死啊！求饶声此起彼伏，但是凌云微微眯着眼睛，仿佛在看着一群小丑在跳脚。在修行界就没有无辜的人，大家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10几息的时间过去，周家足足数千人全部化为了焦炭一般，和下饺子般扑通扑通不断的摔在地面，化为齑粉。本来已经撤退了数万米的众人再次齐刷刷的后退了几十里地，他们都是一脸惊恐的看着那个人畜无害的玉面青年，内心的惊恐已经到了极致，但是他们甚至不敢直接离开，就怕对方再次说道：我让你们离开了吗？凌云拍了拍手，转身看向小医仙：怎么样，你男人厉害吧？屠戮了上万人，凌云和没事人一般。他又看向药老族长：老爷子，我够资格做你家孙女婿吗？凌云也是第一次光明正大的来到自己女人家族里，这种感觉有些新奇，但是也有些意思。到时候洞房花烛夜也能光明正大不是？而且还有2个通房丫头，也算是没有白来这个世界走一走。药王阁现场满是残肢断臂，宛如活生生的人间炼狱，但是那个妖异青年笑容是如此的灿烂，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他似乎只是轻轻挥了挥手，便造就了这一场血案。这些可不是牲口啊，甚至不是普通凡人，他们都是强大的可以飞天遁地的修士。然而在这个看着甚至有些清秀的青年面前，是如此的脆弱，转瞬间就全部凋零。所有人都内心充满了恐惧，不说要家人，就连那些围观的修士现在都是吓得不敢吱声，更加不敢轻易离开现场，不然以这妖异青年的杀人速度，怕是他们前脚刚抬起，下一刻就4分5裂躺在地上了。怎么都不说话，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凌云嘴角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好久没有这样畅快淋漓的杀人了。这些日子心里积攒的那些小情绪似乎也一下子就释放了出去，比较坐轮椅的滋味还是有些不方便的。虽然林老魔早已心若冰清天塌不惊，但是该有的七情六欲还是有的。爷爷，药师师小声的提醒道。药老族长这才如梦初醒，他心中已经不是用震惊可以形容的了，是恐惧，完完全全的恐惧。以他活了这么多年的见识来看，这名青年的实力可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而更加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他现在似乎还是受伤的状态，加上他掌控的道法竟然都是最高阶的，是普通修士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这就说明对方不但修为高深，可能身份地位也无比的尊贵。他到底是谁？自己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这位公子，贵客登门，老朽未能远迎，还望勿怪。若是不嫌弃寒舍，还请里边小酌几杯无？药老族长一脸郑重的邀请道。虽然对方似乎和小孙女有些不清不楚的，但是第一次登门，该有的礼仪还是要有的。那就叨唠了。凌云微微一笑，对方怎么说也算是长辈，既然他给自己面子，当然还是得谦虚一点。诗诗，快带这位公子回府。哎，好。药师是一脸的开心，爷爷他对云公子好像也很满意呢。岂止是满意啊，简直是惊吓。众多的药家人此刻都是满脸的恭敬，密密麻麻的人群直接自发的让出来了一条大道。本来之前对凌云勾搭上了七小姐还有些嫉妒，现在都是庆幸了起来，也就只有这样的人杰才配拥有七小姐啊。而且接下来
七小姐估计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家主了。谁敢不服气？估计到时候肯定是全票通过，反对的那群人刚刚已经被屠戮殆尽了。所以凌云虽然屠杀了药家人，但是不但没有被仇视，反而得到了足够的尊敬。这就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基础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唯有实力才是永恒。见那个魔神一般的男人终于消失在大院之中，外界的众多修士都是齐刷刷的松了口气，这才敢离开现场。而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转瞬间就传播了开来。距离这里10万里外的青木城，城主府内，此刻气氛凝重的宛如要滴水，众多的周家族老和核心子弟全部齐聚一堂，但是最高的主座却是空缺的，他们的家族就在刚刚已经归天了。这也就算了，但是家族他可是还带走了家族里的一大半精锐弟子，现在居然全部陷落了。现在的周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到了几乎要灭族的关键时刻，大家说说看吧，怎么办？沉默了许久，一位大长老这才声音艰涩地说道：这是我们周家的大劫，若是渡不过去，周家就完了。众人都是微微低着头，虽然情况危急，但是他们何尝没有自己的小九九？死的人是多，但是空出来的位置和资源也多啊。老祖那边还没回信吗？又有人问道。周家老祖周青正是青玉门的太上长老之一，乃是青玉门的5大开山老祖之一，现在还留下来的老祖也就剩下3位，所以权势滔天，连带着周家也是日益鼎盛。但是逢此大劫，怕是周家老祖也要起雷霆之怒了。宗门已有回复，老祖正再炼一炉大药，可能没有这么快，那就等老祖出关。众人默然，也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不然他们这些人去多少死多少，毫无意义。那边的惨状已经通过流影石流传了出来，可谓是真正的人间炼狱。好在没有人录下来凌云杀人的经过，那行云流水不费吹灰之力，宛如艺术一般的过程，不然怕是会更加引起轩然大波，人人自危。而造成这一切的凌云，此刻却是在一个占地数十里的花园里，这里是药家的核心内院，山清水秀，各种灵植争相盛开，空气中满是淡淡的草木清香。药师师推着轮椅，容貌娇丽的2位贴身丫鬟稍微落后几步跟在后边。云公子，你生气起来真可怕。药师师小声地说道，不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感觉自己已经配不上你了呢。药师师似乎有些患得患失了起来，自己的天赋在云公子面前似乎有些不值一提。哪有，在这天底下我和你第一好。凌云这话倒是没说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凌云本就是和小医仙最好了。药师师满心的喜悦，云公子，你之前说的话算数吗？他来到凌云面前，清澈娇媚的大眼睛里满是期待。什么话啊？凌云明知故问，同时还伸了伸手，小医仙乖巧的轻轻依偎在他怀里，他的身子很是娇小，但是玲珑有致，有着诱人的淡淡药香味。凌云微微低头，撩起他长长的秀发，在他细嫩脖颈之间深深地吸了口气，顿时感觉有些神清气爽了起来，仿佛身体的复苏进度都活跃了起来。讨厌，就是你刚刚说的话吗？药师师有些害羞地扭了扭身子，让凌云一阵异动。哦，我说我是你的男人那句话吗？凌云嘴角带着笑意，这小丫头还是很在意这些甜言蜜语啊。呢。药师师就像一只小猫咪一样依偎在凌云怀里，舒服的微微眯着眼睛，和小月牙一般。那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凌云握住她的小手，低头和她额头抵在一起。我愿意，我1万个愿意，我这辈子只做云公子的女人。药师师动情地仰着脖颈，主动献上了红唇。在后边看着这一幕的2位侍女都是脸色羞红。园林中，一棵桃树下，2人死死地依偎在一起，她的身子很是柔软。良久，药师师感觉自己已经要喘不过气了，他轻轻捶着云公子的胸口，想要推开他。凌云这才有些意犹未尽地放开小医仙。凌云舔了舔嘴唇，亲嘴子不吐信子就等于白亲了，这是凌云的宗旨。云公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啊？药师师眼眸之中有着淡淡的水雾一般，看着像是动了情，脸庞更是一片绯红。他宛如一语一般轻声问道。凌云轻轻捏着他的后脖颈，微微用力，让小医仙仰着头看着自己。凌云喜欢看着他这清澈纯净的大眼睛，看着他满是依恋和爱慕的看着自己，眼中满是沉浮，凌云的心中就会升起一股满足。我是什么人？你想知道什么呢，小宝贝？凌云轻轻触碰着他晶莹的小耳朵，有些发烫。你喜欢我吗？药师师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喜欢啊，你还救了我呢。凌云有些宠溺地说道。
药师师娇嗔的在他怀里拱了拱。其实我知道，就算我不带你走，你也会没事的吧？药师师也不笨，这些日子的接触也明白了过来，自己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对方根本不可能有事。这么强大的云公子，为什么会落到那个境地呢？药师师也有些担心了起来。你是怎么受伤的呀？药师师搂着凌云，和树袋熊一样趴在云公子身上。好在轮椅设计的还行，不然都容不下两人这样秀恩爱。在后边的两位侍女都有些没眼看了，两人脸上都是一片绯红，这恋爱的酸臭味真是让人情难自禁。尤其是他们似乎也知道了自己未来的命运，看向云公子的目光也满是莫名的情感，有畏惧也有倾慕。对他们来说，这个男人就是他们真正的主人，让他们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哪怕是让他们下一刻就去死，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犹豫。自己就是云公子的私人财产，是他可以肆意妄为的物品。和那些被强迫的姐妹不同，他们是心甘情愿。能服侍云公子这样的大人物，是他们的幸运。我怎么受伤的，这就说来话长了。但是不是人为的呢？我可没有敌人，是不可抵抗的天地之力。凌云知道小医仙是在担心自己，所以没有欺骗他。放心呢，你男人可是很厉害的。凌云坏笑着。药师师娇呼一声，今晚我去你房间好不好？凌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药师师的娇躯一僵，似乎被吓到了。还是到了这一步吗？似乎有些快了，但是自己内心好像也很期待呢。但是云公子这个状态怎么做呢？药师师虽然看起来还是10几岁的小女生模样，但是别忘了，她可是正儿八经的6阶单修，相当于天象境界呢。自然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她什么都懂，所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她没有拒绝。药师师的声音细若蚊蝇，凌云听力很好，所以心中喜悦。乖，他之所以如此着急，也是有原因的。接下来，那什么周家那边的事情肯定还没有结束。正所谓打了小的来老的，要就一次性斩草除根。但是若是面对那种传承完整的仙门老祖，自己的状态怕是还是有些吃亏。不说会不会输的问题，总归是会有些狼狈。所以凌云想快一点让自己的神苏醒过来。其实他现在也已经琢磨出来了，刚刚在外边自己那2个大招的威力超出了凌云的预估，威力起码大了3倍不止。这就是混沌神体的底蕴吗？而且还是没有完全觉醒状态下的效果。若是完全觉醒，岂不是说自己的实力还能提升10倍不止？本就无敌的自己再强大10倍，这是何等伟大的神体！同境无敌早就不是凌云的追求了，越一个甚至2个大境界杀敌才是凌云的目标。爷爷叫我们去大殿呢。药师师忽然按着凌云的手说道。凌云顿了顿，好，那就去看看吧。爷爷已经大限将至了，你有什么办法吗？药师师有些期待地望着云公子。凌云微微思索了一会，然后摇了摇头，我也没办法，老爷子早就到了寿元大限，我所料没错的话，这些年都是靠丹药吊着一口气吧。而且这还是因为老爷子这么多年行善积德，福泽深厚，不然怕是天道规则所不容了。凌云也没办法逆天改命，直接增加修士的寿元。或许在仙界会有这种宝物，但是在下界根本没有听说过可以增加高阶修士寿元的宝物，这是天道对修士的限制，不然哪有这么多灵气供养这么多修士。身为炼药师，药师师其实心里也清楚，所以只是有些小失望。知道了。他展颜一笑，在凌云额头亲了一口。走，我带你去见爷爷。我想他应该是有些事情要交代了，你要做好准备哦。药师师有些调皮地说道，看着凌云的目光满是爱意和依恋。凌云笑了笑，好。那位老爷子或许是要在临走之前把最放不下心的小孙女交给自己了吧。自己当然会答应，但是自己在这个世界又能停留多久呢？凌云不知道，只是走之中会安排好一切，得给小医仙找一个护身符才是，不然终究是放不下。就如同是自己给师尊师姐小师妹他们留下的神皇皇朝，合力之下天下无敌，而且黄希儿那边也是值得信任的人。只有这种情况下，凌云才能放心。等日后自己强大起来了，就全部接到仙界一起寻欢作乐。黄仙儿心中咀嚼着这个名字，凌云忽然心中一动，自己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也找一个类似的人呢？凌云心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天香妖皇，似乎是不错的选择呢。而且还是妖族最古老的血脉之一，又是狐族，想来也是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的女子。既然让自己遇见了，怎么能不收入房中呢？正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打定主意后，凌云心中也是轻松了起来。
此刻，万妖山脉最深处，有一处名为青丘的妖族部落皇朝。虽然说是部落，但是其实完全是一个妖质国度，其规模完全不亚于人族的主城，甚至还要巨大。无数年来，万妖山脉内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妖族文明。众多的化形妖兽在其中安居乐业，如果不是有必要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出外界，对于外边的世界也毫无兴趣。无边无际的万妖山脉产生的资源足够供应无数的妖族，甚至富饶到可以对外出售一大部分，用来换取人类那边的丹药之物。其中最缺的自然就是各种极品化形丹，但是其价格高昂，也不是普通妖族销售得起的。所以很多妖族其实是半兽人形态，赚够钱了就可以去换取化形丹。至于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化形，按照古老典籍的记载，人族虽然先天弱小，但是后天潜力无穷，乃是天地之间最贴合大道的生灵。其五脏六腑都是按照五行六合之大道之理，围绕灵府经脉识海的修炼方式更是暗合天道。所以诸天无数种族修炼到了后期，无一例外都是人族形态，虽然还会保留其独特的种族天赋象征，就连某些身体庞大无比的星空种族也会额外的有人形化身。而此刻在这万妖之城的最深处，有着一座不起眼的木屋，内部魔狼族的银月妖王正卑微地跪伏在地，他那性感的身躯贴伏在木质地板上，挤压出深深的沟壑。但是此刻无人欣赏这一幕。你是说你的狼群被一个奇怪的人类震慑住了，而你也被种下了某种神秘的禁制？上方娇媚无比的女声响起，光是听声音就让人兽血沸腾，开始幻想对方是一个何等绝色美人的声音。回禀妖皇陛下，是的，属下一败涂地，甚至不敢出手。银月妖王现在不复往日的骄傲，只因为在他面前的是妖族最有权势的三人之一，万妖山脉的三大妖皇之一，他就是天香妖皇苏瑶。传闻中乃是九尾天狐一族仅存的血脉，但是血脉浓度似乎有些稀薄了，不然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妖帝。苏瑶穿着一身淡粉色的纱衣，美妙的娇躯若隐若现，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寻。他在软榻之上斜躺着，长长的纱裙滑落，露出雪白的小腿，在他身下还有着几条雪白的毛茸茸的尾巴没有收回，其姿态更是娇媚万千，让人看一眼都忍不住血脉喷张。他的脸蛋仿佛集合了世间所有的美丽，一双狐媚的桃花眼更是让人看一眼就要沦陷，成为他的裙下之臣。漆黑如墨的长发散发着淡淡的光泽，肌肤如玉一般温润，即使是同样身为尤物的银月看了都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妖皇大人这是越来越美丽了呀，就连自己都有些心头火热，何况是男人。作为九尾天狐一族，修为越高，自身的美丽就愈发动人心魄，怪不得另外两位妖皇水火不容，他们也都想得到天香妖皇的青睐。但是奈何苏瑶可看不上他们，能让他甘愿侍奉的男人必定是这天底下最强大的男人。妹妹，过来让我看一眼。苏瑶柔声说道。银月犹豫了一下，这才轻轻上前几步跪伏在妖皇姐姐面前。苏瑶抬起手轻轻捏着她的下巴，银月妹妹也越来越诱人了呢。苏瑶的声音有些戏谑，作为九尾妖皇，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有些喜欢女人，也许因为臭男人都没一个让她看得上眼的吧。姐姐，你看我体内的禁制可以解开吗？能否看出来是有什么作用？银月有些紧张地说道。比起生命危险，被姐姐占点便宜算什么？虽然她并没有那种癖好，这就是她为什么一般都不想来面见妖皇大人的原因了。你过来，让我检查一下。苏瑶轻笑着。银月咬着牙，一狠心就爬上了软榻，反正她也不能做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银月额头和胸口满是汗水。姐姐，怎么样？可查探出来了什么？苏瑶好看的黛眉微微皱着，她体内的那枚禁制居然是剑丸，自己也不敢轻易触碰，否则银月妹妹这娇美的身躯怕是转瞬间就会化为碎肉。这是一枚修为高深的剑修制作的剑丸，本座也没办法解除。天香妖皇苏瑶如实说道。正当银月有些绝望的时候，苏瑶又轻声说道：妹妹别着急，既然他让你回来，就说明还会来找你，到时候姐姐给你出一口恶气，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的人下此毒手。说着他又挑起银月的下巴。另一边，药家从议事大殿内出来，药师师眼眶有些发红，和两人所料的差不多，药老爷子已经交代后事了，并且郑重地把小孙女交给了凌云。虽然他看不清这个妖异年轻人，但是有一点他看出来了，那就是对方实力强大，而且霸道护短，这就足以保证小孙女将来的幸福，对药家来说也是一块护身符。开心点呢，人固有一死，
但是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呀。凌云对于哄这种未经人事的小女孩，还是很拿手的。三言两语之下，就让药师师恢复了明媚的笑容。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既然是改变不了，所以就顺其自然吧。现在有云公子在他身边，他很开心。时间悄悄流逝，七小姐的院落里，药师师的心跳也是越来越快。云公子，浴池已经准备好了。小青来到凌云身边，乖巧地说道：“你们一起吧。”凌云看了一眼清丽娇媚的两人，放在外边，这两位侍女也是一等一的大美人。俩女都是轻轻嗯了一声。反正这种服侍公子洗浴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两人虽然心中羞涩，但是也隐约期待。药师师此刻已经在浴池内，和往常一样，凌云在三女的服侍下完成了沐浴更衣。三女的脸色都是被热气蒸腾的红扑扑的，有些可爱，让人想咬一口。身上更是湿漉漉的，泪出的汗水和热水混在一起，长长的秀发扎了起来。给凌云擦干净身子后，药师师忽然扑到了凌云怀里，气氛越来越旖旎。他已经情难自禁了。公子，我要怎么做呢？你教我。凌云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公子我是不会动，但是你会啊。药师师脸色浮现一抹娇羞，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药师师声音有些颤抖，叫自己的两位侍女一起过来。听着七小姐的声音，两人也是忍不住心里一抖。不知道过了多久，药师师香汗淋漓地倚靠在墙角，凌云内心却是狂喜，因为不出所料的，他的觉醒程度直接来到了 70%。 在震惊的目光之中，凌云翻身而起。云公子，你能动了呀。药师师一脸的惊喜，看着此刻雄赳赳的凌云，桃花眼之前满是震惊和喜悦，随后就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了。他早就已经精疲力尽，不然也不会求援，直到都是长发湿漉漉的贴在额头、脸颊和光滑的后背上。这一次林老魔内心狂喜，所以有些激动，自然丝毫没有联系。在往后的几天里，7天7夜，凌云都沉浸其中。正所谓夜夜笙歌，直接把混沌神体的苏醒程度干到了 90%， 直到再也没有寸进。但是林老魔还是不甘心，感觉还能再试试。在他的淫威下，他们任其摆布，小医仙半推半就，但是最终进度仍然卡在了 90%。 凌云这才罢手，他知道这应该是最后的关卡了，所以不是投机取巧能达到的。但是自己自身的实力现在已经是无惧任何存在。终于凌云感觉达到了极限。而在他苏醒的那一天，在七小姐院落那边隐约有冲天的气势。感知到这一幕的药家人和药王城的众多修士都是忍不住心神震撼。这股强大的气息宛如辉煌天威，是如此的让人绝望。在这股气势下，他们生不出丝毫抵抗的心思。本来药家这边还有些顽固之徒不愿意让七小姐当家做主，此刻顿时也哑口无言了。凌云无意中直接把所有人都震慑了一遍。香闺内，三女伺候着凌云沐浴更衣。有了这种关系之后，凌云看向他们的目光都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两位侍女，她们很乖，林老魔有些喜欢。虽然身份卑微，但是天赋也尚可，容貌姿色都是上层，多两个丫鬟也不错。就让他们从此以后都跟在小医仙身边吧，也算是另一种层面的陪伴和接纳。过来，凌云忽然对二女叫道。两人都是乖巧的依偎过来，紧紧地靠着云公子，水波荡漾。如今倒是没必要合衣而浴了。凌云很享受这种感觉，轻轻捏起小绿的下巴。以后你就叫碧瑶。紧接着又拉着小青的玉手，以后你就叫青秋。俩女一瞬间都是有些没有反应过来，回过神来后都是一脸的喜悦和感动。多谢云公子赐名，我们日后定当尽心尽力服侍公子。药师师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中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但是又觉得这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不然自己可是真的有些撑不住。而且自己和他们也早就亲如姐妹，所以倒是没有太大的排斥。他也知道在云公子心里自己是不一样的。何须日后，就现在吧。凌云坏笑着轻轻拍了拍青秋的小脸蛋。作为修士，他是可以在水里闭气很长时间的。凌云在这里荒淫无道。另一边青玉门却是一片哗然，因为太上长老出关了，并且一出关就要求要拿药家开刀。青玉门内外门杂役弟子加起来足足有数十万，无数的宫殿层层叠叠地布满了一座又一座山脉，就连食堂都足足可以容纳数万人同时入座。而此刻在巨大的被削平的广场之上，无数的人影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他们穿着青色的法袍，手中握着斩妖法剑，按照一座座堂口分出阵营，形成一个个方队。入目望去，起码有足足30万人。
修为从高到低，从天象境渡劫境界的长老到神通灵台境的亲传弟子、内门弟子、外门弟子更是不计其数。此刻数十万人聚齐，凝聚的气势冲天而起，就连天上的云层都被撕碎了。无数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注视着升仙台上的那位面如白玉的中年，他正是周家老祖周道灵，同时也是青玉门的太上长老。他有权力调动宗门的一切资源和人员。在得知周家几乎被灭族，精锐全部被屠杀了之后，周道灵并没有多么愤怒，相反，他觉得等待千年的机会来了。他在破虚境界这个桎梏瓶颈已经数千年了，一直不得寸进。他认为是自己的机缘不够，而药家传闻中有某种极品丹药9转造化金丹，乃是9品丹药，据传是药家先祖流传下来的。奈何要回生那个老东西没有这个福气，以他的修为境界根本没有这个资格享用。但是对于自己来说，这可能就正好是自己缺少的那一把火。一颗金丹吞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到时候自己肯定可以直接突破到飞升境。这个秘密也只有周道灵自己才知道，周家人都无从得知，甚至药师都不清楚。也许药老爷子也在对凌云进行最后的考验，或许在彻底作画之前是不会透露这个秘密的。周道灵穿着一袭青衣，仙风道骨，他看着下方无数的弟子，心中也是有些豪气。这么多人，还不信拿不下你一个小小家族？即使是那位神秘的邪修青年，又杀得完这么多人吗？即使是能，他敢吗？药家已经被邪修所控制，肆意妄为，屠戮我辈同道。我青玉门作为仙道上宗，理应匡扶世间正义，除魔为道就在今日。全体弟子随本座前往药王城，势必手刃邪魔歪道，谨遵老祖法旨。无数弟子都是抱拳领命，这种盛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浩大的历练，甚至感觉有些小题大做了。区区一个小家族，还是炼药世家，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他们又哪里知道自己只是被老祖当成了炮灰试探？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位仙道老祖也好，魔道巨擘也罢，都是在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而他们所要面对的乃是这个世界如今最为恐怖的存在。这一日，整个修行界都震动了，青玉门竟然所有精锐倾巢而出，而且目标不是攻打某个魔门大宗，甚至都是不是一个宗门，仅仅是一个世家大族，而且还是炼药世家，这无疑很是荒唐。知晓这个情报的其他的仙道上宗和魔门，都感觉周道灵是不是疯了？闭关走火入魔了吗？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只是为了一个修仙家族，这是何等的荒谬！而有些圣地的老祖宗却是心中隐约有些猜测，难不成传说是真的？药家真的有那种9品丹药？那种东西若是真的存在，要回生那老东西为什么舍不得服用？虽然对他的境界可能没什么提升，但是再苟活几千年应该问题不大吧。而青玉门这一次行动也并没有知会别的仙道上宗，如此一意孤行，其实也是引起了众多掌教至尊的不满。要是大家以后都这样子乱来，这个世界岂不是乱套了？周道灵确实是有些疯了，他已经等不及了。若是不把握这个机会，以后就更加没有理由和借口对一个屹立万载的修仙家族出手了。这无疑是会遭到众多宗门抵制和谴责，甚至可能会被围攻。他现在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出其不意的直接全军出击，用最快的速度直接把药家给拿下，然后把所有的宝物全部销纳了，再活捉那位炼药天才，逼迫那老东西把金丹交给自己，然后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自己突破境界，成为飞升大能，又有谁能阻挡自己呢？敢说自己的不是，直接全部灭了。随着青玉门的行动，无数的仙道门人也是闻风而动，都想要目睹这一场万年来最大的战争行动。修道之人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像这样的大规模发起进攻，也是让无数人都兴奋了起来。仙道都是如此，那些魔道中人就更加激动了。到时候无数的血液、灵魂、怨气，这些都是上好的材料啊！整个世界似乎一下子都动了起来，就连万妖山脉那边此刻也是收到了外界的消息，3位妖皇都是有些震动。天香妖皇苏瑶来到了云雾缭绕的山巅，在他下方是无数蜿蜒如龙的山脉，在其中生活了无数的妖族。她穿着粉色的纱裙，整个人仿佛不似红尘中人，就像是9天之上的仙女。温柔的山风吹过，让纱衣紧紧地贴合她的娇躯，显露出现让人无限遐想的美妙。那曼妙的曲线简直让人看一眼都会口干舌燥。苏瑶的目光闪动，凝望着远方，在她身后似乎隐约有8条虎尾的虚影浮现了出来。她的血脉如今竟然已经达到了8尾，若是达到9尾，
那就是真正的仙兽九尾天狐，这是他从未在外人面前展露过的秘密。在外界的情报之中，天香妖皇也不过是7尾，那个药家似乎就是小月上次失手吃亏的那个家族吧，居然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那个银月口子的妖异青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他能抵挡得住这一波劫难吗？苏瑶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想到那个素未谋面的青年，心中就有些悸动，血脉之力仿佛都活跃了起来。这种冥冥之中的心血来潮，让苏瑶心中有些莫名的患得患失，最近就连修炼都有些心不在焉了起来。要不就趁这个机会也去凑凑热闹吧。苏瑶如此想到。作为九尾天狐一族的血脉遗孤，他其实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赋技能，那就是能预知未来。虽然时灵时不灵的，一般也没什么大用，但是苏瑶却是很郑重，因为这一次的感知很不正常，似乎和自己的血脉之谜有关系，是自己提升到9尾的契机。当这个冥冥之中的灵感出现的时候，天香妖皇在也坐不住了，他也要去凑热闹，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去人族腹地有些不保险，所以还是得把另外2位妖皇一起叫上，再不济也得叫上一位。那位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金翼妖皇肯定愿意和自己一起出去，那个懒洋洋的老乌龟就算了吧，他是最古老的妖皇，同时也是最不问世事的妖皇，但是自身实力深不可测。打定主意后，苏瑶就行动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既然是和自己的血脉进阶有关系，那自己就必定不能坐视不理。他又哪里知道，这其实是因为凌云的混沌神体已经快彻底复苏了。对于他这种得天独厚的尊贵妖族，混沌才是他们力量的来源。只要得到凌云的生命本源精华，得到足够多的宠幸的话，他的血脉之力直接就可以进化。凌云就相当于是行走的人形大药，喝他的血吃他的肉都可以直接有成仙之姿，比起世间上最珍贵的仙药还要大补。即使是仙王仙帝也没办法拒绝他的诱惑。不过这也是因为凌云现在处于苏醒状态，没办法控制自身的气息，这才让天香妖皇无意中感知到了一丝丝气息。等凌云彻底觉醒后，自然就没有这种暴露危机了，不然他怕是刚刚飞升仙界就会直接被抓去当成药奴抽血。而药家此刻也后知后觉地收到了消息，整个药家都慌作一团，这是灭族大祸啊！之前还对凌云恭敬有加的一群人，现在顿时又都责怪起了他，都怪他出手如此狠辣。现在好了吧，惹出来了灭族大祸，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就是众生相，贪婪又自私自利，但是又贪生怕死，但凡是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扑到你身上撕下一块血肉。所以凌云对于众生一直都是有些厌弃的，反正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相互利用罢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欣赏单纯善良的小医仙的缘故。本来他正忙着逍遥快活呢，凌云这段日子也是把之前的寂寞全部补偿了回来，没日没夜的那叫一个痴迷成狂，丝毫没有审美疲劳。但是药家的一些变化他也感知到了，心中也是有些不快。至于外界说的那什么大祸，他是有些不放在心里的，来得正好，直接全部灭了，省得自己一个个去找。等自己灭了青玉门，这个世界真正的护道仙宗圣地就会露面了吧，到时候自己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借用一下这个世界的升仙台，也省得自己去交涉。所以凌云对此喜闻乐见。小医仙的闺房内，爷爷叫我们去议事大殿。药师师虽然满脸通红，整个人都没有了丝毫力气，但是还是柔声提醒。房间内的幽香愈发浓郁，凌云被打断也是心情有些不美丽。这该死的周家还有那什么破青玉门，晚几天来送死也好啊，自己还没尽兴呢。走吧，别担心，我有把握。先去洗个澡啊，慢点。药师师一声娇呼，凌云一把抱起小医仙就往浴池那边走去。碧瑶和青秋红着脸跟在后边，仿佛知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而在药家的议事大殿，此刻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在等着七小姐和那个药家女婿的到来。毕竟事情是他们惹出来的，而且那名青年也是药家如此的依靠。但是很多族老依然心中有些不悦，或者说是惶恐，在性命攸关生死之间的大恐怖面前，他们也是不要脸了。老族长，要不我们就投降吧，起码我们药家万年基业还能延续下去。七小姐那边让她和那名青年划清界限即可，一切事情都和我药家毫无关系，我们可以赔偿。一名之前和药弘志有些来往的族老建议道，按照他的这个计谋似乎也有些操作性，所以在场很多族老供奉都是微微颔首。当然了，唯一牺牲的就是七小姐和凌云。看着这一幕，
端坐在最上方的药回生心中也是有些悲哀。哼，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徒，怎么能代表我们药家？对，我们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生。要卖主求荣，你们就去吧。我们誓死追随七小姐。好在众多的年轻一辈之中，还有热血正义，这让药回生心里也是有些欣慰。自己这么多年来苦心经营，倒是忘了清理门户了，家风都快被败坏了。但是对于接下来的大劫，药回生心里还是有些没底，而且他也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如今他已经去吊着最后一口气，本想找个时间就交代给小孙女的大胆，你们这群小辈懂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眼看大殿里一下子就吵了起来，药老族长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就看那位便宜孙女婿怎么说吧。若是他有把握，自己这把老骨头，这风雨飘零的药家就陪他赌一把又如何？就在这时，场面一下变得落针可闻，因为凌云走了过来，众人都是一脸的震惊。凌云自从恢复行动力后，一直都是和他们在昏天黑地没日没夜的快乐，这还是第一次在众人眼前露面。他竟然能自由行走了，坐轮椅的时候都如此可怕，现在恢复了，岂不是更加可怕了？那群墙头草又缩了回去。哟，你们似乎好像很怕死呢。刚刚那个话谁说的？我可听见了。是自己主动站出来，还是我来点名？凌云身着一袭华丽的黑袍，这乃是他自身的法袍，是身为阴阳圣宗掌教至尊的法袍，其上纹绣着华丽的金边纹路，不时有光芒闪动，一看这质感就知道绝非凡品。他的脸上带着邪魅的笑意，眼神却很是平静，仿佛没有丝毫感情。在他身后，药师师和俩女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他们眼神何其毒辣，一眼就看出来他们都是丢了身子，顿时心中都是有些羡慕了起来，而且心中也有些鄙夷。这个家伙居然一下子就收了散，你吃得下吗？怎么不撑死你呢？爷爷，药师师来到左侧的首座，这本就是他的位置，但是他没有入座，大概是想让凌云入座。但是凌云想先解决一点小麻烦，居然敢在背后蛐他。我刚刚听见好像是你最大声是吧？凌云冰冷的目光看向刚刚叫嚣的最欢的那位族老，那人顿时吓得直接就跪了下去。公子饶命啊，小人也是一时糊涂。不少人都是目光有些讥讽，身为修士居然如此贪生怕死。哼！凌云只是冷哼一声，也不见如何动作，只见那人的脑袋就和西瓜一样直接炸开了，白的红的洒落一地，血腥味一下子弥漫了开来。如此当众杀人，还是族老，本来应该引起众怒的，但是现场却是陷入了诡异的境地。还有哪些人都自觉点去外边跪着吧，别碍眼。凌云语气平淡，但是说出来的话简直让人骨头发寒。没有人有胆子想挑战他的权威。很快10几位族老默默走出来，在门口跪成了一排，他们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但是比起脑袋开花还是好多了，场面一下子就干净多了。剩下来的都算是站在七小姐这一边的。好了，在老爷子面前我话不多说，但是接下来的事情都由本座来扛着。既然你们做出来了选择，那么你们很幸运，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就好好看戏吧。凌云目光环视一圈，没有任何人敢直视他的目光，但是心中都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他居然要以一己之力面对几十万修士大军吗？其中甚至还有众多的渡劫和破虚境的老祖，他怎么敢的呀？散会吧，大家都稳定一下局面，该干嘛干嘛。若是谁扰乱军心或者生出什么事端，别怪我不客气。凌云直接毫不客气地宣布散会。众人看了一眼沉默的老爷子，都是心中默然，这位邪性的青年太强大了，但是如此也好，起码还能有拼命的机会。他们当然不相信对方真的可以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见众人都离开了，要回声这才慈祥地对着小孙女招了招手，爷爷有一件事情想交代你。凌云对着老爷子点了点头，直接带着碧瑶和青丘离开。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刻，人家可能有家务事，自己还是半个外人，就不参与了。1个时辰后，凌云看着药师师交给自己玉盒，看着其中的9转金丹，稍微一感受其中的气息，凌云感觉自己的每一颗细胞似乎都在渴望。凌云心中也是有些震动了，药家居然还要这种好东西，这是飞升境界的天品丹药啊！这东西若是自己服用了，怕是立马就可以补全最后一丝境界，直接就可以白日飞升。这就是自己的气运吗？药家居然还有如此机缘，直接就可以为自己节省几10年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计划又要加快了。药师师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爱意本来还能和云公子耳畔厮磨10年，那别离之苦现在却被自己亲手提前开启了。这是给我的，这是我们药家先祖传下来的，
就剩下这一颗了。爷爷让我自己做决定。药师师脸上有些羞涩，这无疑相当于是他的嫁妆了。好，我很喜欢这份大礼，我收下了。凌云一脸郑重，这样的大礼自己也不能白拿，这是一桩大因果，何况自己本就没准备置身事外。但是接下来他要认真了，药家他保定了，还要药家屹立在这世界之巅。在药王城百里之外的虚空忽然起了涟漪，一群气息强大的身影忽然出现。这里就是两角兽的药王城吗？一名鹰钩鼻的金发青年有些不屑地看着前方古老的城池，回禀妖皇大人，这就是药王城，我们的丹药有很多都是产自于此。哦，那倒是有些意思。这名金发鹰钩鼻青年正是金翼妖黄金黄天。说着，他的目光带着赤裸裸的贪婪看向了另一边，那边也是一群妖族，但是女性居多，以一名风华绝代的女子为首。她长发齐腰，粉色纱裙之下是诱人的玲珑娇躯，素瑶美目之中满是惊奇，似乎还有些迷惑。她看着前方的古城，心中那种预感愈发的强烈了起来，仿佛自己此生最重要之物就在其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药家，凌云莫名抬头看了一眼外界，怎么感觉似乎有什么人在窥探自己？这枚丹药，凌云并不准备现在就服用，而是等做好了万全的飞升准备之后，那时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云公子，我们真的会没事吗？药师师被凌云抱在怀里，他仰着脖颈，小心翼翼地问道。看着他白皙的脖颈，凌云忍不住低头给小医仙种个草莓。药师师感觉脖子上痒痒的，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讨厌，人家问你话呢。我们会死吗？药师师仿佛并没有多少恐惧，只是有些不舍。两人最近才刚刚成就好事，虽然天天没日没夜的腻在一起，但是这还不够呀。他想和云公子在一起1万年。放心吧，偷偷告诉你，本少爷是天下无敌的。凌云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会保护好你的，相信我。看他说的有些调侃，药师师心里也是半信半疑。我收到情报，青玉门的人就快到了呢，我要去主持大局，你先和他们玩一会吧。药师师有些不舍地说道。但是现在爷爷犹如风中残烛，药家总需要一个顶梁柱来协调一些事情。去吧，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出手。凌云心中并没有什么紧迫感、危机感，他不相信这个世界的飞升老怪物会对自己出手，甚至有没有这种老怪物都不一定。即使是有，那也是和曾经的黄灵天那种废物一般，哪里会是自己的对手？虽然自己现在也不能完全发挥实力，不过也足够应付了。目送小医仙离开，凌云来到园林之中的小凉亭，掏出一把躺椅，安逸地躺下。现在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整个药府都气氛有些压抑，很多人都感觉这是生命的倒计时了。但是凌云现在却是在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碧瑶和青秋两位贴身丫鬟，一位被凌云抱在怀里上下其手，一位在旁边给他喂水晶葡萄，日子过得好不快活。碧瑶身材更加丰盈一些，依偎在公子怀里，她满脸羞红，她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呼出的气息似乎都是香喷喷的。凌云抽出手撩起她的长发把玩着，小肚兜上的蝴蝶结早就被他解开了。公子，碧瑶忽然小声的嘤咛。凌云闭着眼感受着刚刚出炉的白面馒头，旋即又对旁边的青秋招了招手。青秋红着脸乖乖的靠了过来，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凌云深吸口气，轻轻触碰着他那精致乖巧的小脸蛋，睁开眼睛看着我。林老魔霸道的说道。和这个小院落里的旖旎气氛不同，外边整个药王城都陷入了警戒之中。药王城的城主历来都是药老族长，所以倒是也没有生出什么乱子，只是还是有很多人趁乱出逃，但是大部分人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毕竟青玉门这一次可是倾巢而出啊，所以也是人心惶惶。在城门外，众多的药家护卫和修士也是慢慢的汇聚了过来，足足也有10几万人了。如此大规模的会战，城内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很多人都感觉不会真的发生屠城事件。青玉门可是仙道上宗，药王城围观的吃瓜群众那就更多了，足足有100万人不止。不过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尤其是有了之前药王阁那边的前车之鉴的那批人，他们可不想被殃及池鱼了。那位妖异的青年，谁知道他会不会又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城楼上，药师师站在爷爷身边。你交给他了吗？药老爷子问道。我给他了，反正我们也用不上。爷爷，你觉得我们能度过这一劫吗？药师师心里有些没底，
药老爷子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其实他也是利用了孙女婿，那一枚9品丹药就是对方的目标，现在到了他手里，自然就和青玉门有了直接的矛盾。不过也谈不上利用，本就是利益一致，他只是加深了这种联系。他现在还在府内吗？药老爷子不答反问。和你那2位丫鬟在一起。药师师微微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药回声皱了皱白眉，对于这种事情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也只能由得后辈们去了。谁年轻的时候不是风流人物啊？他有没有说什么？药老爷子知道这一场危机的关键还是得看这位便宜孙女婿的，若是对方也没有办法，那药家这一次怕是真的要完了。虽然不至于被屠杀，但是各种利益肯定全部要交出去，毕竟对方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兴师动众，不可能空手而归。云公子他说尽管放心，他会出手。药师师咬着嘴唇，那枚丹药他有没有说什么？药老爷子点了点头，又问道。他说他很喜欢。药师师如实说道。那就好。药老爷子心里大概有数了，底气也足了不少。道理很简单，因为对方能认出来那枚9转造化金丹，这就已经可以说明某种可怕的猜测了。这位青年应该也是破虚巅峰的境界，甚至可能活着的岁月比自己还久。但是作为修士可不看这些，至于飞升境界，他想都不敢想。天辰界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这种境界的大能修士了，自己的祖上传下来的那枚金丹都没有派上用场。就在这时，远方一股强大的毁灭风暴一路席卷而来，青玉门的大军到了。药师师有些紧张地说道。无妨。药老爷子此刻似乎忽然神采奕奕了起来，他身上的气势似乎达到了巅峰。但是药师师知道，这一次之后，爷爷他老人家就要永远的离开了，这是回光返照，是爷爷最后的荣光。在另一边，被天香妖皇用神通隐藏了身形的万妖山脉一群大妖此刻也是脸色肃穆了起来。如此大军，怕是我们发动兽潮应付起来也会有些棘手啊。但是依然是土鸡瓦狗。金发的鹰钩鼻青年眼中闪过一缕厉色，一直以来他都很是仇视人类，是3大妖皇里对人族敌意最大的。凝望着前方，苏咬微皱着好看的黛眉，看着青玉门的数十万修士大军，心中也是有些震撼。这么多的修士，人族还是大啊。要知道这仅仅是一个仙道上宗而已，像这样的仙道大宗门还有好几个呢。银月站在妖皇姐姐旁边，依然是穿着充满了野心魅惑，小皮裙露出修长雪白的大长腿。看见如此多少人族修士，他心中其实是有些惊惧的。但是好在他们妖族这一次来的都是大佬，妖皇都有2位，妖王更是一大堆，所以人族那边的大佬若不是吃饱了撑的，应该不会对他们出手。即使是他们暴露了身形，而且天香妖皇的隐匿神通是出了名的，作为9尾天狐一族，他们的血脉天赋就是幻境，然后其中包含了隐匿和魅惑，可谓是真假难辨。欲望执念越是强大的修士，对上他往往越是难堪，除非你道心通明永固，或者境界远高于他，不然甚至会产生心魔，影响自身道途。这也是金翼妖皇虽然觊觎了天香妖皇这么多年都一直不敢妄动的缘故。看着众多的人族修士化作洪流一般从自身下方穿梭而过，对于自身等人的存在似乎毫无察觉。所有的妖王看向苏咬的目光都是充满了敬畏。天香妖皇的这一手隐匿神通出神入化，可谓是让他们大开眼界了。金黄天内心对于苏咬也是愈发忌惮了起来，这个女人似乎越来越强大了，这样发展下去，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一清芳泽啊？他看向苏咬的目光充满了赤裸裸的占有欲，让苏咬皱着眉头看了过来。金道友，还请控制好自身，不要暴露了气息。呵呵，天香你说的是。金黄天讪讪笑了笑，在天香妖皇面前，他从来都是一副舔狗模样。苏咬的真名从未暴露过出去，所以外界都是称呼他为天香妖皇。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只要是他出现的地方，周围一定会有一种异常好闻的香味，宛如从虚空之中冒出来的幽香。天香妖皇也因此而得名。巨大而古老的药王城已经存在了10万年不止，靠着万妖山脉而建造。城门外是巨大的一眼看不见尽头的平原，平原的边缘就是万妖山脉的外围。而如今这里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族修士占据了几乎全部视线，无数的青玉门弟子打着镇压邪门歪道的旗帜来到了此处，他们表情都有些轻松，毕竟优势在我，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药家真的敢和他们开战，他们甚至感觉这就是走个过程。
相当于演一场戏，然后他们还能得到足够多的宗门贡献点，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就算打起来了，还有这么多师兄和大长老呢，甚至还有太上大长老压阵，根本不带怕的。药家阵营这边看见那乌泱泱的一群修士大军，面色都是有些苍白了起来。那起码是自身这边5、6倍的人数，而且还是正规军，乃是仙道上宗弟子，无一例外都是天之骄子。自己这边说白了是民间势力，虽然药家也不是软柿子，但是和仙道大宗比起来还是不够看啊。虽然在财力上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底蕴中就是差了太多了。对方连太上长老据说都不止一位，如今作为领袖而来的正是周家的老祖宗。百万修士汇聚在一起，冲天而起的气势让这一方天地似乎都逐渐起了变化，气氛压抑的犹如是在海底深处一般喘不过气，无数的云层都被撕碎了，无论是天空还是地面，全部都被修士大军占据了。就算不动手，光是这股气势就已经足够吓死人了。众多的吃瓜群众都感觉青玉门这是疯了吗？如此兴师动众，光是调动的资源和消耗都是天量的，他们图什么？很多人都开始思索了起来，仅仅是死了一个族长，也不至于如此倾巢而出吧？这代价太大了，在之后甚至会成为把柄，被其他的仙宗牢牢抓住。耀兄，别来无恙啊！周道灵凌空虚度，直接来到了双方人马对峙的中间地带。今日一见，却是有些唏嘘。你我也算相交千年，如今怕是最后一面了吧？看着要回生如今的气色，周道灵就知道对方这是回光返照了，心中有些感慨也是真的，但是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若是自己不破镜，日后就是和这老东西一个下场。哼，周兄，你如此大军压境，意欲为何？你周家我和药家相交莫逆，何至于此？药老爷子往前踏出一步，直接从城楼来到虚空之中，两人相对而立。药兄所言极是，大动干戈非我所愿，但是你药家欺人太甚，我足长不能白死了，我周家的数千人不能就这样白死了。我来自然是讨要一个交代和说法。周道灵必然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真实意图的，必定是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哼，那是你周家人逞凶在先，试图以势压人，我不认为我药家有任何过错。正所谓杀人者人恒杀之，而且你们周家竟然还试图干涉控制我药家族长举，更是图谋我药王阁万载基业。你周家又是意欲为何？药老爷子虽然已经老眼昏花了，但是言语依然犀利，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因果关系说清楚了。众多同道，你们可以评评理。说完后，药老爷子对着四周拱手作揖。周道灵脸色有些铁青，这老东西快死了，还是如此伶牙俐齿哼。不管你怎么颠倒黑白，我周家数千口人在你药家生死道消是事实吧？周老怪准备直接以势压人了，反正他的目的，这老东西也心知肚明。若是对方不服软，那就大不了打一场。他就不信对方死了几万人后还能如此嘴硬。你周家人来我药家耀武扬威，不应该死吗？要回生丝毫不退让。他知道，若是自己都退让了，那么孙女婿也找不到出手的理由，所以他必定是要挺直了腰板。大胆！你药家杀人成性，已经入了邪门歪道。老祖不用和这等邪魔白费口舌了，我们青玉门今天就要替天行道。众多青玉门的长老和弟子们都开始了扣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义凛然，直接就要替天行道。仙道最擅长的就是这一套了。凌云的阴阳圣宗曾经也是深受其害，作为行善积德的炼药世家，药家功德无量，被污蔑为邪魔歪道，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药老爷子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大限来临，彻底闭眼之前，他自然是不愿意看见药家被如此抹黑。我药家传承万载，炼药无数，更是创造了众多的丹方，可谓是福泽众生，生死人肉白骨，更是救人无数。我药家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大道。你周家若是执迷不悟，必定要被天道所弃。药老爷子慷慨陈词，回荡在天地之间，众多的野生修士都是大声叫好。没错，药家乃是首善世家，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你们青玉门身为上宗，莫要以势压人。眼镜风平似乎一面倒，但是周道灵面色丝毫不变。他很早之前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拳头大才是硬道理，只会逞口舌之力有什么用？若是骂人可以成仙，还修炼干什么？药兄说的很好，但是我周家的人不能白死，我青玉门无数的徒子徒孙都不答应，给我一个交代吧，如若不然，我将会踏平药王城。周道灵油盐不进，根本不和你讲道理了。药老爷子深深地看了一眼周道灵，你要的交代我给不了。周道灵心中一动，
我认为你给得了。他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暗示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加资源和9转金丹。他不认为对方会不理解。呵呵，现在给不了了，我药家现在可不是老朽当家做主了。说着，药师师飞身来到了药老爷子面前。诸位同道，这乃是我药家下任族长，届时大宴四方，希望各位道友可以举杯同庆。看着那位光彩夺目的娇美少女，众多的修士都是目光惊艳。早就听说了这位药家雪藏的天才少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好说好说，恭喜药老后继有人，传承不朽。众多曾经被药家有恩泽救治过的修士都是出言帮衬到虚空上，看着娇美可人的药师师，金翼妖王眼中闪过一丝淫邪。这个小丫头看起来细皮嫩肉的，肯定味道不错吧。他舔了舔嘴角，心中琢磨着等下怎么把这个小丫头拐走。殊不知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取死之道。药师师深吸口气，往前踏出几步。爷爷在这之前已经和他商量过了，要借此机会把他推出来。他知道爷爷最多也就这几天的事情了，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的爷爷要离开了。为了让爷爷放心，药师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他就是药家的顶梁柱，会为药家撑起一片天。周家老祖还有众多的同道，事情的经过我就不多阐述了。我以药家族长的身份，现在正式告知诸位，此事我药家问心无愧，乃是你周家有错在先，并且欺人太甚。你若要战，那就战。药师师此言一出，场面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仿佛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会这么铁血坚决。很多人甚至没想到真的会打起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让很多人都有些出乎意料了。周道林目光一寒，小侄女，你做得了主吗？他又看向药回生，而药老爷子此刻却是默不作声，仿佛一切都凭小孙女做主。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放下了一切权利，看着小孙女，他的目光有些欣慰，他也可以放心的离开了。我做不了主。药师师这毫不犹豫的回应，又是让众人都是一惊。这是什么情况？所有人都有些懵逼了起来。你老族长做不了主，你这新族长也做不了主，那谁才是做主的人？很多人心里忽然浮现出不久前的那一幕惨剧。那个妖异的青年，是他，一定是他。哦，可是不久前对我周家下狠手的那位道友，才是真正的主事者。周道林也是反应了过来，但是没想到对方居然在药家有这么大的排场。道友，还请出来一见吧。若是不能给本座一个满意的交代，休怪本座不客气。周道林也懒得扯皮了。药兄，我要的很简单，把金丹和药王各一半的收益给我，我这就离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会来犯，甚至可以保药家万年不朽。周道林直接给药回生传音道。药回生嘴角露出冷笑，抱歉，东西已经不在我这里了。听见药老爷子的传音。什么？周道林面色大变，东西不在了，那是在哪？对了，肯定是在那个该死的家伙手中。当日对我周家人出手，现在怎么躲起来装乌龟？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小媳妇直接抓走吗？到时候可别怪我不讲情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药家这是把那人当成了孙女婿和靠山了。所以周道林直接开口威胁，一直没有回应，气氛也是有些怪异了起来。哼，那个臭男人真不是东西，居然让自己女人出来抛头露面，贪生怕死的家伙，不会已经逃跑了吧？万妖山脉这边，银月有些不屑地讥讽道，他对凌云可是没什么好感。天香妖皇苏瑶也是皱了皱眉头，这又是要闹哪出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心跳莫名其妙有些快，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众人都在这里等着主角出场呢，凌云却是在院子里慢条斯理地整理衣袍，总不能衣冠不整地跑出去吧？他凌老魔也是要脸面的。至于那个叫嚣的老东西，已经判死刑了，他竟然敢拿小医仙威胁自己，而且凌云也感知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似乎是强大的妖气。这就有意思了。在碧瑶和青秋的服侍下，凌云穿戴整齐，你们可要一起去看看热闹？凌云随口问道。两位姑娘都是面若桃花，似乎刚刚被滋润，妾身任凭公子吩咐。两女对视一眼，都是有些开心。公子愿意把她们带在身边，自然是极好的。那就一起吧。凌云自然是不怕别人说闲话，他做事情何须在意别人看法，谁敢乱嚼舌根子，那就是取死之道。凌云刚刚又是逍遥快活，感觉自身的混沌神体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镇压一个老不死的破虚，还不是手到擒来。那些几十万的炮灰就看心情了，若是惹他不开心了，直接全部给埋葬了算了。数量在真正的大能修士面前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就是蝼蚁一词的由来。听说你在找我？城外
上百万的目光注视下，随着云淡风轻的声音响起，空间荡起丝丝涟漪，凌云的身影仿佛凭空出现一般，在他身后还有着2名绝色佳人。碧瑶和青丘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都是有些紧张，两人都小心翼翼地来到七小姐身后。药师师看了一眼俩女，嘴角露出笑容，没有多说什么。这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其实他心里一直都知道云公子不是普通人，所以他潜意识的就想讨好云公子。看着这娇俏的三女，众人都是目光开始有些怪异，然后就羡慕了起来。这家伙别的不说，这玉女之术可真是厉害了，真是好福气啊！众多吃瓜群众露出了男人都懂得的笑容，而周道林在凌云出现的一瞬间，看着这妖异青年，他心头忍不住一震。他竟然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气息和修为境界，这是隐藏实力的秘法吗？肯定就是如此。至于是不是对方修为比他高，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可能。而与此同时，躲在虚空内的天香妖皇苏瑶目光一下子就粘在了凌云身上，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开始加速，白玉般的纤纤玉指紧紧地握着，娇躯甚至微微发颤。是他，绝对是他，这就是他等待万年的那个男人。随着凌云的出现，无数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有窥探，有惊疑，有讥讽。不过似乎所有人都不认为凌云能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唯独天香妖皇苏瑶，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凌云。看着这个陌生但是俊美的青年，苏瑶感觉自己的每一滴血，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仿佛遇见了某种无法抗拒的资粮，自身的进化似乎就寄托在了这个男人身上。他不明白这是何种原理，但是对方身上一定有他需要的东西。金翼妖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扭头看了一眼脸色都有些潮红起来的天香妖皇，又看了一眼那名云淡风轻的人类。从看见他的第一眼开始，金黄天就知道自己很讨厌这个家伙。这个该死的两脚兽也太会装了吧！现在就连天香妖皇似乎被他所影响到了，看他这副模样，难不成两人之前认识？金黄天有些惊疑不定地来回打量着两人。苏瑶也发觉自身有些失态了，连忙屏气凝神收敛了起来。还是先看看情况吧，万一他若是抵挡不住，要陷入生死危机，逼不得已的时候自己就出手救下他。不管怎么说，自己都必须要验证一下，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世人所不知的是，他的血脉之力已经毫无寸进上千年了，似乎8尾就已经是极限了，但是不破9尾，他这一生都没办法成仙。只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没有丝毫办法，仿佛这是某种血脉桎梏，大概因为他先天有缺的缘故。若是没有特殊的机缘，这辈子都注定无法突破9尾修炼成仙。凌云作为在场修为最高的人，苏瑶的隐匿之术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他，尤其是那浓郁的妖气，在他眼中就是赤裸裸的坐标。何况凌云修炼了空间法则，任何蛛丝马迹和异常波动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凌云的目光仿佛直接看穿了静止，看着风华绝代的绝世尤物，就连阅美无数的凌云也是感觉眼前一亮，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上下打量着他完美的娇躯，又直勾勾地盯着他那绝美的脸庞。苏瑶忍不住心中一跳，他好像看见自己了。众多的妖王也是齐刷刷地看向凌云，因为他现在的举动太明显了，这是已经发现了他们。他好像看见我们了。银月在苏瑶身后小心翼翼地说道。是的。苏瑶比属下们更加确定这一点，因为对方眼中的意味他太熟悉了，那是赤裸裸的占有欲，而且无比的纯粹，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了对方的痉挛。这让苏瑶心中有些不悦，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男人，以为自己有点小本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本座又岂是那些庸脂俗粉一般的女人？而金黄天此刻也是更加的愤怒了起来，这个该死的蝼蚁居然用那种目光看着天香妖皇，简直是自寻死路啊！他发现又如何？我们一起出手，直接杀死他们全部。金翼妖皇现在心中有一股暴戾之气，迫切想要出手杀人。虽然如今他们这里的妖王不多，但是杀个10几万人绝对是轻轻松松的。他们2位妖皇更是可以直接镇压全场。那个什么青玉门的老祖，他一个人就可以挡住。见凌云一直不理会自己，反而目光看向另一边，周道林有些狐疑地看了一眼那处虚空，但是没有发现丝毫端倪。小辈，就是你冒犯了我周家吗？你可知血债血偿？周道林破虚巅峰境界的气势朝着凌云压了过去，仿佛要让凌云当众出糗。然而凌云似乎完全没有感觉一般，犹如清风拂面，只是衣袍有些猎猎作响，证明了周道林真的出手了。凌云深深地看了一眼苏瑶，他现在确信
这应该就是那什么天香妖皇了，因为银月就在他身边。果然是乱世红颜啊！这样的女子，这样的妖女，天下竟然有如此妖娆的女人。这小天狐自己要定了，他可还没有试过这种顶级妖女的滋味呢，也不知道和人族会有什么不同，会更加妖娆，更加让人神魂颠倒吗？凌云对此很是期待，这个世界算是来对了啊！为了报答，等下就少杀一点人吧。收回目光，凌云看向周道陵和他身后的修士大军，如此多的精锐弟子，应该也算是一个大宗了吧？比起曾经围剿他魔宗的仙道八宗，应该也不遑多让。凌云心中暗自点头，这种势力倒是有资格成为杀鸡儆猴的那只鸡了。若是把这些人解决了之后，应该就没有跳梁小丑来自己面前大小声吆五喝六了吧？老东西，想谋财害命就直接说，别玩那些虚的，本尊还能高看你一眼，留你个全尸。说吧，你想怎么死？凌云语气平静，他不出声则已，一说话就让在场的无数修士都是有些瞠目结舌。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这是没死过吗？竟然敢如此大言不惭地对青玉门的太上老祖出言不逊。周道陵也是愣了一下，他有多少年没有被这样子辱骂过了？起码有几千年了吧？他不怒反笑，哈哈哈哈，小辈，你很有勇气，就是不知道你的实力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说着，他又看向药老族长，这就是你们药家的依仗吗？莫要惹人耻笑。药回生虽然也心里没底，但是自然不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朽虽然大限将至，但是也看出来了，你青玉门气数已尽。说完，药老爷子就不再多言。药师师站在爷爷身边，虽然药老爷子犹如风中残烛，但是最后的余热还是可以照耀自家小孙女的。哈哈哈哈，好好好，这就是你药家的选择吗？既然你们要拉着整个药王城陪葬，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只是可惜了这药道一脉的万载传承。不过诸位同道大可放心，老夫会把所有丹方全部无偿给天下丹修观摩。周道陵也不傻，知道自己若是灭了药王世家，肯定会引起天下炼药师的不满，到时候怕是他青玉门会臭名昭著，要找不到炼药师炼丹了。所以他准备拉所有人一起下水，可谓是釜底抽薪的绝户计。周道陵此言一出，本来还有些为药家打抱不平的，顿时也内心权衡了起来。凌云注意到这一幕，顿时心中一动，倒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给单纯善良的小医仙上一课。凌云早就知道这天底下的人啊，就没有比人更坏的了，尤其是这些仙道伪君子，一天天开口闭口就是天下大义，真正的要卖命的时候跑得一个个比兔子都快。别说那些局外人了，药家这些人就不想跑不想投降吗？要不是自己之前强势镇压了，说不定药家现在直接又分裂了。而且他们即使是想投降，也要人家愿意接纳。本座给你们一个机会，若是你们现在改换阵营，我可以既往不咎。本座针对的只是药家人，和你们外姓人无关。周道陵这一招无疑是杀人诛心了，为的就是把药家逼迫到极限，而且自己也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仙道大宗最擅长的就是这种手段了，就连妖族那边银月妖王都看不下去了。这些卑劣的人族真是诡计多端，厚颜无耻，亏得本小姐之前还认为他是个人物。银月也想明白了，怪不得这老东西之前不杀自己，原来是为了让自己为他周家效力呢。爷爷怎么办呀？药师师有些急了，看着吧，你不相信自己选择的男人吗？药老爷子不准备多言，既然自己已经时日无多，那就要相信后辈们的选择。可是药师师咬着嘴唇，他虽然单纯，但是不傻，知道这些下去肯定会被分裂的。我只给你们10息时间。见药王城那边有些骚动了起来，周道陵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还有最后5息。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这巨大的死亡威胁压力和瓜分药家宝物的诱惑下，终于众多的修士和家族供奉之流都选择了背弃药家。看着这一幕，上百万的吃瓜群众都是眼中有些鄙夷，但是也有众多修士认为这是明智之选。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见起码有数万人，接近一小半都直接改投敌军了，药师师都要急哭了。他咬着嘴唇，看着云公子的背影，有些委屈。他们怎么这么坏啊？明明药家也没有亏待他们，平日里都是好吃好喝伺候着，丹药零食也是每月准时足额下发，现在居然直接就背叛了药家。我呸！我休与你们为伍。护卫队长王立也是气得不轻，天道有眼，你们会遭到报应的，你们不得好死。众多有良心的修士都是咒骂了起来。其实他们内心也恐惧，但是还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只能是采取这种方式舒缓压力，坚定内心的选择。
哈哈哈，看见了吧，这就是人心所向。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你药家气数已尽。周道林得意洋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此一来，谁也不能说他的不是了。毕竟这是众望所归。凌云却是没有理会他的小人得志，在他心里，这个人已经是死人。他转身看向小医仙，看见了吧，这就是人心。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凌云淡淡说道。药师师咬着嘴唇，微微点了点头。但是我辈修士但求一个问心无愧，方能得大道修长生。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也就不怪我出手无情。希望你们下辈子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凌云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虽然人心险恶，但是他的刀更加无情。既然这些人找死，那就怪不得他大开杀戒了。哈哈哈，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众弟子听令，踏平药王城。周道林大手一挥，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对方不愿意给，那本座就自己来取。药王城这边数万修士都是露出了视死如归的神色，准备和对方拼死一搏。就连药老爷子也是紧张了起来。药师师紧紧地捏着衣袖，嘴唇都咬出来血。虽然他很相信云公子，但是这种九死无生的情况又怎么放心得下？但是死在一起也好，也算是苦命鸳鸯了。碧瑶和青丘两人手拉着手，站在药师师身边，没有后退一步。大战一触即发，或者说下一秒无数修士就要碰撞在一起。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生怕错过一个瞬间。就连青玉门那边也是没想到真的能打起来，但是优势如此明显，碾压局罢了，倒是没有多少畏惧，而且心中有些激动，仿佛已经看见了药家的宝库里的无数宝物和丹药。眼见天地之间的灵气开始暴动，所有人都在暗中运功，法剑散发着凌厉的剑芒。凌云眉眼低垂，一股强大的气息忽然覆盖了方圆万里。他不再掩饰自身修为，这股气势是如此的强大，来的又是如此突然，以至于在场的百万修士都没有反应过来。这股气息，这是谁？所有人都心神狂跳，双腿有些发抖，仿佛脖子上架了一把砍头刀，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是他，药家的女婿。这股气息，这是飞升境界的大能老祖。有修为高深的修士一瞬间就吓得亡魂皆冒，然后不要命的开始往外逃窜。这位妖异青年竟然是飞升老祖，吓死人啊！周道林也是有些懵逼了，不是，还能这样玩？老夫闭关1000年，好不容易出关干一把大的就金盆洗手，怎么就碰到了飞升老祖呢？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飞升境界的老祖了吗？从哪冒出来的？药家那边更是一脸的震惊，随后就是狂喜。云公子竟然是飞升境老祖，药家有救了。而那些叛逆脸色唰的一下就雪白了，如丧考妣，比死了亲爹还要难看。他们死定了，绝对没有活路了。众所周知，叛徒是最让人厌恶和不可原谅的了。隐匿在虚空的一群大妖也是愣住了，苏瑶那双魅惑的桃花眼一下子就异彩连连。原来如此，我就说我苏瑶的目光绝对不会错的，他果然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但是修为好像太高了些。他会听自己的话吗？怎么办呢？回想着对方看向自己时那赤裸裸的占有欲，苏瑶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不由得一红。凌云不再掩饰自身修为，一瞬间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甚至有些反应快的吃瓜群众已经开始跑路了。金翼妖皇也是一脸见鬼的表情，这个该死的人类居然是飞升境的大佬，怎么办？自己可能不是对手啊。他转头看了一眼苏瑶，见她面若桃花，金翼妖皇眼中满是狠戾和怨毒。这该死的女人不会是动心了吧？金黄天强忍着内心的嫉妒，不行，还是保命重要。自己现在没有和他产生直接冲突，对方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才是。深吸口气，金翼妖皇压下心头的嫉妒和仇恨，势不可畏，那就只能是装孙子了。好在没有直接矛盾，不然他也要准备跑路了。银月更是脸色潮红，娇躯都有些颤抖。他没想到那个流里流气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类，竟然会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存在，而自己之前竟然妄图对他出手，这是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回想着他在自己体内留下的禁制，银月妖王美目之中满是恐惧，他完蛋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人救得了自己。不过他似乎对自己有些兴趣，不知道自己摇尾乞怜他会不会放过自己。银月妖王本就性格泼辣狂野，思路一下子就转变了，看向凌云的目光顿时不一样了。不过留意到天香妖皇姐姐似乎也有些异动后，他顿时内心有些动摇了。而药师师内心的震动也无法言喻，自己在路边捡到的小男人居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怪不得他一直让自己放宽心。
哼，云公子坏死了，也不早点告诉人家，害得人家白担心。小医仙看向凌云的目光情意绵绵，满是崇拜和爱慕。碧瑶和青丘两女娇俏的脸蛋上也满是红潮。云公子他竟然如此强大，回想着云公子曾经对他们的疼爱，两女都是浑身有些颤抖。药老爷子终于放心了，药家要崛起了。他目中满是欣慰，小孙女果然是药家的福星，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男人小孙女能否把握得住。药老爷子又看了一眼小孙女和他身后的俩女，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吧。他也算看出来了，这位便宜孙女婿虽然性格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似乎亦正亦邪，但是做事情还是很有章法底线，所以他也可以瞑目了。眼看众生百相，丑态百出，凌云嘴角微微翘起，老子不装了，我是飞升老祖。怎么了？你们刚刚不是很嚣张吗？现在呢？凌云的低吟仿佛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这乃是九霄雷部正法里边的一门秘法大神通，似乎是一个尊号，也是凌云如今掌握的最强的大范围雷法，足以覆盖数十万人。至于是生是死，就看个人造化。但是那些被凌云各位关照的，那是死定了。随着凌云的声音落下，这片天地之间的气氛似乎一下子就转变了，一股强大的辉煌天威忽然出现在众人心头之间。众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天空，尼玛，这是天劫吗？这还是人吗？居然可以召唤天劫！无数的乌云似乎凭空出现，数之不尽的雷光闪电仿佛一下子就布满了全部视线。随着第一声雷声响彻天地之间，林老魔的雷神之怒开始了对大地的洗礼。饶命呀，大人，我们知错了，还请老祖看在我等为药家效劳千年的份上，饶命啊！众多的叛徒直接就放弃抵抗，跪伏在了地上。他们知道自己抵抗不了，没有活路了。凌云冷眼看着这一切，不但没有网开一面，反而直接抬起手，只见一个巨大的手印凭空凝聚，直接一巴掌拍了下去。转瞬间，数千人直接成为了肉泥，有血水从地面上缓缓渗出。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在他手底下没有枉死鬼，都是该死之人。如此凶残的一幕震惊了所有人，而大范围的雷霆之怒更是让整个场面乱作了一团。冲霄的雷龙宛如天道的神法，在人群之中游走，每一次冲击都会造成数千修士陨落，尸体和下雨一般往下掉落，更多的直接化为了飞灰，就连完整的尸首都没有留下。青玉门无数的弟子哭爹喊娘，他们怎么可能以肉身之力抗衡飞升境界大能的雷法大神通？最多也就坚持10几个呼吸，就不甘地化为了焦炭。有些修为高深的长老和亲传弟子，凌云目光看过去，旋即就会被无形的空间之力绞杀，化为匀称的肉末，连神魂一起被撕裂。周道林反而沉默了起来，看着这人间炼狱，他知道大势已去。作为在场修为最高的领袖，他更加能领会对方的强大和无敌境界。在他看来，这位陌生的飞升境老祖此刻就像是猫戏老鼠一般，根本没有发挥真正的实力。他的目标也包括了自己，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锁定。这里所有人都有哪怕1/1000的生还机会，但是唯独自己没有一丝生机。青玉门的太上大长老周家老祖周道灵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旋即他身上的气息变得无比危险。凌云眉头微微一皱，自己一直牢牢锁定了这个老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要自爆。也好，省得自己白费力气，对付一个破虚巅峰还是要花一些手段的。要回生，你要加好运气啊！但是老夫不服，若有来生，下辈子我们再做对手吧。周道灵看向躲在后方的药老族长和药师师，药老爷子沉默不语。药家确实是好运道，但是这何尝不是天道对药家行善积德的补偿？这便宜孙女婿的来历，小孙女也对他说了，这是对他善念的回报。只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破虚巅峰的老祖竟然被逼得自爆了，这是天辰界万年来头一遭。周道灵的自爆无差别的直接又带走了数万修士，无数血雨落下，这个世界仿佛成为了真正的地狱，尸山血海，无数的惨叫和痛苦的哀鸣响彻天地。看着这一幕，药师师红着眼眶，有些于心不忍。但是他看了一眼时不时一巴掌拍死一大片的云公子，把劝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比起众生的哀鸣，他更怕让云公子不开心，也不想让云公子觉得自己妇人之仁没出息。刚刚云公子说的话无疑也是在教导自己，这些人都死有余辜。药师师侧过头不忍心看，凌云嘴角这时候忽然浮现一抹冷笑，这老东西
我就说他怎么会这么好心给自己省力气，原来是想浑水摸鱼，然后灵胎神魂遁走。修炼到对方如今这个境界，哪怕是去夺舍，也可以很快重新回到巅峰，或者直接封印记忆轮回转世，下辈子又是一个天才诞生。但是别忘了，雷法可是一切鬼魅淫邪之物，包括魂魄的最大克星。随着凌云心念一动，在千里之外，周道林一脸庆幸地看向战场。哼，姜还是老的辣，等你飞升之后，看老夫怎么炮制你守护的药家，我要你的小娇妻成为老夫的玩物炉鼎。周道林一脸的怨毒，想要重新修炼回去，起码要上千年时间，还得耗费无数天才地宝。死吧，废物！凌云有些冰冷的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周道林的神魂一脸惊骇，只见一道百丈雷龙直接冲了过来，这一整座小山直接就被炸为了平底，而且这还不够，又是无数电闪雷鸣洗地，一丝丝残魂碎片都没有留下。周道林一代老祖彻底身死道消，魂飞魄散。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不到半刻钟，药王城外已经是人间炼狱，尸山血海不足以形容，无数的怨气死气还没有来得及成型，就被雷霆之力当场净化，很多修士都直接就魂飞魄散了，可谓是惨绝人寰。药家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幕，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所有叛徒一个不剩，全部被凌云大范围无差别地拍死。这种人留下来后患无穷，凌云当然不会给小医仙留下烂摊子。青玉门那边死伤了一大半，起码有30万弟子身死道消，魂飞魄散。活下来的不是实力多强，而是运气好，没有被重点关照。当然了，也是凌云没有赶尽杀绝。凌云留下这些人自然不是手软或者力不从心，不让他们这些道心破碎的人活着。接下来谁来传播他的威名？这些人已经吓破胆了，而且也没有天赋特别出众之人，没有威胁，留着也就留着了，也算是他给这个世界天道本源意志的一个交代。做事留一线，没有赶尽杀绝，毕竟他还要借宝地飞升，而且他们活着比死人更加有价值。接下来青玉门有了这群人回去，估计更加乱作一团。眼看活下来的残兵败将都跪伏在地，瑟瑟发抖，林老魔不做理会，他站在无数尸山血海之巅，不染丝毫血污，挥手之间天崩地裂，哀鸿遍野。但是事情没有结束，凌云目光看向虚空深处，凌厉的目光直射隐匿其中的一群大妖，还有那个妖娆绝世的粉裙女子。妖族的客人看了这么久了，可有什么收获？要本座亲自请你们出来吗？凌云的声音再次让在场劫后余生的众人心里震惊。什么？万妖山脉的妖族居然也来了？难不成他们也要趁此机会祸乱我人族？凌云此话一出，众人闻言都是心里一突。即使是现在死伤无数，场面宛如地狱一样惨烈，但是比起妖族来袭还是不够看，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己人怎么打怎么杀都还有一丝丝余地。妖族受潮那是真的活生生的吃人啊！但是那3位妖皇据称已经和人族大能修士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契约，怎么会忽然出现在人族地界呢？能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隐藏身形的，很多修士心里都浮现出了一个名字：天香妖皇。不过好在他们这里有一位无敌存在，所以众人倒是也谈不上多惊惧，更多的是好奇。被凌云毫不掩饰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一群大妖也是感觉心里有些发颤。这位可是真正的猛人啊，竟然是飞升境的人族大能。人未露面，娇媚的声音先传出：这位道友请勿见怪，小女子有礼了。在众人的注视下，只见一群大妖忽然显露出了身形，竟然有整整20多位妖王。有人数了数，也是忍不住有些震惊，这怕是万妖山脉一大半的妖王都过来了吧？而那名女子也是一瞬间就吸引了全部的视线，她好美，所有人心中都浮现出如此念头。天香妖皇的美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因为这其实是某种意境，是狐族的种族天赋，而作为九尾天狐，这种血脉天赋自然是会被发挥到了极致。简单来说，就相当于是魅魔一般，无形之中散发的魅力足以让人心甘情愿做他的群下之臣。凌云看着苏瑶，心中也是有一瞬间的惊为天人。这女子若是说还有人在女性魅力上比得过她的，在凌云心里也就只有女帝祖师了。这是一股无形的气质和吸引力，和容貌这些无关，是修为境界和个人性格带来的气质。真是好一个红颜祸水啊！凌云心中有一瞬间的惊讶和沉沦，然后转瞬间就恢复了清明。下来和我说话。凌云看着苏瑶，对于他身边的那些妖王，甚至那位修为似乎还不错的金发青年都直接无视了。苏瑶心中有些震动，
他居然一下子就免疫了自身的魅惑之力，这是何等强大的神魂和心智！要知道，他刚刚可是针对性的对凌云发动了魂技。按照他的想法，这人怎么也会对自己好感大增，然后对自己礼遇有加吧？没想到他居然完全不吃这一套，而且还不按套路出牌，一开口就是一个下马威。但是配合着他身下的尸山血海，无数冤魂，他的言行充满了说服力。即使是他们这一群大妖，现在也无比忌惮。一群大妖缓缓降落到和凌云平行的高度。妾身天香妖皇，来自万妖山脉，见过这位仙尊大人。我们无意冒犯，只是恰逢其会。苏瑶看着凌云，随着两人的距离越近，他心跳的就越快，因为他感觉这个男人似乎对自己充满了吸引力，仿佛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渴望他的爱抚。这是怎么回事？苏瑶有些慌乱了起来，这和他的预想有些不符合。他现在感觉自己仿佛碰到了克星一般，对方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甚至对自己有支配权一般，这让苏瑶心里有些恐惧了起来。他修炼这么多年，可不想真的被抓起来成为某个人的宠物。但是眼前的男人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即使是他也不是对手，难以反抗。恰逢其会，偶然路过，谁信呀？你们到底是何居心？凌云还没说话，药师师就跑了过来，他眼中似乎有些敌意，因为他方向云公子似乎看了好几眼这个狐媚女子。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天香妖皇果然和传说中一样风华绝代，魅力无双。那身段比起自己好像性感了不少呢。小医仙是速度比较娇小玲珑类型，但是苏瑶那就完全是走的性感御姐风了，就连身高都要高出不少。苏瑶看着这小母老虎一样的药家现任族长，这个姑奶奶她也不想得罪。先不说她是这个男人公开在明面上的女人，药家也是他们妖族的重点合作对象，毕竟他们妖族可不会炼丹，但是他们对丹药的需求一样很大。想到这里，天香妖皇心中一动，何不借此机会直接正式和药家结盟呢？药家现在本来也是百废待兴，自己也算得上是雪中送炭了吧。苏瑶不知道，他此举正中林老魔下怀。他现在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小医仙，若是自己飞升之后，他被欺负怎么办？毕竟药家财大气粗，怀璧其罪的道理大家都懂。无数的丹药和贵重药材，甚至丹方，还有众多的炼药师，都是足以让人铤而走险的财富。光是杀了一个周道灵可能还不够。下定决心后，苏瑶心中大定。众多妖王都是有慌乱，毕竟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来做什么的，这要是不想一个好的借口来，怕是就要走不掉了。一旁的金翼妖皇也忍不住了，在下金翼妖皇见过这位道友，我们并没有恶意，还请见谅。林云微微瞥了一眼金黄天，他看着对方就心中有些不爽，这个不知好歹的似乎对天香妖皇也有什么龌龊想法，简直是已经有了取死之道。谁和你是道友？你算什么东西？凌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咄咄逼人了，但是自己看上的女人又怎么容得下别人觊觎？何况妖族那边自己也需要立威。金黄天一愣，脸直接长成了猪肝色，他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不给面子，自己可是堂堂妖皇啊，道友还是别开玩笑了。金黄天语气也是有些阴冷了起来，虽然对方境界高于他，但是他自认为自身血脉天赋非凡，还是可以过几招的。实在不行，妖族可也不是好欺负的，而且他的速度可是号称天下第一极速，传闻他有一丝丝金翅大鹏的血脉，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即使是有，也是不知道隔了多少代了。天香妖皇，这是哪来的小猫小狗，怎么一点规矩没有？凌云直接看向苏瑶，言语之间满是讥讽和不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大佬显然是要搞事情了。众多大妖都是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金黄天忍不住了，你休要欺人太甚。凌云眼神淡漠，我就欺你太甚，怎么不服？此刻凌云眼中甚至有着杀机在闪烁。凌云话音一落，别说这群妖族了，就连药家这边和众多修士都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残留的青玉门弟子也是暗中松了口气，这帮大妖来得及时啊，给他们吸引了火力，他们都默默地在偌大的战场上奔走着，火急火燎地救助师兄弟们。很多弟子都没有死亡，但是也身受重伤，奄奄一息。药家人看着这一幕也是没有阻止，有些心地善良的炼药师甚至想出手相救，但是看了一眼上方那位如魔神一样的男人，还是忍住了。而且药老族长和七小姐，如今的族长大人都没有发号施令啊，阁下不觉得你很过分吗？人族对待客人就是如此无礼吗？金黄天已经忍无可忍了，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居然被如此奚落讥讽，而且还有众多的妖王下属。
自己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啊？若是这一次自己当了缩头乌龟，以后就没办法混了。金黄天本就心高气傲，但凡是他聪明一点，现在低声下气当一个局外人才是最优解。就连银月都看出来了，对方显然就是故意针对金翼妖皇，或许就等着他跳出来呢。苏瑶心中也明白，所以他聪明的没有插手。而且他本来也不喜欢桀骜不驯的金翼妖皇，何况对方也曾3番5次骚扰他，让他吃点苦头也好。想到这里，苏瑶偷偷给凌云传音：公子，金翼妖皇拥有天下极速，还请小心。凌云面无表情，但是心中有些诧异，这个小狐狸怎么这么快就反水了呢？还是说他想利用自己排除异己？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反正凌云已经准备出手了，而且在他心里，这个小天狐也是自己的人了。什么客人，不过是扁毛畜生罢了。凌云这话直接就深深地刺痛了金翼妖皇，几位飞禽妖皇也是脸色有些不好看。放肆！本皇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厉害！金黄天直接就炸毛了，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而是对他赤裸裸的侮辱。本就性格高傲暴烈的他如何能忍？凌云嘴角微微翘起，踏出一步挡在小医仙面前，保护好自己。那我知道。小医仙咬着嘴唇，还是充满敌意的看了一眼苏瑶，这才退到后方。苏瑶有些苦笑，但是也知道缘由。金翅破天斩，金翼妖皇人如其名，是一只金色的大鸟，神俊非凡。随着法力运转，神通发动，他身后出现一只巨大的金鸟虚影，遮天蔽日，无尽妖气席卷四方。这气息似乎比起刚刚的周家老祖周道灵还要强大，让众多修士心中都有些惊骇。这就是3大妖皇之中号称战力最强的金翼妖皇吗？众所周知，3大妖皇里，天香妖皇以美艳和智谋闻名，而金翼妖皇则是代表了杀伐和暴力。至于另一位妖皇，很是神秘，几乎没有流传出来什么信息，传闻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小老头。金黄天以掌带刀，直接一掌劈下，只见无尽的金色锋芒汇聚而成的宽达100丈、长达1000丈的刀芒，带着一往无前、撕碎一切的威势，朝着凌云劈下，甚至把后方的药家众人也纳入了攻击范围。凌云目光闪动，这妖皇还是有点东西的，居然还是精细神通，攻击力同境之中算是最强的了，而且还掌握了某种极速神通，怪不得可以当妖皇。但是碰到了自己，就算他倒霉了。自己作为阴阳圣宗的掌教大魔尊，阴阳玄黄圣典修炼到了最高境界，在玄天界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就是硬碰硬的碾压对手，不然他蛮狠霸道的形象是怎么来的？他的法力本就浑厚无比，曾经就是同境修士的数倍不止，如今苏醒了混沌神体，那更是10几倍不止，同境界在他面前都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何况还是低他一个境界的。哪怕是妖族，先天体魄经脉都强于人族，那也只是可以多苟延残喘一会罢了。时间流速仿佛都变慢了。凌云抬头看着这惊天一击，目光平静，面不改色，只是淡定地抬起手，一个巨大的漆黑手掌忽然凭空出现，宛如实质一般，就连掌纹似乎都清晰可见。强势的逆势冲天而起，和金色的1000丈刀芒碰撞到一起，天地之间仿佛静寂了一瞬间，如同之前周家老祖自爆一般的巨响再次响起，无尽的金芒和漆黑魔云搅动四方，虚空都似乎被割裂了。在场所有人都连忙祭出护身罡气或者法宝，以免殃及池鱼。金黄天也是脸色大变，糟糕了，他虽然冲动，但是不傻，所以这一出手就已经是最强一击，不然刚刚不会连妖魂真身都直接在身后显露了出来。没想到对方竟然后发先至，直接就硬生生的接住了自己的杀手锏不说，而且看起来仿佛是随手一击，自己失算了。但是好在自己还有压箱底的绝招，那就是跑路。眼看那个魔神一样的男人又把冷漠的目光投向了自己，金黄天知道不能再犹豫了，而且不能留手，要拼命了，否则怕是逃不了了。金翼妖皇直接咬破舌尖，浑身的妖血都开始燃烧了起来，凝练出来一滴金色的精血，这小滴精血宛如宝石一样耀眼而刺目。凌云脸色一变，他居然在其中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息，虽然有些稀薄，好在他的混沌神体微微运转之下就抵消了这种气息震慑。他不知道这是一滴稀薄的金翅大鹏鸟精血，乃是真正的神鸟一族，即使是在仙界，这一族也早就不见踪迹，其速度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可以直接穿梭虚空，缩地成寸，即使是比起空间之力也不遑多让。凌云之中被苏咬提醒过，所以本来就防着这一手，但是奈何还是小看了天下英雄，他布下的层层空间壁障直接被一只金色的巨鸟突破了，
他化为一道刺目的金光，速度极快，转瞬间就直接不见了踪影。就连凌云都直接感知不到对方的丝毫气息，显然已经不知道遁出了多少万里了。凌云都是忍不住一呆，自己还是大意了，小看了天下英雄啊。不过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他就死定了。而且他也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万妖山脉走一遭，这倒是可以名正言顺了，也算是阴差阳错之下有了理由。凌云把目光看向天香妖皇，凌云微挥了挥手，法力涌动，转瞬间把爆裂混乱的天地灵气安抚下来，天地之间再次恢复一片清明。只是下方还是有着无数的尸山血海。凌云和金翼妖皇的交手极快，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金黄天自知不敌，直接就逃命去了。但是他这一走，那一群大妖就有些尴尬了，而且心中都有些惊惧，接下来不会直接拿他们开刀吧？众多妖王都有些期盼地望着天香妖皇，现在他们能依靠的就只有这位妖皇大人了。苏瑶也没想到金黄天这么不中用，本来还以为可以走几个回合，然后他出言劝解，其实还是凌云的实力太强大了。想了想，苏瑶往前走了几步，莹莹欠身行礼：仙尊大人威武，但是还请大人明鉴，我们和那金翼妖皇可不是一路人，我们是来和药家谈合作的。苏瑶的声音很有特色，有些娃娃音似的，用凌云的理解就是有些夹子音，但是看他那性感的娇躯和御姐脸庞，这种反差让林老魔也是有些蠢蠢欲动了起来，不知道传起来是否也是如此。合作？凌云露出异色，这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我可以代表万妖山脉和药家结为攻守同盟，从此万妖山脉深处的无尽药材都可以由我们妖族直接供应给药家，药家提供我们需要的丹药和物资来交换。苏瑶此言一出，药家人都是欣喜若狂，这可是众多炼药世家无数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啊。但是奈何人妖殊途，人族仙宗这边甚至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那会导致某一宗或者一家直接做大，势力膨胀千百倍不止，这无疑会影响内部势力的平衡。但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药家有了飞升境的女婿作为靠山，妖族那边也是天香妖皇亲自要求结盟，甚至其中最强的金翼妖皇直接被击败逃命去了。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跳出来说个不字吗？那就是吃饱了撑得嫌命长了。药老爷子坐在太师椅上，本来已经油尽灯枯回光返照，快坚持不住了，但是听了天香妖皇这个提议后，浑浊的眼睛一下子就放出来了金光，这可能是药家有史以来的最大机缘啊！若是达成，他死而无憾。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他也可以骄傲地挺起胸膛。从此以后，药家就是大陆上真正的药皇世家，举世闻名，而且无法替代。药王城从此可以改名药皇城。是，药老爷子有些激动地喊道。药师连忙上前几步，握着老爷子枯瘦的手：爷爷，我在呢。药师脸色有些复杂，他知道爷爷要说什么，但是那样的话，那个女人岂不是要越走越近？这不是他想看见的。但是为了药家，为了大局，自己还有得选择吗？而且说不定这也是云公子希望的。想到这里，药师心中有些苦涩，但是他也知道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所以他为了延缓，甚至把两位贴身侍女都带上了。只是没想到来的还是这么快。药老爷子知道也能想明白其中这种门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小孙女也是命苦，一出生身上就背负了血海深仇和家族的未来。你受委屈了。药回生心里有些愧疚，只是轻轻拍了拍小孙女的手背。爷爷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喜欢你，也想对你好，但是他总有一天会离开，那时候药家就危险了。所以爷爷看啊，他应该是希望给我们药家找一个保护伞的，就是委屈你了。药回生自然知道，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面对天香妖皇那样的绝色佳人，这位已经天下无敌的便宜女婿怎么可能把持得住？何况他本身也不是那种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之辈，所以结果已经可以预见。药师咬着嘴唇，轻轻点了点头。我知道的呢，我会照顾好家族的，爷爷你放心吧。他对我很好，我也知道的。我们修道之人，我没有那么矫情，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让药家站在世界之巅。药师说着说着就哭了，因为爷爷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他本来就是一口气吊着，现在尘埃落定，药家保住了，而且未来可期，他也就没有牵挂了，求生意志也就下去了。那爷爷就放心喽，乖孙女要好好照顾自己。药回生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但是仍然强撑着一口气。
似乎在等待什么。就在这时，凌云的身影忽然闪现到老爷子身边，他没有犹豫，直接握着药老爷子另一只手。老爷子，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好一切的。诗诗是我的女人，我会照顾好。药老爷子欣慰地笑了笑，云小子，辛苦你了，小七就交给你了。药老爷子知道这个便宜女婿来历神秘，但是那都不重要了。凌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心意，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药老爷子现在完全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他把药诗诗的手放在凌云掌心，嘴角露出笑容，然后再也没有了声息，最后一丝生机也随风逝去。药诗诗扑在凌云怀里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药家人阵营之中也是一片悲戚，细密的哭声成片响起，就连众多的吃瓜群众，几十上百万的修士，此刻也是有些悲伤涌现心头。药老一路走好，无数修士异口同声地喊道。天地之间忽然大放光芒，转瞬间就驱散了浓重的血腥煞气。作为一生行善积德的丹道魁首，药老爷子一生行善无数，就连天地大道似乎都在为老爷子送行。看着这奇异的一幕，凌云心中也是有些感慨。大道3000，各有精彩。看着下方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凌云忽然也心有所感。今日药家老爷子驾鹤西去，算是喜丧，本座也就不多做计较了。根据药老爷子的遗志，你们可都自行离去，从此以后恩怨尽消。凌云平静的声音响彻大地，毕竟以后药家还要在这个世界繁衍生息，凌云也就不准备赶尽杀绝了，何况死了一大半也够了。谢仙尊大人慈悲。众多幸存的青玉门弟子跪伏在地叩首谢恩，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凌云轻轻拍着药诗诗的后背，乖了，这不还有我呢，宝宝不哭。凌云和哄小孩子一样，其实他也不会哄人，毕竟也没有人哄过他。爷爷走了，我就剩下你对我好了。药诗诗满脸的泪水，眼眶红红的。呢，我会一直对你好的。那他呢？药诗诗忽然看着远方那一群大妖，问到凌云心中有些尴尬。不知道呢，我准备答应他的结盟，你认为呢？若是你认为不妥，我就再想想办法。我迟早是要飞升的，留下你们我不放心，他们妖族势大，可以作为你们的保护伞。凌云说着自己的心里话，和药老爷子刚刚所交代的一样。药诗诗咬着嘴唇，他知道现在不是自己任性的时候。我都听你的话。药诗诗在凌云胸口蹭了蹭。好，那就交给我来安排吧。凌云轻轻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你们和小姐先回去，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先把局势稳定下来。凌云看向碧瑶和青丘二女。好，我们会照顾好小姐的。俩女搀扶着药诗诗一起回到药王城大后方。接下来就是一些收尾的琐事了，那些事情和凌云就没关系了，他相信小医仙自己会处理好。凌云来到苏瑶面前，两人此刻都是单独走了出来，凌空虚度相对而立。近距离的看着此女，凌云愈发感觉有些惊艳，而且似乎真的很香。这是一股奇异的香甜气息，让人闻着很是舒服，一点不腻。怪不得叫天香妖皇。被凌云上下打量着，天香妖皇感觉他的目光似乎带着刀子，而且还能透视，仿佛看透了自身的一切，不由得肌肤都浮现了一层粉红色。凌云一怔，这么极品的吗？竟然如此敏感。我答应了你的结盟请求，但是接下来……说到这里，凌云顿了顿，我要你带我去你们妖族皇朝一趟。凌云的目光满是侵略性和占有欲，不知为何，苏瑶心脏扑通扑通的。他的预知天赋似乎已经告诉了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真的要迫不及待地占有自己吗？好，我们一起吧，还请来我行宫一叙。苏瑶压下内心的不安，挥袖释放出一座巨大的天香行宫。还自带香龟。飞升境大能出世，青玉门败北，死伤无数，金翼妖皇逃遁，生死不知，药王城药家崛起。这几条消息以雷霆之势传遍整个天辰界，整个修行界都抖了3抖。这几条消息一条比一条让人震惊。飞升境大能修士都已经多少万年没有出现过了，也许还躲着有那么1-2个苟延残喘的，那也是被淘汰了不敢渡劫飞升的老怪物。但是现在出现的这位前辈，那可是巅峰状态啊，不然也没办法直接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所有人都知道青玉门要完蛋了，即使是宗门内还有一位老祖，实力也会一落千丈。但是更加让人不安的是，万妖山脉的妖皇也出事了，而且还和药家达成了协议，这药家的崛起势不可挡了啊！那位金翼妖皇怕是危险了，10有8九是难逃一死。在处于巅峰状态的飞升境大能面前，无异于是相当于面对真正的仙人的追杀，
不会有意外，这方天地的格局似乎一下子就改变了。接下来的万年，主角都只可能是药家，药皇即将诞生。众多的仙宗世家都从这一刻开始，严厉警告弟子后辈，万万不可招惹药家，并且马上就开始组织人手，让长老们带着厚礼准备前往药家。一方面参加药老爷子的追悼会，一方面贺喜药家从此一飞冲天，有了万妖山脉的无尽药材供应。可想而知，以后药家的丹药会呈现出井喷的趋势，这也是福泽天下修士的大事情。现在自然是谈合作和交易的好机会，不然晚了怕是就没机会。而且他们也想来拜会一下那位神秘的飞升强者，据传是药家的女婿，若是能被提点一二，那就更加好了。毫无疑问，对方现在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说不定哪天就飞升成仙了。现在不巴结更待何时？而对方飞升之后的药家也注定不会马上衰弱，甚至不会有人敢招惹。毕竟药家的背后还有万妖山脉，而且崛起的药家势必也会和众多的仙道宗门达成攻守同盟，到时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凌云的计划终于实现了，只是他现在又把心思放在了眼前的妖女身上。天香行宫悬浮在天地之间，往万妖山脉的方向不紧不慢地前行着，似乎不是很着急赶路。众多的妖王都零零散散地围绕在四周。行宫内现在有着最尊贵的客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进去，也不想进去，毕竟不是谁都有那个胆量的。里边如今只有3人，天香妖皇苏瑶、凌云，还有银月，她相当于侍女的角色，可以端茶倒水，而且她体内还有着对方种下的剑丸禁制呢，所以自然也想借此机会解除。行宫内别有洞天，虽然外边看起来不算大，但是内部空间相当于是一个洞天福地，甚至有山有水。在一处雅致院落之中，凉亭内有着一张造型古朴的石桌，凌云和苏瑶2人相对而坐，桌上的沸水冒着热气，银月妖女正在煮茶待客。别看她穿着有些狂野奔放，纤细的腰肢都显露在外，肚脐处还有着一颗让人侧目的宝石，但是这侍候人的活计她也干得有声有色。给2人倒好茶水后，银月恭恭敬敬地退后几步，站立在一旁等候吩咐，内心有些忐忑。他没想到之前那个病殃殃的坐在轮椅上的青年居然会是飞升境大佬，这简直是要吓死宝宝了好吗？一想到自己之前还想对他偷袭，银月就感觉自己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可以想象到，若是自己真的付出了行动，肯定会死得很惨。悄悄看了一眼2位主子，倒是意外地发现2人似乎很是般配。凌云轻轻抿了口茶水，淡淡的草木清香在口齿之间流转，似乎还有些独特的木属性灵气，让人顿时耳清目明，心中也是有些爽快了起来。这是我们万妖山脉深处特产的雨雾灵茶，可还符合大人品味。苏瑶抬起纤纤玉手，又给凌云续上一杯。还行吧。凌云微微点了点头，他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绝世佳人，他最独特的是那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而且带着深深的妩媚之意，并不刻意，浑然天成。这就是妖狐天女的独特魅力吗？目光掠过她的樱桃小嘴，纤细的天鹅颈。凌云目光有些肆无忌惮，苏瑶也是心里有些紧张了起来。他自然不会是这位大魔王的对手，所以现在已经收起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小心思。聪明如他，很会审时度势。大人，你这样看着妾身，可是让妾身有些惶恐呢。苏瑶美目之中眸光流转，无需刻意就已经是魅惑天成。哼，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世间还有你这般奇女子。听闻你是九尾妖狐一族。凌云目光之中有些欣赏，纯粹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回禀大人，是的呢，小女子可能是世间仅存的九尾妖狐了。当然了，上界或者其他世界还有没有我的族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凌云微微颔首，九尾妖狐一族以极致的美艳闻名世间，一直以来都是某些强者的猎物，逐渐销声匿迹也是正常。也许在某些世界还是有你的族人在安居乐业的，就如同我之前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妖族存在，更别说还有你这般绝色美人偏居一隅。凌云淡淡说道。天元界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成气候的妖族了。闻言，苏瑶心中一动，这位忽然出现的强者果然不是这方世界的，怪不得之前从未听闻他的威名。对于如此强者来说，这是很不合常理的。他的成长路径必定是伴随着尸山血海和无数的荣耀。仙尊大人果然是来自外界呢，想必在另一个世界，大人也是威震天下吧？苏瑶轻笑着说道。他看着凌云，也是越看越顺眼。这位强者越是接近，似乎就越是让他感觉亲近。看着他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的娇俏模样，
凌云直接握住他的玉手，入手很是柔软，仿佛握着一块软玉。你可愿意做我的女人？凌云问得有些突然，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他的大手握住。苏瑶也有些手足无措了起来，虽然他心中隐约是有这个打算，毕竟他身为妖族，越是往上修炼，越是艰难，而且还提心吊胆，每日担心会被某些邪恶修士抓走作为玩物。若是能遇见两情相悦的大能修士，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这也是众多妖族女修公认的一条捷径，即使是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世界的巅峰，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晋级契机就在这个男人身上的时候，苏瑶内心动摇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守身如玉，如今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异性直接接触到自己的肌肤，苏瑶的某些天赋似乎被触动了，整个人一下子就变得水汪汪了起来，气氛有些旖旎。他咬着嘴唇，媚眼如丝，让凌云看着都是忍不住有些燥热。大人，这太突然了，让我考虑考虑可好？凌云目光沉稳而火热。可以，但是等我击杀了那扁毛妖皇后，你必须要给我一个答复，而且我不准你拒绝。凌云有些霸道地说道。他辛辛苦苦修炼至今，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随心所欲吗？作为强者，他有资格享用这个世界最美妙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了绝色妖姬。妾身跑不掉的。苏瑶听着对方霸道不讲理的宣告，内心没有丝毫愤怒，反而有些欣喜。那本座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凌云虽然确实喜欢这个绝美妖姬，但是也不急这一时，毕竟不久前才被碧瑶和青丘俩女贴心服侍过，而且接下来还要干正事。万妖山脉已经被凌云看作了接下来要征服的目标，而且作为药家的靠山，必须要稳定。公子，你难道就不好奇，为什么我如此轻易就放弃了抵抗吗？苏瑶故意说道。有些事情，与其让对方怀疑，不如自己提前说清楚，这也是他体现自身聪明的地方。哦，难道不是你想成为唯一的妖皇吗？在凌云看来，这可能就是对方的出发点了。这是一个有野心的妖女，若是自己镇压了整个万妖山脉，而自己又不可能亲自掌控这无尽妖族，所以自然是需要一个代言人。在凌云的注视下，苏瑶摇了摇头，这里终究只是一方小鱼塘，妾身的目光已经看向了星辰大海。凌云身体往前倾了一些，这倒是有意思了，这女人居然野心这么大，但是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自己用心啊，不然也就是随便玩玩就忘记了。外界都知道妾身已经有了7尾，但是妾身已经有了8尾了呢。说到这里，苏瑶似乎有些犹豫，接下来她要展露的事情可是他们9尾天狐一族最敏感的也最隐秘的事情了。公子请看。在凌云有些惊叹的目光下，苏瑶身后忽然冒出了几条雪白的狐尾，毛茸茸的，煞是好看。狐尾微微颤抖着，似乎可以把苏瑶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凌云下意识地伸手触碰了一下，苏瑶脸蛋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公子，还请不要随意触碰呢。苏瑶喘着说道。在这种状态下，她的耳朵也变成了兽耳，毛茸茸的，有些可爱。凌云简直是爱死了。兽娘啊，福瑞，太美了。果然，如此尤物只能是自己才能享有啊。凌云想伸手去摸摸她的小耳朵，想了想还是算了，别等下一发不可收拾了。好东西要留着最后享用，先把正事办完。反正他也不着急飞升，先好好享受，毕竟到了仙界，谁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得重新奋斗，而且还要面对女帝祖师的追杀。但是逃避可不是他林老魔的作风，所以这好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了。见凌云没有过分的举动，苏瑶也是松了口气。公子，如今妾身只有8尾，但是想要飞升成仙的话，必须要突破9尾。只是妾身先天有缺，血脉力量不够，所以若是不出意外，这辈子都没有可能成仙了。说到这里，苏瑶认真地看向凌云。但是公子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契机，我狐族其实也精通推演，冥冥之中会有些预知。我不知道公子身上有什么是我需要的，但是若是和公子你在一起，我肯定可以突破血脉桎梏。说到这里，苏瑶也是有些激动，脸蛋都潮红了起来。凌云也是怔了怔，看着娇媚不可方物的妖狐小天女，凌云似乎明白了什么，自己的混沌神体还有这种功效吗？仔细想了想，混沌作为万灵之根，乃是一切天地灵物的母亲，尤其是对于妖族应该更加是如此，有这种功效似乎也不奇怪。你看着我，是不是感觉很亲近，想要接近我？凌云忽然问道。他想确定一件事情，从第一眼开始，是吗？苏瑶一呆，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妾身看见公子的第一眼，就仿佛明白了什么。在公子身上，
我仿佛感受到了某种温暖，无比的安心。凌云深吸口气，这就有意思了。这王八羔子混沌神体是想把自己搞成男魅魔吗？以后可怎么办啊？但是仔细想想，似乎也有很大的好处啊。若是碰到什么厉害的先天灵根，或者有灵智的宝物，岂不是直接就全部投怀送抱了？而且若是遇见了厉害的女修，是不是可以抱大腿吃软饭了？退一万步来说，对女帝祖师会不会也有效果？凌云心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无数种可能。这样看来，这个特质似乎还是很有用的啊。在争夺天才地宝，甚至是某些特殊环境，或者在吃软饭方面，都是神器级别啊，可以说是吃尽了红利啊。看来自己在仙界也能搅风搅雨了。凌云此刻还不知道，上界现在已经因为他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了。太虚圣龙一族的女帝族长古晨星已经强势出击，我想我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到时候我会帮你的，不过你要乖乖听话。凌云嘴唇微动，似乎说了些什么。苏瑶耳根子一下子就红了，她美目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凌云，有些惊慌失措，甚至羞愤，但是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我会吃掉的，我都听公子的。他很是顺从。不远处看着这一幕的银月，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妖皇姐姐什么时候这么温柔可人了？她居然还会撒娇了。但是你们谈情说爱结束了之后，倒是说一声我体内的禁制的事情啊。银月心里有些焦急，但是又不敢上前去打扰。别说外人了，就连他都是第一次看见妖皇大人竟然有8条尾巴了。天香行宫还在不紧不慢地飞行着，而万妖山脉深处，一道金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空而来，直接就落在了金翼妖皇富丽堂皇的宫殿之中。随后脸色苍白，目光之中有些惊恐的金黄天显露出来身形。他现在面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死危机，早知道就别那么冲动了，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强大无敌。本以为自己哪怕不敌也能周旋1、2，结果一交手就差点被打死了。金黄天面上毫无血色，一身的血液都被炼化了大半，才凝练出来一滴金翅大鹏鸟的微弱精血，这才借此发动了天赋神通，直接破虚穿梭逃了回来。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他有预感对方不会放过他的，而且天香妖皇那贱人肯定已经投怀送抱了。这件女人，金黄天现在最恨的不是凌云，反而是苏瑶。在他看来，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个贱人，若不是他，自己都不会去趟浑水。而且同为妖皇，他对于自己的落败坐视不理，甚至是乐见其成，这让他心中如何不恨。妖皇陛下，你回来了，妾身想死你了。众多妖女围绕了上来，都给我滚！没有理会殿内众多穿着暴露的妖娆侍女，金黄天直奔宝库。经过重重验证之后，他直接把宝库内所有用得上的东西全部席卷而空，这是要准备跑路了。但是这天下之大，能跑到哪去呢？以对方飞升境的修为和威势，到时候一声令下，自己怕是无处藏身。想了想，金黄天准备再冒险尝试一番。另一位妖皇其实才是万妖山脉真正的第一位妖皇，对方活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连他都不知道对方的来历和根脚，只知道似乎是一只老龙龟。而天香妖皇则是第3位妖皇，势力其实是最弱的。但是这位第一妖皇几万年前就开始不问世事了，一直都隐居在山脉最深处，也不知道是背负着什么使命还是怎么回事，一般都轻易不会离开。只要不是万妖山脉被大规模进攻，他就不会出来干预。甚至他和天香妖皇其实都是那位神秘的第一妖皇发掘和培养出来的。金黄天和苏瑶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来源，也没有父母亲人，从记事起他们就在万妖山脉了，甚至修炼功法都是第一妖皇直接给他们的。所以金黄天现在想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在他看来，这位神秘的老妖皇说不定也是飞升境界，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不然早就老死了。若是他愿意帮自己的话，那自己就有救了。想到这里，金黄天不再犹豫，直接化为一道金光，朝着最深处飞遁而去。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幽绿深潭之前，这一处深潭深不可测，据说直通东海，旁边是古树参天，巨大的枝蔓和蟒蛇一般蜿蜒缠绕。而那老乌龟平日里就喜欢在深潭之中，或者在一旁光滑的巨石之上晒太阳。这位第一妖皇，没有人知道他的名讳，也不知道他的种族，他也不贪恋财富权势，甚至连一座小木屋都没有，别说豪华宫殿了。金黄天运气不错，在旁边的青石上就看见了那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前辈，还请救我。金黄天见对方似乎是在闭目晒太阳，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就喊道：
老者长长的须发抖了抖，右手掐指一算，甚至没有睁开眼睛，他就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没救了，等死吧。有些玩笑，但是听在金黄天耳中却是无比的恐怖。他知道这位神秘前辈其实很擅长推演天机，可以说算无一策。现在居然说自己没救了，怎么会这样？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就没有一线生机吗？金黄天面容狰狞，没有，因为我也要杀你。麻衣老者淡漠地说道。金黄天有些不可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连忙起身就要飞遁逃命。老者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目光有些浑浊，但是此刻有金芒闪烁。穿着麻衣的老者屈指一弹，一条缚龙索电射而出，直接就把金黄天捆缚住。前辈，你乃是我万妖一族第一妖皇，为什么要如此？我可是你看着长大的。金黄天面容扭曲，满是惶恐，本以为是一线生机，没想到是自投罗网鬼门关。他越是挣扎，捆得越紧，很快就直接被勒进了血肉里，顷刻间就变得血肉模糊。这可是东海蛟龙一族某位故去龙王的龙精，金黄天猝不及防之下中招了，自然是无力回天，一切皆是命数。麻衣老者掐诀，毫不留情，一道道碧绿的符号在金黄天身上闪烁，他的一身修为都在被抽取，在他的头顶形成了一颗金色的妖丹，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咒骂声也越来越小，直至再也没有丝毫声息。堂堂金翼妖皇，号称战力第一的金黄天，身形直接消失于无形，整个人被炼化成了一枚金灿灿的妖丹。老者看了一眼，面无表情。我族等候了数万年的机遇，岂能让你一己私欲破坏？这枚妖丹作为薄礼，应该能让对方笑纳了吧？而且天香那女娃应该也不会错过，到时候只要她飞升成仙，万妖山脉这一处牢笼的封印契约就会解除，而自己在此蹉跎了这么多年，也终于可以恢复自由了。老者心中想着，旋即继续闭上眼睛。如此漫长的岁月，他早就腻了一切人世间的享乐，他只想早点结束这枯燥的生活，重新回归妖界。对他来说，千百年也不过是弹指之间。届时，九尾天狐的后辈在得到那人的垂怜后，应该已经修炼成仙了。命运这东西很是奇妙，他也看不懂凌云的命数，但是他知道这人乃是艺术，只能结交，而且涉及到了苏瑶的成仙机缘，更是解除万妖山脉封锁的唯一契机。这一处世界之所以有妖族如此昌盛，其实是因为这是一处牢笼，是上界某位大能一怒之下降下的责罚，把某一妖族大部落全部困死于此。除非有妖能逆天改命修炼成仙，契约才会解除。而这个秘密，只有作为看守者，又同时也是最血的他知晓。而另一边，天香行宫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凌云此刻端坐在王座之上，看着下方的跪伏在地的银月妖女，他整个人都跪在地上，五体投地，臀部高高翘着，胸脯挤压在地面，露出有些夸张的身材线条和沟壑。他是来请罪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此刻心中也是有些惶恐。看着他那火爆的娇躯和洒落的银发，白皙如玉的肌肤，凌云目光微微闪动。要不先收点利息，这等极品可不能错过了。气氛有些禁忌，银月心中满是惊恐不安。这里是天香行宫内的一处寝宫，天香妖皇苏瑶此刻并不在场。银月的事情，他最终也只是提了一嘴，毕竟他又不能命令凌云去做什么，他现在自身都准备献上忠诚了。妾身知错了，还请仙尊大人放过妾身。银月娇俏微微颤抖，见凌云一直默默不语，所以他只能是如此求饶。凌云看着他妙曼的身姿，心中有些微微火热。哦，你错奶了，他有些戏谑地说道。能让女人认错的机会可是不多的。银月见凌云终于出声，心里松了口气的同时也更加紧张了起来。妖皇姐姐说她不会刁难自己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毕竟现在都算是自己人了。之前在花园内，他都感觉妖皇姐姐已经和这人达成了某种默契，甚至可能是那种关系。至于自己错奶了，银月还真不认识自己错奶了。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碰到这样的狠人，只怪运气不好，怪那该死的周家。妾身不该冒犯您的威严。银月头都不敢抬起来，只是低着头小声地说道。凌云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抬起头来看着我。银月娇躯一颤，内心满是羞耻，但是也只能照做。抬头看向那高高在上的宛如魔神一般的男人。你没有冒犯我，你只是想杀我。凌云声音很平静，但是越是这样，银月内心就越是惶恐。妾身不敢，那都是意外。他连忙说道。奴婢知错了，还望仙尊大人饶过贱婢。这罪名要是坐实了，怕是妖皇大人都救不了自己。
所以银月也顾不上自己身为妖王的尊严了，居然自称贱婢，这倒是让凌云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你不是知错了，你是知道自己会死。凌云有些戏谑的声音彻底让银月破防了，他体内的剑丸就像是悬在他脖颈上的法剑，随时有可能落下，自己命在旦夕。他修炼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成为妖王，更是魔狼一族的天骄和全部希望。若是自己死了，魔狼一族群狼无首不说，怕是要被别的妖族分食了。贱婢不想死，还请仙尊大人饶我一命。银月那精致的有些异域风情的脸蛋上刹那间布满了泪痕，她哭了，希望大人可以怜悯。其实她也知道自己之前犯下的罪过已经是死罪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无疑出发点是要刺杀仙尊大人和他的女人，所以他的内心满是惶恐不安。林老魔见他居然如此脆弱，心中也是有些无趣。他也不想想，换任何一个人来也好不到哪去。但是看他那个梨花带雨的娇俏模样，凌云又想再逗弄一下他。爬过来，凌云眼神戏谑，有些懒洋洋的靠在华丽的椅背上。闻言，银月呆住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还是说他要戏弄自己？但是看着他那冷漠的表情，银月知道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只能照做。他没有起身，看着他卑微讨好的模样，凌云心情大好，伸出手捏住他的下巴，让他抬头看着自己。他的眼眸很好看，但是现在满是恐惧。脸蛋也很漂亮，皮肤细腻，只是哭得梨花带雨。凌云的手指轻轻抚过他的红唇，银月下意识地张了张嘴。银月呜咽着说不出话。他知道了，他想让自己像小狗一样讨好他，以此赎罪，所以他懂了。他卑微地让自己的脸蛋在凌云的手掌上蹭了蹭，充满了讨好。凌云轻轻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真乖。闻言，银月更加卖力了，把你的耳朵变出来。凌云忽然想到了什么，银月脸上满是红晕和难为情，但是还是咬着嘴唇照着做。凌云只见一对毛茸茸的银色绒毛小耳朵跳了出来，心中顿时有些惊奇，似乎妖女都有这个可爱的小配饰。凌云好奇地伸出手碰了碰，银月顿时嘤咛一声，整个人一下子就瘫软在地。凌云来了兴趣，过来。银月犹豫了一会，眼中满是祈求，不要，我不想，不要触碰人家哪里，他的小耳朵最敏感了。凌云皱了皱眉头，再次说道，过来。银月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关了，过了那应该就既往不咎了，所以他咬了咬银牙，还是乖乖地爬起来扑到凌云怀里。一阵香风袭来，凌云微微眯了眯眼睛，虽然是冰霜妖狼，但是银月身上并没有什么异味，反而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她银白的长发如霜，身上有一股冰冷的气息，就连肌肤也冰冰凉的。凌云有些喜欢，发丝更是冰冷丝滑。凌云把玩着她长长的头发，你想死还是想活？凌云轻声问道。妾身贱婢想活。银月可怜兮兮地看着凌云。哦，那很好，那你知道怎么做吗？凌云就喜欢这种让他自己做出选择，不然总显得自己欺负人似的。妾身以后就是你的贱婢。银月本来想说出小狗2个字，但是难以启齿，自己可是高贵的银翼魔狼。很好，你的小翅膀呢，变成了让本尊看看。凌云也是玩心大起，银月水汪汪的眼中满是哀求。一定要吗？别废话。凌云毫不客气地拍了他一巴掌。银月深吸口气，强忍着心中的羞恼，身后凭空出现一对白如雪一般的小翅膀，还带着丝丝冰川蓝纹路，看着很是妖异，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还有尾巴呢。凌云仔细打量着，有些不满意。银月都快崩溃了，不带这样的呀。但是在凌云的淫威下，他不得不屈从。兽儿、翅膀、尾巴都有了。凌云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还让银月做出各种姿态。凌云也用留影石记录了下来。他现在感觉自己是一个摄影师，这种妖族女王其实才是真正的极品啊。凌云决定了，不杀他了，反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威胁。过来，他再次命令道。银月脸上的泪痕已经干枯了，但是心中的伤痕却是越来越深了。再次依偎在这个恶魔的怀中，银月感觉内心竟然有些莫名的安全感。他忍不住用脸颊在凌云胸膛蹭了蹭，凌云用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银月微微眯着眼睛，似乎很是享受。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知道吗？凌云忽然说道。妾身贱婢知道了。银月没想到自己也走到了这一步，但是不得不说，跃出心中最艰难的那一步后，他也感觉轻松了多了。凌云把玩着他的有些冰冰凉的发丝，
本座不会亏待你的，以后你会是下一位妖皇。天香他迟早也要飞升，金翼会死。另一位，我总觉得有些奇怪，或许他不会是好的选择。所以，你才是本座心目中的最优。你会接替天香的位置，为我守护药家。到时候，我的女人应该差不多也可以飞升了，你们就可以一起来找我，知道了吗？林云每说出一句话，银月就内心一颤。对方所描绘的美好蓝图，不就是自己所向往的吗？妾身知道了，妾身不会让大人失望的。银月内心满是欣喜，这回报来的也太快了吧！他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飞升成仙的机会。妖皇之位，他偶尔倒是也会幻想一下。但是这都是后话了。现在你要乖乖的听话，知道吗？凌云对自己人一向是很慷慨。银月红着脸点了点头。那妾身体内的禁制，他试探着问道。我给你解开。凌云当然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虽然在他心里，现在银月还算不上自己真正的女人，最多算是一个侍妾，但是也不至于让他忌惮。凌云伸出手，轻轻按在他纤细的腰之上。虽然不是第一次接触了，但是银月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颤，整个人都有些酥麻，就连天香妖皇都顶不住凌云的混沌神体的气息，何况是他。他顿时瘫软在凌云怀里。银月还不知道自己以后将会有多大的机缘，那可是真正的成仙机缘。凌云心念一动，转瞬间就让他体内的剑丸禁制解除了。这短短一瞬间，银月居然有些香汗淋漓了起来，但是就连汗水都是冰冷的。凌云有些诧异，捏着他的下巴，让他水汪汪的眼睛看着自己，是不是感觉很奇怪？银月点了点头，是不是感觉喜欢上本座了？凌云嘴角微微翘起，这离谱的体质 buff 还是有些用处的，起码可以为自己带来很多值得信任的女下属。银月脸上一红，就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自己明明一开始对他还满是排斥，靠近也是因为恐惧，但是现在怎么心安理得了起来呢？甚至有些依赖。我可能是贱婢吧，就喜欢你这样对我。银月也想不出来个所以然，被凌云戏谑的目光看得有些羞耻，所以慌忙说了一句后，把脑袋埋在凌云胸口。凌云哈哈大笑，把他的脸掰过来看着自己，感觉有些独特，但是一样清甜可口，而且对方更加活跃。林老魔很是开心，这一吻天长地久，不知道过了多久。银月香汗淋漓，凌云低头看着他，现在知道了吗？有什么感觉没有？银月还没有回过神来，闻言有些莫名其妙。凌云皱着眉头，你感受一下自己的修为变化。按照他的猜测，自己可是行走的大药，轻轻应该也是可以有点效果的。银月见他有些不悦，也是连忙认真了起来，仔细的感受自身修为变化。然后他眼睛一亮，都来不及交修，自己的法力运转居然加快了好几倍，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一直按照这种状态，自己怕是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破境了。他看向凌云，眼神有些怪异，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路？他是先要修炼成精吗？大人，难不成你也是妖族，是先要转世？银月有些不太聪明似的直接问道。凌云有些哭笑不得的给了他一巴掌，你才是先要转世呢，但是本座有些特殊就是了。现在知道为什么天香妖皇也愿意跟我了吧？凌云有些得意的说道。银月咽了咽口水，心中有些害怕，要是这样的话，自己以后岂不是要和妖皇姐姐争宠？这可如何是好呀？而且只是接吻就有这种效果，若是……银月不敢想，怕是多来几次自己就突破了。银月看向凌云的目光都有些不一样了，目光之中满是渴望。哼，怎么想生吃了本座？凌云嘴角带着戏谑，我给你的你才能有，懂吗？银月心中一颤，贱婢知道了，还望主上多多怜惜。银月乖巧地把凌云的手掌放在自己脸颊上，这才乖。凌云心中暗爽，过来接受我的赏赐。凌云有些霸道地说道。银月顿时娇呼一声，欲拒还迎，两人都有些投入忘情，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天香妖皇苏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旁边，看着这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苏瑶心中说不在意是假的。好啊，我让你来求饶，结果你求到我男人怀里来了。银月的味道特质他也是知道的，冰冰凉凉的很舒爽。苏瑶心中有些酸溜溜的，不知道是吃凌云的醋还是银月的，或者二者皆有，自己都还没有这种亲密接触呢。没想到银月捷足先登了，苏瑶都快气死了。不行，自己也要加快进度了，不然岂不是以后只能做小？他可不能接受。凌云自然是知道苏瑶就在旁边，但是这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动手动脚，仿佛这样更加有意思。
银月可能不知情，所以两人回过神来后，看着天香妖皇就在旁边站着，银月一下子就慌了神。妖皇大人，他都快急哭了，应该是直接就哭了。凌云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没事的，乖，你怎么来了？凌云像绝美的酥药，妖王妹妹都如此了，妖皇姐姐岂不是更加美味无敌？